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这么快就有发现了，包括金罗江绿中在内，打更人们精神一振，顺着那位白衣指点的方向看了过去，同时朝那边的屋脊降落。他们看见屋顶上站着一位单手按刀的铜锣，也在注视着自己一行人。敌人可能就隐藏在附近，随时会出手袭击。这个铜锣竟然连刀都没抽出来，专业素养过低。几位银罗皱了皱眉，啪嗒，一道道落脚声里，金罗江绿中招了招手，准备换来年轻的铜锣询问情况。几位白衣抢先从打更人背上跳下来，迫不及待地飞快奔到许七安面前，拱手作揖。许公子。打更人们看着司天监的白衣在这个小铜锣面前毕恭毕敬，神色有些茫然。所以不是因为有什么发现，而是特意过来和这个铜锣打招呼的。金罗江绿中眯着眼审视着许七安。许七安盯着几位白衣看了片刻，确认是不认识的人。毕竟与他打交道的是术士6品的炼金术师们，6品以上或以下他都不太熟。他不认识人家，但人家认识他。司天监的术士们都知道许七安这号人物的存在，是炼金术领域的超级天才。他写的蓝皮书被宋清师兄列为1等机密，寻常弟子想看都看不到。这几位虽是8品旺气师，可是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炼金术师。提前与这位炼金术领域的天才打好关系，对将来晋升大有裨益。在他们眼里，可比查案要重要多了。许公子，您很久没来司天监了，宋清师兄一直在念叨你。念叨我？是想找我要债吧？许七安矜持地笑了笑。许公子，改天一定要来司天监喝茶，我们也想向你请教炼金术。向他请教炼金术。金罗江绿中眉梢一挑，其余打更人觉得难以置信，向来骄傲看不起武夫的司天监术士，竟然对一个铜锣如此毕恭毕敬。听他们话里的意思，这位同僚还精通炼金术。想到这里，不少铜锣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了许七安挂在腰间的腰牌，上面有刻他的名字。改日吧。许七安摆摆手，办案要紧，麻烦几位了。哪里，这是应该的。几位白衣转身对打更人们客气了许多。事不宜迟，我们继续。白衣术士们的态度峰回路转。江绿中微微颔首，留下几个人排查这条街，带着其余人和白衣离开。几个起落便到了远处。一位银罗回望身后，看着许七安的身影，忍不住道：几位，我们打更人那位同僚与你们认识。一位白衣叹口气：我们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们哦。其余几位白衣也叹了口气。司天监的术士什么时候这么卑微过？银罗大感好奇，追问道：怎么说？周围的打更人竖起耳朵。金罗江绿中微微侧头。白衣们傲气道：宋清师兄，你们听说过吧？监正老师说过，他是100年一遇的炼金术天才。但是你们知道宋师兄最近常说一句话是什么吗？另一位白衣补充道：许宁燕真乃无师也。假的吧？一众打更人做了同样的动作，扭头回望许七安的身影。他傲立屋脊，背影挺拔。金罗江绿中没有回望，吩咐道：明日去问清楚他跟谁的，要过来。许七安与新来的几位同僚沿街搜寻，没走几步，朱广孝和宋霆锋返回了。御刀卫已经封锁了周边，我们得沿街排查。宋霆锋与几位铜锣问候完毕，沉声道。此时正好走到青书客栈边，许七安目光微闪，道：我与霆锋、广孝从这座客栈搜起，你们去别处，分头行动。几位同僚没有异议，觉得本就该如此。目送几人离开，许七安上前啪啪啪地敲着板门，把里头的小二惊醒，睡眼惺忪地过来开门。几位差爷，店小二结结巴巴的，有点害怕。查房。许七安顺口就喊出来了。店小二懵在那里。宋霆锋看了眼许七安，接过话茬：搜捕人犯。突击酒店查房这事儿，许七安上辈子没少干，通常是收到举报电话才会去查房。而举报的原因往往是小姐演技太浮夸，明明对牙签没感觉，偏要喊出狼牙棒般的惨叫，害得隔壁的房客睡不着觉，怒而举报。三人一间间客房找过去，到了2楼第6个房间，店小二道：这里头没人住。宋霆锋沉声道：不管有没有住，都要检查。店小二掏出钥匙开门。许七安进屋子扫了一眼，看到床榻上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房间内空无一人，心里松了口气。还不算蠢，虽然有一夜账目加深，但如果睡了床，店小二就会觉得奇怪，那肯定就瞒不过心思细腻的宋霆锋以及默默观察不爱说话的朱广孝。离开酒店，许七安借口上茅房赖在客栈不走，宋霆锋和朱广孝各自挨家挨户排查。蹲在臭气熏天的茅房里，许七安把烛台放在脚边，摸出玉石小镜。打更人进客栈了，没有被发现吧？几秒后，6号恢复。我躲在房梁上，没有动屋子里任何东西。
老通缉犯了。许七安心里吐槽了一句。二，现在是什么情况？陆浩你安全了吗？刚才半天没消息，我都不敢问。2号竟然还没睡，他是真热心还是加热心？6，暂时是安全了。2，你怎么得救的？6， 3号，我能说吗？3，君子坦荡荡，有何不可？不过2号你想知道的话，需要同等的情报来换取。我对万妖国的历史以及万妖国余孽很感兴趣。萧石矿案件，疑似万妖国余孽在暗中谋划，他得帮一下春哥，试着查一查这个案子。2，我不太清楚万妖国的历史。这时又一个新人物冒头。5，万妖国的历史我了解啊，我太了解了。可以，群聊就是要热闹嘛，这样才能消息共享。许七安嘴角挑起目前已经冒泡的1号、2号、4号、5号、6号，以及老银币老道场9号和自己这个3号，还有7号和8号没有登场。见没有人在说话，6号输入信息，3号给了我一页纸，记载着儒家隐匿气息的法术，我才能从水渠里出来。你成功离开内城了。2号、5号、4号和窥屏的1号同时表达了自己的诧异。6，没有。3号为我准备了一间客房，法术隐匿了我的气息，我这才能瞒过沿途打更人的眼睛，躲在客栈里。3，等等，你把客栈说出来，不怕1号举报你？6， 1号不会的，他如果要举报我，会直接说出来。3号，我欠你一条命，来日会报答的。大光头这是在变相的跟我透露1号的行事作风。许七安猜想，1号没有搭理，与其他地书持有者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6号给出的信息。现在已经可以确定3号真的是儒家弟子，而且是深受师长重视的弟子。如此一来，范围将缩小很多，毕竟云麓书院的杰出弟子不少，但也不多。身在京城的1号敏锐地察觉到些许不对劲，在打更人已经反应过来，调集人手封锁周围的情况下，3号怎么可能给予6号帮助？除非他本身就住在内城，恰好也在相同区域。云麓书院的杰出弟子最近有宿在内城的，回头派人查一下。我们天地会终于也有儒家的弟子了，其他地书持有者不约而同的心想，儒家虽然没落了，但最鼎盛时期力压各大修行体系，在天下修行者眼中有着不一般的地位。3，举手之劳而已。5号，该交换情报了。5，万妖国覆灭于500年前，佛门率西域诸国踏平了万妖国，据说最后那场焚山之战里，佛陀亲自出手了。3，等下，你刚才说了佛陀对吧？许七安本想说，你特娘的确定佛陀真的存在吗？跳出品级之外的只有仙佛，但那种人物真的存在。不过许七安没有直接问佛陀真的存在，而是以质疑佛陀出手的语气代替，这样就不会暴露他是个小白的真相。5，反正我的长辈们是这么说的，可信度极高，只要你清楚万妖国的领袖是什么境界的话。与女子国师有交情的4号问道。一品。5，一品。阿爹与我说那是半步武神。半步武神是说差点就超越一品，成为武夫体系的神。许七安吃了一惊，打算回头去暗读库查一查。另外5号似乎很了解万妖国的历史，他不会就是万妖国余孽吧？这时一直潜水的金莲道长现身了。万妖女皇是半步武神，贫道记得地宗典集里记载她是一品才对。妖族和武者是同一体系，具体我也不清楚，毕竟那是500年前的事了。万妖女皇陨落后，万妖国的妖众持续抗争了一甲子，最后只能逃离南疆。但500年来，万妖国余孽一直没有灭绝，他们拥有很强的凝聚力，怀揣着复国的梦想。而这一切的原因是万妖国的公主还在，她是万妖女皇的遗孤，是万妖国余孽的领袖。3，她是什么境界？5，这个我不知道。3，万妖国都有哪些强大的妖物？5，我只知道万妖国的历史，但对于万妖国的现状倒是不太清楚。毕竟万妖国暗中积聚势力，并不活跃。你这情况最多就是给我科普了历史，对案子没太大帮助呀。许七安无奈地想。这时2号试探道：“3号，你问万妖国的情报做什么？儒家与万妖国并无交集。”许七安没有回答他，渐入信息。金莲道长，我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出了点状态，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出门捡银子，次数很频繁，这已经不是运气好来形容了。我这么说吧，他什么都不做，光是捡银子就能过上殷实富足的生活。地宗修的是功德，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出门捡钱，而且听3号的说法，并不是纯粹的运气好，而是频频见到银子。世上竟有光是捡银子就能过上富足安康生活的人。地书聊天群一时间沉默了。3号莫要开玩笑。
9，功德加深便意味着福星高照，冥冥中给予的反馈是做事一帆风顺，无病无灾，每每都能逢凶化吉，而不会具体为捡银子。小友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功德缠身的人做事会一帆风顺，但这是一个笼统的大范围的福气 buff， 而不是单纯的捡银子。许七安有些牙疼。如此说来，他狗屎运般的运气与地宗的功德并不是一个概念。他一直以为自己能经常捡钱和地宗的功德是一个回事。功德加深，所以老天爷也要赏我一口饭吃。许久没人说话，许七安蹲在臭烘烘的茅房里等了半天，才确定这些人又下线了。下线一定要说啊，你们这群没素质的网友。他抱怨着举起烛台离开了茅房，把烛台还给店小二，走出客栈，正好有一对打更人路过。许七安主动打招呼，有没有发现？几个打更人摇头，目光看向客栈。许七安道，我已经排查过了，客栈没有可疑人物。几位同僚闻言断了进客栈搜查的念头，急匆匆地走了。第二天清晨，6号又换了一身寻常的长褂，宽敞的褂子遮挡住了魁梧的身躯，用汗巾裹住大光头，混入早起的房客里，默默离开了客栈。他在路边的早点摊子吃了饭，朝着内城的城门口走去。临近城门口，不动声色地打量，发现城门的守卫比往日多了1倍，更有一位司天监的白衣，清光流转的眸子审视着每一位出城的人。6号混在人流里走向内城，司天监的白衣同样审视了他，只是稍有打量就放行了。作为佛门弟子，他自然有办法消弭杀身后的煞气。3号为他争取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若没有那张一夜账目以及客栈的房间，他昨晚绝对无法逃避司天监术士的探查。6号一路往东，接近中午才返回住处。这里的房屋大多由黄土搭建，屋顶盖着破碎的黑瓦。这里是贫民区。6号轻车熟路地来到一座简陋的大院里，院门的匾额写着养生堂。养生堂是朝廷的福利机构，专门收留鳏寡孤独。虽说是官办的，但院子里办事的只有几个老吏员，勉强能看住院子里的孤儿和老人。6号以僧人的身份留宿在养生堂，帮着几个老吏员一起打理孤儿和老人，不要1分钱，还经常拿银子补贴养生堂的开支。这10几年来，朝廷对养生堂这类福利机构越来越漠视，经常连着几个月都拨不下银子。官办机构早已名存实亡。6号刚踏入院子，便有一位老吏员迎上来，苦口婆心道：恒远大师，你可莫要再带孩子进来了，堂内已经揭不开锅。6号双手合十，贫僧会解决银子问题。说到这里，6号想起了3号的那位朋友，贫僧也想天天出门捡银子啊。帮着老吏员煮好清粥，分发给老人和孩子后，身材魁梧、肌肉发达的僧人来到后院。后院的柴房里有一只黑狗，走路极为笨拙，但一双眼睛时而透出灵光。黑狗笨拙地走到僧人脚边，抬起黑白分明的眼睛，口齿含糊，断断续续道：福如东海，大吉大利。恒远大师怜悯地看着他，双手合十，低声念诵法号。平远伯被杀案第2天就席卷了朝堂，勋贵集团上下震怒。与勋贵向来不和的文官集团也很重视此案，督察院御史尚书弹劾魏渊。袁景帝狠狠地斥责了京城5位的指挥使以及打更人指挥使魏渊。许七安发现打更人衙门对待此案的态度极为消极。偏厅里，许七安喝着茶，与宋霆锋、朱广孝闲聊。也不用奇怪，那平远伯可不是什么好人。我从其他同僚那里听说了一些内幕，平远伯私底下养了伢子，专门干拐卖人口的缺的事儿。宋霆锋小声道：魏公巴不得这些帝国蛀虫死个干净呢，还指望打更人给他报仇。朱广孝闷声道：但终究是落了朝廷的面子，朝堂诸公不会就此罢休。嗨，马上要经查了，死个平远伯没人会在意，过阵子也就消停了，只是辛苦了我们。衙门刚下令加强内城巡逻。宋霆锋说：不知道朝堂诸公会怎么对付魏公，他们等这个机会很久了。走，我们去演武场操练操练，增强些默契。许七安提议到3人浑身大汗的返回偏厅，坐下来灌了2杯水。许七安道：我去暗毒库一趟。他轻车熟路地来到暗毒库，对接待柜后的吏员道：帮我找万妖国的卷宗。吏员进了库房，找来1本《九州地理志》。南疆。许七安快速浏览结束，书中记载万妖国的信息倒是不少，但都是过去的历史，唯一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万妖女皇的描述。九尾天狐。打更人的暗毒库里没有记载佛陀出手，5号是怎么知道的？5号属于什么势力？许七安心里想着，把卷宗还给吏员。还有其他卷宗吗？关于万妖国的？有是有，不过不在丁号库房。吏员回答。言外之下，你的权限不够。许七安点点头，离开了暗毒库，直奔浩气楼。他要来一次胆大的操作，以此博取魏渊更多的信任和赏识。具体副稿已经打好。
侍卫通报，放行。登上熟悉的7楼，许七安见到了鬓角双白、五官清俊的大宦官，以及容貌与许二郎不相上下的南宫倩柔，常年脸部瘫痪的上司的上司杨艳。许七安大声道：“请为公平退左右，卑职有事禀告。”禀退左右。听见这句话的南宫倩柔柳眉一挑，看着许七安的目光充满敌意。他身为金罗，竟然被区区的铜锣要求平退。魏渊脸色微顿，轻轻点头：“你二人先离开。杨艳，你们相互监督，不得偷听。”南宫倩柔深深看了眼许七安，这个小小的铜锣才加入打更人没几天，就频频得到义父召见，为了与他谈话，义父还支开自己和杨艳，这让南宫倩柔很不爽。明明是我先来的。两位金罗离开好气楼，容貌不输许二郎的南宫倩柔冷笑道：“堂堂金罗竟然被手底下的铜锣越过，他显然是没把你放在眼里。”杨艳沉默不语。南宫倩柔不悦道：“我在挑拨离间，你倒是给些面子。”杨艳宛如雕塑的脸庞保持着木有表情，淡淡道：“他的资质如何，你清楚。魏公想培养他，你也清楚，但他不把你放眼里，是事实。你觉得我会在乎？”杨艳反问。南宫倩柔翻了个白眼，妩媚多情，没好气道：“对，他到底是你手底下的兵，这份香火情存着。”杨艳点点头。南宫倩柔转身就走，阴恻恻地笑道：“无趣，找我的玩具们好好玩耍。”他走的方向是地牢，好气楼7层茶室。许七安道：“属下有平远博案子的情况汇报。”魏渊沉声道：“天地会。”这很好推理，如果许七安单纯只是有平远博案子的线索，他可以禀告所属的银罗甚至金罗，而不是直接向他汇报。关于天地会，两人是有默契的。许七安道：“杀死平远博的是天地会的6号。”魏渊默然片刻，问道：“理由呢？”6号的一位师弟被伢子组织拐走，生死未知。他循着线索顺藤摸瓜，锁定了平远博。许七安将自己如何帮助6号逃脱、躲避司天监探知，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只隐去大儒赠送册子的内幕改成堂弟许新年的馈赠。砰！魏渊挥袖扫落茶杯，碎瓷飞溅一地。他神色不再温和，瞳孔锐利，宛如刀子。许七安私放人犯，同罪并处。魏渊喝道。强大的压力扑面而来，许七安竟然升起了面临暴风雨的错觉。卑职知罪。许七安当场认罪，大声道：“卑职自知罪孽深重，惶恐了1日1夜，终究逃不过良心的谴责，才选择与魏公坦白，是杀还是流放，任凭魏公做主。只是卑职的良心并不是针对那该死的平远博，而是自觉愧对魏公的信任和栽培啊。”魏渊面无表情，如染冰霜。卑职今日与同僚闲聊，得知魏公被陛下责难，被朝堂诸公抓住把柄，趁机攻讦。许七安情真意切，卑职再想到魏公待我恩重如山。魏渊脸色稍霁，轻飘飘地打断：“恩重如山就过分了，直接说原因吧。”“不是，大佬，你说话怎么不按套路来？你还是混官场的吗？”许七安脸色一僵，他顿了顿，重新组织语言：“平远博暗中培养伢子组织，在京城贩卖人口，谋取暴利。伢子们拐骗孩子和女人，卖去青楼，卖去黑作坊，培养成窃贼，甚至斩断手脚掌，裹上黑狗皮。”他把6号的解释复述了一遍，言语间并不掩饰自己对平远博的憎恶。魏渊目光微垂，耐心听着，做沉思状。等许七安说完，他语气平淡道：“倒茶。”这个细节说明魏渊已经原谅他。许七安立刻给倒茶，就像上辈子在派出所伺候领导那样。魏渊喝了口茶，沉默几秒后摇头道：“你对天地会了解多少？对地宗金莲了解多少？”根据衙门调查，平远博确实养着伢子组织，但那个6号真的是为了所谓的师弟，没有别的目的。也许平远博还涉及到了其他事，也许伢子组织做过什么，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些你有想过？经查期间群魔乱舞，再过4日就是陛下祭祖的日子，一切都不能掉以轻心。他再叫我做事，再给我分析，他是真的想栽培我。许七安微微动容，对这个大宦官有了几分好感。他把我当手下，我却想叫他爸爸，我真是太卑劣了。魏公教训的是。许七安低头。魏渊嗯了一声，赞许道：“不管怎样，你做得很好，先下去吧。这件事我会派人调查。你继续潜伏在天地会，短期内的目标是揪出1号，卑职一定全力以赴。”许七安大声说。离开好气楼，许七安吐出一口气，知道自己这次赌对了，赢得了魏渊的信任。想要地位稳固，想要往上爬，必须要学会站队，学会抱大腿。不管哪个时代都是一样的，包括许七安的前世，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得不停地刷魏渊的好感度，赢得他的信任。这次与魏渊来一个坦诚相见，许七安是打过腹稿的，不是鲁莽行事。
首先，打更人衙门对平远伯这种人间知县很是不耻，查案不太积极，没有太迫切的报仇想法。其次，他在天地会内部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力，2号和4号比较认同他。魏渊不大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放弃对天地会的关注，放弃他这个机灵的小可爱。最后，魏渊说的话也是许七安的想法，他对6号、对天地会还没有100%信任，能对付老银币的还是老银币，所以遇到困惑的时候找魏渊的没错了。当然，一个成熟的25仔必须要有其他骚操作。许七安到了一处无人的隐蔽角落，掏出玉石小镜，输入信息：6号，我得到消息，打更人已经掌握了来历不明的线索，很可能对你不利，你要做好准备，及时撤离。地书传讯没有延迟，它与主人存在莫名的联系，但信息传入，持有者会有所察觉。地书是一个整体，无法私聊是它最大的弊端。许七安不止一次惋惜。养生堂后院，为黑狗治愈了创伤的6号盘膝打坐，忽然心有悸动，摸出了地书碎片。3号的信息显现在镜面，让6号方正的国字脸微微变色。打更人的动作这么快，仅隔1天就追查到线索，并可能威胁到自己，让3号不得不出面提醒。等等，3号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他心里疑惑刚起，就看见总是窥屏的1号竟然破天荒的主动发言。3号，你是怎么知道打更人内部消息的？1号很在意这个，果然只要涉及到京城高层的事儿，他就格外在乎。许七安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措辞思考了一会儿，以纸代笔，输入信息：3，你觉得呢？他知道其他地书碎片持有者都在窥屏，默默汲取信息。许七安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又足够劲爆的解释，来丰满自己的人设，拔高自己的形象。3，儒家正统之争延续了200多年，我们书院不可能坐以待毙。这句话什么意思？云路书院在打更人衙门安插了碟子。3号是这个意思吧？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暗示了。一时间，地书碎片的持有者们兴奋了起来。好大一个瓜！1号没有说话，诡异的沉默了，让人琢磨不到他的真实想法。许七安打算试探一下：1号，你可以试着找出来。这既是挑衅，也是试探。如果1号回应，或者暗地里真的这么干，那么许七安就可以由此反向锁定他的身份。打更人是只属于皇室的衙门，也是魏渊的一言堂，等闲势力根本插不进来，即使存在安插碟子的情况，也绝对不会是中高层。而底层的家伙根本没资源和能力排查碟子。1号是个聪明人，没有理睬许七安的挑衅。见好一会儿没人说话，6号输入信息：6，我这几天会格外注意。3号，我又欠你一个人情。3，阁下行侠仗义，风光霁月，是我辈之人效仿的对象。6，施主大善。6号以一个僧人的身份回答这句话，说明他对许七安的认同感爆棚了。许七安满意的收好镜子，心说你也别感激得太早，人情迟早要让你还的。既加深了魏渊对我的信任，又送了6号一个天大的人情，以及在天地会众人心里留下一个乐于助人的形象，这波血赚。1号对我似乎越来越有兴趣了，如果真是朝廷高层，绝对会在云路书院里查他查不到的。嘿嘿，退一步说，就算真的锁定了3号可能是许七安这个真相，我还可以把2郎推出来顶锅。2郎和我是不同的，我到底是朝廷体制里的人，被1号发现真身，我会很被动。2郎是云路书院的亲儿子，比我底气更足，而且目前和1号也没仇没怨，问题不大。辞旧啊，大哥这么爱你，你回馈大哥一点也是应该的。回到春风堂的偏厅，眯眯眼的宋霆锋笑着调侃许七安是个白嫖的混球。朱广孝一脸认同的点头。许七安想了想，严肃道：今日我去暗读库，发现一个巨大的秘密，以至于我到现在还胆战心惊。宋霆锋和朱广孝大吃一惊。什么秘密？许七安道：你叫我一声爸爸，我就告诉你。宋霆锋犹豫了一下，道：爸爸。许七安盯着他，神色严肃。这个秘密就是，你不是我亲生的。奶奶的，揍他！3人打闹间，门口进来一位银罗，2位铜罗，面生不认识。许七安，跟我们出来一趟。那位银罗笑着招了招手。许七安和2位同僚相视一眼，茫然跟了出去。那位面生的银罗带着他进去春风堂，朝着案前看卷宗的李玉春咳嗽一声：李大人，你手底下这位铜罗我带走了，今后他在我手底下办事，咱们做个交割。李玉春一听炸了，这位莫名其妙跑来要人的银罗叫陶满，与李玉春没有太深的交情，只是同在一个衙门，抬头不见低头见，倒也算熟。李玉春当然拒绝，开什么玩笑，赤裸裸的劫走我的宝藏男孩，我会同意。但陶满似乎不在意李玉春的态度，带人进来知会一声，然后扭头就要带走许七安。
哐！李玉春挥舞衣袖，春风堂的大门应声关闭。李大人这是何意啊？陶银罗被他的反应惊到了。陶大人又是何意？李玉春面无表情的起身，指了指墙角，示意许七安到那里去。等小老弟乖巧的照做，他才看向陶银罗，继续道：你和我不是一个金罗手下的，没有这个规矩。同一个金罗手底下的话，人员的调动甚至都不需要去文房修改档案，直接上门报道就成。但不同金罗的下属出现人员调动，需要走一大堆的流程。李玉春和陶满的上司不是同一个金罗，他们手底下的铜罗不能随意调动。是这样的。陶满一拍脑门，指着角落里的许七安：是江大人让我过来提人，他看中这小子了。嘿，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福气，你傻愣着干嘛？过来啊，还杵墙角，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江金罗看上了你，这是你的福气。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江大人是不是还要八抬大轿抬我过门？话说我都不认识他。许七安心里吐槽，朝李玉春投去询问的眼神。李玉春道：那你去回复江大人，我不同意。什么？陶满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个李玉春他敢拒绝江大人？今天是不是喝了假酒，脑子不灵光了？我懒得跟你废话，江大人还在等着呢，我现在就要提人，你有意见自己找江大人吧。姓陶的，你跟动我的人试试，今天要是让你踏出这个门槛，老子就不叫李玉春。姓李的，你今儿真魔怔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两位银罗的争吵人惊动了偏厅的铜罗和吏员们，宋霆锋和朱广孝以及陶满带来的铜罗，几个人蹲在院子里吃炒豆，听着里头的骂街声。嘿，你们那个同僚什么来头？一位铜罗用刀鞘拍了一下宋霆锋的大腿。宋霆锋道：没什么来头。那江金罗会点名道姓的要他。铜罗们不信，这样的人肯定有天赋异禀之处。宋霆锋想了想，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去教坊私睡姑娘，不要钱。众人不信，看向朱广孝，后者点点头，这下就信了。怎么就不要钱了？铜罗们大吃一惊，虚心求教：白嫖是人类自古不变的快乐，不能说，我答应替他保密。宋霆锋摇头，顿了顿，补充道：他给了我们1两银子做封口费。1两银子是吧？给。宋霆锋接过，收到怀里，又摇头：1两不够，得加钱，再给1两。说吧。铜罗们期待地看着他，因为是我们请客呀。宋霆锋哈哈大笑：揍他！宋霆锋被几个铜罗按在地上捶，银子抢回去了。关于杨林这个马甲，许七安请宋两位同僚在桂月楼吃过一顿，当作封口费。其实在宋霆锋和朱广孝眼里，睡福香才让人羡慕嫉妒恨，至于诗才，狗屁的诗词有个屁用，粗鄙的武夫可不鸟你诗写的好不好。江律中坐在堂内，调来了许七安的户籍和资料，一看才知道，原来是当初税银案中表现突出的长乐县小快手。平远伯被杀案是我负责，虽说魏公替我抗住了朝堂各方的压力，但我不能因此懈怠，这样会让魏公质疑我的能力。江律中下意识的屈指敲击桌面，沉思着，此人擅长缉拿办案，正是我需要的人才。而且与司天监术士来往密切，我可以通过他向司天监购买法器，武装下属平远伯死不足惜，但案子还是要办，办成了就是功劳。许七安仅靠卷宗就破解了税银案，能力出众，这是许七安的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司天监的白衣看不起武者，除了定期补充铜锣法器，其余法器吝啬的不肯售卖。那天他看见白衣术士对许七安如此恭敬，得知许七安与6品炼金术们交情莫逆，就动了收入麾下的心思。一件品质绝佳的法器，除了需要镇师点睛，炼金术师的锻造同样不可或缺。这时陶银罗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满脸怒容，抱拳道：头儿，李玉春把我给赶回来了。赶回来了。江律中的鹰眼瞬间锐利，凛然的气势让陶满不敢直视，微微低头。怎么回事？江金罗沉声道：就是不给人，还说如果您要人，可以亲自到他那里去。陶满如实相告，他被李玉春给气坏了，要不是衙门规定除言无场，打更人之间不得私下斗殴，陶满早就让李玉春知道自己的拳头有多硬多大。好，我亲自去。江金罗不带喜怒地说道。另一边，李玉春跑了一趟杨艳的神枪堂，没寻到人，到偏厅找了丽媛一问，杨金罗在好气楼陪魏公喝茶。魏渊有2个义子，一个是衙门里公认的比娘们更水灵的南宫倩柔，另一个就是油盐不进杨艳。李玉春跑到好气楼，说有重要事情汇报，值守的护卫照例上楼通报，得到召见后，春哥噔噔噔一口气上7楼，见到坐姿万年不变，刻板严谨如石头人的杨艳，春哥松了口气，大声说：杨金罗卑职有事禀报。杨艳微微颔首，目光沉静地望来，说。春哥带着些许情绪地说道：江金罗要抢人。魏渊和南宫倩柔看了过来。杨艳道：抢人？是。李玉春说。
抢铜锣许七安。杨艳浓眉一扬，看向魏渊，义父。魏渊笑呵呵道：“那是你俩的事儿。”杨艳当即起身，快速离开好奇楼。李玉春朝着魏渊和南宫倩柔抱拳，转身跟了上去。不知道那姓姜的抽什么风，今儿突然命人来我春风堂提人，霸道的很。李玉春简短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补充道：“许七安是假上资质，可不能拱手让人。”杨艳一声不吭，脚步加快了几分，他的态度很坚定，假上资质的铜锣肯定要握在手里，谁敢抢人，他就把谁脑浆子打出来。两位金锣在春风堂门口碰了个正着，姜律中先是一愣，眯着眼，让眼角的鱼尾纹愈发明显。杨金锣，可否把许七安调到我麾下？杨艳没有开口，摇了摇头，不同意。为了一个铜锣，姜律中目光微闪，呵一声，皮笑肉不笑。我偏要呢。杨艳沉声道：“按规矩办。”行。什么规矩？当然是打架。这是魏渊定的规矩，不管金锣银锣还是铜锣，只要有矛盾，那就武力解决。但一定要在衙门的演武场，不能私下斗殴，与其私底下勾心斗角，你死我活，不如摆在台面上，真刀真枪干一场。武夫要纯粹，义气不可议。两位金锣为了争一个小铜锣，要在演武场一决雌雄，消息不胫而走。哎呀，真讨厌！人家只想到一个安静的美男子，听到消息的许七安跟着同僚们一起去演武场看热闹。两位金锣闹矛盾了，在他们前往演武场的路上，消息迅速扩散整个打更人衙门。银锣铜锣们呼朋唤友的来吃瓜，涌向衙门后的演武场。听说了吗？似乎是因为一个铜锣才打起来的。怎么可能？区区铜锣能让两位金锣大动干戈？你别说，还真是，许多人都见着了。今早老陶去找李玉春要人，没给，大吵一架，然后各自找了金锣。打更人们聚在一起，不明情况的询问知情人，议论纷纷。得知是为了一个铜锣后，没人不吃惊。铜锣相当于小片警，金锣地位崇高，两者天差地别。这个理由委实让人难以置信，好奇者四处打探原因，但没人知道内幕。我怎么感觉自己成了红颜祸水？许七安心里的槽没地方吐。刚才见到姜律中本人，许七安大致推敲出事情的经过了。那天平远伯被杀时，这位金锣与他有过一面之缘，想来是见他与司天监的术士交情甚笃，起了惜才之心，想收入麾下。而杨艳不同意，原因十有八九是自己假上的资质，这心态就跟他上辈子各个学校争抢尖子生是一个道理。李玉春与他说过，魏公很大方的给了他假上的评价。魏爸爸这么大方，纯粹是因为我的那首诗啊，这属于共情的加成，我承受着这个资质不该有的压力。许七安一脸绿茶婊的兴奋，只盼着两人赶紧干一场。高平武夫的争斗罕见，至于最后花落谁家，他倒没有太在意。虽然舍不得春哥和宋霆锋、朱广孝，但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小铜锣，人事调动有组织说了算，他反对无效。演武场附近的阁楼，几位金锣在窗边望着这一切。杨艳和姜律中是怎么回事？姜律中想要杨艳手底下的一位铜锣，杨艳不同意，闹矛盾了。杨艳和姜律中没有过节啊，应该不是借个由头算旧账，就是说那个铜锣有问题，好像叫许七安，名字有些耳熟，睡银案那个。只是如此，还不至于大动干戈。不知道，先看热闹，回头去问问魏公。两位金锣入场后脱去了披风，说干就干，一点犹豫都没有。许七安只听见轰的一声，地面塌陷了数寸，姜律中就消失在众人眼中。下一刻，杨艳抬肘击打左侧无人之处，砰，与一双拳头对碰，砰砰砰，两人手脚化作残影，肉体碰撞声不绝于耳。太快了，太快了，肉眼根本无法捕捉。许七安瞪大眼睛，努力观察，但两位高频武夫的交手已然超出了他的视力极限。他们迅速交手十几招之后，啪啪啪的声音才延迟几秒后传入耳畔。一秒 A 十几下，几十下，许七安惊呆了。如果把人的眼睛比喻成摄像头，两位高频武夫的战斗已经超出了拍摄极限。物理成绩还算合格的许七安立刻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两逼释放技能没有后摇的吗？动作过于流畅，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呀，为什么在两股强大力量剧烈碰撞时没有出现反作用力？身形没有半分凝滞，是我肉眼无法捕捉的原因，还是高频武夫独有的能力？如果是后者，那又是极品武夫的专属能力，肯定是7品以后，因为7品是炼神，是针对精神的锤炼。此外，两位金锣战斗时气机是内敛的，是含而不露的，这一点倒是好理解。要是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打更人衙门都得夷为平地，也就看个热闹，别那么认真。宋霆锋拍了拍许七安的肩膀，金锣之间的战斗1年里都不会有几次。许七安道：你觉得谁会赢？宋霆锋笑了，纯以肉身和力量对拼，金锣之间差距不大，所以每次金锣打假
都不分胜负的。至于为什么只以力量和肉身对拼，理由简单，打架是不分生死的。这一架打了1个多时辰，衙门的打更人和吏员走了一批又一批，有的去吃午饭后就不来了，有的吃完午饭过来看一会儿便回去办公了，办完手头的事又过来瞧一会儿。在武夫体系，九品炼金境的特点是体力，号称体力源源不绝，虽有夸大的成分，但足以武夫体力的可怕。这一点花魁娘子深以为然。许七安吃完午饭后就不来观战了，作为小片警，他得跟同僚们巡街。2位金罗打完架，闷不吭声的去了好气楼，站在瞭望厅，耐心十足看完全过程的魏渊，等2人登楼后点评道：杨艳还得继续打熬体魄，不然再过10年气血下滑，你终生无望3品。别只知道锤炼枪艺。杨艳闷不吭声的点头。律中则过分在乎自己的气血，想一直保持巅峰的体魄，但你真正该做的是把刀艺融入拳脚，战力会提升一大截。江律中叹息道：听魏公的意思，我是无望3品。魏渊笑道：3品已非凡人之境，靠的是机缘，而非苦修。咱们那位镇北王沙场征战10载，徘徊生死边缘数10次，向死而生，你们都差了些火候，手无缚鸡之力，但能让手底下金罗心服口服的大宦官继续说道：既然不分胜负，人事调动的事就不提了。江律中惋惜的点点头道：但卑职有一事请教。魏渊颔首。江律中道：铜锣许七安有何奇特之处，让杨金罗如此看重，不愿割舍？杨艳的态度很反常，只是普通铜锣的话，以金罗之间的颜面交情，通常是不会拒绝的。自己是看中许七安的断案能力以及司天间的人脉交情，但这些东西武痴杨艳从不在乎。江律中说完，看见南宫倩柔撇了撇嘴，有些不屑，但更多的是不服。果然，那个叫许七安的铜锣有更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魏渊、杨艳、南宫倩柔3人知道，倒也不是什么大事。魏渊喝了口茶，把桌案上的一份户籍推到案边。知道你要问，特意准备了，自己看吧。江律中抱了抱拳，伸手翻开户籍，看见了用红色朱砂写的评级甲上。他看着鲜红的2个大字，许久没有说话，几秒后灼灼地凝视着杨艳。再打一架，这人我要了。甲上的资质是什么概念？以魏公的学识眼光，绝对不会无的放矢，意味着许七安此人将来必成大器，最少也是如自己这般的金罗。这样的人才必须抢到手。杨艳理都不理他。魏公。江律中揉了揉眼角的鱼尾纹，不服气：你不能因为杨艳是你的义子就有所偏袒。魏渊不答。江律中大声道：你若不给，我就把这事传出去，看杨艳能不能抗住其他金罗。魏渊皱眉：放肆！江律中还是不服气，但不敢再造次。魏渊悠悠道：他之所以在杨艳手底下，不是因为杨艳，而是李玉春。李玉春？3位金罗更搞不明白了。李玉春一个小小银罗而已，也算个人才，但此人性格古板，不知变通，死认理。莫非是李玉春与那个许七安有什么深层次的关系？江律中心里猜测。魏渊不急不缓地解释：李玉春能测试许七安的品性，许七安也需要一个性格刻板的人当领导，换了任何一位银罗都会与他产生矛盾。李玉春眼里揉不的沙子正好用来引导规劝许七安，而以许七安在问心观里展露出的心性与理念，他在任何一位银罗手底下都不可能如鱼得水，甚至会闹出祸端。见3人露出思索表情，魏渊温和道：你呢，怎么相中这块金子的？江律中不做隐瞒：平远伯的案子颇为棘手，根据目前的线索推断，极有可能是江湖人士寻仇，但人早就逃之夭夭，想揪出来千难万难。正好许七安此人擅长断案，我便想将此人调到麾下，为我办事。这个理由合情合理。魏渊父子3人点点头。江律中继续道：但真正让我看中的是另一件事。杨艳顿时看了过来。平远伯被杀当夜，我带着司天监的几位望气师追踪凶徒，几位白衣见到许七安后极是兴奋，非要过去与他说话。一见面，恭恭敬敬的作揖行礼。司天监的白衣什么时候对一位武夫如此客气？江律中摇了摇头，继续说：手底下银罗一问，才知道此人与司天监炼金术师交情匪浅。与司天监炼金术师交情匪浅。气质阴柔的南宫倩柔似乎想到了什么，嘿了一声：我记得睡银案中是他以炼金术制出假银，解开了谜团。以炼金术取悦司天监白衣倒是聪明，只是司天监的术士向来瞧不起武夫，这小子倒是能屈能伸。杨艳皱了皱眉，他本人是那种目空一切的武夫，对各大体系的修行者视如蝼蚁，觉得这是高品武夫必须要具备的气势，藐视一切才能无所畏惧。许七安若是对司天监术士曲意逢迎，谄媚巴结，
那杨艳要降低对他的评分和观感了。不是这样。江律中叹口气，否决道：那几名望气师对他态度极为恭敬，恨不得取悦他才对，甚至说司天监的宋清都赞许戚安是巫师。一派胡言。南宫倩柔不信，宋清是监正的亲传弟子，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至监正于何地？杨艳没有说话，但也是不信。魏渊若有所思。许戚安结束巡街，返回打更人衙门，照例写了报告书，便散至离开。今日休沐，没有回家，打道去了教坊司。今日尹梅小阁没有打茶围，酒客们听取官务，席间福香出面一次，酒客们便心满意足。经茶就是好啊，真正的大佬们都不来教坊司了。许戚安照例被请去喝茶。烧着炭火的卧室里，身穿华美长裙的福香低头抚琴，端庄优雅，眉眼间透着大家闺秀的气质。今日倒是挺矜持啊，没有酥胸半露的服侍我洗澡。许戚安坐在浴桶里，享受着丫鬟的服侍。许戚安隔着屏风望着美人，他恰好抬起头，嫣然一笑，刹那间风情万种。那无形无质的魅惑让许大郎一阵心热，仅是那么一刹那，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便消失。许戚安还以为自己隔着屏风看错了。第二天早晨，许戚安醒来时看了眼床边的水漏，发现时间是辰时2刻，他罕见的睡过头。福香睡姿慵懒，青丝遮掩住秀丽娇美的脸蛋，她像一朵丰腴的牡丹花，昨夜经受了暴风雨的摧残，今早显得有些萎靡，需要补觉恢复精神。在丫鬟的服侍中洗漱完毕，吃了早点，福香身边的大丫鬟羞羞怯怯地说：公子身子强壮，可姑娘毕竟是娇弱的女儿家，还望公子怜惜。不等许戚安回答，她红着脸羞答答地说：平儿愿意替娘子分担劳累的，这是你愿不愿意的事儿吗？这是我想不想的事儿。许戚安审视着大丫鬟的姿色，模样清秀，但与福香想必天壤之别。他从教坊司的服务人员手中牵过马匹，跨上马背，忽然听见一阵爽朗的谈笑声。循声看去，几个穿玉刀卫制服的男人结伴走向马棚，其中一人国字脸，身材昂藏，可不就是许二叔。许平志与同僚在教坊司风流一夜，有说有笑，来到马棚，看见了高居马背，穿着打更人制服，胸口绑铜锣，腰悬佩刀的俊朗年轻人。二叔爽朗的笑声卡在喉咙里舒，指俩沉默对视，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顿了几秒，叔侄俩同时扭头，假装不认识对方。玉刀卫的几个小头目没有察觉，余味满满的谈笑。今年这次经查，不知道又有多少大老爷们的家眷要冲入教坊司了，咱们有福了，哈哈哈。说起来，福香姑娘现在连见一面都难了。福香现在名满京城，以后也会传到各州，地位层层拔高。但是昨晚福香姑娘有陪客人，刚刚路过尹梅小阁时，小龟公刚把院门上的牌子摘下来，真是好福气。二叔下意识地看向许戚安，心说你们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就是我侄儿。假装不认识的叔侄离开教坊司，许平志和同僚在教坊司胡同外拱手告别，拍马追上许戚安，沉声道：明艳啊，二叔你下见。许戚安义正言辞，愤慨道：婶婶那么漂亮的人儿嫁了你，你不好好珍惜，跑教坊司来鬼混。婶婶太美了，以至于叔叔一直觉得自己上天眷顾，才能娶到这么美的媳妇。主要是这个时代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换成许戚安上辈子极品海鲜是社会上层人士才能享用的。许平志张了张嘴，无奈道：再过3天就是陛下祭祖的日子，这段时间应酬会比较多，你莫要和你婶婶说。所以二叔以前说自己不去教坊司是哄人的。许戚安又补了一刀，最后说：二叔想和我说什么？没想说什么。许二叔打消了教训侄儿的念头。先发制人的许戚安微微颔首。临近许府，许二叔大概是心里过意不去，瞅见不远处有卖青桔的，扭头说道：我去买几个橘子，你在这里等我。许戚安冷不丁的被占了便宜，偏还无法反驳，无奈的点点头。路上，许平志剥了一只橘子，故意把橘子皮的汁液涂在身上。老嫖客了，许戚安心里暗暗佩服，道：二叔，皮别丢，给我。许二叔一边递橘子，一边好奇地问：你又用不到，你瞒你老婆，我瞒你女儿啊。两人涂抹了橘子皮后，这才进府。婶婶嗅到两人身上的气味，一阵嫌弃，秀气的没醋气。刚买的橘子又新鲜又甜。许二叔把剥开没吃的那只橘子递过去，婶婶点点头，青葱玉只剥了一半，吃进嘴里后，面无表情地递给许二叔。许二叔见老婆分享，也剥了一半吃，然后面无表情地递给许戚安。一个橘子还要大家分着吃，挺温馨的嘛。许戚安笑着接过，吃了一半，然后递给了许灵月。许灵月也吃了一半，招手叫来在厅里到处乱跑自己找乐子的许灵英。许灵英接过橘子，短小的指头掰了2半，塞嘴里吃，
刹那间小脸皱成一团，酸得打了个冷战。小豆丁一边面目狰狞，一边把橘子吃完。一家人都放心了，把整袋橘子交给许灵英处理。许七安回小院换下差服，洗了个澡，刚穿好常服，就看见门房老张推门进来：“大郎，有客人到了，老爷喊你过去。”蓄着山羊胡的老张大声说道：“知道了，把院门关上，你进来。”许七安回应。老张先是一愣，继而流露出戒备之色：“不是要去主宅吗？人不走，还关门，还要让我进屋子，你想做什么？”老张没搭理，不动声色地退出了小院。上次仆人被喊进狱房，莫名其妙的昏厥的事情，老张还记在心里。许七安走出屋子，见老张已经没人，他还想拎老张翻墙的，省得他再绕路回去。纵身越过高墙，朝前厅走去。二叔命人来喊他，说明那位来府里的客人多半是与他有关系。来到前厅，一袭黄裙出现在视线里，是许久不见的楚采薇。淡黄长裙，蓬松头发，腰间系着鹿皮小包，悬挂八角风水盘，杏眼清澈明亮。怎么到我家里来了？许七安诧异道。楚采薇坐在主位，二叔陪在身边，他正吃着一大包桂月楼的极品糕点，慢悠悠喝一口茶水，咽下食物，道：“你再不去司天监，下次来的就是宋师兄了。”许七安恍然大悟，想起自己确实还没有兑现诺言。周丽的事情已经解决，说好的元素周期表至今没有给司天监送去，主要是刚开始关注周侍郎有没有倒台，后来又被打更人叫去衙门里公开处刑，随后成为一名光荣的铜锣，开始了黑白颠倒的社畜生活。司天监的事情忘了，许七安对天发誓，绝不是他白嫖习惯了。改天吧，改天我就去。许七安说：“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吧？”楚采薇质疑道：“我肯定准备了呀。”楚采薇的卡姿兰大眼睛青光一闪：“你撒谎！宋师兄说拖欠了这么久，你得连本带利的还。你写在蓝皮书里的炼金知识有些深奥，司天监的炼金术师们一时捉摸不透。”楚采薇吃了一块糕点。年底了，宋师兄希望你去趟司天监，给6品的炼金术师以及6品之下的术士们开堂讲课。好吧。许七安点点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需要准备半个时辰。楚采薇眉开眼笑：“我监督你。”说完，心情大好的他朝着站在一旁大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许灵英说：“小妹妹，想不想吃姐姐的糕点？”许灵英啄了啄脑袋：“那就给你吃一点。”楚采薇蹦蹦跳跳，群居飞扬地跟上许七安。这个小孩一直觊觎他的糕点，狼子野心。楚采薇本来是不想给他吃的，但许七安答应得如此痛快，他心情好，反正小小的一个娃儿也吃不了多少。两人来到许七安的小院，楚采薇扶着门，翘起一条腿，探头张望厨房。那天你说过要做好吃的给我，下次吧。许七安心说：“你特么竟然还记得。”楚采薇不高兴了，鼓了鼓腮，本来就甜美可爱的鹅蛋脸，小笼包一样，非常可爱。是不是监正的弟子无所谓，这姑娘我可以的。许七安有些惊艳，在他见过的这些美人里，各有各的特点，丰腴美艳的婶婶，清丽脱俗的妹子，外表大家闺秀，实则内媚多情的花魁。而楚采薇是最可爱最甜美的姑娘。等做出低配版的鸡精，我下面给你吃。许七安说。半个时辰后，许七安写好稿子，与大眼美人结伴回到主宅前厅。许灵英坐在楚采薇刚才坐过的椅子，两条小短腿有气无力的悬空垂着，小肚皮圆滚滚的。楚采薇慢慢长大了嘴巴，盯着空荡荡的桌子：“我的糕点呢？我2两银子买的糕点呢？那么一大包的糕点呢？”楚采薇眼里有泪光闪动：“谢谢姐姐，糕点真好吃。”徐灵英打了个嗝，很有礼貌的道谢。大眼美人哑巴吃黄连，恨恨地盯着了眼小肚皮，一脸委屈地跟着许七安离开了。马蹄哒哒哒，许七安侧头看向在马背上颠啊颠，粉腮鼓鼓的楚采薇：“你羞不羞啊？我妹妹就吃你一些糕点，气成这样。”许七安讥笑道。楚采薇扭了扭腰肢：“我准备留着听你讲课的时候吃的。”许七安想了想：“不就是糕点吗？我帮你买，几个钱啊？”楚采薇笑了：“2两银子，别让宋师兄等急了，驾！马儿，你特么快跑起来！”楚采薇翻了个白眼，笑嘻嘻的策马跟上。司天监，许七安刚踏入观星楼，便受到了白衣们热烈的欢迎，一口气上7楼，见到了以宋清为主的炼金术师。“你可总算来了，再不来我亲自去你府上了。”宋清盯着2个黑眼圈，一脸纵欲过度的模样。对于许七安的拖延，他很不满，自己违背了光明磊落的做人原则，替他干了坏事，结果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最近事情有些多。许七安抽出怀里的稿子：“这不是来了吗？宋师兄最近研究嫁接如何？草木嫁接得等明年开春，我主要研究方向是动物。”“你等等！”宋清说到这个就来劲，匆匆跑开。片刻，
拿着一份稿子回来。这是我最近的嫁接理念，听说你加入了打更人，帮我找个死囚出来。许七安一看是个半人马，画工还不错，他朝宋清拱了拱手。这个回头聊，我现在要兑换承诺了。许七安可不想被监正一巴掌拍死。宋清师兄的炼金术明显走歪了啊，我得用我身后的化学知识将他掰直。教学地点就选在7楼的大厅，白衣术士们搬来案子，像学生一样端坐着。从9品到6品，总共46个人，不包括此时身在外地的白衣。许七安知道，他们缠的其实是自己的化学理论知识。要说动手能力，每一位6品炼金术师都能吊打他。我有预感，这次讲课结束，我在司天监的地位会再次提升。等我超时取岳云路书院的大儒，抱稳魏爸爸的大腿，不久的将来，我是否能在京城横着走？许七安心头一下子火热起来。有这3股势力撑腰，只要不做大逆不道的事，他就稳如老狗二郎啊！大哥还是爱你的，已经为你的首辅之路铺路了，而你却吝啬的不肯给大哥一句承诺。许七安扫过白衣术士们，诸位对炼金术有什么了解？开课之前，我们先谈一谈炼金术。2辆奢华的马车驶来，停在观星楼外。充当车夫的杨艳跳下马车，取出小木凳，迎着车厢内的魏渊下来。气质阴柔的南宫倩柔跟着踏出车厢。另一辆由金丝楠木制造的马车里，则走下来一位华美长裙的女子。她身姿高挑，容貌绝色，眸子清冷，俏脸素白，仿佛一世独立的绝代佳人。清风拂来，行走间的身姿只可意会不可描述。公主，魏渊恭敬行礼。2位义子同样行礼。魏公也是来找监正的。长公主轻笑道，眉宇间难掩高贵气质。是。魏渊叹息道。太康县境内发现了硝石矿，但被采集一空，疑似万妖国余孽所为。臣怀疑还有妖族潜藏在京城，想请监正开天眼，搜出魑魅魍魉。至于地宗和地书碎片的信息，魏渊没打算告诉长公主。善谋者草蛇灰线，不会把自己的伏笔提前公之于众，但仅是万妖国余孽的消息，就让长公主神色严肃，于是清冷美艳中透出了一股紫威严。长公主呢？魏渊问道。我来找采薇。长公主回答道，她似随口一问。魏公觉得平远伯的死是否与妖族有关？魏渊摇头，平远伯和妖族扯不上关系，他没那个价值。双方结伴进了观星楼，惊愕地发现楼内竟空无一人，也没人来迎接。2楼3楼同样如此。长公主蹙眉道，司天监这是发生了何事？魏渊沉吟不语，继续登楼，到了第5层，总算见到一个忙碌的白衣。那位白衣见到魏渊和长公主，不紧不慢地过来行礼。长公主问道，本宫自进楼来，至此只见到你一人，司天监发生何事？白衣一听，气道，我也不想见长公主啊，不，我也想去7楼，可我还有事情没办完，师兄们不让我去，气死我了，简直不当人子。他发完牢骚，解释道，许公子在7楼开堂讲课，传授炼金术知识，师兄们都去听课了。许公子。面对这个陌生的称呼，魏渊等人本能地在司天监的内部名单中搜寻，在监正现存的5位亲传弟子中搜寻。不对，这位白衣说的是许公子，而非许师兄。开堂讲课的不是司天监的弟子，是个外人。姓许，莫非是？长公主妙目闪烁，心里有了一个胆大的猜测，她迫不及待想去验证。同时，魏渊眼里露出恍然之色，也有了一定的猜测。宋清曾经与他说过，许七安是了不得的炼金术奇才。魏渊当时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宋清是司天监炼金术第1人。他口中的奇才，可能只是拥有出色的炼金天赋，断然无法与炼金术第1人比肩，甚至被称为无师。魏渊看了2位义子一眼，他们脸庞、眼中有着同样的困惑和茫然，显然没有把许公子和许七安联系在一起。当日宋清说的话，2人也忘了。义父，司天监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姓许的？南宫倩柔掌管情报，刑讯对这种突然出现的人物极为敏感。不喜欢说话的杨艳微微侧头，看向魏渊，带着求证的眼神。2位金罗虽然忘记了当日宋清对许七安评价，但前日疆律中的话，他们还记得。魏渊笑了笑，上楼一看便知，长公主已经提着裙摆，娉娉婷婷的登楼。她身材高挑，比例极好，仅是背影就给人无限美好，不需要看正脸便知道是个风华绝代的美人。炼金术的本质是等价交换，聪明的白衣术士们用许七安的话来回答他的问题，从事物中提取出精华，变废为宝。也有炼金术师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出回答。6品以下的术士没有回答，专心听讲。6品的炼金术师纷纷发言，给出自己的认解，大多都是片面的，根据自己经验给的答案。至于套用我的名言的家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司天监的理论知识确实匮乏。许七安耐心听着，
没有赞同，也没反对。白衣们发表完毕，齐刷刷地看向了宋清。宋清是监正的亲传弟子，也是司天监公认的炼金术第一人。他沉浸在炼金术领域不肯晋升，只对炼金术着迷，对高品境界不屑一顾。其他4品、5品的师兄在炼金术领域都不如他。宋清摇了摇头，叹口气：“宋师兄这是什么意思？”白衣术士们心里疑惑时，听见许七安拍了拍手掌，众人当即把注意力投向了这位炼金术奇才。许七安迎着大伙的目光，喟叹道：“整个司天剑在炼金术领域，唯有宋师兄让我敬佩，视为可以比肩的高人。”司天剑白衣们肃然起敬。宋清微微一笑，悄悄挺直了腰杆。许七安继续道：“宋师兄的意思其实是说，在座诸位说的都对，但不全面，所以都不算对。”众人露出思考的表情。许七安侃侃而谈：“炼金术是一个非常宽广的领域，在座的诸位可能心里多少明白一些，但都比较模糊和笼统。本来呢，我只答应宋清师兄传授一门知识给你们，结果宋清师兄非要我连本带利的还，那我就多讲一点，讲广一点，透彻一点。”这话刚说完，白衣术士们眼神刹那间火热起来。谢宋师兄，谢许公子。许公子快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声浪一下嘈杂起来，正好传到了登上7楼的长公主耳朵里。她顿住了脚步，没有立刻进去，而是远远的、隐蔽的看着那个站在案前，朝着一向高傲的术士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男人。许七安，果然是他。魏渊同步顿住，看见许七安后，表情顿了顿，便恢复如此。魏渊停下脚步的同时，气质阴柔的南宫倩柔、活面瘫的杨艳也越过长公主和魏渊的肩膀，隐约看见了许七安。原来江律中说的都是实话。杨艳盯着许七安看了片刻，微不可察的颔首。这个铜锣只能在他麾下，谁都别想抢。南宫倩柔本来想直接进去旁听，看着小子能说出个什么子丑寅卯，但察觉到长公主和义父都没有打扰的意愿，便忍了下来，原地不动。许七安道：“炼金术的本质是等价交换，这是提纲挈领的准则，但它并不形象，只有宋清师兄这样的炼金术大师才能体悟这句话的真意。今天由浅入深，诸位听我慢慢阐述。”提到炼金术，外行人下意识的就想到仙丹、药剂，稍懂一些的脑海里浮现的肯定是这个。许七安说到这里，指着楚采薇青丝间的简约首饰。金属。白衣术士们微微颔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只是炼金术的其中2个领域，我把它们归类为医学领域、材料领域。大部分的炼金术师都只在这2个领域里钻研，偶尔会蹦到其他领域，但唯独宋师兄，他的目光已经在另一个独立的领域里。白衣术士们顿时看向宋清，宋清一怔，像是找到了知己，眼神骤然火热。他知道许七安要重点讲自己嫁接生物的领域了，也许这一次的讲课也会是他踏入全新炼金领域的重要一步。想到这里，宋清呼吸急促了起来。外头，长公主和魏渊不由看向了宋清，这位监正的奇葩弟子，两人自是不陌生的，知道他总是捣鼓一些可怕的炼金术，甚至还因此被监正禁闭。许七安的炼金术真的高深到这个地步了，能指点宋清。宋清师兄的研究方向是生物领域。许七安道：“没错，炼金术不是只针对死物，活物同样在炼金术的领域里。”一位白衣术士起身沉声道：“许公子，监正老师说过，生命不在炼金术领域的范围内。”虽然很敬佩许七安在炼金术领域的造诣，但这些话违背了监正老师的训诫，与他的理念相悖。在场的其他白衣术士也是一脸质疑和不服。长公主扭头用咨询的目光看向魏渊，后者笑了笑，轻声道：“我与监正的看法一致。”长公主点点头，重新看向许七安：“且看他怎么说。那是因为宋清师兄的方法是错的，所以监正大人批评了他，但他的方向没有错。”许七安道：“他当然不会和监正抬杠，即使他辩论赢了，可万一监正老头不开心，哄不好一巴掌把他拍死，找谁哭去？”宋清一听很不服气，但没有反驳，耐心听他接下来说什么。大家不妨回忆一下，我们从矿石中提取金属，从金属中提取更坚硬的金属，从药材中炼制丹药，但我们无法从金属中提取药剂，无法从药材中提炼金属。许七安卖了个关子，为什么？药材是药材，矿石是矿石。许公子这问题好生奇怪。哈，药材中能提炼金属，我们岂不是能在白米饭中提取金银？在白衣术士们看来，许七安的这个问题就仿佛是在问：为什么太阳从东边升起？为什么人不吃饭就要饿死？为什么一天有12个时辰？白衣术士们交头接耳，但宋清隐约间触摸到了什么。白衣师弟们吵得他脑子乱糟糟，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啪！宋清一拍桌子，起身。肃清！吼完，他面红耳赤，呼吸急促，死死盯着许七安。你说，快说！白
白衣术士们不说话了，他们极少见到这样的宋师兄，同时也意识到许七安说的是真正高深的炼金术知识。许七安目光越过白衣们，隔着老远看到了魏渊，心里一沉。卧槽，装逼正起劲的时候被领导围观了，许七安本能的产生抵触心理，这是一种心虚。司天剑的术士们好比一群严谨的理科宅男，他们只关注炼金术本身，不会在乎炼金术的来历，即使觉得可疑也会自动忽略，只要能学习到深奥的炼金术，他们便不在乎其他。魏渊不同，魏渊是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头顶光环一大堆的聪明人。聪明人就容易想太多。许七安对白衣术士的策略是人前显圣，装得过浮夸越好，而对魏渊的策略是表忠心，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装个无伤大雅的逼逼。眼下的情况显然不是小小的装逼，而是直接一字马了。这时魏渊朝许七安微微颔首。换个角度想，在领导面前展现自身价值，也是一种博取关注、增加筹码的有效方式。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摒除杂念，让重心回到课堂上。这就是我本次开堂讲课要与大家说的重点。许七安深谙断章精髓，说到这里特意顿了顿，微笑地面对白衣术士们求知欲旺盛的目光，眼角余光瞥了一下门外，看见魏渊注视着自己，看见魏渊身边那位倾国倾城的美人注视着自己。她是谁？晋升得如此美貌？许七安咳嗽一声道：万物之中存在一些非常细微的物质，这些物质构成了我们眼中的万千世界，这些物质之间是有联系、有规律的。用最简单的例子解释，一枚丹药需要十几味、几十味药材炼制，但各个药材之间明明功效都不同。为什么？因为某些药材之间的细微物质特性相近，所以它们能彼此反应、融合。提炼金属也是同样道理。许七安尽可能的用通俗易懂的措辞来表达，没有使用原子之类的化学名词，那样只会增加炼金术师们的理解难度。在场术士眼神里闪烁着兴奋，因为他们无比清楚这些知识的宝贵。不仅他们，外头的长公主和魏渊，两人都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辈，越是深奥晦涩的知识，他们越感兴趣。也意识到许七安讲的内容，在炼金术的领域是非常高端的秘术身份高贵的公主和大宦官，就这样站着，耐心听着。许七安继续道：那本残缺的炼金秘籍里记载了一个细微物质相近特性的口诀，我把这部口诀称为元素周期表。一瞬间，急促的呼吸声在大厅里回荡，司天剑的白衣们狠狠握紧了拳头，激动狂喜。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宋清恍然大悟，他神色激动地站起身，盯着许七安，仿佛在求证。我的活物炼金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相近特性。对啊，对啊，猫和树怎么可能会有相近特性？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你这么理解，倒也勉强合理。许七安笑道：宋师兄不愧是炼金术的奇才，领悟能力出众。这是真话。宋清皱了皱眉，我虽明白了你的道理，但活物间的相近特性又如何验证？活物炼金术的正确方向究竟在哪里？问得好，我就等着这时候掰指你。许七安双手负背，站姿如松，宛如开宗立派的大儒，悠悠道：活物炼金术的方向是细胞。细胞？宋清愕然，又是一个从未听过的陌生的词。对，细胞。不过在此之前，你得考虑做一个显微镜什么的，我也不太懂，反正不关我事。成功了是我教导的好，不成功是你资质愚钝。许七安从怀里取出一本册子，这是我送给司天剑第二本蓝皮书，里面记载了元素周期表的口诀，我的个人注解，也有宋清师兄活物炼金术的正确方向，都在里边了。宋清迫不及待地冲过来，夺过册子，如饥似渴地翻看。开篇第一句，细胞是一个生命的开始。看着看着，宋清紧紧握住册子，仰天大笑起来。册子里写着什么？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想知道。40余名白衣术士炽烈的目光看着宋清手里的册子，心里像是有猫在挠。宋清收敛笑容，语气沉稳：刚才许宁燕说过了，活物领域过于深奥，你们的境界没到，等师兄我参悟透彻，自然会代师传授。这个师指的不是许七安，是监正。所有人都注意到宋清握紧册子的指节微微发白，他内心的激动远比表现出来的强烈。化学包含的领域方方面面，比如电化学、核化学、量子化学。许七安自己也是一知半解，不打算再讲下去，也不好把肚子里的存活全部一口气掏光，他们又不是福箱，不值得他倾囊相授。等价交换这种事要细水长流。滑，白衣术士起身，动作整齐划一，朝着许七安作揖：谢许公子传授之恩。门外长公主目睹着一切，神色微微恍惚。司天剑的术士对一位武夫行弟子之礼，恐怕是司天剑建立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仅凭此，许七安这个人
就足以在史书上留下寥寥一笔。宋清吐出一口气，拍了一下身边楚采薇的胳膊，师妹，长公主找你来了。宋清早就察觉到魏渊一行人到来，在场就他一个人修为最高。不过来了就来了，宋清可不会因为长公主的出身高贵和魏渊的滔天权柄就破坏课堂的节奏，因为不管是长公主的高贵和美貌，以及魏渊的权势，都是俗物。楚采薇一听，惊喜的扭头，果然看见了风华绝代的长公主。许七安急步上前抱拳道：魏公。魏渊笑了笑，示意身边的华美长裙的女子，这位是长公主。近距离观看，许七安被这位风华绝代的长公主的颜值惊艳了一下，抱拳道：谢长公主举荐之恩。李玉春与他说过，能进打更人是长公主举荐。许七安可以不提这件事，但提的话会给长公主一个知恩图报的良好印象。长公主微笑颔首，声音悦耳：炼金术秘籍，是卑职幼年时得遇高人指点，传授了一本炼金秘籍。许七安回答：接下来如果长公主或魏渊提出要看，他就说自己不甚遗失，但内容都已经记在脑海里。靠着相同的知识，嫖完司天监的白衣，再白嫖一次长公主和魏渊。谁知长公主只是笑了笑，便不再多问。辞就说的不错，这位公主有点东西的，至少是个很聪明的女人，真漂亮啊，身材也好。许七安目不斜视，有女怀芬芳，提提不东乡，峨眉分翠羽，明眸发青阳，徽音观白云，声响流四方。妙哉因爱德，一配许七安。经过了刚才的讲课，魏渊对这位小铜锣更加欣赏，道：你随我一起去见监正吧。见监正，术士巅峰的监正。许七安呼吸不受控制地急促了一下。摘星楼的顶层是平台开阔的八角台，一块块厚重的青石拼凑而成。许七安跟着魏渊来到八角台，看见坐在桌案边背对着他们的白衣监正，白发如霜，白衣胜雪。这老头的背影乍一看平平无奇，再细看会发现他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你来了，苍老的声音传来。不知是不是错觉，许七安产生一种他在跟我说话的虚幻认识。我来了。鬓角双白的魏渊走到八角台边缘，位置正好与监正平肩。许七安不是官场小白，看到这一幕心里吃了一惊。魏渊竟然堂而皇之的与监正肩并肩。许久没有下棋了，监正大人可否配为某手谈一局？监正没有说话，挥了挥手，岸上凭空出现棋盘，2盒棋子。魏渊笑了起来，甩开青衣下摆，与监正相对而坐。监正大人这段时间可有在专心看人间？魏渊落子，顺势打开话题。年老昏花，看不清了。监正说：随之落子。两人半天没说话，专心下棋。地宗道手入魔了。魏渊说：物极必反，功德成仙，岂有那么简单？监正说：魏某收到消息，有万妖国余孽潜伏在京城，都是小角色。魏渊闻言放心的点了点头，又吓了一阵。魏渊语气随意的说了一句：没记错的话，仁宗是19年前搬来皇城，之前陛下苦求仙道，天地人3宗不予理睬。监正沉默不语。最近万妖国余孽在京城周边有所行动，再过3天便是陛下祭祖的日子，监正可要好好看着京城。云州的匪患越来越严重了，陛下无心剿匪，让人忧心啊。睡银案幕后的炼金术师监正可有看法？两人落子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几乎连思考的时间都不需要了，直到黑白棋子布满整个棋盘。平局。监正挥了挥手，让棋盘消失，抬起了沟壑纵横的苍老脸庞，凝视着魏渊。当日你修武道，我曾预言大凤将出一位2品，可你最后自废了修为，没意思。魏渊摇头。为何不走儒道？与云麓书院的读书人凑不到一起，无趣。25年前本座问你，可愿做我弟子？魏某无心术士。监正默然片刻，道：精彩绝伦，小友替我教导学生，我也赠小友一份礼物。还有这种好事？许七安一脸愕然，心说监正大人，您不会也掏出一面镜子，然后跟我说，是兄弟就加入天地会？他在还愣神间，忽听耳边传来破空声，望向楼梯方向，一黑一金2块铁坨子急射而来，呼啸着掠过2位金罗和许七安之间，飞向监正。2块铁坨子在飞行的过程中融化，变成明艳艳的铁浆，泼水似的泼向监正。2股铁浆交融在一起，勾勒出长刀的轮廓。嗤嗤，蒙蒙水汽凭空诞生，硬核淬火。等落到监正手里时，已经是一柄长刀的刀胚。监正握住刀胚，另一只手在刀身一抹，一柄暗金色的长刀变成了。刀身色泽内敛，刀锋锐利。监正屈指一弹，这口刀胚飞旋着落在许七安面前，切豆腐一般切进青石板。不用刀的2位金罗盯着这口暗金色长刀，目光火热。这是炼金术，这明明是魔法，
炼金术不应该是在瓶瓶罐罐里提取分离物质吗？许七安三观受到了强烈冲击，震惊之余，许七安意识到监正录这一手仅仅是赠送礼物而已。不，他在打我脸，他在跟我说，小伙子，你对炼金术一无所知。这口刀的外观介于前世的唐刀和太刀之间，比唐刀要弯曲，比太刀要直，刀身修长达4尺，低调奢华内敛，但又很炫酷。还不谢过监正？魏青衣道：谢监正大人。按捺住心头的喜悦，许七安脱下袍子，裹住刀身，提在手里。这刀锋芒太盛，容易伤人伤己。有了这把刀，我的战力至少上升1个台阶，不，2个台阶。许七安暗暗兴奋。魏渊朝监正作揖，领着3个手下离开司天监。下楼时，许七安遇到了楚采薇和长公主登楼，似乎要上八卦台。在魏渊和长公主等人的注视下，他拉着楚采薇的下手，噔噔噔地走向一旁。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去桂月楼吃饭。许七安提出约会邀请，谁知道吃货楚采薇一口拒绝。晚些时候要入皇城，今儿歇在长公主府上。长公主府里有吃不完的糕点和佳肴，桂月楼的饭菜虽然好吃，可怎么能与皇城的厨子相提并论？这样啊，明后2天要值夜，大后天是皇帝祭祖的日子，打更人要负责安保工作。许七安想了想，便道：那等陛下祭祖之后来我家吃饭。他想着干脆直接智取简陋版基金吧，桂月楼的消费还是有点贵的。你下面给我吃吗？楚采薇想起来了。他也点点头。许七安露出笑容，静候佳音。2人分开，楚采薇领着长公主登楼，许七安随着魏渊下楼。许七安抬头看了一眼，恰好看见长公主在俯视他。2人目光交汇，许七安咧嘴一笑，长公主面无表情。等看不见许七安的身影后，他轻轻撇了一下嘴。沿途碰到一位白衣，许七安把黑金刀交给他，嘱托对方交给宋师兄铸柄，明日他要过来取。出了观星楼，魏渊进入车厢，杨艳看了眼许七安，招了招手：会驾车吗？许七安摇了摇头：正经人谁开车呀？杨艳点点头，把马缰交到他手里，自己进了车厢。许七安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面瘫领导这是要培养他啊。八卦台，楚采薇坐在八卦台边缘，穿着小皮靴的脚丫子凌空晃荡，怀揣着一包蜜饯，津津有味地吃。长公主站在边上，裙摆飞扬，翩翩如仙子。监正，本宫一直有个疑问。长公主声音清冷悦耳。公主请说。监正老头举着酒杯，目光总是在看向远方。仁宗搬入皇城，蛊惑父皇修道，19年来不理朝政，云州匪患难频，各地灾难频发，朝廷对南疆的掌控越来越薄弱，北方各部狼子野心，大奉内忧外患。长公主叹息道：您在等什么？许久没人回答，长公主回头一看，监正眯着眼睡着了。楚采薇没好气道：公主你别理这个糟老头子，年纪一大把了，能活几年是几年吧。长公主看了他一眼，司天监就一个女弟子，所有人都宠着她，也就她敢这么说监正。你和那个铜锣很熟？长公主换了个话题。那楚采薇眯眼笑，月牙似的眸子。许宁燕是个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觉得她挺有趣的。养生堂，在周边住户李靖等了2天的恒远大师，终于等来了异常。一位穿绿袍绣鹌鹑的9品小官领着一群工匠进了养生堂，没多久，里头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一直持续到黄昏。恒远大师等到夜里，确认周边没有埋伏的打更人和司天监白衣，这才离开明户，进入养生堂查看。他惊奇地发现，养生堂的大门换了新的，坑坑洼洼的地面铺上了青石板，年久风化的石桌石凳换了新的，门窗、屋檐各种用具都被修缮一新，或者干脆更新换代。身材魁梧的鲁智深站在院子里，沉默了许久。管理养生堂的老吏员睡眠前听到动静醒了过来，提着灯笼出来查看。恒远大师，你回来了。老吏员惊喜了一下，说道：你不用去化缘了，朝廷刚刚拨了款，弥补了往年拖欠的银两，下午还派工匠修葺了院子。拨款？恒远大师低声道：是啊，200两银子呢。老吏员欣慰道：院子里的孩子和老人们来年的开支有了，我明天打算给每人配一套冬衣。真及时啊，要不然很多老伙伴都挨不过冬天了。许七安半夜被惊醒，心里一阵恼怒，心说特么的哪个神经病大半夜的水群。他抽出枕头底下的镜子，走到桌边点亮蜡烛，看了一眼信息：6、1号、3号，你们是不是发现我的藏身之地了？2、死光头，大半夜不睡觉，吵什么吵？2号脾气很大，似乎也被吵醒了。9、发生了什么？金莲道长冒泡了，提醒天地会成员。6号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儿。1号没有说话，应该又在窥屏。许七安摸不清状况，
同样没有开口。六，哼，没想到藏身之术这么快暴露了，说了也无妨。我在东城的养生堂，我把救下来的孩子都送来了这里。这地方一直苟延残喘地维持着，几个同样没地方去的老吏员，还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孤寡老人。可是今天朝廷忽然记起了这个地方，派人修缮了院子，弥补了往年拖欠的银两。老吏员曾经去过几次户部，都给赶出来了。我知道没有特殊原因的话，是不可能有银两拨下来的。如果是打更人找过来，6号不会吃惊，但1号和3号能这么快查出他的藏身之地，让鲁智深大吃了一惊。不是我。1号当即否认，不是1号，那只有3号了。3号不愧是云麓书院的读书人，他因为平远伯的案子查出了6号的跟脚，但没有采取任何对6号不利的举动，反而默默无闻的在背后帮助。3号不愧是读书人，天地会成员们心里升起了些许钦佩，对3号的人品愈发认可。3号你是做的吗？不是我没有，你别抬举我。许七安保持沉默，不解释就当我默认了。如果事后大家知道真相，我同样可以说我也没承认呀。另外，许七安想到了一件事，前天他把6号卖给魏渊了，以魏渊的手段，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要查出6号的位置并不难。6号救了那么多孩子，如何安置？换成许七安，第一选择肯定是查京城各处的养生堂。再根据6号的说法，除了魏渊，谁能使唤得动朝廷的人？当然1号也有这个能耐，但他刚才否认了。查出了杀死平远伯的凶手，却没有缉拿，反而弥补了拖欠养生堂的银两，遣人修葺了院子。魏渊，昏暗的烛光里，许七安低声道。早起的许七安刚来到后厅，就听见许灵英吵吵嚷嚷的声音。他光洁白嫩的小脸上冒了一颗红艳艳的痘痘，按一下就很疼。婶婶骗他说这是脸蛋长了虫子，虫子在吃他的肉，明天他就毁容了，将来也嫁不出去。许灵英不在乎自己能不能嫁出去，但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小孩，将来会和母亲、姐姐一样漂亮，成为优秀的捣蛋鬼。听母亲这么说，她伤心的泫然欲泣。所以说婶婶也是蔫坏的人，连自己的幼女都骗，还洋洋得意，在边上嘲笑。大哥，许灵英摇着小屁股跑到大哥面前，一个急刹，侧着脸，短短的指头点着自己的脸颊，瘪着嘴。我要毁容了。你这不是毁容。许七安摸了摸他的脑瓜，你这是美的冒泡。什么是美的冒泡？就是将来肯定比你娘和姐姐漂亮。许灵英相信了，很开心。早饭吃了3碗粥。到了打更人衙门，负责日巡的许七安、宋霆锋和朱广孝3人结伴在大街上溜达。你这口刀不错。宋霆锋察觉到许七安挂在后腰的佩刀样式变了。许七安单手按刀，拇指一挑，让黑金刀出鞘3寸，又迅速回鞘，笑容得意。司天监送的。他没说是监正送的，说了也没人信，万一信了，传扬出去还会惹来觊觎者的目光。法器。宋霆锋和朱广孝眼睛一亮。许七安摇头，不是法器，没有铭刻阵法，唯一的特点就是硬，这点倒是与许七安很吻合。内城街道宽广，四通八达，许七安买了许多小食，分给2位同僚，边吃边走。日巡有日巡的好处，除了打更人之外，还有巡城的御刀卫、府衙的捕快等，这让打更人的工作压力减弱许多，可以有时间摸鱼，走累了进茶馆喝茶听书，也可以勾栏听曲。走着走着，许七安脚下踩到了硬疙瘩，他目视前方，几乎没有停顿，弯腰捡起，动作过于自然流畅，表情过于平静，以至于宋霆锋和朱广孝以为他只是做了摸裤管、拍靴子之类平平无奇的动作，没有发现这位新同僚刚才见了3钱银子。许七安捏着银子提议道：勾栏听曲如何？宋霆锋和朱广孝迟疑了一下。好。3人轻车熟路地进了勾栏，来到2楼的雅间，桌子摆在栏杆边，客人可以一边喝茶吃酒，一边俯瞰大堂舞台的节目。舞台上正进行着一场杂剧，后天是陛下祭祖的日子，你们应该有过几次经验了吧？许七安打开话题，顺带向2位同僚求取经验。我们只要守着桑坡边缘就行了，祭祖大典在桑坡举行，这个你知道吧？宋霆锋嚼着花生米，啜了一口小酒。许七安点点头。桑博是皇城外的小湖，恰好在京城5卫军营的拱卫之中。打更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维护秩序，保护皇室宗亲的安全。祭祀流程由太常寺和礼部负责，外围的巡逻有御刀卫、金吾卫等皇城禁军。看完一场杂剧，宋霆锋嫌无聊，喊来老鸨、额请，打扮花枝招展的一群姑娘就进来了，笑盈盈的站成一排，朝3位贵客抛媚眼。许七安3人身上的打更人制服还是非常唬人的。许七安3天内不想碰女人，练气劲的武者不需要禁欲，但也要节制，不能放纵。你们听我说。他招了招手，在2位同僚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宋霆锋和朱广孝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仿佛在说：“你是禽兽。”挑了2个面容姣好的女人后，两人没出雅间，而是进了里屋。勾栏这种地方当然不会纯粹听曲，大多时候是一边听曲，一边把完成了生命的传递。勾栏就相当于前世的演唱会加马戏团，花样真多，真好看。许七安喝着酒，小口吃菜，兴致勃勃地欣赏。临近中午，3人离开勾栏，因为一肚子的糕点、茶水、小食和酒，午饭索性就不吃了。今天玩的还挺尽兴。宋霆锋眯着眼，心满意足。这算什么？许七安撇嘴。宋霆锋一脸陌生，但不妨碍他的兴趣。什么东西？我也不太清楚。许七安耸耸肩，毕竟这游戏有钱人才玩得起。宋霆锋一脸你在逗我的表情。那你与我说啥？许七安无奈。边走边聊，忽然看见前方一队穿工服的府衙捕快，快马加鞭地赶来。为首的是个女子，身材高挑，五官秀丽，眉毛比一般女子浓，英气勃勃。吕青一眼就看到了3人，毕竟打更人的差服又帅又惹眼，当即勒住马缰，在马匹高高扬起前蹄的长嘶中，声音清越：“许公子，又见面了，2位别来无恙。”喊他许公子，到我们就是2位，合着我和广孝只是俩没有名字的小角。宋霆锋脸上笑盈盈，双眼眯成一条缝，招呼道：“多日不见。”吕捕头愈发英姿飒爽。吕青抿嘴一笑，随后想起正事，开门见山道：“三水街发生了一起命案，也在你们巡查的范围内，既然遇上了，就一起去吧。”有命案？宋霆锋脸色一肃。行，吕捕头先去，我们后面跟来。许七安和同僚赶到三水街，在一处宅院门口看到了府衙捕快拴在路边的马。进入大门，穿过院子，看见几个府衙快手在问话，家中女眷们红着眼圈，哭哭啼啼的。吕青在屋内，不在院中。许七安审视着容貌姣好的女主人，道：“死者是你丈夫？”女主人瞅见打更人的差服，温顺的点头，一边用手帕抹眼泪。许七安在她玲珑浮凸的身段上扫了一眼，沉声道：“把你儿子喊出来。”女主人不懂这位铜锣的想法，遣仆人去了。几分钟后，仆人领着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出来。“还有吗？”许七安问。“只有一位独子。”女主人把孩子揽在怀里。“是我想多了。”许七安放心的点点头，越过众人，与2位同僚进了屋子。这是一间书房，死者就趴在书案上，干涸的鲜血凝固，覆盖半个桌面，出血量很大，仅是看一眼，许七安就估测出对方被割破了喉咙。吕青带着2名府衙的快手在检查书房的角落、门窗和房梁。许七安问道：“有没有什么发现？”吕青摇了摇头，各处完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也没有翻窗的脚印，房梁上同样没有。许七安道：“熟人做的。”这么快得出结论？知道许七安是高手，众人没有反驳，看着他等待解释。门窗完好，房梁没有脚印，基本排除是闯入书房行凶。许七安绕着死者走了一圈，死者坐姿端正，从趴桌的角度来看，是一瞬间死亡，没有挣扎。这说明死者与凶手是认识的，不但认识，还是让他非常敬畏或害怕的人。何出此言？吕青虚心求教。死者应该不是读书人吧？许七安问。吕青不明白他这么疑问的意思，回答道：“今无畏小奇观。”许七安点点头。正常人在家里书房坐着，应该是放松的、惬意的，不应该是这么端正的、一丝不苟的坐姿，除非面对的人让他不得不恭敬对待。另外，死因乍一看是割喉，但我猜真正死因是这里。许七安抓起死者的头发，把那张惨白的脸抬起头。屋里众人看见死者额头有浅浅的凹陷，割喉不会当场死亡，凶手手法很利索，没有割喉管，而是直接把侧面的颈动脉给割断了，一看就是老手了。在许七安前世，割断颈动脉属于神仙难救的致命创伤，必死无疑，但是这不会造成当场死亡。而这位小奇观直接趴在书桌上死掉了，没有挣扎，没有让鲜血溅得到处都是，由此推断死因并不是割喉。真正让他当场死亡的是大脑受到了致命伤，没有反应的机会，没有挣扎的机会，当场去世。凶手击碎了他的额骨，然后一刀割喉，干脆利索，盯着死者额头处的浅坑，众人脑海里浮现了画面。许七安摸了摸死者的身体，仔细观察后道：“死后僵直遍及全身，尸斑不再位移，角膜相当浑浊，死亡时间超过17个小时。也就是说，凶手是在夜里杀人的。我建议从这几个方面追查：一、府衙近期开的夜行评书；二、询问遇刀位是否有在附近遇到可疑人物；三、询问负责夜巡该区域的打更人；四、询问家属死者近期的人际交往状况。”半天没人说话，吕青等人愣愣地看着他。这就好了，给出方向了。这才多久就做出清晰明确的推理，并以此为基础给案件的侦查指明的方向。
尽管知道许七安是破案高手，可众人心里依旧升起太快了的情绪。吕钦想了想，道：“先让仵作检查一下吧。一般遇到人命案子，捕手们都会带上仵作，先进行初步的检查，这样能更好的结合现场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仵作给出的结果与许七安的判断差不多，甚至不如后者详细。宋霆锋和朱广孝还好，吕钦几个府衙快手对许七安油然而生敬佩之意。可惜了，他已经是打更人，府衙要不过来。吕钦在心里惋惜的叹口气，如果有这么一个优秀出色的同僚与他缉拿犯人、勘破案件，真是人生一件快事。吕钦喊来外面问话的快手，询问他们的问话收获。得出结论的是，死者近期没有与人结仇，昨夜没有客人来访，死者近来精神状态良好。一时没有头绪的吕钦眉头紧皱，死者只是一个小奇官，排除了仇杀，那会是什么原因让凶手深夜入宅杀人行凶呢？许七安在他身边轻声道。吕钦有丰富的刑侦经验，闻言眸子一亮，当即喊来死者原配，问道：“家里是不是突然多了银子？或者刘汉与你说过些什么？”那面容姣好的妇人努力回想了许久，哀声道：“前几天夫君他倒是说过要带我们离开京城，去外头过潇洒的日子。”吕钦和许七安相视一眼，具体是多少天前？1旬左右吧，妇人也记不太清楚了。离开院子的路上，吕钦沉声道：“他收受了贿赂，被人灭口了。”许七安点点头，这是非常合理的推测，他也是这么想的。宋霆锋皱眉道：“但是一个小奇官会因为什么事被灭口？”许七安想了想，像是捕捉到了什么，问道：“没记错的话，金吾卫负责内城的东城门和皇城的东城门。”这话一出，所有人脸色微变。许七安道：“或许我们应该去见一见刘汉的直属上司，先回衙门上报此事，领了牌票后再登门问话。”刘汉的上司是金吾卫百户，虽然都是百户，但金吾卫的地位可比御刀卫要高太多了，后者是单位保安，而前者是领导的保镖。许七安等人要上门问话，得有衙门发的牌票做凭证，类似于上辈子的搜查令。回到打更人衙门，将此事上报给李玉春，春哥非常重视，沉吟道：“此事甚是蹊跷，不过皇城守备森严，一个小小奇官翻不起什么浪，照例问话便是，金吾卫自己会查。另外，陛下祭祖的日子马上就到了，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这件事上。”当即给了牌票。在打更人衙门等了片刻，吕钦等府衙的快手风风火火赶来，一行人去了皇城的东门。周百户正带人巡逻，等了1个时辰才回来，得知打更人和府衙找上来，便立刻过来接见。周百户有着浓密的络腮胡、三角眼，满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好相处的人。宋霆锋道：“周百户，你手底下可有一个叫刘汉的奇官？”脸色不悦的周百户正要回答，忽然看见其中一位铜锣从怀里摸出一张纸，以气机引燃。下一刻，他的瞳孔染上了一层青光。望气数。周百户不动声色地收敛了眉宇间的暴躁。是，他死了。宋霆锋说。什么？周百户难掩惊讶，吕钦问道：“刘汉最近可有异常？”没有，他只守东城门期间，有没有可疑的人和物出入皇城？没有。周百户摇头。守卫皇城低士族众多，单单贿赂一人是没用的，除非贿赂全部，而这是不可能的。朱广孝道：“如果贿赂你呢？”周百户脸色一变，压抑的暴躁再次涌起。你什么意思啊？宋霆锋笑道：“只是例行问话，周百户何必动怒？陛下祭祖在即，我们也不想关键时候出岔子。”又问了一会儿话，因为有一个望气术的铜锣在边上盯着，周百户有问必答，按捺住了火爆的脾气。直到许七安的望气术持续时间过去，宋霆锋他笑道：“感谢您的配合，我们先告辞了。”带着吕钦等人返回的路上，许七安道：“他没说谎。”宋霆锋眯着眼：“或许刘汉是因为其他未知的事情被灭口。”朱广孝沉声道：“这件案子暂且搁置吧，祭祖大典为重，后天就是皇帝祭祖的日子，任何事都要往后挪。”告别吕钦等人，许七安在偏厅推敲了整个过程，无果便将刘汉的事情抛在一边。庚子年10月15甲子日，移祈福、斋教、祭祀先祖。很快，皇室祭祖的日子来临。许七安对此并不陌生，每年的这个时候，内城的城门就会关闭，身为御刀卫百户的二叔，在今天会被调到内城戒严，内城百姓被要求待在家里，不准出门。类似的祭祀在开春时还有一次，就是祭天，祈求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昨日开始，内城的客栈便被逐一排查，把江户客统统赶到外城酒楼歇业，客栈不得留宿。身为打更人的许七安被安排在桑坡负责站岗。桑泊是一片小湖，紧挨着皇城，湖畔种着一棵棵柳树，这个季节柳叶还没抽芽。
水面搭建着曲折的长廊，连接湖中心的汉白玉高台，台上有一座庙，匾额书写4个鎏金大字：永镇山河。祭祖的地点就在这里。桑博不是普通的湖，它有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与大凤那位开国皇帝有关。相传桑坡古称玄武湖，湖里住着神兽玄武。有一次，大凤的那位开国皇帝起兵失败，带着残部逃到桑坡时，弹尽粮绝。正绝望之际，湖水沸腾，玄武劈波斩浪而来，他背上插着一柄斩天灭仙的神剑。玄武说，他在此地等待了数百年，等一位天命之人。说完，奉上神剑，踏波而去。那位开国皇帝得了神剑，在湖中悟道3年，破关而出，重新集结兵力，从此百战百胜，推翻了腐朽的前朝。统一中原后，大凤便在桑坡建立帝都。桑博是大凤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有着非凡一般的象征意义，因此大凤皇室每年都会在桑坡举行祭祖大典。湖上的庙里供奉着那位开国皇帝的法香。刘邦还斩白蛇起义呢，也不知道这段传说的水分有多大。许七安眺望着湖中的高台，心里腹诽，此时还没破晓，天是黑的。凌晨的寒风烈面如刀割，许七安把寒冷的空气吸入肺部，振作精神。相隔10几米外，宋廷峰说道：祭祖结束后，我们去叫方思好不好？闻言，另一侧的朱广孝露出异动。沉默寡言的朱广孝当时受不了，怒斥伤风败俗。事后想想，越想越心动。再说吧。许七安道：你这就没去了。宋廷峰不悦道：我可以当个令官。许七安说：不行，你必须一起玩，这样显得我们感情深厚。宋廷峰一口拒绝，他是想让你把福香姑娘也喊上。朱广孝揭穿了多年好友的龌龊心思。闲聊着，宋廷峰皱眉道：你老往湖面看什么？许七安如实回答：总感觉桑博湖阴森森的，让我不舒坦。闭嘴。宋廷峰低声道：你是被风吹凉了，桑博是大凤圣地，是开国帝君正道之地，莫要胡说八道。朱广孝跟着叮嘱：高平武者耳目聪慧，你这番话要是被听去，是要被治罪的。许七安当即沉默。这时沉雄厚重的钟鼓声传来，回荡在众人耳畔，一股肃穆之意涌来。之前还轻松攀谈的打更人们立刻噤声，露出严肃之色。在祭祀专用的乐曲声里，浩浩荡荡的一群人马离开皇城，向着桑博而来。没有骑马，没有车驾，所有人都是步行。参与祭祖的队伍里有皇室、宗室、文武百官，浩浩荡荡数百人。这支队伍几乎集齐了大凤王朝权力巅峰。为首的元景帝穿着一身朴素道袍，乌黑的头发用木簪束着，他年过50，长须飘飘，容貌清俊，颇有修道高人的仙风道骨。身后两侧分别是雍容华贵的皇后，体态丰腴的贵妃，然后才是皇子皇女。元景帝子嗣众多，皇子便有12人，但皇女只有4人。长公主今年也不过25，与皇长子差了近10岁。这位以才华和美貌闻名京城的长公主，眸子清澈如潭，脸蛋素白，清清冷冷，沉默地跟在队伍里。乐曲声中，祭祀队伍来到一顶明黄帐篷前，仙风道骨的元景帝领着2位大太监进了皇帐，其余人等在外面。负责祭祀的大臣们忙碌起来，请神的请神，列队的列队，为皇帝后续的祭祖做准备。许七安身子不动，竭力扭过头，用眼角余光偷看祭祀现场。他看见一列队伍捧着用黄绸遮盖的灵牌，顺着曲折的水上长廊登上高台，将灵牌摆放在庙前的大案上。这列队伍返回后，又有另一列队伍在太常寺官员的指导下端来供器、祭品，种类繁多，数量少说也有200-300件。待一切准备就绪，太常寺卿在皇帐外高声道：安神已毕，恭迎陛下。皇子皇女、文武大臣同时跪拜。大太监掀开帘子，已经换上明黄色衮服的元景帝神色庄重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此时的他没了得道高人的淡泊仙气，只有人间帝王的威严。这架势感觉比上辈子最高会议还要庄重啊！不虚此行，不虚此行。许七安看得正过瘾，忽然心悸了一下，知道地书聊天群有人说话了。他等了片刻，待巡逻的队伍过去，把手伸进怀里，没有全部取出玉石镜子，半露半藏看了一眼。我记得今天是大凤皇室祭祖的日子，1号、3号，是不是？4，算算时间，今日确实是祭祖大典。当年我也曾参加过皇室祭祖。当年，4号，你当年也做过官，而且地位不低。4号做过官。许七安一愣，4号不是与仁宗女子国师有交情吗？这也解释得通，正因为当过官，所以与女子国师相识。看来4号也是有故事的人。许七安觉得很有意思，地书碎片的持有者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身份神秘，修为又强，与他们交往
就像在玩一场游戏，一层层的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2. 有意思了，1号没有回信，3号也没有回信。卧槽，这小阴币！冷不丁被人下套的许七安嘴角一抽。显而易见，2号在这个时候传书，并不是真的关心皇室祭祖，而是一个试探，试探3号和1号的身份。以帝叔和持有者之间的联系，即使睡着了也会被惊醒，所以不存在因休息错过的情况，除非有紧急情况无法回信。但是不可能1号和3号同时有紧急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两人都在参加祭祀，无法在众目睽睽中掏出帝书碎片回信。这时许七安的举动引起了宋霆锋的注意，他不动声色地松开手，本就半露的玉石镜子划回兜里，认真点，不要做多余的举动。宋霆锋皱眉告诫：知道知道。许七安敷衍回应：不妙啊，我是云麓书院的弟子，没理由也没资格参加皇室祭祖，这下身份露出破绽了，该死，天地会这群家伙个个都是心机深沉之辈。不过1号既然也没有回复，哼，他也在现场，会是谁呢？许七安念头起伏时，天地会众成员、帝书碎片持有者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3号不是云麓书院的弟子吗？众所周知，云麓书院几乎断绝了仕途，纵使有，也没资格参加皇室祭祖。而且以3号一直以来的形象判断，他是云麓书院的学子，这就更不可能参加祭祖。难道3号不是云麓书院的弟子？不对，若是如此，之前的事怎么解释？除非他以其他身份参加了皇室祭祖，对云麓书院安插在朝廷各部的人，那会是什么衙门，什么身份？反倒是1号的身份，他们并不惊讶，因为早就知道1号是朝廷的人，而且地位很高。24号，你当过官，你来分析分析。3号是情况。4，我心里的确有了猜测，但我凭什么要告诉你？6，2号，你又不在京城，即使知道了3号和1号的身份，又能如何？4号和6号都在隐晦地替3号说话。许七安忍着悸动，不去查看信息。旁观了一阵祭祖大典，许七安心里再次涌起异样的感觉。他总觉得桑博阴森森的，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危机感。突然，许七安在祭祀的乐曲中听到了一丝奇怪的声音，那声音在说：救救我，救救我！许七安愣了一下，仔细聆听，那声音却消失了。霆锋、广孝，你们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许七安问不远处的2位同僚。你是指祭祀的乐曲？确实有点让人震耳发聩。宋霆锋求生欲很强的改口，他想说很难听。朱广孝则摇头。许七安正要说话，那诡异的声音又传来了，这次他听清楚了，是桑坡湖里传来的。救救我，救救我！声音凄厉压抑，无比瘆人，像是恶鬼在耳边低语。那声音太过恐怖，让许七安后背汗毛炸竖，条件反射般的扭过头看向桑坡湖。负责戒备四周的打更人是不能回头观礼的，许七安已经是愉悦。他看见了3步一叩首缓慢登台穿明黄色衮服的袁景帝，看见了岸边观礼的文武百官，皇子皇女，也看见了魏渊和他的2名义子，看见了气势恢宏的庙，看见了禁军，看见了太监。在他回头的刹那，声音消失了。幻听吗？我已经3天没找福香了，双眼没昏花呀。许七安深吸一口气，不敢多看，扭回了头问道：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桑坡的消息？朱广孝和宋霆锋给了回复，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无非就是开国帝君正道之地、玄武赠剑、皇室祭祖之地等许七安早已知晓的内容。救救我，救救我！那声音又来了，就像有个恶灵趴在你后背上，在你耳畔低语。许七安僵硬着脖子，一寸寸的扭头，再次看见了祭祀场面，而声音在他回头的瞬间消失了。无形的恐惧填满了他的内心，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大奉开国皇帝正道的桑坡湖，皇室历年祭祖的地方，传来瘆人的求救声。寒风里，许七安缓缓打了个冷战。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许七安毛骨悚然，心里生出逃跑远离的念头。他强迫自己冷静，不再顾及身边的同僚，取出了玉石小镜。3，你们对桑博了解多少？立刻告诉我，这非常重要。2，哟，3号回复了，你真的在祭祀现场，在桑博？许七安没有搭理2号，等了几秒，看见了4号的传书。4，桑博是大奉开国皇帝正道的地方，大奉立国后选在桑坡定都。不过玄武的传说无据可考，可信度不高，但是神剑是真的有。湖心高台那座庙里供奉着开国皇帝当年使用过的佩剑。等4号说完，金莲道长补充道：9，那是象征着大奉气运的神兵。4，确实如此，当年山海关之战，袁景帝进庙请出神兵，亲手赠与镇北王。山海战役能打赢，
除了魏渊用兵如山，镇北王的战力不可忽视。庙里供奉着神剑，是剑在向我求救。先不说剑有没有自我意识，他向我求救做什么？救救我！救救我！那声音突然凄厉起来，似乎不满许七安的漠视。求救声回荡在耳边，震荡着许七安的精神，让他产生了轻微的眩晕，意识也随之出现混乱。他深吸一口气，输入信息：3。还有没有？我要更全面的信息，但凡是历史中记载的，不管真假，我都想知道。传输后，他回头看了一眼，想以此来平息耳边的低语，但这次没有成功。他回头了，耳边求救声依旧存在：救救我！救救我！许七安额头青筋绽放，那声音像是钢针刺入了他的脑海。4。你勾起了我的回忆，让我想起了当年修订史书时看过的一段记载。桑博如今被京城5卫的军营拱卫着，防守严密，任何人都不得私自靠近。是任何人。因为在500年前，当时的太子乘船在桑博游玩，不慎跌入湖中，被侍卫救上来后大病一场，从此得了癔症。半年后被人发现溺死在桑坡里。皇室认为是太子触怒了祖先阴魂，招惹来惩罚。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便封禁了桑坡，只在祭祖时开放。太子跌入湖中得了癔症，他是不是与我一样听见了求救声？我会不会也重蹈覆辙，最后被发现溺死在桑坡？想到这里，许七安如坠冰窖，脸色发白。桑坡必然存在着什么秘密，绝非触怒祖先阴魂，但那位倒霉的太子不知道此事，要不然绝对不会在桑博划船游玩。可想而知，这个秘密恐怕只有历代皇帝才知道。但是知道内幕的皇帝为什么没有封禁桑坡，非得太子挂了才做出举措？擅长推理的许七安脑海里闪过一个个疑团。3号为什么问这个？此时的许七安已经没有余力回答他们的问题，他颤巍巍地把地书碎片塞回怀里，然后无力地跪倒在地，抱着头，神色痛苦。救救我！救救我！呼救声传入耳中，层层叠叠的回荡，让他的大脑一片浆糊，像是被钢针扎入颅腔，头疼欲裂。宋廷峰和朱广孝察觉到了同僚的异常，被许七安毫无血色的脸庞吓了一跳。你怎么回事？能不能撑住？这时候不能掉链子，要是打断或惊扰了陛下的祭祖，是死罪。宋廷峰急了。朱广孝挪了挪步子，想过来查看情况。此时此刻，元景帝已经登上高台，古月指太常四卿跪读祝文，独臂乐器。元景帝亲自焚烧祝文，对祖宗行3跪9拜之礼。祭祖到这里才进行了一半。魏渊收回目光，望向了不远处的皇后，雍容华贵，仪态天成。身为长公主的生母，母女俩的容貌并不相似，但皇后依旧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即使是如今依旧雍容华贵，可想当年是何等绝色。只是岁月洗涤中，韶华已逝，她再不是当初那个眉眼清秀、青涩纯情的少女，而自己仍旧如当年一袭青衣。魏渊神色恍惚，似乎有所感应，母仪天下的皇后翩然回首，两人隔空相望。皇后目光柔软了那么一下，魏渊却像是触电般的收回了目光，急忙躬身作揖，眼中所有情感沉淀，止于深邃的沧桑。义父，那边情况不对。杨艳沉声道。魏渊循着他的眼神看去，看见一位铜锣跪趴在地，身边的2位铜锣侧头在对他说着什么。许七安这边的情况，许多高手已经注意到了，只是暂时没有危机，便忍着没有过问。只要不是有刺客，天大地大，都得等陛下祭祖结束。包括对这个小铜锣的秋后算账。魏渊一眼就认出了是自己看中的后生仔，扬了扬下巴：你去看看情况，把他带走。这是在保护许七安。救救我！救救我！催命鬼般的喊个不停。许七安的精神产生了撕裂，一会儿觉得是生活在新时代的刑警，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大脑抽痛越来越剧烈，他处在了崩溃的边缘。头好痛，别喊了，别喊了，求求你别喊了！许七安捂住脑袋，豆大的汗水滚落。实际上他早已汗流浃背。诡异的求救声针对的是他的元神，而非肉体，但带来的痛苦丝毫不亚于肉身酷刑。在一声声的诡异呼救声里，许七安终于崩溃了。他不在乎皇帝的祭祖，不在乎森严的规矩，不在乎一切。当濒临死亡的绝境时，一切都不再重要。他双手握拳，重重捶打地面，声嘶力竭地咆哮道：闭嘴！刹那间风云变色，湖中高台上那座庙忽然震动起来，紧接着一道金色的剑气炸碎岩顶，冲入云霄。在这道剑光中，湖水突然泛起波涛，层层叠叠的涌动，桑博仿佛活了过来。元景帝首当其冲，在强大的气机波动中跌坐在地，高台剧烈震动，岸上列祖列宗的牌位纷纷倾倒，祭品供器散落一地，飞溅的瓦片有部分砸在了元景帝的身上，场面瞬间大乱。
周边巡逻的禁军飞快收拢阵营，涌向桑博。戒备在湖边的打更人奔向祭祀队伍，保护皇室和文武百官。有刺客，保护陛下，保护皇后，保护公主，保护首府。人影闪烁，打更人衙门的10位金罗，禁军5位中的高手，宗室里的高手，就那么一瞬间，起码有数十名高频武者腾空而起，在高台，在曲折长廊落定，将远景地严密保护起来。骚动只维持了短短10几息，因为那道战破云霄的剑气快速消散，湖水恢复了平静，并没有刺客。随着风波的平息，四处都很稳定，没有出现伤亡和可疑人物。魏渊是负责祭祀安保工作的头目，沿着曲折的水面长廊，大步登上高台，躬身作揖：“微臣失职，微臣该死。”此时，远景帝已经恢复了镇定，只是经历了这件事，他那点淡薄的仙气已经从眉眼间彻底消失。他不再是修道20多年的道人，而是手握权柄、深不可测的威严帝王。远景帝沉声道：“所有人退出祭台，不得靠近，包括魏渊在内。”众高频武者起身应默。远景帝正了正衣冠，掸去滚服上的灰尘，神色严肃地推开庙门，进了里头。柳树边吼了一嗓子的许七安再没有听见诡异的呼救声。随着时间流逝，他的精神得以安稳，脑袋仍有创伤后的阵痛，但已不再如之前般难以忍受。这时候他才有精力去观察四周的情况。身边的同僚早已离去，把岸边的文武百官和皇室、宗室人员团团护住。高台上空无一人，但曲折的长廊站满了高频武者，为首的是魏渊。远景帝不知所踪。最让许七安诧异的是，那座传说中供奉着神剑的庙宇，屋顶处房梁折断，出现了一个大窟窿。祭祖出了问题，桑博的秘密重现于世了。许七安心里念头飞快闪过，一边按住胀痛的脑袋，一边向大部队汇聚。因为打更人的身份，他没有受到阻拦。你怎么回事？宋霆锋审视着新同僚，身体状况如何？宋霆锋没有把桑坡湖的异状与许七安之前的反常联系在一起。这就好比你不会把一个弱鸡的咆哮和10级大地震联系起来。这几天练功太勤快，受到了反噬。许七安找了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接着说：“好在已经缓过劲来。对了，刚才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宋霆锋摇摇头，一边扫视四周，摆出戒备姿态，一边低声道：“永镇山河庙忽然炸了，庙里冲出一道剑气，引得整个桑坡沸腾，宛如地震。但看现在的情形，似乎不是刺客。”许七安目光再次望向高台，那座庙顶的窟窿是被剑气洞穿。神剑有这威力，那刚才向我求救的肯定不是剑灵之类的存在。他垂眸片刻，收敛了所有情绪，沉淀了所有想法，然后匆匆赶到长公主附近，抱拳道：“长公主无恙。”场面已经恢复秩序，各处虽有交头接耳，但大体很安静，都在等远景帝出来。许七安这一嗓子引得周围的人纷纷看过来，有打更人同僚，有禁军，有太监，也有长公主以及他身边的皇室宗亲。长公主眉眼生的艳丽，神情却如霜雪，皎皎清朗。她歪了歪头，秋水般的眸子里映出许七安的身影，声音有着玉石碰撞的冷脆：“无恙。”许七安如释重负，卑职便放心了。他见好就收，刷了一波存在感后，立刻就退开，一丝不苟地戒备四周。怀庆，这小铜锣对你甚是仰慕啊！一道柔媚的嗓音响起，是长公主身后的二公主。怀庆是长公主的封号，但她更喜欢外人称她为长公主。远景帝曾经评价过这个长女：好胜心不输男儿，霸道不输朕。二公主容貌极美，圆润的脸蛋点缀着一双明艳的桃花眸，红唇鲜艳，一颦一笑之间总流露出多情的妩媚。与长公主是截然相反的两个美人，姐妹俩关系一直不好。长公主淡淡道：“仰慕谈不上，知恩图报罢了。”许七安在司天监的铺垫以及刚才的姿态，成功在长公主心里树立了知恩图报的形象。二公主掩嘴轻笑：“怀庆姐姐的魅力，京城上下皆知。云麓书院的学子对你如痴如醉，读书人尚且如此，何况是打更人呢？”其他皇子皇女兴致勃勃地吃瓜看热闹，对于二公主绵里藏针的言辞不做评价。临安，东宫太子皱了皱眉，训斥道：“肃静。”临安是二公主的封号，面对兄长的呵斥，她撇撇嘴，俏生生的垂手而立，摆出端庄优雅的仪态。皇室宗亲都知道，长公主和二公主不和。长公主是皇后所出，二公主是陈贵妃所出，地位还是有差别的。不过贵妃比皇后更得宠。年少时，二公主喜欢挑衅长公主，处处找茬，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天界勾心。然而长公主偏是个霸道且特立独行的，她让侍从擒下二公主，侍从不敢，便自己亲自动手，拎着一卷竹简追着二公主打，从南打到北，从北打到南。宫里的丫鬟侍卫不敢拦，最后惊扰到了修仙的远景帝。
陈贵妃带着鼻青脸肿的女儿控诉长公主，元景帝打算严惩长公主，喊她去御书房。长公主早有准备，带着《礼记》《通典》《功律》等10几套书，往御书房逐一摆开，引经典句，感慨陈词。最后打赢了官司，元景帝郁闷的判长公主无罪释放，自己闷头回去休闲。成人之后，长公主便内敛了许多。永镇山河庙，穿黄袍戴皇冠的威严男子拄剑而立，庙门紧闭。元景帝站在开国皇帝的法像前，无声地凝视着那柄布满灰尘的铜剑。一品又怎么样？本该有漫长寿元的你，还不是受到人间气运所累，又比普通人多活了几年。元景帝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与这位600年前的老祖宗交谈。我20岁登基，打败了所有敌人，坐在那个位置上，无人再能与我并肩。可最后我才发现，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元景帝缓慢移开目光，低头凝视着脚下的地面，看了许久。接着他开始检查庙里的摆设，甚至登上神坛，大不敬地触碰先祖法像，触摸那柄黄铜剑。这个过程细致而漫长，最后元景帝如释重负，吐出一口气。他表情变得轻松，跪在蒲团上，朝开国大帝3拜9叩，然后离开了永镇山河庙。元景帝站在高台，俯瞰着文武百官和皇室宗亲，声音如暮鼓晨钟。祭祖大典继续。他没解释刚才的异常的原因。禁军武卫和打更人重新散开，有条不紊地恢复秩序，巡视周边一列列宦官低头疾走，清理高台上的碎瓦，分拣贡品供器，以及皇室列祖列宗的牌位。许七安重新回到了站岗位置，心里嘀咕着，很奇怪啊，按理说祭祖时遇到这种事是大凶之大凶之兆，元景帝应该勃然大怒才对。可他对此似乎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没有怒斥卫公和禁卫军统领们。不一定是心理准备，而是知道异变的真正源头。然后这又是不能在公开场合谈论的东西。桑伯湖果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而这个隐秘多半与我听到的求救声有关。甚至这场异变是因为我引起的。许七安被自己这个猜测吓了一跳。他是一个成熟的刑警，有着严谨的逻辑，并没有立刻认定自己是真凶。严格来说，他是嫌疑犯。事情还有其他可能，虽然从宋霆锋和朱广孝身上验证过，只有他能听见求救声，但未必就是他引起了这场骚乱。桑伯本身就有秘密，而且是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的秘密。可能这场骚乱本身就会发生，只是因为自己的特殊听见了不该听的声音。我身上的特殊大概就是这莫名其妙的捡钱 buff 了。许七安的心情很复杂，既有旺盛的求知欲，也有追索真相的顾虑，害怕那是自己这个年纪无法承受的。又过了1个小时，祭祖终于结束了。禁卫军和打更人中高层护卫着皇室宗亲，文武百官离开，许七安等人得以解脱散职。真奇怪，永镇山河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回去的路上，宋霆锋一脸轻松，开始倾吐心里的八卦，把眼睛睁开走路。李荣浩，许七安笑着打趣，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心情平静下来。李荣浩是谁？宋霆锋茫然反问。许七安不搭理他。其他铜锣们也在讨论刚才的异状。刚才那是剑气吧？我从未见过这么可怕的剑气，就算是蕴养剑意的张金罗也远远不及。一位铜锣说，吓死了，刚才还以为有刺客，我就说嘛，这么可怕的刺客怎么可能进得了京城？咱们京城可是有监正和国师坐镇的。你们说庙里到底有什么？这个问题铜锣们面面相觑，回答不上来。是开国帝君当年征战沙场使用的佩剑。许七安道。众人纷纷看来，对于许七安这号人，打更人衙门的铜锣们态度两极化，有的想结交他，有的则嫉妒他。毕竟能让2位金罗大打出手，这小子将来肯定前途无量，至少也是银罗。你知道什么？有人冷笑一声，自己去问老前辈。许七安同样冷笑。这些个都是年轻的铜锣，对山海关战役了解不多，但老铜锣、银罗应该都知道当年元景帝请出神剑赠予镇北王的往事。值得一提，镇北王是亲王，元景帝的亲弟弟，真正的封号是怀王。镇北王是对怀王的敬称，因为他镇守北方，震慑草原各部亲王有很多，但镇北王只有一个。察觉出许七安和那位铜锣的火药味，众铜锣轻飘飘地岔开话题，讨论起别的事。这次祭祖有惊无险，任务圆满完成，铜锣们商量着夜里去教坊司或哪个熟悉的青楼鬼混。这是一个很枯燥无趣的时代，男人们的娱乐活动、交往应酬，除了勾栏听曲，便只有青楼睡女人，真是无趣。回到打更人衙门，许七安忽然心悸，知道地书聊天群有动静了。他借口去茅房取出玉石小镜，看见金莲道长在咨询自己和1号。1号、3号，祭祖结束了，出了什么事，闹出这么大动静？1号没有回复，反而是其他人吃瓜吃的兴致勃勃。道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元景帝祭祖遭遇刺客了。死了吗？哈哈。许七安敢肯定，这个2号绝对不是朝廷中人，除非他这辈子都不打算和1号以及自己见面。2号这个愤青，要是活在我那个年代，分分钟被人民警察顺着网线摸过去，请到局子里吃官粮。9，贫道正在打坐，突然看见桑坡方向一道剑光冲破云霄，就如当日云麓书院清气冲霄。2，哪个高手去行刺的？9，那把镇国宝剑是大奉开国皇帝的佩剑，大奉立国后，他日日受到国运洗礼，成了与大奉国运息息相关的宝物。按理说，这样一件重器是不会出现异常的。2号说完后，9号金莲道长的下一段话紧跟着传来。2号见自己抢话了，便没有再开口，等了10几秒，见金莲道长说完了，他才继续传输。2，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4，什么？镇国神剑复苏了？是不是有一品强者去了大奉京城，引动了那件神兵？要不然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能让镇国神剑复苏。4号显得非常震惊，他曾经入朝为官，对大奉的了解不比1号和3号少，甚至更多。5，我只关心大奉的皇帝死没死，他要是死了，姑奶奶我就告诉阿爹去。姑奶奶，5号是个妹子。许七安眼睛一亮。4，告诉你阿爹，你们想干什么？5，当然是出兵攻打边关啊，抢大奉的粮食和女人。哈哈哈哈。不出所料，5号果然是异族，要不然不会那么清楚万妖国的历史。万妖国在南疆，5号应该不是北方诸部的人，南蛮子还是东蛮子？这时1号上线了。祭祖已经结束，永镇山河庙内的神剑复苏，造成了一些动静。现在已经重新沉寂，元景帝进入庙中一刻钟，不知道在做什么。9，不出所料，桑博果然有秘密，这个秘密恐怕只有皇室知道。道长了解多少？许七安精神一振。9，贫道只是出家人，并不知道什么隐秘，只是在剑气冲霄之前，贫道看见有魔气在皇城方向凝聚。6，贫僧也察觉到了，仅是一闪而逝。佛门弟子6号插了一嘴，地宗修功德应该也会有类似望气术之类的观气法门，佛门我不太了解，但按照常理，想来对魔气、妖气比较敏感。许七安默默窥屏。2，也就是说，祭祖时有大妖或者魔道之人靠近京城，所以让镇国神剑阴机复苏，惊退了那位神秘高手。2号做出判断。4，虽然京城有监正坐镇，但如果对方同样是世间顶级的高手，那确实可以刹那逼近皇城。6，一品高手屈指可数，谁会在这个时候进犯京城？好一阵子没人说话，众人大概是在心里比对，各自猜测着。但许七安知道，并不是什么一品高手来犯，问题来源于桑博本身。4，金莲道长，剑气冲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9，一个时辰前。你问这个做什么？一个时辰前发生的，而3号询问桑博相关信息，恰好是一个时辰前，几乎是同步。以3号当时表现出的态度，他非常迫切地想要知道关于桑博的一切。4号回忆起了不久前3号的询问，再联系到祭祖出现的状况，显而易见，3号不是无缘无故询问。3号是儒家学子，通晓史书，他不可能不知道桑博的历史，为什么要多此一举的传书询问？4号自己是知道桑博历史的，不由得把自己带入到3号角色中。如果是我参加皇室的祭祖大典，中途发生了这件事，我肯定第一时间说明情况，然后和天地会的成员讨论异变的原因，得出可能是一品高手来犯的结果。但3号没有，3号很有目的性的询问桑博的历史。3号绝不是蠢货，相反，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4号默默的推理着，他是云麓书院的学子，不该多此一举的问这些，除非他有了什么发现，因此怀疑起了自己之前读过的历史，怀疑起自己对桑博的了解是不是对的。想到这里，4号吃了一惊，他得出了一个让自己诧异的结论：问题来源于桑博。3号窥探到了1、2，而这个真相让他对自己的认识怀疑。3号，你知道些什么对吧？你当时也在场，在你问完桑坡的情况后，镇国剑立刻产生反应，闹出了这么大动静，这绝非巧合。4号的传输让天地会的众成员反应过来，原来4号刚才询问金莲道长剑气冲霄的时间，原因在此。碎片持有者们念头纷呈之间，4号继续传输着。3号，你是云麓书院的学子，你肯定知道桑博的历史。云麓书院虽然退出朝堂200年，但底蕴深厚，书院的藏书阁里记载的桑博历史只会比我说的更详细。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你为何如何一问？不，我是真的不知道。许七安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可怕的呼救声让他精神崩溃，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考虑维持人设。4，因为你对自己的认识产生了怀疑，你觉得以前学到的桑博历史很可能是错误的。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许七安恍然大悟，原来我是这么想的。4号真是带推理家啊。虽然猜测是错误的，但不得不承认，他非常敏锐，是所有人里反应最快的。不愧是曾经入朝为官的读书人。2，等等，这么说的话，问题本身来自桑博，而不是有一品高手入侵。4，这就要问3号了。5，3号怎么不说话？快告诉我们呀！看到这里，许七安决定不再沉默，以纸代笔，书写道：哼，我确实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他刚发完这段话，正在着手写下一句，玉石小径便闪过一连串的传书。1，什么内幕？2，你知道什么隐秘？4，3号桑博真的有隐秘？5，能告诉我们吗？6，阿弥陀佛。9，小友请说。许七安蹲在臭烘烘的茅房里，愣了一下。大家似乎对这件事很关注啊。也对，毕竟事关大奉的镇国宝剑，这等顶级的机密，没人会不好奇。尤其是天地会的众人不是凡夫俗子，都背靠着势力，或者自身有足够的实力。这样的人更在意这些顶级的机密，即使与自身无关，但说不定某时某刻，这些隐秘会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3，并不是一品高手来袭，这点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了。许七安没有把话说死，顿了顿，他书写信息。3，但是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们？半晌没人说话。哼，还行，没有铁憨憨的站出来说，不是说好信息共享相互帮助吗？这就很愉快了。要是群里有杠精或者白嫖党，他的计划不好实施。许七安顺势道：金莲道长，我觉得天地会存在一个弊端，不解决这个弊端，天地会永远只是一群貌合神离的人组成的松散组织，对大家的帮助也有限。9，小友请说。3，诚然，互帮互助，信息共享是天地会的宗旨，但过于理想化了。我可以把这个隐秘告诉大家，但我能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分享了这个秘密，而像1号这样喜欢沉默偷窥的人，心安理得的啃着嗟来之食。1次2次之后，我就会变得不愿意分享信息，分享秘密。你说谁啃着嗟来之食？1号似乎有些生气。说的就是你，就你最喜欢窥屏。许七安不搭理1号，继续传书。道长，天地会的大家彼此天南地北，并不相识，本质上是陌生人，缺乏信任和付出的基础。试问，谁愿意对陌生人无私奉献呢？许某人最讨厌的就是白嫖，坚决杜绝这种行为，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我凭什么要把秘密分享给你们？9，小友此言甚是有理。见状，许七安咧嘴一笑：道长能认同就好，相信大家也认同吧。天地会成员保持沉默。3，道长，我有一个思路，您将3号碎片赠予我时，3号碎片被封禁，无法与其他碎片联系，咱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点？9，小友有什么主意？金莲道长，我举个例子，我将桑博的秘密以500两黄金的价格在天地会售卖，想要获取消息的人可以通过地书与我传输，而道长则帮忙封禁那些无意购买地书碎片的人。当然，我不是在乎黄白俗物之人，但如果谁没有等价的信息，我可以允许你们用黄金和白银交易。快用银子来买我的消息，我要在内城买大宅。许七安换了个蹲姿，有些期待地盯着镜面。此时连臭烘烘的茅房也变得芳香起来。9，实不相瞒，贫道虽然知道封禁地书的法术，但贫道伤势尚未痊愈。当日前回地宗，惊醒了到手的一缕元神，地书被封禁，贫道也受了重伤。若非如此，贫道不会如此狼狈。许七安脸上笑容渐渐消失。他猜的没错，金莲道长肯把地书碎片赠送给天地会众人，绝对有方法克制取回。但他猜到了开头，却没猜到结尾，就是说近期是无法开启私聊功能了。见长时间没人说话，1号有些急迫的传输，他不愿看到这场交易无疾而终。不如这样，你可以向我们公布秘密，我们则给你一个承诺，可以用等价信息交换，也可以用金银购买。4，但是这依然有漏洞，比如我用等价的秘密与3号交换，3号不亏，但我的秘密却被其他成员毫无代价的汲取。2，另外，我们分处天南地北，就算想买你的秘密，如何把银子送到你手里？众人踊跃发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顾虑。许七安嘴角一挑，天地会成员们不仅是重视他掌握的秘密，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利益。如果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各自掌握的信息来换取报酬。可以，有利益才有动力，这才是一个商业聚会该有的样子。3，在金莲道长伤势痊愈前，不如我们这样，我可以把隐秘告诉你们，你们用等价的信息和金银交换，但可以赊账，不需要现在就支付报酬。
这样就4号的担忧就不存在了。至于2号的顾虑，我暂时没想到解决的办法。你依旧可以拖欠，将来用等价信息换取，那这样就没问题了。众人心想：1，我没意见；2，我也是；4，就按照3号的想法来；5，我没问题的哦；6，我也是；3， 7号和8号为什么始终没有说话？你们不发表意见的话，这桩交易就无法达成。金莲道长跳出来解释：7号从去年开始便不知所踪，8号必死关，就暂时将他们2人排除吧。4，但是7号还活着，对吧？2， 7号的地书碎片在我这里，他因为某些原因假死脱身避难去了。3，那我没问题了。许七安停顿了几秒，再次输入信息。我听到了桑博传来了求救声，桑博里传来了求救声。3号云淡风轻的一句话，宛如雷霆轰然炸响在天地会众人心头。大奉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供奉着镇国宝剑的湖泊里，竟然传来了求救声。谁在求救？向谁求救？地书聊天群陷入了诡异的沉默。许久之后，向来沉默寡言的1号率先传书。不可能！众人顿时将注意力转回的书碎片，静等许久，没有得到3号的回应。是了，3号是云麓书院的弟子，心高气傲，不屑反驳。这也侧面证明3号说的话都是真的，这样高傲的学子根本不屑说谎。1号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刚才脱口出的质疑后便没有再说话。4，真是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消息。9，这个隐秘的价值极高。2，桑博底下会不会囚禁着什么存在？你们觉得呢？2号给出了猜测。许七安心里一动，果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5，哇，大凤的桑坡里封印着绝世魔头。喂，1号、3号、4号，你们都是大凤人，有没有想起什么？6，不用问了，1号显然不知情。众所周知，1号是朝廷里的重要人物，这意味着可能只有皇室甚至元景帝一人知晓。我会试着查这件事。3号，如果我有进展，可以用来抵消你的信息吗？3，哼，这得看你能查出什么。等了5分钟，没人说话了，许七安就确认这群没素质的网友已经下线。收好玉石小径，离开茅房，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觉得自己活过来了。如果上辈子的厕所是这样的，肯定能改正一做就是半小时的坏习惯。因为没人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玩手机，许七安心里补充一句：臭茅坑才是治疗痔疮最好的医生。回到偏厅，朱广孝正在吐纳，宋廷峰翻看见不得光的验史禁书，当然不是元景帝和绝色国师的。你是去生孩子了吗？宋廷峰眯着眼，嗤笑着调侃。是。许七安点点头，舒服地靠在座椅上，认真地说：死鬼，那是你的崽。旁边的朱广孝行岔了气，一脸措手不及地睁开眼睛看了眼许七安。宋廷峰打了个寒战，拱了拱手，低头继续看书。他自认属于玩世不恭的类型，性格外向，逢人就是笑眯眯的，是那种面对任何人都能得心应手性格。但对上许七安，宋廷峰觉得自己还是正人君子了些。很多时候明知道对方是在开玩笑打趣，但就是无法适应，败下阵来。晚上去教坊司吧，宋廷峰提议道。我约几个同僚去，咱们一起去耍耍，混久了就是自己人了。顿了顿，他脸色郑重地说道。杨金罗和江金罗的事情后，衙门里嫉妒你的人不在少数，私底下都看不惯你。你需要多应酬交际，而不是整天只与我和朱广孝混。朱广孝睁开眼，附和着点头。对，我常私底下听别人说你坏话，本来不想和他们玩的许七安犹豫了一下，点点头。他不是年轻气盛的愣头青，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加入打更人以来，确实疏忽了同僚间的应酬，主要是整天面见魏渊，与司天监术士混迹一处，眼界有些高了。于是在宋廷峰的引导下，找了几个相熟的同在银罗里玉春麾下的铜锣，与他们约定晚上去教坊司玩。当然并不存在谁请客的问题，教坊司这价格大家心里都清楚，等闲铜锣请不起。不过许七安轻飘飘地说，咱们去引梅小哥包场，我来搞定。铜锣们当场打了鸡血，兴奋了。暗读库，假字库房，檀香燃烧着，青色的烟迹笔直如线，阳光透过格子窗，在地面映出有规律的整齐的色块。魏渊合上了厚厚的大凤13点，沉吟片刻，起身在书架里翻出一本《九州志》。西域，檀香烧成灰烬，香灰落入小炉。魏渊合上所有书，疲惫地捏了捏眉心，不知不觉手边堆积的书册已经与他肩膀等高。义父有什么发现？南宫倩柔终于等到机会。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魏渊叹息一声。桑博里有什么秘密？南宫倩柔问道。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魏渊摇头，脸色严肃的警告：忘记今天发生的事，不许追查，不许私底下议论。杨艳和南宫倩柔同时低头。是。黄昏，散职，包括许七安在内，10位打更人昂首挺胸的进了教坊司胡同。在这个百官噤若寒蝉的经查期间，打更人可以在教坊司横着走。宁呀，福香花魁真的会见我们？我可听说福香花魁很久没有陪客了。梅影小哥真的会让我们包场？铜锣们有些不信，因为教坊司这地方最欢迎的是读书人，各种娱乐节目偏向为读书人服务，这是社会风气。打更人虽然监察百官挺横，但与官员是相互制衡关系。若是在教坊司乱来，礼部就会很开心，巴不得抓住机会弹劾打更人。所以若是福香花魁不愿意招待他们，铜锣们也只能离开，还丢了颜面。只是许七安提议的俄罗斯转盘游戏实在太诱人，打更人们听完都怒斥许七安伤风败俗，问去不去的时候又答应的飞快。来到影梅小阁，众铜锣不由得慢下脚步，把夹在人群里平平无奇的许七安凸显出来。许七安摘下腰刀，刀鞘拍了一下小龟公的屁股，轻松自如的笑道：去告诉你家娘子，我要包场。小龟公被打了一下，丝毫不怒，脸上堆着笑容，态度毕恭毕敬，甚至谄媚。您稍等，我这就去。杨公子大驾光临，娘子知道肯定高兴坏了。许七安隔三差五的光顾福香，院里早就认定她是花魁娘子的相好，小门房对别的客人倨傲冷淡，但对许七安可不敢怠慢，恨不得跪舔。许七安领着打更人进入院子，墙角的梅林暗香浮动，白墙黛瓦，颇有雅致。花魁娘子听说许七安包场，立刻让丫鬟化了精致的妆容，穿一身粉白色拖地长裙，露出精巧的锁骨和白皙的脖颈，白色裹胸在薄纱中若隐若现。福香亲自作陪，给许七安端茶倒酒，偶尔附耳交谈，笑靥如花，看得一众铜锣艳羡不已。福香本身就是颇有盛名的花魁，那首暗香浮动月黄昏问世后，身价水涨船高，听说已经不再陪客了，至少寻常人是不可能了。即使如此，每日来影梅小阁喝酒听曲打茶围的客人依旧多如过江之鲫，因为福香偶尔会出来当令官，组织大家玩行酒令。酒过3巡，许七安给宋霆锋打了个眼色，起身道：诸位同僚，许某不胜酒力，先休息了，你们玩。铜锣们当然没意见，彼此眼神交互，嘿嘿直笑。福香眸光流转，奇怪地看了许七安一眼，便任由他搂着香肩离开。沐浴后，许七安穿着白色单衣，坐姿懒散，手里捻着酒杯。许郎很少带同僚过来吃酒。同样刚结束沐浴的福宪坐在稍远处的床榻上，歪着琴手擦拭头发。他肌肤温润，脸蛋无瑕，在烛影晃动中多了几分妖娆和神秘。此事说来话长，许七安喝了口酒，叹息道：前几日2位金罗看中了我，都想招我入麾下，便在打更人衙门打了一架。福香下床，裙摆落下，遮挡住2双雪白的长腿。他从后面搂住许七安，轻笑道：遭小人眼红了。红眼病自古有之。许七安没有否认。许郎早说，奴家好替你招待一下同僚。福香懊悔道。他席间没怎么搭理其他铜锣。不必。许七安笑了笑，人际交往能力他不缺，反手把福香搂在怀里，酒杯一倾，冰凉的酒液顺着福香雪白的脖颈流淌，这样喝酒才痛快。许七安大笑着低头，浑身酒味的福香又泡再去了。许七安借口出门透气，离开主卧，去酒室看了一眼，同僚们在乐曲声里愉快地玩着游戏，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其实只要给够了银子，教坊司院子里的侍女们并不会拒绝，自古都是如此。许七安跃上围墙，从怀里抽出一张纸，引燃。他仰起头，2道清气射穿黑夜，一闪即逝。视线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气数，世界变得色彩斑斓。许七安从楚采薇那里得知，碧绿色的代表着妖气。那天夜巡时，他清楚地看见绿光在教坊司上空一闪即逝，这意味着教坊司里潜藏着妖孽。很胆大的猜测，因为教坊司是平时达官显贵喝酒取乐的地方，这样一个地方竟然隐藏着妖孽。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回许七安牢记不作死就不会死原则，没有去窥探司天剑，免得又被监正闪瞎狗眼。他扫过教坊司的上空，视线所及，各种色彩缤纷闪烁，但没有妖气。是妖孽离开了，还是用特殊方法隐藏？许七安跃下墙头，返回了福香花魁的闺房。福香蜷缩在许七安怀里，扑闪着明亮的眼睛。许郎，为奴家赎身好不好？谈钱多伤感情，闲者时间的许七安不为所动。花魁娘子扭了扭身子，撒娇道：人家只要当个妾就好了，只想在许郎身边侍奉。许七安摸了摸他的头，手指在青丝间抚过。别闹，咱们这种真挚情感不应该掺杂铜锈。福香眼圈一红，垂泪道：你就是想白玩我，玩腻了把
把人家一脚踢开。这都被你发现了。许七安诧异的想，嘴上无奈说，你是教坊司花魁，给你赎身，没个4、5千两，根本不可能。而且礼部还未必会答应。奴家这些年也攒了些钱的，而且我寻人打听过了，铜锣只需3年就能在内城买个院子。福香搂着他，软语哀求，许郎，赎我。妹妹的花魁不但懂得撒娇，还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本，玲珑浮凸的身段紧贴着许七安，眼波里含着泪光，楚楚可怜。许七安皱了皱眉，倒不是为难，上辈子也遇到过这类女孩，很懂得撒娇，要买这个要买那个，奢侈品许七安应付得来。他只是有些奇怪，一个艳名远播的花魁，事业正蓬勃发展，又正值妙龄，即使要从良也早了些吧。再说打更人虽然因为组织原因让百官忌惮，可以福香的段位便是给4品大员做妾，也绰绰有余了。此事不急，等我积攒了些银子，再为你赎身。许七安随口敷衍，搂着花魁滑腻的身段，让自己3秒入睡。黑暗中，福香静静凝视着许七安的脸，眸子清亮。第二天清晨，一伙人离开教坊司，同僚们见到许七安，笑着打招呼，关系密切了许多。若是以前只把许七安当同僚，现在则把他当小伙伴了，效果甚好。其实只要不是嫉妒心太强，或者地位太高，同等级的铜锣不会无脑仇视他。心思灵活点，投其所好，展露善意，大部分人是愿意与许七安交好的。因为这样一来，一个被2位金锣看中的狗屎运家伙，身份就转化为这个被金锣看中的家伙是我朋友。一路上走走聊聊，一位铜锣忽然笑道，明艳真是人才，让我知道以前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且无趣。同僚们发出了善意且暧昧的笑声，许七安耸耸肩，回头再教你们几个更有意思的玩法。更有意思的，众人眼睛发亮。赶在卯时抵达打更人衙门，点卯后，许七安与宋霆锋3人来到春风堂的偏厅，喝了几口茶，正准备出去巡街，一位吏员匆匆赶来，3位大人，李大人有请。有活了。许七安3人挂上佩刀，并肩来到春风堂。穿衣打扮一丝不苟的李玉春，完美的与同样整齐有序的春风堂融为一体，毫不突兀。春哥，你这样活着很累的。许七安有些同情顶头上司的强迫症。李玉春指着岸边的3张牌票，今天要去抄家，你们仨代表我去。同样的话我还是要重复，不要做多余的事情。1刻钟后在前院集合，跟着其他同僚一起过去。竟然是抄家！许七安吃了一惊，抄家是打更人业务之一，对象是犯官。这是文书。李玉春把下发到他这里的文书给3人看。本次抄家对象，户部金部主事郑6品，以贪污渎职的罪名流放抄家。所谓抄家，便是抄没家产，家中财物一律充公。搁在许七安前世，就是剥夺犯罪人个人财产。李玉春看了许七安一眼，道：此人是户部周侍郎的下属。这是在告诉许七安，这件事是税银案的后续。一个朝堂大佬的倒台，必然伴随着依附于他的官员的革职处罚，就像拔出萝卜带出的泥。许七安3人领命离去，前往前院的路上，宋霆锋道：你是第一次参与抄家，有些规矩不懂，我给你所说。抄没家产时，吏员会在前院点其值钱物件，记录在册，然后带回衙门，但他们是不参与搜刮的。说到这里，宋霆锋给了一个你自己领会的眼神。许七安这样的老油条立刻就领会了意思。听头的意思，许七安是叹道：嗨，你别管他。宋霆锋撇撇嘴，头儿就是死脑筋，不知变通。咱们得合理的为自己谋求利益。这确实是较为合理的谋求利益。许七安点点头。宋霆锋与他一样，不愿去敲诈商家，勒索百姓，但眼下是去抄家，抄的是贪官污吏的家。银子本身就不干净，薅的是大凤的羊毛，不是百姓的羊毛。这种事儿，不管前世还是今生，他都见过太多次了。许七安采取不反对不赞同的态度。这次抄家由1位银锣带队，4组铜锣和24名白衣组成，每3位铜锣分属不同银锣，多队组成的制度是为了相互监督，相互检举。制度是好的，只是时间久了，大家心照不宣，都拿一点，相当于谁都没拿。听着宋霆锋的科普，3人来到前院，看见已经有铜锣在集合了。为首的是一名年轻的银锣，30岁出头，嘴唇偏薄，眉眼间透着桀骜，单看面相就知道不是好相处的人。宋霆锋领着2位同僚靠拢过去，迎向银锣，顺手取出怀里的凭票。那银锣见到3人过来，眼神忽然凌厉起来，沉声道：你们3个迟到了。许七安愕然道：我们没迟到啊，收到消息他们就过来了，虽说路上谈话走得不快，但绝对没有超过1刻钟。银锣一听，眉毛倒竖，眼神骤然锐利，摘下腰后佩刀抽向许七安脸颊。破空声里，许七安身体后仰了一下，
在刹那间避开凶狠的抽打，似乎没想到许七安能躲开。银罗一怔，狞笑道：“还敢躲？大人，大人！”宋霆锋连忙插入两人之间，舔着脸陪笑道：“是我们迟到了，大人您莫要生气，耽搁了正事，还有好活儿等着您呢。”他可以提了提抄家的事儿，谁知那银罗根本不给面子，抬脚踹中宋霆锋的小腹，把他踹飞出去，挣扎了一下，没能站起来。他在针对我，可我并没有得罪他。许七安心里涌起了怒火，他下意识地按住了刀柄。银罗眯了眯眼，不怒反笑，又是一刀鞘抽打过来，讥笑道：“怎么想抽刀？你配吗？抽刀我就死定了！”许七安抬手挡了几下，臂骨被抽打得火辣辣的疼，这么多人看着，有点丢脸。见许七安认怂，银罗又抽了几下，冷笑道：“滚进去吧。”许七安三人入队，接下来陆陆续续又有铜锣赶来，那位银罗不管不问，任由他们入列。看到这一幕，许七安万分肯定这银罗是在针对他，纳闷的是自己并没有得罪他。“你刚才幸好没抽刀，不然你就完蛋了。”身后有人说。许七安扭头看了一眼，是昨晚一起喝花酒的铜锣。我没那么傻，对银罗抽刀是大罪。他说。铜锣点点头，小声道：“他姓朱，是衙门里最年轻的银罗。”许七安郁闷道：“我不认识他。”铜锣嘿了一声：“他父亲也姓朱。”许七安心说这不是废话吗？便听身边的朱广孝低声道：“朱金罗。”喝花酒的铜锣嗯了一声，补充道：“他是最年轻的银罗，也是咱们京城衙门最被看好的年轻俊彦。在许七安出现之前，前日里我与他手底下的铜锣喝酒，听他说起朱银罗很不喜欢你，不止一次说你不过是区区铜锣。”这时朱银罗目光锐利地扫视众人，铜锣当即噤声。马德！许七安自认倒霉的暗骂一声，想起了前世的职场生涯里被领导穿小鞋的经历，那时尚且可以说一句：“老子不干了。”打更人衙门等级森严，不能用这种偏激的方式应对。你给老子穿小鞋是吧？那就别怪我在为爸爸耳边煽风点火。许七安摸着肿胀的手臂，怒火腾腾，点齐人马，乘上马匹，打更人和白衣们风风火火地赶往目的地。那位被抄家流放的户部金部姓程，有一座3进的大院子，此时已经被御刀卫团团包围。打更人赶到后，朱银罗抽刀出鞘，刀芒一闪而逝，将城府匾额斩成2截，握刀的手一挥，抄家！铜锣和白衣们一脚踹开中门，蜂拥而入府里的仆人们吓得大气不敢喘，战战兢兢地缩在各个角落、路边、花园、屋檐下。他们昨日才知道老爷问罪入狱，府里正要走关系呢，谁想今天就来了这么一群气势汹汹的狠人。许七安三人进入前厅，正要去后院，结果被朱银罗一脚踢了回来。“你们3留在这里，哪也不能去，结束后我要搜你们的身，若是敢中饱私囊，一律处罚。”朱银罗沉声道。其余铜锣看出许七安三人被针对的，有的幸灾乐祸的冷笑，有的明哲保身，假装没看到。宋霆锋敢怒不敢言，向来沉默寡言的朱广孝一张脸也阴沉了下来。许七安咬了咬牙，选择沉默，这时候不能顶撞，不然他会被修理得很惨。目送朱银罗进入内院，宋霆锋呸了一口，怒道：“断人财路，这生儿子没皮歪的狗东西！对不住，是我的连累了你们。”许七安愧疚道。宋霆锋翻了个白眼，目光落在许七安手臂：“我看你多次摸手，伤得重不重？”许七安苦笑地撸起袖管，手臂已经通红肿胀。“那狗东西用气机了。”宋霆锋脸色一变，寻常上司殴打下属，顶多就是皮外伤，绝不会暗度气机，打疼和打伤是2回事。可见那个姓朱的是何等的心胸狭隘。就凭这个伤，你就可以去告他了，回头找头儿去，头儿不会忍的。”朱广孝沉声道。宋霆锋看了他一眼，摇头：“别给头儿惹事。虽同为银罗，可人家的父亲是金罗，背靠参天大树，不是李玉春能招惹的。”宋霆锋接着说：“算了吧，下次见到他绕着走，只能认栽。我会去告状的，不过不是春哥，是为爸爸。”许七安撸下袖管。所谓抄家，与许七安想象中的不同，没有乒乒乓乓的打杂声，相反，白衣和铜锣们显得小心翼翼。书房里某个角落里的花瓶，可能是值几十上百两的上好瓷器，用来摆放物件的小案几，或许就值好几两银子。突然，前厅的3人听见了女子尖锐的哭喊声和哀求声。怎么回事？许七安脸色一变，扭头看向宋霆锋。文书上说只抄家不连坐。文书上对户部城主事的判决结果是抄家和流放，没有提家人连坐。也就是说，家人顶多是被赶出府，他们并没有犯罪。宋霆锋支支吾吾道：“许是府中女眷生的漂亮嘛，他们想玩玩，这种事也是常有的。”狗屁！许七安骂了一声，大步奔向后院。后院里，
女子尖锐的哭喊声在多个房间里传来，伴随着男人的淫笑声。砰！许七安就近原则，踢开一间房的门，看见一位面生的铜锣正在撕扯妇人的衣裙。那妇人五官端庄，皮肤白皙，上身只剩一件褐色肚兜，绝望地哭喊着。铜锣给吓了一跳，整个人脸色都不好了。要是再晚一些，岂不是要吓出毛病？他恼怒地回头看向房门。许七安冷冰冰地盯着他，扫了一眼铜锣挂在腰上的腰牌，你继续，我记住你名字了，回头我亲自找魏公告状。魏渊的名头很有震慑力。那铜锣看了一眼妇人，又看了看许七安阴沉的脸色，确认他不是开玩笑，于是有些犹豫。许七安没搭理他，抓紧时间如法炮制地踢开其他几间房的门，用同样的方式吓退了遇行不轨的同僚。没见到姓朱的许七安心里一沉，没有犹豫，一脚踹开了最后一间房，果然在里面看到了朱银罗，而他正狞笑地掐着一个少女，恶趣味般的一件件剥她的衣服。那少女的年纪看着不大，眼角挂着泪痕，抽抽噎噎的，想哭又不敢哭。这一瞬间，许七安的怒火烧到了顶点，但他没有鲁莽，只是死死地盯着朱银罗。滚出去！朱银罗脸色阴沉。许七安不滚，他好不怯场地与一位炼神境高手对视，逐字逐句道：你敢碰他，我回头去魏公那里告你。听到这句话，少女眼里迸发出强烈的光芒，宛如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这边的冲突引来了其他铜锣和白翼，他们站在不远处，诧异地看着这位名声鹊起的小铜锣与银锣对峙。行，不知死活的东西！如果说之前是看不惯许七安出风头，那现在就是对他动了赶尽杀绝的怒意。朱银罗掐着少女的脖子，将她提在半空，大步走出房间。许七安感受到了澎湃的气机，下意识按住刀柄，警惕的后退，避开锋芒。朱银罗拎着少女来到院中，将她丢在石桌上，扭头狞笑着对许七安说道：你待怎样？许七安额角的青筋跳了跳。宁燕、宋霆锋脸色难看的狂奔过来，按住许七安按刀的右手，咬牙切齿道：你别冲动，别冲动，你知道后果的。他的语气里夹杂着哀求。许七安找回了点冷静，明白宋霆锋的警告。其一，铜锣攻击银锣是大罪过，便是当场格杀也是咎由自取。换句话说，姓朱的把女孩拖到院子里当众凌辱，其实是在刺激许七安，逼他出手，这是要置许七安于死地。其二，练气境怎么打练神境，地位和实力都不允许。许七安没有放弃，认真的重复：你敢碰我，我就向魏公告状。朱银罗狂笑道：你可以去告状，但得在我享用了小美人之后。其他铜锣或许会忌惮许七安的威胁，他不怕，有一个当金锣的父亲兜底，再加上自己做事有分寸，基本不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或者祸事。凌辱几个犯官家眷怎么了，多大点事儿？而且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年那么多的犯官抄家流放，家中女眷即使不被连坐，就真的能平平安安脱身？总要付出点什么的。朱银罗轻蔑地笑了一声，摆出要凌辱的姿势。有的铜锣撇开了头，有的则吹着口哨，发出怪笑。这个刚上初中年纪的少女即将面临的命运，深深刺激到了21世纪穿越来的灵魂松开。宋霆锋听见了新同僚的话，语气很轻，可他的表情是那么的坚定和决绝。鬼使神差的，宋霆锋后退了一步。许七安的眸子沉静，气息沉静，所有情绪往下沉淀，他在瞬间进入了最佳状态。他按刀柄的拇指轻轻顶起黑金长刀的护手，让他出鞘了一寸。枪！长刀出鞘的声音回荡中，朱银罗暴起，眼神凌厉，出手干脆，一刀劈向许七安。他早就准备着了，狂暴的气机汹涌而来，宛如海潮。许七安就如同磐石，巍然不动。集中一点，登峰造极。枪！又一声出鞘声。众人只看见一刀细线般的刀光一闪即逝，只看见许七安按刀的手似乎动了动，那柄略显笔直的刀依旧在鞘中，刚才铿锵有力的声响仿佛是幻听。朱银罗不动了，双目圆瞪的僵在原地。几秒后，他胸口的铜锣裂开，哐当摔在地上，紧接着胸口裂开刀痕，鲜血喷涌而出，溅在许七安的脸上、身上。在一片死寂中，他无力的朝后倒下去。额请！宋霆锋最先反应过来，脸色煞白的扑到朱银罗身旁，摸了摸颈动脉。没死，没死！宋霆锋嘶声喊道：快救人，救人啊！场面一下子大乱，一部分铜锣对朱银罗进行抢救，输送气机，倾倒丹药，然后将他抬走，打算送回打更人衙门救治。另一部分抽刀，连绵不绝的铿锵声里，团团包围许七安。沉默寡言的朱广孝按住了刀柄，护在许七安面前。宁燕、宋霆锋脸色发白，他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你逃吧。一刀抽干了气机的许七安摇了摇头，眉眼间尽是疲惫，抢笑道：我逃了，
我叔叔婶婶怎么办？宋霆锋暴怒了，他拽住许七安的衣领，指着茫然无措的少女，咬牙切齿道：值得吗？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女子，值得吗？他还是个孩子。许七安凝视着他，总有些东西要高于生命。他脚步虚浮地往外走，没人敢拦。他走一步，打更人们退一步。10步之后，许七安摘下腰牌和佩刀，掷在地上，然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动作。他眺望着远处的天空，抬起手，行了个军礼。时隔多年，许七安的脸上再次洋溢起踏出警校时的朝气。尽管他浑身浴血，没人看懂许七安上辈子的军礼，但宋霆锋看懂了部分铜锣的杀意，来自朱英罗的直属手下。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宋霆锋大喝一声，率先扑上来，将许七安按倒，双手拧在身后，然后环顾众人。铜锣许七安袭击上级，目无法纪，必须交由衙门审理。朱广孝闷不吭声地过来，摘下腰间的绳索，亲自束缚同僚。见两人已经拿下许七安，周围的铜锣微微松了口气。宋霆锋脸色难看，在朱广孝耳边低语：你带他回衙门，我先走一步，将此事禀告给头，切记莫让朱英罗的手下押送，看护住他。说完这些话，宋霆锋抱拳道：此人与我同处李英罗麾下，犯了此等大罪，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会押送他返回衙门，诸位继续抄家。好，麻烦了。众铜锣道。宋霆锋既然应承下来，那么人犯逃脱的罪责也会同时应承下来，这就不关他们的事了。再者，抄家的任务还没完成，大家都还想着捞银子。宋霆锋和朱广孝找了几个昨夜在教坊撕完俄罗斯转盘的同僚，一起押送许七安。老宋许是生气了，一路上没搭理许七安，还踹了他2脚。出了府，快马加鞭的先行一步。许七安被绳索捆着，坐在马背上，由4位铜锣押送前往打更人衙门。这个时候，那股子劲过了，许七安才开始为自己担忧。怕死是怕死，只是不后悔。那犯官的家眷没有被连坐，他们本可以全虚全已的离开。许七安一直在适应这个时代的规则，努力让自己融入其中。和光同尘是他对许新年说过的话，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至少现在是8贫5富的自己，只能学着适应环境。直到看到那孩子遭遇的命运，许七安渐渐冷却的信仰忽然灼热鲜明起来。他寻回了自己的初心。驾！宋霆锋策马狂奔，一边抽打马屁股，一边嘶吼着：打更人办事，滚开，统统滚开！行人惊慌失措的退避，咒骂声此起彼伏。宋霆锋一概不理，快马加鞭赶回打更人衙门，连马缰都没有抛给门口值守的白毅，冲进了衙门。李玉春正在堂内办公，耳廓一动，抬起头，静等了几秒。宋霆疯狂奔着冲进春风堂。什么事？李玉春问道。脚步如此惶急仓促，必定有事禀报。许七安险些杀了朱英罗，头儿，速速救他！宋霆锋语速极快，不等李玉春发问，继续道：朱广孝和诸位同僚正押着他返回衙门，朱金罗很快就会得到消息，我怕许七安连进衙门的机会都没有。李玉春没有再问，豁然起身，领着宋霆锋奔出春风堂。他的目标很明确，杨艳的神枪堂。能对付金罗的只有金罗。两人脚步飞快，李玉春边走边说：到底怎么回事？宋霆锋微微喘息，飞快道：姓朱的想凌辱犯官女眷，许宁燕阻止，两人起了冲突，许宁燕一刀将朱银罗斩伤，命悬一线。宋霆锋说完后继续补充细节，包括出发前朱银罗特意针对刁难许七安等。凌辱犯官女眷，如果说李玉春刚开始对许七安斩伤朱银罗心里有些许责怪的话，此时则坚定不移地站在许七安这边。待会儿见了杨金罗，你再说一次，但是有一点切记，不能提朱银罗刻意刁难许七安的事。李玉春告诫道。宋霆锋愣了几秒，瞬间领悟，用力嗯了一声。如果把衙门里的冲突说出来，杨金罗或许会认为许七安与朱银罗的冲突夹杂着私人因素，这就相当于是结仇斗殴。而不提许七安纯粹就是秉公执法，对，就是秉公执法。抄家队伍的组成结构便是为了防止中饱私囊，相互监督。但许七安依旧犯错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他的正确操作是回衙门举报，而不是私自动手，还造成了上级重伤。在任何衙门，以下犯上，格杀上级是要被判腰斩的重罪。他还有救吗？宋霆锋嘴唇干涩。李玉春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两人来到神枪堂，杨艳今天没有去好气楼陪伴魏渊，盘膝着打坐吐纳气机。他似乎没有睁开眼的意思，继续吐纳运转周天。换成平时，李玉春就该乖乖等着，待周天结束再禀告事宜。但今天不能等，李玉春沉声道：杨金罗，出大事了。杨艳睁开眼，面无表情，不见恼怒和不悦。什么事？李玉春看了眼宋霆锋，
后者当即禀告了许契安和朱银罗抄家时的纠纷，隐去了集结时的私怨。李玉春接着补充，以朱金罗的脾气，恐怕许契安回不来了。杨艳露出了凝重之色，我知道了。他起身一步跨出，消失在堂内。朱阳是京城打更人衙门10位铜锣之一，4品武夫，早年参军，从一位大头兵开始做起，一路积攒军功成了百户，随后被魏渊看中，招入打更人组织，重点栽培，算是魏渊的嫡系金罗，地位仅比2位明灵之子差一些。朱阳有3个儿子，老大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老二读书半吊子，在吏部任职，唯独老三朱成柱天资极佳，是打更人衙门最年轻的银罗，很受朱阳器重。这时手底下一位银罗仓皇地冲了进来，脸色难看，大人大人，不好了，朱公子出事了。低头看卷宗的朱阳瞬间抬头，听银罗继续说道，朱公子被一个铜锣砍伤了，生死难料，人已经抬回衙门，正在急救，卑职派人去请司天监的术士了。在银罗的带领下，朱阳赶到儿子的雄鹰堂，看见了昏迷不醒的小儿子，看见了他胸口夸张的伤势。麾下的几名银罗轮流为他渡送气机，保持他身体机能的旺盛。2名衙门内属大夫正在救治。朱金罗黑着脸，情况怎么样？2名大夫似乎没有听见，手中不停止血、上药、针灸续命、缝合伤口。刀伤再深半寸，心脏就被剖开了，到时就算是司天监的术士也回天无力。一位大夫抬头说道，是法器铜锣替朱大人挡住了致命攻击，侥幸保住了性命，但是刀气侵入脏腑，不将气机拔出，朱大人最多再撑半个时辰。司天监的术士什么时候来？朱金罗声音骤然拔高，已经派人去请了，很快就到。领着他来的银罗回复。朱金罗点点头，谁干的？银罗回复，铜锣许契安，李玉春麾下的。许契安朱金罗听过这个小人物，江律中和杨艳就是因为他打架的，只是一个小铜锣，能伤他儿子。集结的时候，那小铜锣迟到了，朱银罗教训了他一顿，没想到怀恨在心，抄家时朱银罗不过调戏了一个犯官女眷，他便拔刀砍人。这位银罗其实也是听回禀的铜锣说的，事情确实是这样，只是经过他的润色，模糊了主次，偷换了概念，把冲突的起因甩给了那个叫许契安的铜锣。毕竟他也不好在人家父亲面前说，你儿子凌辱犯官女眷，被人砍了。看着朱金罗铁青的脸，银罗继续道，那许契安已经在押回来的路上，估摸着快到衙门了。确认司天监的白衣有充足的时间赶来，朱阳深深看了眼昏迷的小儿子，化作一股强风消失在堂内。朱金罗刚冲出衙门，朝长街方向望去，便看见6骑缓缓而来，其中1骑坐在许契安，双手被绳索捆住，周边5骑围绕，押送他返回衙门，其余打更人依旧在抄家清点资产。朱金罗盯着马背上的小铜锣，没有愤怒，没有杀意，手指契机牵引，枪珠广啸的佩刀自动抽出，在契机操纵下一刀斩向许契安。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包括被捆住双手的许大郎。叮，另一位铜锣的佩刀随之出鞘，横向格挡住斩杀许契安的刀锋，2柄制式佩刀齐齐落地，发出哐当2声响动。许契安早有觉悟，背后依旧沁出冷汗，仿佛碾死蝼蚁般不见情绪的朱阳，脸色终于阴沉下来，扭头盯着身后的面瘫男人，压抑着怒火道，格杀上司未遂，按律当斩，你保不了他，斩也是我来斩。面瘫的杨艳迎着对方盛怒的眼神，淡淡道，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动我的人？行，此事由魏公定夺。2人当即去了浩气楼找魏渊主持公道。得到通传后，面无表情的杨艳和怒火难平的朱阳登楼，在7层见到了魏渊。魏渊站在瞭望厅，背朝着茶室。南宫倩柔站在瞭望厅与茶室的连接处，倚着墙，一脸冷笑中夹杂玩味的表情。魏公，朱阳抱拳，沉声道，我儿朱成柱被铜锣许契安斩成重伤，生死一线，现在还没脱离危险。望魏公替卑职做主，严惩铜锣许契安。他抬头看了眼魏渊的背影，见他没有转身，继续道，魏公，此事。朱阳把事情原原本本交代了一遍。魏渊这才转身踱步回茶室，在桌案边坐了下来。杨艳道，义父，我这里有不同的说辞。朱成柱趁着抄家欲凌辱犯官女眷，被铜锣许契安阻止，朱成柱非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将犯官女眷拖入院子，欲当众凌辱。许契安劝阻未果，怒而出手，难为杨金罗了，一口气把一整天的话都说完了。放屁！朱阳大怒，分明是铜锣许契安挟私报复。魏渊旁若无人地摆开茶杯煮茶，等2位金罗吵完，主要是朱阳在喝问怒骂，杨艳懒得搭理，既然有分歧，那就对峙吧。魏渊道。很快，宋霆锋、朱广孝以及其他几个率先返回的铜锣被喊了上来，包括许契安。
他被众人拱卫在中心，手里捆着绳索。说清楚。魏渊扫了眼众人，温和道。众铜锣齐齐低下头，竟不敢与他对视，即使这个大宦官一直以温良恭俭的形象示人。朱阳眸光锐利地盯一眼给自己汇报消息的银罗，你将事情一五一十的再禀告给魏公。那银罗便重新汇报了一遍，内容与告知朱阳的如出一辙。几个铜锣皱了皱眉。朱广孝推了宋廷锋一下，他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只好让外向的同僚出面。魏公面前，我说话也发抖啊。宋廷锋深吸一口气，魏公卑职有事禀告。得到魏渊颔首后，宋廷锋低声道：集结时我们并没有迟到，但朱银罗刻意刁难，动手殴打我与许七安。抄家时他强行把我们3人留在前厅，不准进内院，官大一级压死人，我等只有照做。直到后院传来女眷们的哭喊声，许七安再也忍不住冲了过来。他喝退了其余铜锣，却对朱银罗无可奈何。朱银罗知法犯法，非但不收敛，反而将女眷拖到院中，打算当众凌辱，以此来逼迫许七安出手。朱阳眯了眯眼，构陷上司同样是死罪。宋廷锋咬了咬牙，大声道：魏公明鉴，此事在场铜锣有目共睹。同样一件事，差不多的说法，但其实是2个概念。那位银罗的禀告中凸显出许七安抓住朱银罗的错漏，痛下杀手，以报私仇。而宋廷锋的内核是银罗恶意挑衅，处处刁难，许七安忍让许久，终于看不惯银罗的罪行，怒而出手，伸张正义。魏渊看向其余几位铜锣，几位铜锣低着头，不敢说话。神仙打架，他们两边都得罪不起。魏渊温和道：实话实说，保你们无事。一颗定心丸下来，铜锣们相视一眼，低声道：许七安3人的确没有迟到。另一位忍了忍，没忍住，道：宋廷锋所言如实，朱银罗确实将女眷拖到院中，欲当着我等的面凌辱，言语中对许七安多有挑衅。这便是多对结构的好处，若铜锣们都是朱金罗手下，说辞会变得千篇一律，将矛头指向许七安。朱阳冷哼一声，即使如此，也该由衙门来处理。他巧妙地转移了矛盾，这件事不管真正原因是什么，许七安差点斩杀上级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儿子固然犯了错，但什么时候轮到小小铜锣来处罚？况且凌辱犯官女眷这种错误并不严重，轻则罚俸，中则禁闭降职，最严重的也只是革职。事情闹得这么大，衙门里多少打更人在观望。他不信魏渊会偏私一个铜锣，即使他曾被2位金罗看中。魏渊道：朱承柱知法犯法，无视刑律，即日起革职，永不录用。朱阳脸色一变。魏渊继续道：铜锣许七安攻击银罗，致重伤，罪大恶极，押入监牢，7日后于菜市口腰斩。朱阳闭上眼睛，不再说话。退下吧，别打扰我看书。魏渊摆摆手。众人躬身，正欲退去，忽听许七安低声道：魏公。他在众人的注视中往前走了2步，问道：愿以身心奉沙尘，不为自身求利益，可是真心话？问这句话的时候，许七安死死盯着魏渊的眼睛。魏渊笑道：自然是真心话。许七安点点头，他环顾众人，在宋廷锋和朱广孝脸上停顿，像是在给关心自己的同僚一个交代。耳识耳录，明知明高，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他挺直了腰杆，这同样是我真心话。待人离开后，杨艳眉头紧锁，坐在岸边，接过魏渊递来的茶，半天不喝一口。南宫倩柔翻了个白眼，替他问道：义父真要杀那小子？杨艳立即看向魏渊：我的处罚有什么不对吗？魏渊反问。南宫倩柔和杨艳同时摇头，前者笑容玩味：对是对，只是义父舍得杀他。魏渊喝了口茶，感慨道：我曾说过他是天生的武夫，那骨子义气罕见，一刀将练神境银罗斩成重伤，他才踏入练气境多久？魏渊笑容里有着欣赏，更多的是满意。春风堂，宋廷锋和朱广孝垂头丧气地跟着李玉春回来，春哥一路上无比沉默。他之前等在楼下，等待处理结果，等来了许七安7日后腰斩的消息。李玉春一句话没说，带着2个手下回来了。陪我喝会儿酒，我知道你俩有私藏，当直是偷偷喝。李玉春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平静的吓人。宋廷锋张了张嘴，吐出2个字：好。李玉春是个古板偏执的人，相熟的银罗说他墨守成规，不熟的银罗取笑他不知变通。但不管熟与不熟，衙门里没有人真的瞧不起他，相反都是心怀敬佩的，尽管嘴上不会说。李玉春的古板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当值时从不饮酒。宋廷锋从偏厅取来自己偷藏的酒，3个瓷碗，其中1个本来是许七安的。李玉春喝酒不快，但1碗接1碗，期间没有说话。宋廷锋和朱广孝沉默的陪喝，一坛酒很快喝完，
李玉春借着酒意说道：“我知道魏公有他的难处，许七安确实做错了。凌辱一个犯官女眷又怎么了？罪不至死吗？他个蠢货，差点把人给砍死，砍的还是银罗。”李玉春打开了话匣子，絮絮叨叨：“我以为我够蠢了，没想到这家伙比我还蠢，早知道不收他了。闹心，魏公能怎么办？就算他资质好一些，事儿闹这么大，整个衙门的人都在观望，难不成公然偏袒？那魏公的威信何在？名声竖起来需要长年累月，破坏时却只要一瞬间。正要偏袒许七安，将来谁服魏公？好了，现在一个革职，一个腰斩，秉公处理。嘿，嘿嘿，往后很长一段时间，衙门里的人都会规规矩矩的。许七安死的不冤，值了。”李玉春把碗还给宋霆锋，骂道：“什么破碗，青花都不对称的。”宋霆锋仔细一看，这才发现自己喝了半年多的碗，碗身的青花真不对称的。酒喝完了，没心情继续聊天，他与朱广孝闷不吭声地回了偏厅。安静的春风堂内，李玉春枯坐许久，缓缓起身，走到角落里，拾起鸡毛掸子，擦拭着堂内每一处容易积灰的地方，重复着摆正书籍、花瓶、桌椅，让它们整齐对称。然后他摘下了腰牌和佩刀，脱掉了打更人的制服，制服叠得整整齐齐，搁上佩刀和腰牌。李玉春捧着他们走出了春风堂，他一路向着好气楼行去，沿途吸引来许许多多铜锣的关注，对他指指点点，小声议论。这些人里，有人听说了许七安刀斩朱成柱的事迹，也有人一无所知，好奇吃瓜。怎么回事？没听说吗？朱银罗差点被一个铜锣给砍了，砍他的人就是许七安，李银罗的手下。李银罗想干嘛？不知道，跟上去看看。3、5个、7、8个，跟在李玉春身后的打更人渐渐多了起来，组成规模不小的人群，一直来到好气楼。李玉春在楼下守卫警惕又警告的眼神中停下脚步，他双手捧着制服、腰牌、佩刀，对身后的尾随者们视若无睹。卑职李玉春，远景20年入职衙门，一直恪守本分，尽职尽责，以肃清贪官污吏为信念，以报效国家为目标。李玉春声音洪亮，16年来兢兢业业，不曾渎职违法，不曾收受贿赂，不曾欺压良善。原以为一腔热血能换来天朗地清，然16年来目睹诸多同僚欺压百姓，讹诈商贾，每每抄家，必贪没银两财物，奸淫犯官女眷，是可忍孰不可忍。心无法如何执法，己不正何以正人？今日李玉春不忍了，故请辞而去，亦可斩我。说完最后一句，他在周遭打更人瞠目结舌的眼神中，奋力将制服、佩刀、腰牌掷在地上，弃如敝履。在好气楼当众打脸魏渊的李玉春转身离去，数十名打更人无人阻拦，无人作声。这我们要不要拦？有人小声问道。周围的打更人冷冷地盯着他。穿着囚服的许七安坐在打更人衙门的监牢，背靠墙壁，嗅着牢房里独有的潮湿腐臭味道。3进宫了，上辈子当警察，这辈子成了牢房常客。许七安自嘲地笑了笑，感慨一声命运无常。牢房里寂寂无声的，偶尔会传来隔壁犯人的骂娘声，大多数人通常保持沉默。关在这里的犯人绝大部分都是死刑犯，心灰意冷。刚开始还会喊冤骂娘，被看守牢房的狱卒带出去友好交谈后，就很懂得做人了，也懂得了公众场合要保持安静的道理。谁也不想死前还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许七安闭着眼，思索着自己还有没有活命的机会。云麓书院的大儒们可能会来闹一闹，但他们是无关的白身，走关面行不通，物理同样行不通，毕竟这里是打更人衙门。司天监的术士肯定会尝试救我，可除非监正出面，不然也救不了我吧。而让堂堂监正出面，我的身份还不够。许七安啊，许七安，你在福乡那里尝到温暖，就忘记社会的冰冷了吗？拖了2个月还没把楚采薇勾搭上床，地书碎片也被搜走了，不然我可以尝试让1号救我，他的咖位不知道够不够。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醒来时，牢房寂寂无声，小窗外是沉沉的黑夜。睡眠弥补了他施展天地一刀斩亏空的体力，代价是饥肠辘辘。借着通道内昏黄的油灯，许七安看见栅栏边摆着一碗白米饭，2只肥头大耳的老鼠正吃得津津有味。草狗日的舒克贝塔，抢老子的饭！许七安怒骂一声，饭也没得吃了，只好盘膝打坐，吐纳气机。不知过了多久，天亮了，脚步声从阴暗的通道传来，2名狱卒走了过来，打开牢房的门。许七安睁开眼，出来！狱卒喝道。戴着手铐脚镣的许七安被狱卒带到了刑讯室。一束束阳光从墙壁的气孔里穿透进来，驱散了刑讯室的黑暗，但驱散不走这里的阴寒。刑讯室的审讯桌边坐着2个年轻人，一人丹凤眼，
柳叶眉，五官精致；另一人唇红齿白，俊美无愁。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南宫倩柔讥笑道。油头粉面，他很不喜欢这个读书人的态度，打从进了衙门来到这里，始终是昂着头，挺着胸，看人不是用眼睛，是用鼻子。这种傲气没来由的让人讨厌，与云麓书院其他读书人一个德行，与司天监的白衣同样一个德行。许新年斜了他一眼，淡淡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你说谁是女子？南宫倩柔笑了，眼里闪烁着危险的光芒。是在下唐突了。许新年拱手作揖，敢问姑娘芳名？南宫倩柔想杀人了。毒舌技能点满的许新年冷笑一下，重新昂起头。在门口看到这一幕，听见两人对话的许七安给自己的小老弟捏了把冷汗，心说辞旧啊，这位大美人是高品武夫，你一个8品的小书生，要懂得能屈能伸。南宫倩柔侧头瞪了眼许七安，起身道：一炷香时间。说完便走了。许新年盯着堂哥，沉默着不说话。辞旧怎么来了？你不是在书院读书吗？许七安道：昨晚你的一位同僚到府上传信，告诉了你的遭遇。父亲昨晚连夜出了京城，赶到云麓书院通知我。许新年吐出一口浊气，我昨夜就回府了，等到天亮，内城城门开启才进来。他拿了老师的手信，又是举人身份，才得知准许探监。家里人都很担心你，娘一宿都没睡。许新年说。许七安点点头，林英也很担心你，早上只喝了一碗粥，难为他了。许七安感动了。许新年点点头，赞同堂哥的看法，继续道：老师的建议是让我求长公主，她或许能救你。至于老师他们，魏渊与书院的关系并不好。许七安迟疑道：辞旧，你不责怪大哥吗？许新年沉声道：大哥学艺不精，竟没劈死那杂碎。许七安哈哈大笑，这才是读书人嘛。笑着笑着，他沉默了，轻声道：对不起。许新年默不作声。刑讯室安静下来，兄弟俩都没有说话。许久，许辞就叹了口气：我会救你出来的。许七安点点头，假装自己不敢动，说道：既然来了，帮大哥做一件事。辞就带银子了吗？自然带了。许新年回答：没带钱探什么奸？你去找芋头，就说要取回我的一件物品，如果他还在的话。那是一面玉石小镜，你拿着镜子到东城的养生堂找一个和尚，与他说，请他传话，3号被关在打更人地牢，请求帮助。许七安，地书碎片认主后，别人就无法登录聊天，所以需要6号传书。相信聪明的1号看到传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在地书聊天群里，在京城又有权力的只有1号，1号还欠他一笔债。当然1号可能会见死不救，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另外，让许二郎取地书碎片是许七安对魏渊的一个试探，试探他是否针对自己起了杀心。许新年盯着他看了片刻，问道：如果没有呢？那便算了。目送堂哥被带进阴暗通道，许新年离开刑讯室，找到了芋头，堂堂正正的递上30两银票，道：我需要取回堂兄的一件物品。芋头当然没意见啊，有钱什么都好办。当即领着许新年到库房取出一个包裹，里头是许七安身上扒下来的东西，铜锣、腰牌、佩刀、制服都不能带走。芋头说，这些都是打更人衙门的东西。许新年简单的摸索一下，摸到一块小巧的镜子，玉石材质，镜面浅浅的纹路勾勒成公母、银票等奇怪的图案。许新年用30两银票换走了堂兄的物品，他把玉石小镜收入袖中，走出地牢，在门口遇到了等待已久的宋霆锋和朱广孝。宋霆锋道：出入皇城的评书我们已经办好，你没有去过那里，由我们2人带路吧。许新年作揖道谢。宋霆锋摆摆手，只要你能救他，一切好说。3人骑乘快马来到最近的皇城门口，宋霆锋取出打更人衙门内部的评书，轻松地进了皇城。沿途不停地被巡逻的金吾卫问话，然后是羽林卫，终于来到宫城外，又被拦了下来。打更人衙门的评书只能做到这一步，再往里就是宫城。宫城虽然很大，但名义上是皇帝的家。许新年道：在下云麓书院学子，与长公主是旧相识，有事请求，还望通传长公主在云麓书院求学的经历，人尽皆知。侍卫没有刁难，让3人稍等，便进了里头。1刻钟后，侍卫返回道：随我来吧。他领着3人进入宫城，告诫道：不要乱看，不要乱说话，注意自己的言行。许新年微微垂首，宋霆锋和朱广孝深知规矩，低头疾走。即使他们进了宫城，也只能在某几条路上行走，若是走错了，被禁军问话，拿不出相应的评书，刀子说来就来。走了许久，终于来到了长公主居住的揽月殿。朱漆大门前已有2位宫女等候。宫女行了一礼，待许新年回礼后，
领着3人进了宫院。穿廊过园，许新年一行人被带到接待客人的雅室。宫装美人坐在正对着门口的桌案上，手里捧着一卷书，品着茶，优雅而悠闲。殿下，客人来了。宫女说了一声，便转身退去。许新年躬身作揖，朗声道：“云麓书院许新年，见过长公主。”长公主浅笑道：“辞就找本宫何事？”他倒是认识许新年，以前在云麓书院求学，有过几面之缘。直到那天派人查了许七安，才算对许新年这号人有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辞就，许新年愣了一下，他不诧异长公主记得自己。这位皇女天资聪颖，才华过人，过目不忘，非常懂得笼络人才。他意外的是，长公主竟然记得自己的字，但他从未与长公主正式结交。长公主这么叫，其实有点失礼，但无疑拉近了双方的关系，让许新年很受用。许新年不是省油的灯，情绪迅速沉淀，诚恳道：“辞就堂兄遭遇大难，请长公主出手援救。”长公主表情顿了顿，清丽绝美的脸上露出诧异，道：“发生什么事？”许新年把事情告知长公主，宋霆锋和朱广孝查漏补缺。说完，许新年再次作揖：“堂兄做事固然冲动，但一片赤诚，他若不出手，那可怜的孩子就遭了朱银罗凌辱。一之所在，不轻于权，不顾其利。堂兄非读书人，但这份赤诚让我被读书人肃然起敬。”他引经典句的目的是为了引起长公主的共鸣，他也算半个读书人。长公主沉吟着，过了一会儿道：“魏公的处罚结果，朱银罗革职，永不录用。我堂哥7日后腰斩。”许辞就沉声道。长公主沉默了，清冷的脸蛋让人看不透她的内心。许新年心里叹息一声，这位公主不是耳根子软的女子，她很有主见，有些时候甚至有点霸道。这样的人做事有自己的理念。这是老师和慕白大儒、右平大儒的手书，请长公主帮忙。许辞就打算使用杀手锏，他从袖中掏出3位大儒署名的手书，哐当，随着手书滑落的还有玉石小镜。许新年淡定地捡起，收好小镜，递上手书。长公主接过，展开手书看完，淡淡道：“本宫知道了，但打更人衙门隶属于皇室，却只听令父皇一人，本宫只能尽力。”许新年深吸一口气，谢长公主。宫女送走了许新年一行人，返回时，长公主命令道：“遣人去打更人衙门询问魏公，查清楚铜锣许七安与银罗朱成柱的冲突。”是。宫女领命。离开宫城，出了皇城，许新年与2位铜锣告别。他骑在马上，缓慢地朝外城方向行去，眉宇间凝结着忧愁。不能把筹码都倾注在长公主身上，他应承了此事，但愿出几分力，尚未可知。父亲去了司天监，不知道那群术士有没有办法救大哥。来年春闱我一定要高中，我要爬得更高，掌握更多权力，不然什么事都做不成。许新年摘下水囊，润了润干涸的嘴唇，隔着衣服摸了摸袖中的玉石小镜。来到东城时，已近黄昏。东城养生堂在贫民窟，这里聚集着京城最底层的人，贩夫走卒、窃贼盗匪。沿途遇到的居民穿着破破烂烂的冬衣，脸颊削瘦，盯着他的目光就像饿狼盯着食物。但许新年身上的儒山让这些徘徊在温饱边缘的平民维持了清醒。这片区域的黄土屋破旧不堪，坐落无序，路边到处都是垃圾，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粪便和尿骚味，可想而知，夏天定然苍蝇满天飞。一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壮着胆子迎了上来，拦住许新年的马匹：“老爷，赏点钱吧，我7天没吃饭了。”孩子说：“7天没吃饭，你早就死了。”许新年下意识地想嘲讽对方，但又咽了回去，从钱袋里捏出1粒碎银丢了过去。这孩子面黄肌瘦，双眼无神，7天夸张了些，但许久没吃饭是真的。见到这一幕，双眼发亮的不单是拦路的孩子，周边的平民、孩子眼神猛地亮起来，闪烁着贪婪和欲望。7、8个小孩有样学样，把许新年的马匹围住，平民们不动声色地靠了过来：“老爷，赏点银子吧，我10天没吃饭了。”大人，孩子们围住了马匹，大有不给钱就不让走的架势。许新年目光锐利地逼退一个伸手摸向钱袋的男人，喝道：“肃静！”喧闹声立刻停止，所有人都自觉地不说话。滚！许新年气沉丹田，再次喝道。围着马匹的孩子、大人心里升起了强烈的恐惧，本能促使他们远离了马匹，不敢靠近。8品修身境的儒生，能规范他人言行，掌握言出法随最浅层的运用。许新年无奈地摇摇头，策马离开这片区域，不多时来到了养生堂。他翻身下马，害怕马匹拴在外头给人偷走，他牵着马进了大门。院中一位老吏员正打扫庭院，抬起苍老的脸问道：“这位公子有何贵干？”许新年道：“堂内可以有一名和尚。”老吏员回答：“
您指的是恒远大师吧？他走了有2天了。许新年皱眉，何时归来？不知，说是有了师弟的消息，要离开几天。老吏员摇头，许新年失望地离开养生堂，离开东城。黄昏，用过晚膳的长公主在书房召见了府上的侍卫长，侍卫长带着打更人衙门搜集回来的情报。身穿华丽宫装的长公主站在窗边，留给侍卫无限美好的背影。她静静听完，问道：许七安平日与朱璎珞有仇怨？侍卫长摇头，小人特意打探过了，2人应该素不相识，只是那璎珞确实私底下表达过对铜锣许七安的嫉妒和厌憎。城主事的家眷是否遭连坐，冲入教坊司？长公主又问。不曾。侍卫长回复。长公主没有再说话，沉思片刻，随口道：这件事你怎么看？年轻的侍卫长犹豫了一下，道：卑职打探过，集结时铜锣许七安并没有迟到，但遭了朱成柱的殴打，可见他是有心挑事。这些年打更人的确屡屡做出凌辱犯官女眷的事，有些本该冲入教坊司倒也无关紧要，但那些本不该被牵连的亦时常遭遇魔爪。类似的事儿屡见不鲜，只是没人愿意为那些犯官家眷做主罢了。犯官本就是罪人，墙倒众人推。侍卫长继续道：卑职还打探出当时朱璎珞有逼许七安出手的意图，他也成功了，只是……长公主轻笑道：只是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铜锣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长公主道：我知道了，退下吧。侍卫长离开书房，长公主站在窗边，凝视着寂静的园子，眸子幽静。深夜，月亮洒下清冷的辉光，平静的桑坡倒映着她的影子。鳞甲碰撞声，整齐的脚步声在桑坡附近回荡，那是巡守的禁军。寒冷的夜风吹来，吹得桑坡泛起褶皱，荡漾起银色的碎光。一个裁剪精致的纸人，巴掌大，乘着风，飘飘荡荡地掠过桑坡湖面，落在湖中心的高台。他沉寂了几秒，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迈着小短腿，来到庙门前，从门缝里挤了进去。几秒后，微弱的火光从门缝里亮起，额顷，轰一声，宛如焦雷炸响，炽烈的火光吞噬了永镇山河庙。狂暴的冲击力掀起浪潮，将破碎的瓦片、砖石、梁木冲出数十米远，砸在桑坡。爆炸声传出数百里，桑博附近巡逻的禁军同时感受到了地面的震颤，以及那烧红天空的火浪。袁景帝在睡梦中惊醒，空旷的大殿里寂寂无声，半身的大太监趴在小案上昏睡。寝宫里没有侍寝的妃子，也没有宫女。袁景帝禁欲修道20多年，堂堂皇帝的寝宫已经成了宫中妃子们的禁地。对于袁景帝修道一事，妃子们的心情可用一句话概括：读书人挑灯苦读，爆肝。自然是怨声载道的，只是袁景帝从不理会妃嫔们的意见。作为一个子嗣众多的皇帝，嫔妃早已可有可无，再早20年修道，大臣们就要死谏了。陛下醒了。大太监睡眠浅，立刻苏醒，慌张张地来到龙榻边。什么时辰了？袁景帝捏了捏眉心。寅时一刻，大太监说着，转身提起搁在小炉上的茶壶，给袁景帝倒了杯温水。服侍皇帝这么多年，有些小事根本不用询问。袁景帝喝了茶水，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祭祖大典后，朕便心神不宁，摆驾灵宝冠，朕要随国师修道静心。主仆2人刚走到寝宫外，忽闻嘹亮的钟声传遍夜空，传遍宫城的每一个角落。皇宫进入了备战状态。袁景帝皱了皱眉，看见一队禁军狂奔而来，神色惶恐。为首的禁军头目大声道：陛下，桑博发生了爆炸，永镇山河庙被毁，值守的300禁军殒命，无一生还。袁景帝愣在原地，许久后他沉声道：通知魏渊立刻带人进宫，通知国师来此见朕，通知监正，就说永镇山河庙毁了。这一夜，司天监的术士无故惊醒，惶恐得宛如世界末日。率先赶到的是女子国师，她踩着一柄7星剑御空而来，头戴莲花冠，身披太极道袍，宽袖飘飘，一股出尘的仙气扑面而来。她是位看不出年纪的女人，容貌绝美，气质出尘，既有妙龄女子的白嫩肌肤，又有成熟女子的妩媚，兼具了红尘世外之人的飘逸。她的美宛如隔着千重山万重雪，可望而不可及。国师，袁景帝张了张嘴，叹息道：桑博底下的东西出来了。女子国师微微颔首，声音缥缈清脆：贫道已知晓。魏渊随后赶到，带来了打更人衙门值守的2位金罗以及2位义子，共4位高品武夫，再加上皇宫内的高手，一群战力滔天的武夫，人宗到手，簇拥着袁景帝赶往桑博。桑博岸边齐聚1000余名禁军，手持火把，军中效力的高频武者齐聚，等候袁景帝。永镇山河庙已不复存在，高台半坍塌，水面浮着断木横梁。瞅见这一幕的袁景帝眉头狠狠一跳，
喝道：“神剑呢？”一位禁军头领抱拳道：“已派人捞去。”袁景帝深吸一口气，走到岸边，探出手，五指弯曲，水底亮起一道澄澈黄光，一柄3尺长的铜剑破水而出，飞入袁景帝手中。仔细端详之后，确认神剑完好无损的袁景帝松了口气，脚踏七星剑，挽着浮沉的绝美国师，在桑坡上空飞旋一圈，凝固在半空，道：“陛下，桑伯并无异常。”并无异常。袁景帝眸子暗沉了几分。魏渊转头问禁军将领们：“伤亡将士的尸骨何在？”10几具尸体被抬了上来，死状如出一辙，血肉干瘪，宛如风化数十年的干尸。其余士兵的死状与他们一样。一位将领禀告完，小心翼翼地看一眼袁景帝：“陛下，臣等并未察觉有强敌侵入。”禁军头领们心里清楚，这场异变真正的原因，也许与前日祭祖大典的事故有关。他们还有一个更心惊胆战的猜测：桑伯之所以爆炸，巡逻士卒之所以暴毙，恐怕并非强敌入侵，而是桑伯里隐藏着什么秘密。将领们心里虽有猜测，不过为人臣子，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不该说。袁景帝目光锐利地扫过尸体，侧头盯着魏渊的脸庞：“魏渊，跟朕来一趟御书房。”仅他帷幔低垂，寝宫里烧着檀香。长公主被钟声惊醒，睁眼的瞬间不是穿衣，而是抽出了挂在床头的长剑，在铿锵有力的声响里，穿着白色里衣勾勒出玲珑服凸身段的她已经冲到了厅里。身段高挑的清冷美人拎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青丝如瀑披散，略显慵懒的凌乱。白色的贴身里衣勾勒出比例极好的身段，不是那种弱不禁风的女子，浑身上下透着健身房美女的性感。许七安要在这里，就会喟叹一声：“此女与我绝配。”殿下，偏厅的丫鬟也惊醒了，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抓起长公主宫装，换进装。长公主清丽的眉眼透着威严，换好轻便的更显身材的劲装，左腰一把军弩，右腰一把火铳，手里提着长剑。长公主率领侍卫队火速赶往袁景帝寝宫。长公主被保卫皇帝寝宫的禁军拦了下来，越是这个时候，皇子皇女越不能接近皇帝。谁知道是不是某位皇子在密谋逼宫？长公主没有硬闯，目光掠过禁军们，看见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打更人和各军中的高品武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若非强敌来犯，宫中禁军绝不会明中示警，可如果是敌国强者入侵，场面又显得太安静了。而且司天监的人没有来。长公主握着剑细细思量。这时东宫太子和几位皇子皇女也带人赶来。怀庆太子一身戎装，神色严肃：“情况暂时未知。”长公主言简意赅地说道。桃花眸子妩媚勾人的二公主见长公主一身劲装，眉宇间少了清冷，多了凌厉，好像一言不合就会动手打人。她张了张樱桃小嘴，最后选择了沉默。今儿有大事，懒得和怀庆斗嘴了。1刻钟后，御书房的门打开，青衣宦官走了出来。魏公，长公主和魏渊关系最亲近，勉强算魏渊的半个弟子。魏渊叹息道：“永镇山河庙坍塌了，是贼人所为，但早已不知所踪。”皇子皇女们惊呼起来。东宫太子眯了眯眼，压住内心的情绪，上前一步：“是否与那日祭祖大典有关？”魏渊摇摇头，看了眼长公主：“陛下命我半月内查出真相，抓住凶徒。我已与陛下坦诚说明，此案绝不好办。”他摇摇头走了。长公主眸光闪烁。御书房的门再次打开，戴乌纱高帽、穿驼色蟒袍的大太监走了出来：“几位殿下，陛下有请。”以东宫太子为首，赶来查看情况的皇子皇女共计8人，一起进了御书房。皇帝御用的书桌摆在前厅，空无一人。大太监领着他们进了内厅，只见帷幔低垂，袁景帝在蒲团盘坐，与他相对而坐的是清丽绝色的女子国师。两人相隔不远不近，保持一个道友论道的距离。这些年来，袁景帝就是跟着这位女子国师修道的，效果极好。当初袁景帝为政务所累，华发早生，30出头便鬓角霜白。随着这位仁宗道守修道20年，反而满头乌发，气血和身体都好转起来。太子私底下恨不得扎小人诅咒他。其他皇子对这位道姑的观感，一半是倾慕贪婪，一半是敬畏厌憎。国师，朕依旧心神不宁。袁景帝从打坐状态挣脱，睁开眼，叹息道：“陛下有心病，还得心药医。”女子国师开口，嗓音里带着成熟女子的悦耳和质感：“朕确实有心病。”袁景帝凝视着道姑绝美的容颜，笑道：“朕一直在等国师与朕双修。”听到这句话，皇子皇女们的脸色一下子古怪起来，唯独长公主和太子面不改色，心思深沉得很。10年前，袁景帝便提出要与国师双修，国师没答应。袁景帝下了诏书，要封她为仙妃，国师还是没答应。袁景帝还依仗人家修仙呢，只好作罢。
外人只以为元景帝是贪图国师的天资角色，或许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主要因素。皇子皇女们最清楚自己父皇的为人，后宫佳丽3000人，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手？那位被誉为京城第一美人的王妃，当年可就是宫里人，但当时已经禁欲修道的元景帝愣是没碰她一根手指头。父皇梦寐以求的是长生，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元景帝也不在意，掀开帷幔，领着一群儿女来到前厅。他高坐在书桌边，道：“无需担忧，已经没事了。”太子作为长子，皇子皇女们的领袖，作揖道：“父皇是否与祭祖大典的异常有关？”元景帝眉头一皱，不愿解释。太子隐晦地给二公主使了个眼色，穿华美艳丽宫装、姿容妩媚的临安公主笑了笑，从大太监手里接过茶杯，扭着腰来到元景帝身边，撒娇道：“父皇，桑伯是咱们皇室的禁地，什么贼人能潜入桑坡，还破坏了太祖皇帝的庙，那是不是也能潜入临安的府里啊？”她娇媚艳丽的脸上做出眉头紧蹙、楚楚可怜的害怕模样。二公主最得宠，因为会撒娇，知道怎么讨元景帝的欢心。元景帝是个强势的、掌控欲旺盛的人，他不一定会喜欢才华横溢但性格霸道的长公主，但绝对喜欢柔弱无害、依仗自己还会撒娇的二公主。头发乌黑，仿佛正值壮年的皇帝，拍了拍二公主的柔仪，安慰道：“胡说八道，皇宫禁地，岂是贼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太子开团，二公主助攻，长公主踏步而出，施礼道：“适才门口遇到魏公，他隐晦的向儿臣表达了难意，估摸着是想儿臣帮着求情，多宽限几天。”元景帝闻言哼了一声。长公主继续道：“父皇，儿臣正好认识一位破案高手，若他能参与此案，半月之内必定能查个水落石出。”瞬间，皇子皇女们纷纷扭头看向长公主抱着元景帝胳膊的临安公主，也忍不住看了过来。太子余光一扫长公主，他们心里同时浮现一个念头：怀钦又想提拔自己的人。皇子皇女扩充势力的方式有2种：一，拉拢朝臣，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拥戴者；二，提拔心腹。前者因为元景帝的掌控欲强烈，帝王心术炉火纯青，包括太子在内的其余皇子们都不敢明目张胆的结党；后者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但也得看时机。众皇子皇女觉得眼下并不是好时机，因为任务难度太大。元景帝眯着眼笑道：“怀钦有什么人选？”长公主答：“打更人衙门的铜锣许契安。”二公主恍然大悟，呀一声，一脸天真的说：“就是祭祖那天表现得非常仰慕姐姐的那个铜锣，姐姐还与他有说有笑。”这话歹毒，在元景帝面前暗戳戳地阴了长公主一下。要知道，长公主还未出嫁，尽管元景帝这几年痴迷修道，儿子女儿的婚事都不爱搭理，但堂堂公主老这么招蜂引蝶，算怎么回事？长公主继续道：“父皇应该听过此人，他便是睡银案中被牵连在内的御刀卫百户许平志的侄儿。”元景帝终于来了兴趣，朕记得是有这么个人，还炼制出了假银。若不是假银保存不变，耗盐甚巨，朕就让司天监大量炼制了。假银的材料是盐，而盐过于昂贵。听完司天监术士的禀告后，元景帝就打消了量产假银的想法。不止如此，此人在长乐县当值时表现优异，屡破命案。长公主加了把火。元景帝笑道：“既然如此，你不必多此一举吧。”长公主低头，心悦诚服。父皇明鉴，就在昨日，那铜锣许契安与衙门中一位银罗发生冲突，一刀将其斩成重伤，以下犯上，依照律法当腰斩。如今人在地牢里关着，儿臣可以请求父皇允他将功赎罪。长公主没有解释冲突的原因，没有为许契安辩白，因为她知道这些都不重要。父皇不会在乎谁对谁错，父皇只在乎谁有用，谁能办事。果然，元景帝甚至没有犹豫和思考，颔首道：“好，既然怀钦为他求情，朕就允他将功补过，协同办案。若半月内抓不住毁坏太祖庙的真凶，朕直接斩了他。”谢父皇。皇子皇女们离开御书房，与各自的侍卫会合。长公主从侍卫长手里接过自己的佩剑，二公主挽住同胞兄长太子殿下的胳膊，小声道：“哎呀，被怀庆给抢先一步。”太子摇摇头，未必是好事。此案连魏渊都觉得棘手，怀庆只是走一步嫌弃。那铜锣真能破案，是意外之喜。若不成，怀庆也没损失，本身就是要腰斩的。哼，怀庆心真黑。二公主皱了皱小巧的鼻子，问道：“哥哥，永镇山河庙到底怎么回事？”边走边说，太子环顾四周，低声道：“此案不简单，否则魏渊不至于愁容满面。其中的秘密，恐怕只有父皇才知道。当然，将来我也能知道。”他在心里默默补充一句，同时脑海里浮现女子国师不染尘埃般的容颜，心里一片怨念。
临安！长公主忽然喊了一声，喊住兄妹俩。太子与二公主一起回头，临安公主凶巴巴地回一句：“干嘛？”顺势搂紧了太子哥哥的胳膊。长公主持剑走过来，道：“没什么事。”在兄妹俩同时放松的表情里，忽然一剑抽打在二公主挺翘的臀上。剧痛里，二公主先是脸色一白，几秒后才哇一声哭出来，指着长公主尖叫道：“怀庆，本宫要杀了你！”皇家兄弟姐妹们虚伪的过来劝说，充当和事佬。太子板着脸沉声道：“怀庆，你太过分了，只是考笑一下临安的武艺，临安要是不服气，也可以考教一样本宫。”长公主翩然转身，青丝刷的展开，灵动美丽。二公主望着她的背影，哭着喊道：“我要告状，去父皇那里告状。”太子无奈道：“改日吧，父皇现在哪有心思搭理你？皇子之间如果发生冲突斗殴，元景帝肯定是要管的，而且要严管，重重处罚。皇女之间打架，大家都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要是皇子大多都练过武，打起来会有损伤。几个皇女里，就长公主习武，其他皇女若是打架，闻雅典的抽耳光，脾气急了，就是抓头发要咬人，有损皇家颜面，便不愿意上纲上线，通常是私底下就解决了。临安公主咬着小银牙，碎碎念的诅咒：“你给我等着，我要把你的东西都抢过来。”次日清晨，刚结束打坐冥想的魏渊收到了宫里传来的口谕：“陛下口谕，奴才带到了。魏公，去地牢请那位铜锣吧。”传达口谕的小宦官态度谦卑：“陛下今早都没吃几口，心思很重，希望魏公早日破案。”派人送走宦官，魏渊露出了笑容。过来陪义父用早膳的杨艳松了口气，道：“看来不需要义父费神救他了。”南宫倩柔呵了一声，嘲笑杨艳是个练武把脑子练傻的二愣子，道：“你以为昨晚义父为什么要和长公主说那句话？”杨艳想了想，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昨日长公主派人调查许七安和朱成柱冲突事件的始末，想来是对他比较上心的。义父昨夜特意暗示了长公主，出于聪明人的默契，长公主趁机向陛下举荐许七安，让他戴罪立功。如此一来，许七安便能名正言顺地脱罪，谁都说不得什么。杨艳早就料到义父会救许七安，将他押入地牢，判他7日后腰斩，都是做给衙门里的人看的。权力越大，越不能随心所欲。他皱着眉头，可如果许七安半月后没有破案，魏渊笑了笑，那他就只有死，然后入江湖。许七安这号人，从明棋转暗棋，义父竟然如此看重他。南宫倩柔和杨艳正了正脸色，魏渊似乎想起了什么，眯着眼笑道：“遣人通知李玉春，陛下特准许七安戴罪立功，他李玉春官复原职。”停顿一下，魏渊表情似笑非笑：“隆重一点。”宋廷峰和朱广孝在狱卒的带领下，满脸喜色地来到地牢，接同僚出狱。此时的许七安正在倾泻膨胀的膀胱，一手扶墙，他被突然冲进来的同僚和狱卒吓了一跳，小手一抖。该死！许七安骂骂咧咧地在囚服上擦了擦手：“宁烨，宁烨，你不用死了。”等狱卒掏出钥匙开门，宋廷峰大笑着说道：“陛下允许你将功补过，戴罪立功。”陛下！许七安一愣，第一个念头是：卧槽，1号是陛下。他随后否定了自己的猜测，不动声色地拍了拍宋廷峰肩膀，沉声道：“怎么回事？”宋廷峰正急着分享喜悦，没有察觉自己被暗算了，将发生的事情详细说与许七安听。桑博发生了爆炸，永镇山河庙坍塌，许七安瞳孔收缩了一下，瞬间联想到了祭祖时自己听见的古怪呼救声。也就是说，之前的猜测没有错，那个呼救声不是针对他的，他只是因为某种特殊听见了呼救声。那么桑博里传来的呼救声是朝着谁？庙里供奉着的神剑呢？许七安沉吟许久，问道。宋廷峰摇头，表示自己知道的不多，又道：“因为你的事，头儿被革职了。你关入地牢后，他跑到浩气楼下，痛骂了衙门，当众打魏公的脸。这确实是春哥能干出来的事。”许七安心里有些感动，从狱头那里取回制服、腰牌和佩刀，被告知御史小径被堂弟取走的许七安松了口气。不出所料，魏渊并没有想杀他，即使没有陛下特赦，魏爸爸想必也会换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救他。出了地牢，两人朝着衙门外走去，临近大门口，忽然听见一声声的敲锣。李玉春被几位铜锣拱卫着进了衙门，领头的那位铜锣敲打着普通的锣，一边高喊：“李银罗官复原职。”吏员和打更人们纷纷出来观望，朝着李玉春指指点点。春哥面红耳赤，低头疾走。不远处，3个小老弟面面相觑。许七安提议到头官复原职，可喜可贺，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了。丢不起这个人。宋廷峰和朱广孝点头，3人达成一致。春哥这是被魏渊给整了呀，昨儿你当众打他脸，今儿他敲锣打鼓的打你脸。许七安心里决定，
以后轻易不能得罪魏渊了。痛失良机的人，气量通常都不大。许七安浑身臭烘烘，又急着回家报喜，没有在衙门停留，骑上他心爱的小母马，风风火火地往家赶去。半个多小时后，回到许府，门房老张差点喜极而泣。许七安把马缰丢给他，进了院子，打算先向家人报喜。这个点儿，家里已经吃过早膳，二叔当值去了，留许新年一人在家，在后厅陪着母亲说话。瞅见许七安回来，婶婶美眸亮了一下，旋即按捺住了喜悦，给了侄儿一个习惯性的嫌弃表情。许新年惊喜道：“长公主这么快就出手了。”许七安怔了怔，忽然理清了思路，难怪元景帝会知道他这号小人物，这并不合理。是长公主在元景帝面前举荐自己，也不排除是魏渊抓住机会，为他制造了将功赎过的机会。不要乐观的太早，出事了。许七安看了眼婶婶，顿住：“我们回头再聊。这2天让婶婶担心坏了，惭愧惭愧。”听此就说：“婶婶为了我彻夜未眠。”婶婶一听炸锅了，狠狠剐一眼口无遮拦的儿子，雪白尖翘的下巴一扬。哼！许新年接着说道：“父亲昨日去司天监，想请白衣术士们求情，但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迟疑了一下：“监正病了。”啥？许七安质疑道：“监正病了，一品术士生病了，而且还是以救死扶伤起头的修行体系的术士。”老探警许七安立刻展开联想，会不会与桑博的异变有关？总不可能监正大人把自己关在八卦台看人间，看着看着给风吹感冒了吧？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许新年道：“我这就去御刀魏营的找父亲，安他的心。整天对着堂哥哼哼唧唧的母亲都担忧的一晚没睡，可想而知父亲多么难受。”好。许七安道：“我先去看看林月和林英，待会还有事得回一趟衙门。桑博的事往后再聊，不急一时。对了，那面镜子被我留在书房了，回头大哥自己去取吧。你让我找的那个和尚已经离开，说是有了师弟的线索。”许新年道：“我就说嘛，1号怎么可能是皇帝？这件事1号根本不知情，还是我的魏爸爸和长公主靠谱。”许七安来到后院，看见许灵英垂头丧气地坐在屋檐下，小小的一只，没人跟他玩，也没人有心情搭理他。愚蠢的小孩也知道大哥出事了，不高兴找小娥玩了，垂着头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乱涂乱画。咦，这是谁家的蠢小孩啊？许七安在不远处站住，笑道。许灵英猛地抬起头，愣愣地看着他，几秒后小脸蛋扬一起灿烂笑容。大哥。他豁然起身，迈着小短腿，张开双手扑向许七安。许七安也迎了上去，在许灵英笑逐颜开的表情里，一个错身抱住了身后的姐姐。扑了个空的许灵英茫然回头，大哥。许灵月双手用力抱住许七安的腰，把自己柔软的身子埋在堂哥的怀里，哭着的稀里哗啦。妹妹的腰肢盈盈一握，发丝间散发着幽香，身上也有淡淡的胭脂水粉的味道。许七安抚着她的背，安慰道：“没事了，大哥回来了。”许灵月不管，扭了扭纤腰，哭得更用力。上次大哥被关进刑部衙门，许灵月已经很伤心了，但那次是与衙门起冲突，终归是私人恩怨。而这次来府里传讯的打更人可是说了，大哥7日后要在菜市场腰斩，性质完全不同。当然，许灵月这么上心，和这段时间与堂兄关系突飞猛进也有关系啊，还是这个时代的妹妹好啊，软萌可爱。许七安拥着妹子的娇躯，心里感慨，上辈子他没有妹妹，但有一个表妹，不懂得撒娇卖萌，不懂得哭唧唧的展示柔弱，只会对你不屑的冷笑一声，呵，煞比。大哥大哥。许灵英原地蹦跳2下，开心地说：“我要去告诉娘，娘肯定不知道你回来了。”许七安想告诉他自己是从门里走进来，不是翻墙回来，想了想又觉得没必要解释，点点头，去吧。对了，他又喊住许灵英道：“你这么开心，是不是因为晚上可以吃3碗饭了？”许灵英大吃一惊，没想到大哥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大哥真厉害。他害怕地跑开了。许灵月估摸着是一个人挠不过头了，又是比较闷的性子，情绪一直压在心里，见到大哥平安无事的返回，终于落下心中大石，哭得稀里哗啦，泪珠滚滚。直到丫鬟走出门口，看着搂成一团的兄妹俩，惊喜地喊道：“大郎出狱了。”许灵月这时候才想起自己是未出阁的黄花闺女，从大哥怀里挣脱，一边抽噎一边垂手俏丽，脸蛋火红如烧。许七安牵着妹妹的手进了闺房，丫鬟给她沏茶，安分守己地站在一边听大郎和大小姐说话。“你去通知下人烧点热水，我要沐浴。”许七安吩咐道。丫鬟出去传话，谁知道下人们一听，个个脸色大变，纷纷摇头拒绝。丫鬟很委屈地回去告诉大郎，许大郎也很生气，心说是你们这群下人飘了，还是我许大郎提不起刀了？那你帮忙去烧水。许七安道。
丫鬟更委屈了，但不敢拒绝，撅着嘴离开。许七安转头朝许灵月笑道：“陛下允许我将功补过，我暂时没事了。”许灵月点点头，精致的瓜子脸有些憔悴：“大哥怎么与同僚动手的？”许七安便将事情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许灵月听得气愤极了，袖拳紧握。大哥做事，妹妹向来放心的他露出了璀璨笑容，眼里充斥着骄傲。一瞬间的明媚动人，许七安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脸。许灵月娇羞地垂下头。沐浴后穿上打更人制服，许七安和许灵英坐在屋檐下排排坐，两人手里都捧着一大碗鸡蛋肉丝面。这一幕和谐温馨。许七安道：“灵英啊，大哥用肉跟你换鸡蛋好不好？”许灵英想了想，摇头：“不要，娘说大哥上次骗了我包子。”“那你觉得大哥骗你了吗？”他歪着脑袋认真的想了想，忘记了。许七安道：“所以嘛，大哥怎么会骗你呢？大哥绝不是要骗你的鸡蛋吃，大哥只是……”他没说完，就看见许灵英朝着鸡蛋面呸呸了2口。许七安一脸呆滞。许灵英说：“二哥教我的，读书人果然都不是好东西。”许七安低头吃饭，放弃了幼媚的鸡蛋，但他蔫儿坏，吓唬道：“灵英啊，这面不能吃，有毒的。”啊！许灵英瞪大眼睛，看了看搁在腿上的碗，又看看大哥，惊疑不定。许七安耐心地给他解释科普知识：“你以前摔了一跤，皮蹭破了，你爹是不是用口水给你擦伤口？”许灵英点点头。许七安道：“这是因为口水能……就是能把脏东西杀死，由此可以推测出，口水一旦离开嘴巴，它是有毒的。再由此推测出，你的鸡蛋面里有毒，不能吃了。”他说完，看着许灵英的小脸蛋一点点发白。“那我会死吗？”许灵英瘪着嘴，渲然欲泣地问。“死是不会死，就是会肚子疼好多天。”许七安说。许灵英点点头，安心地继续吃面。许七安吃完面，来到许二郎的房间，在书房里找到了自己的玉石小镜。许七安收入怀中，偶然间发现了二郎摆在桌角的几页纸，用镇纸压着，纸张用潦草的字迹写得密密麻麻，是对许七安处境的分析，对司天监和云麓书院能否产生作用的评估。大概是夜深人静时枯坐书房思忖，随手写下来的思路。小老弟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许七安笑了笑，离开书房。他一路快马加鞭赶回衙门，径直去见了魏渊。魏渊早就等待多时，指了指杨艳身边的位置，温和道：“坐。”杨艳面无表情地把一份卷宗递了过来。魏渊道：“这件案子我让金玉堂、春风堂、镇邪堂3堂联手去办，主办官是你。”许七安吃了一惊。魏渊笑道：“陛下亲自下的口谕吗？”目光交汇，许七安忽然懂了，魏渊想通过这件事提拔他，直接委任他为主办官，而不是协同办案。许七安展开卷宗，仔细看完，直截了当地问道：“桑帛底下是不是封印着什么东西？”魏渊眼中闪过异色，杨艳常年没有表情的脸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桑帛里封印着某种东西，这个真相还是魏渊今早告诉他的，而比他聪明的南宫倩柔也是在昨晚桑坡发生变故，联想到那天义父在库房查阅资料卷宗，这才隐隐有些猜测，但不敢确认，直到今早义父坦然地告诉他们真相。可是这个小铜锣竟然直接道出桑帛底下封印着东西。魏渊收敛住意外的表情，笑道：“说说你的推理。”许七安戴罪之身，巴不得在魏渊面前表现自己，说道：“桑帛虽然是我们大奉的禁地，但对外人来说，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恐怕就是镇国神剑。”说到这里，他看向卷宗，但上面写着镇国神剑无碍，那么贼人的目标就是其他东西了。所以卑职猜测，永镇山河庙里肯定有什么东西，而这东西又为什么要放在桑帛？卑职在大胆猜测，可能那东西需要镇国神剑来封镇。许七安其实是在得知了答案之后逆推过程，他清晰的思路和缜密的逻辑博取了杨艳的任务，对麾下的这个小铜锣愈发的欣赏和看重，不但天资出众，而且聪明能力强，值得栽培。魏公是知道的吧？许七安试探道。魏渊坦然的摇头，陛下没有明说，但我心里有了几分猜测。他脸色严肃，语气蕴含警告：你的任务是查出炸毁永镇山河庙是何人所为，追回那东西的事与你无关。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告知杨金罗便是，他会出面。陛下赐下了一面金牌，可在皇城行走，除了后宫和几个特殊的地方，你凭此牌可以畅通无阻。许七安领命告退。魏渊目送他的背影离开，听着楼梯传来轻微的脚步，望向杨艳。听说监正病了。杨艳点点头。魏渊眸子沉静，默然许久。老东西。离开浩气楼，许七安直奔春风堂，道：头儿，马上召集金玉堂镇邪堂的2位银罗，在衙门前院集合，速度。李玉春一脸懵，半晌瞪眼道：
你是头儿，我是头儿。小老弟竟然对他颐指气使。许七安亮出金牌，我现在是陛下钦点的主办官，今儿起咱们就各论各的，我管你叫头儿，你管我叫大人。头儿，帮大人去请2位银罗。李玉春郁闷地走了，各论各的，总觉得哪里很奇怪。镇邪堂的银罗姓杨，名峰，是个皮肤黝黑的高瘦中年人，眉心有一颗黑色大痣。金玉堂的银罗则是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叫闵山，脸颊有一道斜斜的刀疤，瞧着分外凶恶。再加上春风堂李玉春，3位银罗外加12名铜锣，很快就在院前集结。按照衙门的风俗，出行办案前要在前院集结，由主办官带头训话，鼓舞人心，同时也是做给其他打更人看的。昨夜桑坡发生爆炸，永镇山河庙被毁，陛下龙颜震怒，命令衙门半月内查出真相，抓住贼人。许七安单手按刀，身姿笔挺，目光锐利。我奉陛下口谕，亲自追查此案，尔等协同办理，务必全力以赴，报答皇恩。许七安心里补充一句，办好了会所嫩模，办不好菜市口砍头。是。众人齐声道。因为都是杨彦手底下的银罗、铜罗，大伙儿还算听话，只是有些不服气，想着许七安一个铜罗，哪来的经验和能力处理这么大的事？也不知道陛下怎么会钦点他为办案主官。离开打更人衙门，翻身上马，一脸络腮胡的闵银罗问道：许大人，我们去哪儿？当然是去现场。许七安道。一行人策马赶往皇城，选择了最节省时间的路线，横穿皇城。其实也可以绕过皇城去勘察现场，许七安依仗金牌在手，怎么省时间怎么来。在任何案件中，争分夺秒是第一原则。在禁军的带领下，打更人们来到桑坡，这里景物大变，连接岸边的长廊已经在爆炸中摧毁，湖心的汉白玉高台也凭空消失。桑坡水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谁能想到前几日还曾在此地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湖边停泊着一艘小舟，许七安道：我们几个过去看看，得下水。许七安率先跃上小舟，悄悄深入怀中，扣动玉石小镜背面，倾倒出大如赠送的魔法书，撕下其中一页，拽在手里。其他银罗随后上船，留下12名铜锣与一列禁军在岸边。李玉春摇着桨划到湖中心。高瘦的杨峰杨银罗看了许七安一眼，突然道：许大人，我下去吧。许七安道：那你就与我一起下水吧。说着引燃了纸张，开启了望气术。枪他抽出佩刀，叼在嘴里，纵身跃入水中。冰冷的湖水刺激着毛孔，一串串细微的气泡从许七安叼着黑金长刀的嘴角冒出。他竭力睁大眼睛观察着水底的情况。汉白玉高台的地基一直延伸到湖底，高台坍塌的断裂口距离水面有1丈多。暗流涌动的声音传来，许七安回头看了一眼，是杨银罗跟了上来。皮肤黝黑的杨银罗同样观察了一下汉白玉高台的坍塌情况，心里立刻有了判断。他把自己的推理压在心里，打算上岸后试探一下这个被委以重任的小铜锣。这时杨银罗发现许七安顺着汉白玉高台的地基往水底潜入，他赶紧跟上，越往下视线越模糊，到最后只剩下漆黑。杨银罗便不再跟随，自己浮了上去。哗！他跃出水面，爬上小舟，一边运气蒸干冰冷的湖水，一边环顾众人。许大人朝湖底去了，那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许七安很快到了湖底，眼中流转着清气，在黑暗中像是2盏小灯泡。水底堆积着淤泥，以汉白玉高台的地基为中心，一根根石柱以独特的规律排列，将高台拱卫在中央。这似乎是某种阵法，许七安心里猜测。在大凤京城，能布置阵法的只有司天监的术士，也就是说，当年司天监也参与了永镇山河庙的建造，由此可以推断，知道桑坡秘密的除了当今圣上，还有监正那个糟老头子，所以监正生病是真的，或者是因为永镇山河庙坍塌造成的。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图谋桑伯秘密的势力，破坏永镇山河庙的贼人，绝对是王者级段位。我一个小铜锣掺和其中，感觉随时会被神仙打架，殃及池鱼。就算我能查出真相，皇室能容我吗？想到这里，许七安心里头沉甸甸的。魏渊已经给我指了明路，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就通知衙门，通知杨金罗。这个暗示足够明显了，我只是探路的卒子，负责追踪的猎狗。实在不行，我大不了假死脱身，远离京城呗。念头闪烁间，他滑动四肢，靠向距离自己最近的石柱。石柱表面雕刻着扭曲古怪的蝌蚪文字。许七安大概看出这是某种文字，碍于文化水平有限，无法解读。他牢牢记住几个文字，又检查了几根石柱，发现有同样的文字后，深海恐惧症促使着许七安离开漆黑的湖底。身在寂静的幽深的水底，他总脑补着身后有一双冰冷的眼睛盯着他，或者前方黑暗里有巨大的黑影浮现。
许七安钻出水面，返回小舟，把嘴里衔着的黑金长刀插回刀鞘，运气蒸干湖水，一缕缕蒸汽升起。李玉春诧异地盯着他，这小子是在他手中晋升炼气境的，这才多久，气机如此浑厚了？你这气机可不像是新进的炼气境。李玉春不解道：我就是每天打坐2个时辰而已。许七安无辜的表情。春哥摆摆手，不愿在这个话题多谈什么，看了杨银罗一样，道：姓杨的不服你，刚才上来跟我们分析了一通水底的情况，还算有些收获，并且说如果你的分析和他一样，他就服气。大家都是一个班底的，没必要藏着掖着。高瘦的杨峰笑了笑，没有反驳。许七安看了眼络腮胡的敏山，这位没说话，但盯着许七安，在等他开口。许七安翻了个白眼，从高台的断裂处可以推断出爆破点在庙里，而不是水底。此外，火药多半是在祭祖大典后藏进庙内的，距离祭祖大典结束不超过1个时辰。如果是提前藏入庙中，火药气味重，陛下当时进入庙内肯定会闻到。只有祭祖结束之后才有机会。去把负责收尾的当差大理寺吏员、礼部吏员统统缉拿，逐一审问。这件事杨银罗你去办。另外通知衙门向陛下要几位司天监的白衣过来协同办案。头儿你去办。我要司天监的采薇姑娘来帮我。闵银罗，你随着我去一趟工部，我要火药厂的进出记录。当量这么大的火药不可能偷运出去。顿了顿，接着补充。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一看牺牲士卒的尸骨。3位银罗面面相觑，发现这个小老弟办事还挺靠谱，任务安排的有条不紊，思路清晰，逻辑缜密。杨峰和闵山2位银罗收起了对他的轻视和不信任，扪心自问，换成他们估计没这么快就能给出这么清晰明了的方向，怎么也得思考好久才能捋清思路。尸首被敛在军营里，禁军带着他们来到一座营帐外，掀开帘子，里面是一具用白布遮住仪容的尸体。附近2座大帐里是同样的尸体。本次在桑博附近巡逻的士卒共计312人，全部牺牲。许七安掀开白布，端详着每一具尸体的惨状。你还会验尸？杨峰见他神色越来越严肃，忍不住问道：发现了什么？发现一件大事。你说。3位银罗精神一振，就连领路的禁军小头目也看了过来。许七安缓缓道：发现我自己只是个小小的铜锣，遇到战斗还得3位大人努力啊。所有士卒死状如出一辙，都是被某种妖法吸干精血，身上没有其他伤口。这份手段不是炼气境能对付的，到时候真的遇到贼人，许七安也只能大手一挥，给我冲，自己苟在后面。许七安带着闵山赶往工部，有金牌开路，畅通无阻。他询了管理火药厂的官员，道：本官要查近1个月内火药的生产使用记录。账册是很容易造假的，其中最普遍的手法就是夸大使用量。比如制造一批炮弹只需要200公斤的火药，但在记录时写成300公斤。再比如制造火药时，运输过来的原材料可以制造200公斤的火药，但故意把原材料的量写少，这样多余制造的火药就可以私藏。但这些手段都经不起查，任何犯罪都有蛛丝马迹。许七安不信任工部的官员，派人去打更人衙门调来自己的吏员，数十人浩浩荡荡地涌进工部。这是一个繁琐的过程，工作量很大，因为还得去原料采集地取证核实。在工部吃过午饭后，许七安舒坦地坐在大椅上剔牙，看着吏员和铜锣们忙碌。负责调查大理寺、礼部、宫中当差的杨峰派人回来报信，大理寺和礼部各有3名吏员失踪，宫中当差的也有3人失踪。那位报信的铜锣说道：皇宫里地位比较低的宦官叫当差，通常是干杂活的。什么时候失踪的？许七安坐直了身子，瞬间从慵懒的状态中挣脱。负责祭祖大典收尾的相关人等全部被刑部和府衙联手扣押，他们拒绝向我们交人。铜锣无奈道：杨银罗正在与刑部的人对峙，僵持不下，敢跟我们打更人抢人？许七安眉毛倒竖，虽然加入打更人时日尚浅，但已经沾染了打更人嚣张跋扈的气焰。铜锣解释道：刑部和府衙同样收到了陛下的命令，负责查案，都是皇命在身，便不触我们了。杨银罗身上没有御赐的金牌，让小人火速赶来通知大人，平时打更人的地位要比其他衙门高，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皇帝下旨。走，过去要人。许七安炸毛了，皇帝同时让刑部和府衙掺和此案，这并不奇怪，许多大案都是多方共同调查，单凭一个衙门人手有限，本身就有职务，要处理别的事，很难投入所有人力物力。多方共同调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弊端也同样明显，那就是抢功。对我来说，并不是桑博案破了我就没事，我必须在此案中立下举足轻重的功劳，朝廷才能免除我的死罪。如果寸功未立，恐怕难逃菜市口砍头的处罚，谁敢阻扰我办案，绝不客气。
涉及到身家性命，许七安没有耽搁，抓起桌案上的黑金长刀，环顾众吏员，朗声道：“尔等继续查案，把年中至今所有的生产、消耗等记录都彻查一遍，查出端倪，每人赏银20两。作为主办官，他是有权利给予一定的奖赏的，奖赏由打更人衙门来出。”打更人衙门来的吏员们个个双眼发光，20两银子抵他们半年的俸禄。留下吏员，许七安带着银罗、敏山和其余铜锣，匆匆离开工部，骑乘快马赶往刑部。刑部离得不远，快马加鞭1炷香不到，许七安便看到了刑部的红漆大门，门口重兵把守，2列披坚执锐的甲士守着。杨峰与6位铜锣被挡在外面，双方正在对峙。刑部奉旨查案，擅长刑部，阻碍办案者格杀勿论。为首的一位中年军官单手按刀呵斥打更人，身后数十位甲士按住刀柄。杨峰额头青筋怒战，大概是从未有过如此憋屈的时候，以往的小人物也敢当面呵斥他。他虽也按住刀柄，却不敢鲁莽。主办官不在此，他没资格自称奉旨办案。刑部不可能不知道打更人也奉命参与此案，却故意把人拦在外面，这是故意恶心他们，故意给他们使绊子。嘿！为首的中年军官冷笑一声，单手按刀，远远地看见骑马奔来的一众打更人。刑部办案，无关人等擅闯刑部，格杀勿论。他刚喊完，就看见策马在最前方的那名年轻铜锣抽出了腰间的军弩，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咻！弩箭破空而来。中年军官掌刀出鞘，将迎面射来的弩箭磕飞，军武中养成的力气一下子涌了上来。这小铜锣竟然敢朝他射箭，今日斩了他也是活该。打更人向来耀武扬威，此时不报复更待何时？中年军官掌刀扬起，喝道：“闯刑部者，死！”铿锵声连绵不绝，士卒们抽出了军刀，神情肃穆，一副要上战争的样子。许七安勒住马将，马蹄高高昂起，他掏出御赐金牌：“本官奉旨查案，退下。”中年军官一点不怵，带人拦住去路。刑部同样奉旨查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你别自误。许七安眯着眼，大人要进刑部也行，容我派人通传中年军官派一名侍卫前去传话。结果左等右等，那侍卫竟一去不复返。闵山用刀指着对方，怒道：“王八羔子，你耍本大爷呢？都听好了，刑部大人没同意之前，任何人不得进衙门，擅闯者格杀勿论。”中年军官冷笑道：“是。”侍卫们默然。刑部这是要把这条线给掐断，任凭我怎么闹，一定要拖个几天，他们该查的查完了，该收获的收获了，或者线索并没有价值，估计才会把人交给我。我是戴罪之身，时间就是生命。许七安心里涌起一阵阵戾气，你非要阻拦，就别怪我动用金牌的特权了。许七安按住了刀柄，先斩后奏。中年军官狞笑一声，长刀裹挟着强沛气机，你区区一个铜锣，敢在刑部门口杀人？明亮的刀光一闪，许七安与中年军官交错而过，稳当当地停在刑部大门口。直到这个时候，双方才反应过来，包括打更人同僚在内，都没想到许七安如此果决。许七安右手持刀，手腕一抖，在地面抖出一条血线。中年军官身子一晃，仰头栽倒在地。一位士卒上前查看，触摸军官的脖颈，失声道：“死了。”这下打更人们的脸色也变了。冲突归冲突，尽管大家一副要打起来的样子，但杀人的话，事件就升级了，杀的还是刑部的人。即使是最嚣张的打更人，也没有做过在6部任何一个衙门的大门口当街杀人的。唰！众士卒齐齐转身朝向许七安，气氛就像火药桶，马上就会爆炸。这破绝学就是3秒真男人，根本不足以支撑我打持久战，将来还是找机会换一个吧。强忍着疲倦的许七安掏出金牌，展示给众人：“奉旨办案，阻碍者杀无赦。”他以凌厉的眼神扫过士卒们，还不退下？他大吼道。在金牌和军官尸体的双重震慑下，士卒们退后了。许七安收到入鞘，领着2位银罗和12位铜锣闯进了刑部衙门。一路上，杨峰和闵山2位银罗不断审视着许七安，像是在重新认识这个人。闵山皱眉道：“是不是太冲动？刑部大门外杀人，还是有官职的人，你不怕事后追究吗？”初次杀人的许七安眉心依旧有着戾气，看了眼络腮胡：“我还有事后吗？”闵山一愣，许七安冷笑着继续说：“我已经在绝境了，对现在的我来说，进度就是生命，线索就是生命，谁敢挡我办，就是要我的命。刑部和打更人衙门向来不对付，再有府衙抢功，这些人就是我办案的绊脚石，我不心狠，往后会有第2个、第3个、第4个人跳出来阻扰我，我不杀他们，他们就间接的杀我。我今天砍了一个不长眼的，明天其他不长眼的就会忌惮害怕。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减少杀孽。许七安说着，看了眼杨峰和闵山2位银罗，皮笑肉不笑。同在杨金罗手底下的2位，尚且质疑我，不信任我的办事能力，更何况是府衙和刑部。他话说得很明白，这是在立威。杨、闵2位银罗则笑道：“许大人，倒是我们小觑你了。这声许大人才算情真意切，而不是迫于皇命。”刑部衙门很大，许七安途中逮了一名吏员带路。吏员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有点害怕这群凶神恶煞的打更人，不敢违背，领着他们去议事厅。穿过大院，来到刑部的议事厅。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厅，没有桌子，只有椅子，整齐的排列。2个衙门的人分坐两边，泾渭分明。左边是以穿飞袍、绣锦鸡的2品刑部尚书为首的刑部重官，右边是以穿飞袍、绣云雁的4品京兆府陈福尹为首的重官。中间坐着一个戴高帽、穿蟒袍的太监，面白无须，眯着眼，阴阳怪气。这位太监身侧侯吏2位宦官。到了门口，吏员就像小鹌鹑一样颤声道：“诸位大人，打更人到了。”议事厅内10几位手握大权的官员同时望来。许七安迎着众大佬的目光，跨过门槛，抱拳道：“本官许七安，诸位大人有礼了。”他扫过人群，看见了一位面熟的女子，京兆府的捕头之一吕青。后者也注意到了他，眼神里闪过浓浓的茫然，尤其是见到2位银罗以及其他铜锣隐隐以许七安为首后，愈发的震惊。刑部某位官员看了眼许七安，淡淡道：“如此大案，打更人竟连个金罗都不派遣，本官明日定要上书弹劾。”许七安淡淡道：“打更人查案，何须向你们刑部交代？”顿了顿，他说道：“听说刑部扣押了大理寺、礼部以及宫里的诸多当差，并阻扰我们打更人审问。尚书大人，敢问这是何意？”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孙尚书不说话，甚至没看许七安一眼，面无表情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在官场，端茶是送客的意思。许七安嘴角一勾，没有继续争执，默默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在众人看来，他这是认怂了，忍了孙尚书的下马威。这时，一位吏员仓皇地赶来，扫了眼打更人们，低头在一位刑部官员耳边低语了几句。那位刑部官员脸色大变，拍案而起，击指许七安等人，呵斥道：“岂有此理，简直目无王法！”满厅的官员纷纷皱眉。孙尚书道：“怎么回事？”那位刑部官员神色激动，拱手道：“尚书大人，刘公公，这群打更人在我刑部门口杀人，杀的还是有官职的将领，何其嚣张，何其狂妄，非得严惩不可。”一众官员大吃一惊，就连端着架子眯着眼不说话的大太监也诧异地看向许七安等人。孙尚书脸色不变，轻轻一拍椅子扶手，道：“刑部掌刑法律令，为陛下分忧，为万民请命，来人！”慢！许七安高声打断，带着冷笑道：“本官奉旨查案，刑部从中作梗，阻扰办案。本官手持金牌，先斩后奏令。本官怀疑刑部与贼人勾结，是炸毁永镇山河庙的元凶。孙尚书，不如跟我去打更人衙门走一趟。”竟然这么刚！府衙的官员们面面相觑，难以置信，这真的是一个小小铜锣敢说出来的话。孙尚书是手握大权的正2品，朝堂诸公之一，眼前的这位铜锣竟敢这么说话，完全不把孙尚书放在眼里。府衙的官员忍不住看向顶头上司，却发现陈福尹45度角望天，假装没看见。大胆，敢诬陷尚书大人，你有几个脑袋？刑部官员大怒。许七安更狂，踏前一步，单手按刀，凝视刑部众人：“刑部破不了案，我来破；刑部杀不了的人，我来杀。还有……”许七安从怀里摸出陛下御赐的金牌，手一抖，砰，金牌旋转着嵌入地面，溅起细碎的粉尘。刑部敢阻扰我办案，我连刑部一起杀，够不够清楚？议事厅一片寂静，暴怒的刑部官员突然哑火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震惊了。打更人衙门怎么回事？魏渊怎么回事？派这么个愣头青来办案，这不是把把柄往政敌手里送吗？就凭这番话，抓进刑部大牢，就能让他一辈子出不来。明日刑部联名参魏渊一本，看他怎么解释。呵呵，穿蟒袍的大太奸笑了起来，果然是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啊。他环顾众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铜锣，他是长公主举荐，陛下亲自点名的打更人衙门主办官。对了，之前他因为斩伤上级，被魏公判了7日后腰斩的处刑，陛下仁慈，准许他戴罪立功。陛下钦点的主办官，难怪敢这么狂，斩伤上级，7日后腰斩，难怪杀意这么重。”刑部众官员忽然不出声了。这是个穷途末路的狂徒，破案是他唯一的生机，这样的人最容易走极端。若是逼急了他，恐怕很愿意拉几个陪葬的。这一点从他毫不犹豫的斩杀军官就能看出。
见刑部的官员们纷纷趋利避害，大太监压了压手，道：“都坐下吧，桑博案牵扯甚大，陛下重视程度比税银案更高，特命我为总督，督促你们办案。打更人来的正好，省得我回头再去找你们谈话。”这太监明显更偏向我，准确的说是打更人，是魏渊的关系。许七安抱拳返回座位，宋霆锋很会配合，跑上前拔出金牌，双手奉上：“大人，您的金牌。”许七安示威般的看了众人一眼，伸手接过。他第二阶段的立威效果很好，把自己塑造成穷途末路的莽夫形象，能够解决接下来的很多问题。刑部和府衙的人再想争功，就得先掂量一下自己要面对的家伙是个一言不合就拔刀杀人的神经病。至于后续会引来什么麻烦，许七安不管，一来是相信魏渊会替他遮风挡雨，二来办不成案子，他也不用管什么后续了，要么死，要么永远离开京城。刘公公喝了口茶，道：“3个衙门内部都有人失踪，这些失踪的人极有可能是碟子，帮助贼人暗中偷运火药。诸位对这件事怎么看？”陈福尹道：“本府已经派人查过9位死者的家人，都还在京城，对于亲人的失踪毫不知情。本府推断9人不是逃跑，而是被灭口了。”刘公公微微颔首。刑部一位官员说：“3个衙门里必然还隐藏着碟子，更隐蔽的碟子是他们杀人灭口，清算了知情者。”刘公公皱眉沉吟。许七安默不作声的旁听，既然留下来参加了会议，那么被扣押的人的用途就不大了，因为只要听刑部和府衙官员们的谈话，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信息。恐怕不只是大理寺和礼部，就连工部都有碟子。吕钦沉声道。众人看向在场的唯一女子，刘公公审视着吕钦，点点头，继续说。吕钦道：“卑职调查过他们的家境、人际交往，以他们的能力，根本不足以从火药厂偷运出那么多的火药，所以工部必定有人暗中协助，且官职不小。官职不小，火药是朝廷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各种保密防盗措施非常严格且齐全。若是没有工部高官协助，此事办不成。逻辑清晰，合情合理。”众人听得不断点头，对吕钦这位女捕头刮目相看。许七安注意到刘公公身侧的一位宦官在奋笔疾书，似乎在做笔录，把众人的交谈记载下来。这是要拿给元景帝看的。皇帝老儿对这案子的重视程度远超税银案。也是，桑博底下出来的那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呢？不是极端可怕，极端重要的东西不会被封印在桑坡。许七安心里想着。穿蟒袍的刘公公看向打更人这边，看向许七安，问道：“许大人别一直沉默，作为打更人的主办官，你们可有收获？”府衙和刑部的官员同时看过来。刑部官员听到刘公公的话，以为对方是在为难姓许的小铜锣，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并决定只要许七安说的哪里不对，就立刻抨击，落他颜面。读书人其实是很擅长斗争的，只不过不在武力上。府衙的官员、捕快们持观望的态度，不在意这个莽撞的铜锣能给出什么线索。但他们意外地发现府尹大人竟然不神游了，微微挺直了腰杆，竟摆出认真倾听的姿态。吕钦低声道：“忘记了吗？许七安啊，税银案的许七安。”经他提醒，府衙众人幡然醒悟，记起了许七安这号人。难怪刚才听名字觉得耳熟，原来是税银案里力挽狂澜，破解了假银谜团的那个小快手。现在是打更人的铜锣了。难怪陛下钦点他为打更人衙门的主办官。到这时，府衙官员们才真正回过味来。确实有些收获。许七安点点头。他本来不想说的，因为刑部和府衙都是竞争对手，没道理把线索分享给这群狗东西。可刚才注意到小宦官做笔记，以及刑部和府衙众人没有顾虑的交流，许七安忽然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表现的机会，表现给那位皇帝陛下看。不出意外，这份笔录是要交给皇帝过目的。试想，元景帝看完笔录，发现刑部和府衙都在积极讨论，给出线索，为破案而努力，偏偏打更人衙门沉默无言，他会怎么想？虽然共享的信息有点亏，但功劳已经记在纸上了。针对吕捕头的推测，我提出几点疑问。许七安等众人看过来，有条不紊地说道：“今早去桑坡查看过，想炸毁整个永镇山河庙，炸毁高台，需要的火药量极其庞大。”是的，有什么问题？吕钦也是去桑坡勘察过现场的。问题来了，你刚才也说了，火药是朝廷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各种保密防盗措施非常严格且齐全，偷运出这些火药本身就非常困难，更何况是抹除相应的痕迹。许七安道：“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做到这一点？”吕钦犹豫了一下：“工部尚书或者2位侍郎。”众人吃了一惊，连低头记录的小宦官也顿了顿。许七安点点头：“如果是工部尚书和2位侍郎，那么一切就合理了。以他们的手腕和能耐，买通宫中当差或大理寺，
礼部吏员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是不是太蠢了？吕钦皱了皱眉，你是说？许七安道，偷运如此规模的火药，即使手脚做得再干净，也经不起查的。我相信能当上尚书和侍郎的，还不至于这么蠢吧？吕钦点点头，既然不是他们，那除了工部，还有哪里能提供那么多的火药？许七安道，有没有可能是城外运进来的？吕钦摇头，外城先不说，内城是要收取进城税的，守城的士卒会检查货物，皇城就更不可能了。火药那么显眼的东西，怎么偷运？除非运送进来的是原材料，而不是火药。吕钦和许七安旁若无人地推理着，完全没有其他人插嘴的分。刘公公也不急，耐心地听着。负责做笔录的小宦官运笔如飞，越写越快。运送进来的不是火药，而是原材料。火药的原材料里，硫磺和木炭都不是珍贵的东西，尤其冬天，京城耗炭量非常可怕。但硝石是大奉严格管制的东西。思考中的许七安脑海中一道闪电劈过，硝石矿。他瞪大眼睛盯着吕钦，女捕头清秀的脸庞愣了愣，然后懂了，惊呼道：硝石矿！两人脸上布满了震惊。另一边，宋霆锋和朱广孝对视一眼，都是脸色微变。他们4人亲自勘察过大黄山，在那里发现了硝石矿。吕钦平复了震惊的情绪，心里各种念头闪过，涌起了新的疑惑。如果真是他们所为，那9位失踪者是怎么回事？许七安缓缓道：很简单，栽赃嫁祸。随后又摇头，不是转移我们注意力，争夺逃离京城的时间。吕钦微微颔首，对，让我们以为火药出自工部，以为是朝廷内部被安插了碟子，调查的重心就转向了工部和礼部，大理寺卿。刘公公皱了皱眉，他发现自己开始听不懂这两人的谈话了。除了身居高位的刑部尚书和陈福尹不动声色，其他人面面相觑，同样听不懂许七安和吕钦在说什么，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少看了一集。许七安摇摇头，这样的话有个疑点解不开，他们是怎么把火药运到桑坡的？吕钦道：很简单，那9位失踪的吏员应该是被收买了，或者遭遇了胁迫。我更偏向前者。有道理，妖族能把火药偷运进桑坡，必定存在同伙。如果没有朝廷内应，他们不可能办到。先不说朝廷里的二五仔，妖族为什么要炸毁桑坡呢？准确的说，他们图谋桑帛底下的封印物，这个封印物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他正在思考，又听吕钦说道：我们好像想偏了，因为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英气勃勃的女捕头凝视着许七安，9位失踪者，3个宫里当差的，3个礼部的，3个大理寺的，他们是如何瞒过同僚，将火药偷运进来的？许七安对祭祖大典的流程不太清楚，还没来得及询问那些负责收尾的吏员和当差，但听了吕钦的话，心里一动。你是说，单凭3个人是无法瞒着同僚偷运火药的？是啊，为什么刻意把这9人分开呢？如果这9人全是礼部的、大理寺的或者宫中当差，没准还有可能。吕钦由衷的笑了一下，竟颇为明媚。他最欣赏许七安这一点，聪明，能够立刻领会他的意思，和他一时不累，反而能会心一笑。许七安道：所以帮助他们的人里必定还有其他人，而这个人一定要具备自由进出皇城，或者能把火药送进皇城的能力。说到这里，许七安再次与吕钦相视一眼，他们想起了一个案子，金吾卫小旗官的案子。这件案子发生在祭祖大典前一天，同样是他们亲自接手。金吾卫小旗官是被灭口的，灭口之前向妻子透露过要带一家人离开京城，他死之前正好当值。许七安豁然开朗，将硝石矿和小旗官刘汉的案子串联起来，不难得出一个真相：妖族驱赶灰户是为了采集大黄山里的硝石矿，制作火药炸毁永镇山河庙，放出桑坡里的封印物。之所以用火药，是因为皇宫守备森严，无法强闯，但火药可以，只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进去。不管是司天监的监正、仁宗的女子国师，亦或者禁军中的高频武夫，他们能察觉出强者入侵，但无法察觉出火药这种死物。刘汉只是小旗官，没那么大的能耐，瞒着上级将火药放进皇城。他是个办事的，而指使者就是他的上级，也是这位上级杀了他灭口马德。妖族行事简直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机缘课报满，井井有条。只要把刘汉上级金吾卫百户抓起来拷问，一切就知道了。许七安迅速锁定一个可疑人物，周百户。许七安起身清了清嗓子：刘公公，诸位大人，在下工部那边还有点事，先行告退了。他神色如常，语气轻松：打更人跟我走。迅速带人撤离。在场的官员不是傻子，尽管许七安表现得很正常，但他与吕钦交谈时几次三番的表情变化，以及他们谈话的内容，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不妨碍他们推测出许七安已经发现了重要线索。众人顿时看向吕钦，吕钦装傻：
刘公公指头敲了敲桌案，催促道：“许七安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是不是案子有进展了？快说。”吕青心说：“我也仁至义尽了。毕竟虽然很欣赏许七安，但大家也没什么特殊关系，又不是未婚夫什么的，帮他拖一拖时间，已经很讲义气了。”许大人，我们去哪儿？闵山问道。捉拿人犯。离开议事厅，许七安也没什么顾虑，直接说明。杨峰和其他铜锣叉一望向许七安，朱广孝和宋霆锋心里有些想法。不管是萧石矿还是小奇观的案子，两人都有参与，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如果李玉春在这里，大概也能理清思路，只是他去请司天监的楚采薇了。头儿怎么还没回来？请人要请一上午的吗？许七安皱眉道：“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离开刑部衙门口，刚骑上马，便看见两匹黄旗飞快而来，正是李玉春和淡黄长裙的楚采薇。李玉春解释道：“采薇姑娘不在司天监，进宫去了。我在皇城门口等了许久，才等她出来。又去长公主那里蹭吃的了。这个吃货，将来迟早要让她吃俺老孙一棒。”许七安笑容和煦：“采薇姑娘，多日不见，愈发漂亮了。”楚采薇圆润的鹅蛋脸挂上甜美的笑容，刚想说点什么，想起自己的身份以及旁边的打更人围观，便板着脸嗯了一声。事急如火，许七安长话短说：“闵银罗，你拿我的金牌去皇城东门口捉拿周赤雄、周百户，其他人随我去州府拿人。因为不知道周百户今日是不是当值，所以兵分两路。”许七安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皇城是天子脚下，等闲不会发生冲突，也没人敢，但同样不是轻易说拿人就拿人，得有腰牌开路，所以去一个银罗就可以了。而直接到周百户家捉拿，他很可能会狗急跳墙。许七安刚施展完天地一刀斩，战力下滑严重，因此需要两位银罗陪伴。另一边，吕钦正在汇报情况：“刘公公，诸位大人，如果不出所料，这件事背后极有可能有妖族插手。”这句话让在场的官员脸色大变，刑部孙尚书也皱了皱眉。一位刑部官员不太相信，问道：“你有何依据？”数日前，卑职与许大人曾经一起调查过太康县境内大黄山妖物吞吃灰户的案子。妖物吞吃灰户？刘公公皱了皱眉。是，年中时，大黄山山脚河流来了一头妖物，吞吃数百名当地灰户。卑职与许大人共同处理此案，在大黄山发现了一处被采集干净的硝石矿。吕钦把大黄山硝石矿的案子详细清晰地说给在场的大人们听，这是非常好的拖延时间的办法，因为说的不是空话，大人们还听得格外认真，没有催促。所以刚才卑职和许大人交流时，层层剖析，发现火药也许并不是来自工部，而是与大黄山硝石矿有关。吕钦说。刑部和府衙的官员脸色严肃，此案竟涉及到了妖族。九州妖族有两大阵营，西北方的妖族诸部，南疆的万妖国。南疆万妖国早已在甲子荡妖中灭亡，剩下的余孽苟延残喘。西北方的妖族与北方诸部结成联盟，共抗大凤和西域诸国。硝石矿背后主使的是哪一个妖族势力？刘公公看了眼陈福尹，后者哦了一声，给属下背书。确有此事，府衙也是在前些日子刚刚受理此案，当时负责处理的就是吕捕头。刘公公神色阴郁，如果能早些发现硝石矿，桑博案兴许就不会发生。年中出现的妖物吞人案，为何一直压到现在？吕钦刚要控诉太康县令渎职，无视恢护性命，但被陈福尹一个眼神制止。老陈叹口气，妖物实力强大，太康县令也难办啊。刘公公冷哼一声，咱家会如实禀告陛下。孙尚书开口了，扫了眼吕钦，许七安去做什么？他似乎看出吕钦在隐晦的拖延时间，直接点题，不想让他多避避。刘公公闻言沉吟道：即使妖族有了火药，又如何瞒过大凤禁军守城的侍卫，将火药偷运进桑博？这便涉及到另一个案子。吕钦回答：另一个案子。众人吃惊了，桑博爆炸案竟然牵扯到那么多的事件。吕钦道：陛下祭祖前一天，金吾卫小旗官刘汉无故死在家中，同样也是我与许大人处理。当时许大人就推测出他是被人灭口，只是这与硝石矿的案子并不存在交叉，我等并未联想到这些。金吾卫小旗官被灭口，火药偷运进桑博，在座的都是聪明人，再没有半点疑惑。那姓许的刚才，刑部官员和部分府衙官员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刚才许大人想起了此事，豁然贯通，这才匆匆离开。吕钦道：孙尚书沉声道：下令抓捕金吾卫所有百户，速去。哗啦一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争先恐后地奔出议事厅，撞翻椅子也不管。案子剖析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清楚，抓住金吾卫内部的碟子，就等于立了头功。吕钦缓缓吐出一口气，尽力了。如果只是公平竞争的话，吕钦才不这么帮许七安呢。只是对方处境堪忧，此案是他将功赎罪唯一的希望。吕钦觉得出于朋友之意，
能帮则帮。他随着府衙的同僚一起离开了议事厅。偌大的议事厅只剩下刘公公和他带来的宦官孙尚书、陈福尹3人。刘公公伸出手，长随宦官立刻吹干墨迹，将册子递到他手里。刘公公仔细阅览内容，最开始2章是刑部和府衙的案情讨论，以争论为主，比较干巴巴。直到许七安的加入，案情才开始清晰明确起来，并在一炷香内锁定了嫌疑人。案子进度快到让刘公公觉得吃惊，按照正常流程，要把大黄山的硝石矿和小器官2件案子联系起来，恐怕得2-3天的时间。如此看来，陛下命这个许七安担任打更人衙门主办官是有深意的呀。刘公公恍然大悟，小云子，今日起你就留在打更人衙门，负责督促他们办案，及时向我传递消息。刘公公道：是。做笔录的小宦官领命。州府黑漆大门紧闭，宋廷峰在许七安的示意下跨上台阶来到门前，砰砰拍打。开门，打更人办案。门里传来苍老的声音：百户老爷生病，不见客，回去吧。宋廷峰在拍门，里头装死不响应。当老赖。宋廷峰冷笑一声，一脚蹬在大门上，砰的巨响声里实木大门分崩离析，碎木乱射。一个穿青色布衣的老头战战兢兢地躲在远处，神色惶恐地盯着不速之客们。留2个人守住大门，其他人跟李银罗、杨银罗进去。许七安大手一挥，命令铜锣们冲，自己和楚采薇留在后边。你是主办官，你怎么不冲？楚采薇歪着头看他一眼。山海关国战的时候，你见过陛下冲锋陷阵的？许七安回了他一眼。楚采薇哑口无言，明知道他说的是歪理，但不太聪明的脑子暂时想不出反驳的说辞。本来想送你一粒大力丸的，算了。他板着脸，大力丸正好补一补你的身子，气血亏空成这样。楚采薇说，身为术士体系的风水师，他治病救人的时候，许七安还在院子里撸石锁呢。只看许七安的气色就知道他现在亏得厉害。给我1粒，晚上请你吃饭。许七安用肘子捅了他一下。楚采薇嫌弃地退后几步，从鹿皮小包里摸出瓷瓶丢过来，够你用一段时间的。铁骨铮铮楚采薇，许七安就喜欢这么有骨气的女孩，一边朝里走，一边倾倒瓷瓶，磕了一粒褐色丸子。丸子一股怪味，嚼了几下后便涌起了辛辣。许七安囫囵咽下，几秒后感觉胃里暖洋洋的，非常舒服，脱力的感觉也恢复了不少。事先声明啊，我这是绝学带来的负面效果，并不代表我是阮小二。阮小二是什么东西？不是好东西。边走边说，来到了内院。李玉春和杨峰迎上来，摇头，人不见了。后者补充，府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宋廷峰当即把老门房揪过来，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喝道：周赤雄呢？百户老爷，他带着夫人和少爷小姐们出城省亲去了。那你为什么说他生病？百户老爷这么交代，小人便照说。老门房脸色惶恐，双腿发抖，不像是说谎。许七安问道：什么时候走的？祭祖大典结束当天。门房咽了咽唾沫，哀求道：百户老爷犯了什么罪？小人不知情啊。许七安摆摆手，示意宋廷峰放了他，自己领着人重新进了屋子，一间间的搜查过去。除了一些比较珍贵的古董字画被带走，府上一切陈设都完好如初。周百户逃了。李玉春沉声道：现在说这些还太早。许七安看了眼楚采薇，鹅蛋脸美人竟然鬼使神差的 get 到了他的意思，翩然跃上屋顶，睁开了清光流转的明眸，扫视着州府每一个角落。他不是为了找人，而是搜索一些其他的东西，重点在花园和实景。片刻后，楚采薇跃下屋顶，摇头：府上没有藏尸，近来也没有人死在这里，也可能被特殊手段掩盖了。你们可以掘地3尺，搜一搜。没必要了。许七安叹口气，死也好，逃也好，这条线索都断了。不过8成是逃跑了，因为府上的人亲眼看见周百户带着家眷离开。待人走出州府大门，闵山带着几名铜锣赶了过来，来不及勒马，喊道：祭祖大典后，周百户便请了长假。他见众同僚一脸郁闷，心里一沉，逃了。杨峰吐出一口浊气。许七安刚带人离开，刑部和府衙的人策马赶到州府，见到坍塌的大门，心里当即一凉。招来府上下人盘问，得知打更人刚刚扑个空，周百户早就逃出京城。2个衙门的人心里莫名复杂，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惋惜。黄昏，刘公公赶在城门关闭前回了皇宫，在儿子们的服侍下换上便服，泡了澡，正喝着饭前茶水。一名小宦官匆匆进来，细声细气道：干爹，陛下派人来请。刘公公捏了捏眉心，没好气道：知道了。他喝了口水，招呼儿子更衣，换上了蟒袍，刚踏出门槛，忽然想到了什么，
给咱们把卷宗拿来，今儿咱家带回来的那个。小宦官回屋去取，一路来到静心殿，通传之后，被领着进了殿，见到了穿道袍、长须飘飘的袁景帝。袁景帝没打坐，也没办公，手里握着书卷，思绪却不在书里。刘荣，朕派人督促案情，这都1天了，有什么收获呀？袁景帝语气平淡。刘公公心里一凛，他在宫中当差几10年，甚至袁景帝的脾性，他越是这副姿态，心里越是烦闷。问案情是假，陛下这是要发脾气。刘公公一阵后怕，随后又是庆幸，心说幸好早有准备，幸好今日还真有所收获。陛下，这是今日案情汇总，奴婢正要呈给您看。刘公公从袖子里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袁景帝的贴身大太监，手里托着拂尘，走过来接了册子，恭恭敬敬递给袁景帝。袁景帝把书搁在一旁，接过册子，凝神细看，看着看着，2条眉毛就扬起来了，眼神中的怒火在酝酿。通篇废话，刑部和府衙的人越来越不中用了。袁景帝怪责道。他扫了一眼刘公公，吓得对方身子一抖。袁景帝把册子摔在一旁，语气没有情感，反而愈发瘆人，打更人衙门那边呢。刘公公脑袋低垂，细声细气：“陛下，在后边呢。”袁景帝眉头一扬，重新拿起册子，继续往下看。看着看着，他紧锁的眉头不自觉地舒展，眉宇间的急躁也慢慢敛去，竟看得专心致志。袁景帝从侧躺的姿势转换成了端正的坐姿，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目光也越来越锐利。2名大太监不自觉地放缓呼吸，既害怕惊扰陛下，也害怕触眉头。到最后，袁景帝放下册子时，修道20年的仙风道骨荡然无存，只有人间帝王的威严与凌厉。刘公公额头已经沁出冷汗了，他原以为陛下会满意，但看情况似乎起了反作用。传令！袁景帝脸色如凝冰霜，语气严肃：太康县令渎职，至大黄山周边挥户死伤数百人，革职收押大牢，明年秋后处决。府衙捕快吕钦，提拔为6扇门总捕头。他没有提许七安，因为许七安本身就是戴罪之身，他的业绩提成要放到最后，奖励就是他的命。奴婢领命。刘公公如释重负，退了出去。离开静心殿，他一言不发地带着小宦官回了住处，长长吐出一口浊气。虽然不知道陛下看了后文，脸色反而更难看，但根据陛下的口谕，后边的内容应该是让他很满意的。陛下心情阴郁的是其他事。静心殿，袁景帝站在窗边，沉默了许久。通知下去，解除内外城的城禁。许七安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府，晚饭已经过了。许府前厅灯火通明，许平志和许新年守在那里，等着他回来。娘儿，让厨房把饭菜热一热，端上来。许平志道。唇红齿白、俊美如花的许新年出了前厅，只剩下叔侄俩。烛光轻微摇曳，许二叔粗犷的国字脸冷峻而严肃。不久后，许新年回来了，厨娘们捧着彩饭菜过来，一直都热在锅里，等着许七安回来的。看着粗犷的二叔和俊美的小老弟，许七安恍惚了一下。他在这个世界形单影只的，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键盘侠，没有日本的爱情教育片，每天过着点蜡烛或油灯的生活，上厕所还得骂骂咧咧的把衣服下摆撩的老高。有时候在梦里梦见自己回到前世，笑着醒来，然后看着梁木交错的屋顶发呆，突然就想喝酒了。许七安低声骂了一句，从厨娘那里接过酒壶。等厨娘们摆好饭菜，许平志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退下。许七安一口接一口的灌酒，不是怀念过去的生活，而是突然想起了一句话：无心安处是吾乡。这个世界总归还有人在夜晚等着你回家，在厨房里给你热着饭菜。不管在外面多疲惫、多无助、多寂寞，回了这里你就明白了，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喝了半壶酒，许七安吐着长长的气息。桑博被炸了，陛下命我彻查此案，戴罪立功。许平志缓缓点头，我已经知道了，但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我知道，我只负责查案，不负责追索。许七安无奈道，总得试试吧，不是我只能跑了。他从没想过要给黄泉买单，如果查不出案子，逃跑是必然的。这应该不会连累到你们，毕竟我也没犯什么大罪。许七安道，刚才他骂脏话的原因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归属感的家，可能不久的将来就要彻底告别了。许七安犯的罪是搏杀上级，虽然是死罪，但距离家人连坐还差得远。在大奉，连坐是非常严重的罪过，一般人想连坐都没资格。想要达成株连 X 族的罪名，需要满足以下几点： 1. 谋逆； 2. 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3. 对皇室造成重大损失； 4. 站错队。许平志属于第2条，丢失税银，对国库造成重大损失，但这不是常态。能达成以上4种成就的，通常都是朝堂上的滚滚诸公。
那些朱子贵才会动不动就被满门抄斩，因此连坐也被戏称为大佬特权。许七安这种顶多就是个死刑犯，逃走了那就是逃犯，牵连不到叔叔婶婶。许二叔满意的点点头，你能想明白就好，你从小就执拗。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善变得很。许七安摇头，我又不傻。许二郎也松了口气，道：实在不行你就去云州。云州？许七安一愣，云州他是知道的，匪患严重，又被称为匪州，2号也在云州。许二郎道：那你匪患严重，朝廷影响力是最差的，即使你被通缉逃到那里也会很安全。心若狠一点，直接落草为寇，既能磨砺武道，又能掌控权势。许多被朝廷通缉的要犯，江湖中的亡命之徒都喜欢往云州聚集。有道理，相对于其他地区，躲在云州更安全，越乱的地方越安全等等。许七安脑海里灵光一闪，如果我是周百户，我会逃到哪里？私通妖族，炸毁桑坡，完美达成满门抄斩，株连3族的重罪。躲在哪里都不安全，因为朝廷不会放过他。那应该躲在哪里？2个选择，要么离开大凤，要么躲在云州。对，云州。许七安一下兴奋起来，刚要拍打小老弟的肩膀，却听二叔怒拍桌子，不许去云州。兄弟俩吓了一跳。为什么？许七安诧异二叔的反应。你去云州做什么？落草为寇吗？许二叔怒道：朝廷年年剿匪，万一将来派次就去云州剿匪怎么办？忘记你俩那天立下的约定了吗？什么约定？哦，同是操哥。许七安和许新年羞愧的低头，还真忘了。没想到二叔还记得，看来是真的放在心里了。知道了知道了，我不去云州就是，我去西域。许七安说。西域胡姬又漂亮又热情。吃完饭，许七安看到许灵月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牛奶走进来，抿着红唇，眉眼温柔。大哥，喝碗牛奶补一补。灵月亲自上街买的，今天中午的鲜奶。许二叔见子侄关系愈发融洽，由衷的笑了，补充道：林英喝了2大碗，给他姐姐揍了一顿。许七安端过牛奶，闻了闻，差点吐了。牛奶又腥又骚，这时代的鲜牛奶就是这样，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原汁原味，顶多就是加热消毒，但其实并不好喝。不过虽然难喝，确实贵族才能日常饮用的东西，尽管味道不怎么受人欢迎，但是确实能补身子，对贵族孩子来说，牛奶是每日必饮的食品。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改良牛奶啊？然后靠着独门秘方赚大钱？好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除这股味道，学校里老师没教。许七安叹了口气，在妹妹殷殷切切的目光中一口闷。感情深吗？摸着上有余热的碗，许七安忽然想起来一些往事。读中学的时候，父母给他订了牛奶，装在玻璃瓶里的那种，每天早上送到家门口还是热的。许七安自己不喝，揣兜里送给女神喝。他原以为这就是爱情，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只舔狗。不知什么时候，外面下起了凄切的雨，浸润了枯枝，也浸润了院子里的石板。酒足饭饱的许七安撑着一柄油纸伞返回自己的小院。他点上一盏油灯，打开窗户，天完全黑下来了，一点烛光倔强地透出，雨声淅淅沥沥。世界是安静的，静到让人可以沉下心来想很多事情。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10年灯。诗人黄庭坚写下这首诗的时候，大概和他是同样的心情吧，心里都在思念着一些人。也许也是这样一个寂静的凄风苦雨的夜晚。不知道过了多久，许七安挑了2次灯，才让自己从怅然的情绪里挣脱。人不能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许七安坐在桌边，取出玉石小镜，输入信息。呵，京城又出事了。这条信息传输出去，几秒后率先回应的是2号。袁景帝被刺杀了。不是，你这小老弟怎么回事？3两句不离袁景帝登天的话题，他是吃你家大米了，还是偷你家银子了？许七安在心里给2号打上了愤青的标签。古代版愤青。9，昨天内外城都封禁了，禁止任何百姓出入，我便料定出事了。金莲道长还藏在京城，默默养伤。许七安收入信息只写了一半，习惯了窥屏的1号竟抢先一步装逼，抛出了让地书碎片持有者们震惊的真相。1，桑博被炸了，永镇山河庙摧毁，封印在桑坡内的东西不知所踪。如此劲爆的消息换来的是沉默。地书聊天群陷入了3分钟的安静，没有人传输，也没有人表达震惊。2，你说什么？桑博被炸，永镇山河庙毁了。1号，你确定不是在戏弄我们？2号如此反应是有道理的，这就好比袁景帝被一个匹夫单枪匹马闯入皇宫干掉了，一样难以置信，简直就是太监议事，无稽之谈。4号同样难以置信，他比2号更了解桑博是什么地方，了解那里的守备是何等森严。
但1号绝不会无的放矢。3号，你想说的是不是这个？3，是的，桑博毁了永镇山河庙底下的封印物，去向不明。有了3号的背书，尽管再难以置信，这几乎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1号和3号都在京城，最清楚大凤京城的事。9，真是难以置信的消息，有相关线索了吗？1号，有意思了，金莲道长竟然没有问身为打更人的我，而是直接询问1号，这是不是说明他认为在这种高层次的秘密中，1号知道相关线索的概率要高于我？但这么说出来太不慎重了，故意的，还是因为桑博炸毁的事件冲击力太大，让他思考不够谨慎？1号，这件案子交给了打更人衙门、刑部、府衙3方处理，具体消息我并不知道。地书聊天群的众人难掩失望，在朝廷里地位极高的1号都不知道具体详情，那3号肯定也不知道了。3，巧了，我们书院通过相应的渠道，倒是得知了不少秘密，大概理清了案件的脉络。3号知道，3号竟然知道，他刚才说了是通过书院的渠道得知的消息，看来云鹿书院在京城各处衙门里安插了不少碟子。见3号这么说，原本对大凤京城发生的事不太感兴趣5号，此时也跳出来吃瓜了。3号，你们学院的手伸的有点深啊，1号都不知道的事儿，书院却知道了。话说，你在书院是什么地位？普通学子真的能知道这么重要的隐秘吗？3，我自然有我的办法。许七安不解释，留白的重要性在于，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想太多。他们既会怀疑3号普通学子的身份，又会怀疑3号是不是还有其他身份。在缺乏有力作证的情况下，反而会越想越乱。1号是个问题，他没那么好忽悠。无所谓了，我和1号暂时没有冲突，而且我对他的身份心里也越来越有数了，至少已经能划定一个范围。3，那么你们要用什么来换取我的消息呢？看到这句话，众人心里一下古怪起来，感觉莫名其妙的，欠的债就越来越多了。3号要是做生意，肯定会是个成功的商贾吧？4号心里叹口气，回复：我近来只顾着修炼，没有获取到有价值的信息，就先欠着吧。2，在忙着剿匪，等我弄清楚云州背后操纵各个寨子的势力，我就可以还3号的债了。说到这里，2号为自己莫名其妙的欠债心酸了一下。5，我最近倒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不过这个消息会暴露我的身份。4，你是南疆的人吧？1，应该是某个古族里的贵族。2，似乎还有些好战。5，你们都知道，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你对万妖国的历史了如指掌，口口声声自称老娘，而且之前你自己也透露了，你阿爹地位颇高。5号似乎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和我的采薇姑娘是一个级别的。许七安心里评价，他在心里重新定义了地书聊天群里的人物。1号在朝廷内部很有地位，是个窥屏狂魔。2号是天字号大愤青，但很有智慧，当日就是他在祭祖大典试探自己和1号。4号与仁宗道守交情不错，曾经入朝为官，而今浪荡天涯。5号是个妹子，南疆古族人，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6号是个大凤板鲁智深，修为很高。7号跑路，地书碎片在2号手里，2号和7号的关系非同一般。8号必死关，潜水很久了。9号是天地会发起人金莲道长，老银币。5号自闭了好一会儿，才传书发声。好吧，老娘就是南疆古族的人，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我有一个重要消息要说。3号，我用这个和你交换桑博案。5号，贫道伤势尚未痊愈，你若是想说，先让大家一致同意，欠你一个情报或等价的白银。天地会众人沉默了一下，表示同意欠5号一个情报。5，古神初步复苏了。古神，超越品级的存在，古尸体系的开创者。许七安吃了一惊，虽然通过白嫖天地会内部信息知道一点关于仙佛可能真实存在的真相，但他还是觉得荒诞。地书聊天群许久没人说话，看来这个消息带给众人的震惊不次于桑博被炸。5，昨天集园里溢出了一缕古神气息，寨子里养的低级蛊全部暴毙，高级蛊发狂攻击族人，老娘的本命蛊也险些失控了。阿爹说时隔数千年蛊神终于复苏了，但这并不是好事。2，不是好事。5，蛊神是混乱的根源，吞噬和繁衍烙印在本能中，如果他复苏的话，南疆所有生物都会成为他交配吞噬的对象，他会把整个九州变成只有蛊的世界。所以我们蛊族正在召集强者，打算过几天潜入极渊查看情况。卧槽，还有这种事？蛊神是这样一种生物？许七安吓了一跳，绝不是脑补什么触手、淫魔之类的东西，是真的被蛊神的邪恶给震惊到了，
许七安迫切地想要知道古神的其他信息，奈何没有人发问。9，这确实是让人震撼的消息。3，道长，古神沉睡的原因是否也是被封印了？许七安旁敲侧击古神的信息。9，不知道，古神存在的年代过于久远，人类还没有学会使用文字前，驼就已经存在。你可以问一问5号，不过单凭古神复苏这件事本身，恐怕价值就超过你的桑博案了。价值超过我的桑博案？许七安心里不服。5，哈哈，3号，你要想知道古神的其他信息，可以选择和我交易。3，你想要什么？5，我哥哥还没成亲，听说你们大凤的镇北王妃是世间第一美人，我要她做我嫂子。你在想屁吃？有这能耐我自己独上其身不是更好？凭什么给把美人让给你哥哥？许七安回复：一个王妃不够，长公主也是个绝色大美人，还有我们大凤的国师，我一起给你打包送过去。5，好呀好呀。1，如果只是这些废话的话，那我要休息了，请2位3缄其口。1号跳出来打断了话题。5号不闹了，因为他也想知道桑博案的经过。传书说，我只知道古神是古诗体系的来源，是世间所有古的源头。见5号发言完毕，许七安措辞了一下，开始分享自己掌握的桑博案情况。桑博底下封印的东西或许与妖族有关，目前大凤官方已经初步确定炸毁桑坡的势力很可能是妖族，但不知道是北方的还是万妖国余孽。许七安并不怕一手消息走漏会引来其他人对自己身份的猜测，因为当时在议事厅里开会的官员有很多，刑部、府衙、打更人都在其中。云麓书院获得消息的渠道不一定是打更人衙门。妖族？怎么又和妖族扯上关系了？妖族为什么要炸毁桑坡底下的封印物？天地会众人一头雾水。不过他们意识到了一件事，那就是桑博案背后牵扯的内幕绝对不简单。想解开这一切，大概只有弄清楚桑博底下封印的是什么东西。1，不可能，桑博的守卫严密，就算是高品强者也无法潜入，妖族怎么炸毁桑博？火药从哪里来？3，这件事朝廷已经查清楚了，太康县境内大黄山发现过消石矿，但已被采集一空，采集者正是妖族。1号，你的消息渠道不行啊。另外，私通妖族的碟子也已经查出来了，是金无畏的百户周赤雄，不过他带着家眷潜逃。1，那么这条线索就断了。3，哼，这倒未必，不久后朝廷肯定会发布通缉令，周赤雄要么离开大凤，要么躲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觉得他会躲在哪里？2号率先抢答。那还用说，肯定是云州。云州的情况，地书天地会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到这里，许七安目的达到了，他就是想借此展开话题，让2号帮自己留意云州，看能不能抓到周百户，但按照他的人设，是不该对一个逃犯这么上心的，因为爱国。这个理由太敷衍了。2号，你在云州颇有势力，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周赤雄？干得漂亮！许七安振奋了一下。在1号心里，2号似乎比官府更加靠谱。2，我拒绝帮你。1，我会提供报酬。2，不，我拒绝帮你。1号不再说话了，地书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1号和2号似乎关系不怎么好，其他人也不劝劝，是因为我加入之前，他俩有过冲突或者过节。这样不行啊，2号不帮忙的话，云州那么大，怎么救出周赤雄？我应该出面，这样既能卖1号人情，又能收回2号那里的欠款。血赚。许七安输入信息：2号，你帮我留意一下周赤雄，就当是还了上次的债。至于1号，很抱歉，你又欠我一个人情。2位觉得如何？2，行，给3号一个面子，我会替你留意的。云州这一片，我还是有几分薄面的。想找人不难，只要周赤雄在云州，我就能把他揪出来。口气这么大，许七安愈发肯定2号不是朝廷的人。原因2点：1，他天天诅咒元景帝升天；2，云州匪患严重，流民遍地，官府示威。如果2号是朝廷里的人，不敢这么打包票。不是官府的人，却天天热衷剿匪，2号是个侠义心肠的人啊。1，可以，交易达成，矛盾解决。天地会众人松了口气，3号不愧是读书人，手腕还是很强的。换成平时，1号和2号说不准要掐起来。金莲道长拉3号进天地会，确实走了一步好棋。3号加入天地会后，地书传讯就开始频繁活跃起来，众人交换信息的次数开始增多。对于众人来说，是一个喜闻乐见的现象。4，妖族为什么要觊觎桑博底下的封印物？应该是北方妖族干的。历史上，大凤与南疆的万妖国没有什么冲突，北方妖族与大凤势如水火，南疆万妖国则与西域佛门不死不休。听头说，
北方诸部和北方妖族近年来时常骚扰边关，似乎有重启战事的征兆。那么，北方妖族暗中下绊子，在京城搞事情，也就合理了。许七安心里一沉。所以桑博底下到底封印着什么呀？让北方妖族图谋了这么久。小妹子，你是否有许多问号？叔叔不能回答你，因为叔叔也想知道。许七安心里吐槽。不管怎么样，肯定是让大凤皇室焦头烂额的事物，希望不要祸及京城内的普通人吧。许七安见缝插针，传书说司天监监正生病了，你们怎么看？云麓书院得到的隐秘消息，桑坡湖底确实有阵法，我判断是司天监的手笔。假的，一品高手怎么可能生病？2号一口否决。一品高手是屹立在世间之巅的存在，不可能生病，何况是术士体系。术士体系的起始就是医者。4号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监正透露出的态度可能是不想参与这件事。4号是个聪明人，因为他的想法与我差不多，监正不想参与这件事，这种暧昧的态度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应该守卫京城吗？许七安沉吟不语。我现在就可以偿还一部分债务，关于桑博的信息价值可能不大。3号你想听吗？价值不大，但想偿还上一次的债务，你这个1号有点过分啊，反手薅我羊毛。许七安有些生气，这笔买卖他是亏的，只是他目前非常需要桑博的相关信息。周百户这条线索断了，他得重新寻找突破口。许七安以无所谓的态度传书，我且听听吧。我查阅了关于桑博的卷宗，发现一个很显眼的时间点，或许桑博底下封印的东西就与此有关。1号停顿了一下，传出信息：500年。大概在500年前，当时的太子在桑博游湖不慎落水，从此精神失常，不久后溺死在桑坡里。但是在500年前，还有一件大事，史书上只有寥寥几句，朝野上下对此讳莫如深。我相信3号应该想起了吧？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想起来，我甚至都没读过史书。许七安涌起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百度的懊恼情绪，不然小手一点，什么都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等，包括生病，也可能小手一点，来生再见。对了，找辞旧通读史书，是个学霸。许七安脑子里浮现小老弟音容笑貌的同时，惊喜地发现4号抢答夺位。看到这里，许七安就放心了，因为他知道必然有其他人替自己问，因为群里除了4号和1号，其他人都是9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的学渣。夺位。夺位。500年前，大凤皇室发生过一起叛乱，叛军首领是平海王，也就是后来的武宗皇帝。尽管武宗一直以清君侧来掩盖自己篡位的事实，但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后世史官讳莫如深，只敢写天清之年，妖孽横生，武宗于东方崛起，平定大乱。现在的大凤皇室都是当年武宗的后人。这和桑坡有什么关系？这丫头确实脑子不太聪明。1号是怀疑永镇山河庙里镇压的封印物与500年前的皇室有关。你们不觉得奇怪吗？监正为什么要装病？桑博底下封印着500年前皇室的某个重要人物，涉及到篡位的往事，是皇室不愿意多提的禁忌，所以只有远景第一人知道。那么500年前那位太子的死就绝不是偶然了，是被报复了，因为也是皇室成员，算是家事，所以监正故意装病，不想参与。北方妖族搞这么一出，就是想让大凤京城陷入混乱，甚至朝局动荡，他们好趁机在北方搞小动作。许七安倒抽一口凉气，不由得挺直了腰背。桑博案的水比想象中的要深，我他妈还是跑路吧，感觉跑路的风险都比参与此案的风险要低。许七安怂了。对了，我忘了一件事，桑坡底下的封印上刻着一些字符，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应该和你们分享。这是免费的。他没有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字体这样的问题，那样就太愚蠢了。万一这只是古代字体呢？岂不是暴露他文化水平低，云麓书院的马甲就挂不住了。于是许七安在玉石小径的镜面写下2个扭曲的字体。2个扭曲的字体。这是佛文。许七安愣了一下。佛文怎么会出现在桑博封印法阵里？群里有一个智商低的群员，还是很好的嘛。许七安笑了笑，静等哪位大佬给出解释。按理说不应该啊，如此隐秘的事，皇室不可能让佛门的人参与。其他人纷纷表示不解。等了许久，没有人说话了，各自有各自的猜测。许七安问道：最近没看到6号发言？6号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早已离开城东的养生堂多日，贫道会负责找到他的。这光头是逼吗？怎么老是遇到麻烦？许七安吐槽了一句，又等了一炷香时间，才确定群员们都下线了。下线要说啊，你们这群没素质的家伙。
吹熄油灯，许七安躺在床上，枕头底下搁着玉石小镜，他望着漆黑的屋顶，让思维发酵。如果桑博底下封印的是前皇室的强者，那事情就麻烦了。知道这种隐秘的我，肯定会被砍头的吧？不，如果对方堂而皇之的闹事，公布身份，我反而不怕被远景帝灭口。魏渊说过，追索封印物的任务有其他人办，我不必插手。我的任务应该是找出桑博案里的碟子，可是周百户逃走了呀，这条线索断了，只能寄希望于2号。不对。黑暗里，许七安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忽略了一件事。白天在议事厅与吕青讨论案情，得出的结果是9名失踪者不可能瞒天过海，将火药偷偷运进永镇山河庙。而周百户是金无畏，金无畏只负责守卫，不负责祭祖大典，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机会进入永镇山河庙。周百户不是幕后主使，金无畏的周百户只是案件里的一环，负责把火药送进宫。其他人负责把火药藏进永镇山河庙，他背后还有更高层次的黑手。幕后黑手与妖族联手，主导了桑博案，放出了永镇山河庙里的封印物。我真正的任务是揪出这个黑手。许七安翻身坐起，振奋地握了握拳头。大凤京城有大小衙门134个，抛开那些没编制的吏员以及军事体系的，单是吃官家饭的官员就多达万人。这其中能参加早朝的只有1/10，而能进入金銮殿与皇帝直接对话的官员、勋贵、宗室，撑死也就100多人。寅时便在午门外等候的文武百官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处，说一些家长里短的话，绵里藏针。陛下最近上朝愈发勤快了，京察在即吗？去年京察陛下可没那么勤快的，自然是因为桑博案了。哎，多事之秋啊！今天陛下要发脾气了，尔等少触怒眉头。本官只是个文臣，桑博案与本官与我们无关。哦，那与谁有关呢？众人相视一笑。与谁有关？当然是与京城5位的统领有关，当然是与负责保卫京城与皇室的打更人有关，自然也就与打更人衙门的首领魏渊卫青衣有关。午门前，魏渊一袭青衣，茕茕孑立，和周边的文武百官格格不入。魏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当朝再没有比他权力更大的宦官，即使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手里握的权柄也不大。唯独魏渊不同，他既是打更人衙门的首领，也是督察院的都御史，这2个衙门都有督察百官的权力。元景帝的意思非常明显，魏渊是我的刀，你们谁不听话，刀就会落在谁脖子上。魏渊不但是元景帝推出去制衡百官的刀，还起到了拉仇恨的作用。文武百官不敢仇视皇帝，但可以朝魏渊发泄情绪。眼下永镇山河庙被毁，堕政已久的元景帝今日上朝，显然是有满腔怒火要发泄，魏渊必定首当其冲。文武百官们都乐得吃瓜。卯时初，厚重的钟声回荡在漆黑的夜空，显得苍茫寂寥。文武百官们从缓缓打开的东门进入，宗室王亲则从西门进入。元景帝高居龙椅，面无表情地俯瞰着数百名官员，整齐有序地从午门进来，文武分列。再有100余名官员、勋贵、宗室进入金銮殿。奏对完毕，刑部一位给事中跨步而出，朗声道：前夜有贼人闯入桑坡，炸毁永镇山河庙，实乃我大凤之耻。魏渊身为打更人首领，护卫皇城不周，臣请陛下将此僚斩首，以平众怒。臣附议，臣附议。立刻就有多位给事中的职业喷子跳出来，要求远景的砍了魏渊的狗头。朝堂上的攻坚与菜市口买菜是一个性质，通常是往大了说，动不动就斩首抄家，甭管事情大不大，砍狗头就对了。皇帝要是不同意，那就会砍价，从斩首到流放，从流放到革职，反正不能开口说革职，得给皇帝一个砍价的空间。不然皇帝一看，你们几个小老弟不给我砍价的机会，那就无罪。出乎百官们的预料，元景帝直接驳回了针对魏渊的弹劾，而且对魏渊的工作进行了褒奖，这让百官们迷惑不解，交头接耳。肃静！元景帝的贴身大太监一抽鞭子，声音尖锐地警告百官。此事告一段落，但针对魏渊的弹劾并没有停止，而是换了个对象。刑部又一位官员跨步而出，道：打更人许七安在刑部衙门口公然杀害守卫，藐视皇权，臣恳请陛下严惩此贼，满门抄斩。明明自己被弹劾时，老神在无动于衷的魏渊眯了眯眼，跟着出列。陛下，刑部指使侍卫阻扰打更人办案，居心叵测，臣怀疑刑部孙尚书与贼人勾结，炸毁桑博，请陛下将其革职，押入天牢，由臣来审问。督察院的御史们纷纷附议，一派胡言。陛下，魏渊这是污蔑，其心可诛。陛下，刑部有大问题，臣等附议，将刑部众官撤职查办。双方立刻开始打口水战，别的党派官员偶尔插嘴，煽风点火。朝堂之上，各派系进入了激烈的斗争中。
当朝首辅、六部尚书魏渊等几个大佬闭目养神。元景帝丝毫不怒，见众官员吵得差不多了，才是义大太监出声呵斥，让金銮殿恢复安静。铜锣许七安本就罪责在身，做事难免偏激，尔等应协力办案，而不是互相阻扰。若再有下次，朕严惩不贷。元景帝沉声道。魏渊睁开了眼，闪过诧异之色。他料定许七安无事，只是没想到元景帝竟然亲自为那小铜锣说话。元景帝目光锐利地环顾百官，继续道：自今日起，解除城门封禁，朝中官至6品以上皆不得离开京城。退朝。卯时初，许七安准时醒来，洗漱穿衣，去二叔家吃早食。以前在长乐县当一名小快手的时候，他得卯时初赶到衙门，要点卯，相当于上班打卡。成为打更人后，因为考虑到铜锣许七安是个买不起房的穷逼，点卯就从卯时初改成了卯时下3刻，留给他1个半小时的赶路时间。这一点，打更人衙门还是相当开明的。入冬了，早晨温度很低，人难免会被温暖的被褥多封印几个小时。丰腴美艳的婶婶就被封印在床上了，没有起来。瓜子脸的漂亮妹妹也被封印了。你去喊林英起来，小时候养成了惰性，长大后就难纠正。许二叔道。许七安怀疑他是嫌饭桌不够热闹，因为许二郎卯时没到，就返回云路书院了。说今天早上院长要开堂讲课，他得在卯时初出城才能赶上。如此一来，桌上吃饭的就许二叔和许大郎了。许七安当即去了内院，敲开许灵英的房门。开门的是伺候许灵英的丫鬟。小丫鬟半期待半警惕半羞涩地说：大郎想做什么？天还黑着就来敲门，大郎莫非是想趁机对人家做点什么？许七安说：我来喊灵英起床的抬脚进屋，看见许灵英蜷缩在厚厚的棉被里，像一只枕头藏在被子下面，小小的那么一只。许七安一巴掌扇在他屁股上，把他拍醒。许灵英迷糊地睁开眼，擦了擦口水，含糊不清地说：记大锅呀，起来吃早食。哦，那你起来啊。呼噜呼噜，今天早食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砰砰，床上的许灵英忽然抽搐起来，四肢乱蹬，她的大脑还在睡觉，身体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吃早饭了。丫鬟伺候了小豆丁洗脸刷牙，许七安抱着她往前厅走。许灵英下颌枕在许七安肩膀，屁股蛋撅着，想睡又不敢睡，害怕错过美食。莫要睡了，大哥给你唱首歌。哦，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不开就不开，夫君没回来，谁来也不开。来到前厅，许灵英目瞪口呆地看着包子、豆浆、油条，委屈得快哭出来了。这不是我要的早食，我的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那，你这就记下来了？许七安翻了个白眼，大哥骗你的。许灵英哇地哭出来，双手别在身后，身子前倾，朝着许七安发出音波攻击。吃完饭，早知道就不喊他了，吵得老子胸闷。许二叔抱着头盔，骂骂咧咧地走了。是啊，我终于体会到婶婶的艰难了，婶婶辛苦了。许七安骂骂咧咧地走了，留下许灵英在丫鬟的伺候下，一边哭一边吃。虽然没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让他很伤心，但他可以一边伤心一边吃。魏渊离开金銮殿，在心中复盘着今日朝堂的局势。忽听身后有人喊道：魏公，等等咱家。扭头看去，是刘公公。魏渊发达之前也是在宫中做事的，与刘公公交情极好，含笑道：刘公公，何事？刘公公左顾右盼一下，从袖里摸出几张宣纸，塞给魏渊。咱们誊抄的，魏公可以看看。魏渊心领神会，笑道：改日进宫，请公公小酌几杯。出了午门，登上马车，驾车的杨艳一声不吭地往衙门方向走。魏渊掏出宣纸，看了一会儿，嘴角挂上了笑意。义父在看什么？懒洋洋靠在车厢，充当贴身护卫的南宫倩柔好奇地问。原以为今天会被陛下责难，没想到顺利过关。魏渊笑道：顺利过关。车厢外，杨艳诧异反问。上朝的路上，魏渊在脑海里模拟了朝堂局面，他有这个习惯，上朝前模拟，上朝后复盘。在原先的模拟中，本次上朝必定会被弹劾，元景帝顺势责难或给予一定的惩罚。魏渊猜的没错，桑博案确实成了政敌攻讦的由头，只是他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描淡写的就接过了。南宫倩柔蹙眉道：没有人趁机攻讦义父。魏渊笑着递过皱巴巴的纸张。南宫倩柔接过纸张，快速扫了一眼，纸上记录的是刑部和府衙众官员对案情的酌情分析，并没有太大价值，他快速略过，
眸光一凝，脸色开始变得认真，仔细阅读。炸毁永镇山河庙的火药竟来自大黄山的硝石矿，小奇观被人灭口，金无畏私通妖族，整件桑博案的脉络一下子清晰起来。南宫倩柔难掩惊讶，他对此案不太上心，但也保持一定的关注。对于许七安这个主办官，他抱着既不插手也不帮助的心态。按照南宫金罗的经验判断，这件事想要查出点眉目，每个3-5天不可能。万万没想到，仅是1天就有这等收获，是个办案的好料子。他眯着桃花眸，终于对许七安产生了些许肯定。办案的好料子。杨艳的声音从车厢外传来，很感兴趣的样子，追问道：“是指许七安？”杨金罗很重视许七安，觉得他是个值得栽培的年轻人。南宫倩柔哼道：“你倒是走运，捡了个这样的好苗子。”杨艳嘿了一声，心满意足，专心驾车。到了打更人衙门，回到好气楼，魏渊道：“让许七安来见我。”许七安此时正躲在暗读库的查资料，正如1号所说，500年前确实有过武宗皇帝篡位的事。除此之外，500年前的皇族，除了那位大奉的开国皇帝，其余人员的资料记载的都很含糊，应该是被销毁了，只留下名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桑博里封印的绝不是那位被堂弟篡位的倒霉皇帝，因为那位皇帝14岁就有了子嗣。众所周知，武者在炼气境之前，善恶无报。不是没报，是时候未到。给我查，500年前，任何一位3品以上的高手都不能错漏。许七安退而求其次，查起500年前前皇室势力中的高手。是。7、8名吏员领命。窗边的桌案，穿鹅黄色长裙的女孩一手撑着脸颊，一手不停地往嘴里塞油炸鱼丸子，双腿在桌底晃啊晃，偶尔露出白色的女子绣花长靴。采薇姑娘，我忽然想起一事。许七安顺手去拿油炸鱼丸子，被鹅蛋脸美人眼疾手快地拍掉。许七安咳嗽一声：“有炸鱼丸子好吃吗？”“好吃的。”楚采薇点点脑瓜：“我想吃，但不是吃这个。”许七安道：“那是吃什么？”楚采薇问。“想吃吃的看着你。”许七安给出一个暖男的微笑。楚采薇脸蛋红了一下，继而柳眉倒竖，想骂他登徒子，又觉得这话听起来暧昧，但和登徒子说的下流之言又不同，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发怒。不发怒的话，他黄花大闺女的尊严何在？许七安聪明地岔开话题道：“有件事想请教采薇姑娘。”楚采薇咽下嘴里的丸子，红润的小嘴沾了油光，闪闪发亮，粉嫩诱人。她板着脸：“什么事？用什么办法可以屏蔽司天剑的旺气术？”许七安问。“高品强者都能够收敛自身气息，不过这是相对的，我是7品风水师，那能瞒过我的旺气术的高频武者，少说的5品6品都不行。”楚采薇得意洋洋地说：“我是8品炼气境，那么能瞒过我的旺气术，周百户得是铜皮铁骨境，而他显然不是。”许七安颔首，继续问道：“除此之外呢？”“那就是法器了。”楚采薇是个好为人师的，不用许七安问，自己就叽叽喳喳地解释起来。世上法器分2种：1、我们司天监的镇尸刻录阵法炼制成的器具；2、机缘巧合之下获得神异的物品。后者种类很多，比如千年古树遭遇雷击，残留的雷击木便蕴含了至刚至阳的威能；又比如高品强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常年累月受到气息温养，具备了某种神异。不过这一种大多是那位高品强者某项能力的延伸。京城有没有屏蔽气息的法器？许七安开门见山：“我们司天监倒是有，其他地方……”楚采薇歪着脑袋想来一会儿，我得回去问问宋师兄。好吧，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两人谈话之间，吏员们已经把500年前可能是高频武者的人员罗列了出来，名单不多，10几个而已，都是疑似高频武者的存在。官方的记载里不会写明某某某是极品强者，所以吏员们是通过500年前有资格载入正史的将领们的事迹来推断品级。比如镇北王，镇守北方数十年，一生经历战役数百场，毫无疑问他必然是高品强者。许七安扫了一眼，失望地发现名单上以4品武者最多，3品寥寥无几，2品没有，就更别说1品。能被封印在桑博，2品是底线，不然单凭术士1品的监证就能轻松解决，根本没有封印的必要。难道我的思路是错的？封印的不是人，而是物品？等等，监证！许七安心里一凛，呼吸都不由得急促了一下。他想到一件事，监证的职责是坐镇京城，是大奉的守护神，至少这一代监证是这样。那么当年的武宗想要篡位，必定绕不开监证这一关。一个大胆的猜测在许七安脑海里成型，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采薇，咱们师父是不是初代监证？许七安控制着自己不让声音颤抖。不是啊，师父是第2代监证。楚采薇的回答让许七安感觉血液都沸腾了。我知道桑博底下封印的是谁了，
许七安咽了咽口水。初代监正怎么死的？楚采薇摇了摇头，这个倒是不知道哎，师傅从来不说师祖的过去。是初代监正，桑帛底下封印的是初代监正。许七安为这个猜想感到战栗，难怪这个秘密只有元景帝知道，难怪监正会生病，难怪北方妖族要谋划着一出好戏。初代监正要是脱困而出，京城就要大乱了。不，初代监正已经脱困了。这一刻，许七安竟升起了逃离京城的想法。逃走，赶紧逃走，带上叔叔婶婶一起走。初代监正脱困，必定会引起腥风血雨，那可是一品啊，整个京城都会变成修罗场。想到这里，许七安反而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元景帝让他戴罪立功，那么魏渊就有责任看住他这个死刑犯，他跑了会连累魏渊。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许七安固然可以跑，但京城的百姓跑不掉。如果京城中真的发生一品高手之间的决战，会死多少人？全都人命啊！元景帝这老鳖孙，他自己在皇宫里被众多高手护卫，可城里的普通人怎么办？一品强者之间的恩恩怨怨，我插不上手，捅出去，把事情捅出去，自然有高个的去顶。当即有了决断，遇事不决，找魏渊。虽然不愿意承认，但魏渊这种名声赫赫的善谋者，确实很给人一种安全感。魏渊若是个庸碌的长官，许七安只有跑4天剑去找监正了。恰好这时，一位吏员进来，见到许七安，大喜过望，卑职寻了许大人好一会儿了，魏公找您呢。巧了，我也想找他。许七安告别楚采薇，随着吏员朝浩气楼行去。进入这座衙门最高建筑，来到7楼，许七安见到了一袭青衣、鬓角双白的魏渊，以及2位金罗。案子进度不错，可惜线索又断了。朝廷已经对周赤雄发布通缉令，但半月内找到他不现实。魏渊喝了口茶，语气温和。接下来准备怎么办？许七安站在案前，略作思考，坦然道：卑职猜测周赤雄后边还有黑手，只是没有线索。这起案子比税银案更加复杂麻烦，当然也因为税银案中他不是主办官，主需要找出漏洞，提供思路，其他方面由打更人和府衙去做。线索虽然断了，但许七安对后续的侦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一，从屏蔽旺气术的法器方面着手。2，有渠道有能力将火药偷运进桑帛的名单中排查。第2条，注定耗神耗力，还不一定有结果。魏公，许七安试探道，如果半个月后卑职还是没能查出真相呢？届时我会安排你假死脱身，你就去江湖吧，做打更人的暗线。魏渊喝了口茶道，衙门的情报网遍及13州以及各大江湖势力，不暗中养着碟子是做不到的。你的性格不适合正途，江湖才是你的天地。其实如果没有桑帛案，你现在已经在我的安排下离开京城了。去江湖嘛，许七安恍惚地想着，做本座手中的一把刀，见不得光的刀，是不是觉得委屈？魏渊笑了起来，像一个温和开朗的教书先生。你的性格外柔内刚，且偏激了些，我既欣赏这样的你，又不喜欢这样的你。打更人衙门的诸多弊端，我心里清楚，但人性本就如此，光暗交织。李玉春那样的人有多少？如果打更人里全是李玉春这样的人，打更人就做不到压制满朝文武。许七安皱了皱眉，我懂这样的道理，所以人性需要时时敲打，常常威慑，才能立志清明。魏公是不是过于纵容了？也得看时机的。魏渊不动怒，和颜悦色地解释，大奉官僚风气腐败，颓势已成，想要改变这股风气，得和光同尘，然后逐一击破。当你前方没有绊脚石的时候，才是你一展抱负的时候。魏渊的意思是，等他将来斗垮政敌，在没有拦路石的时候，才能腾出手整治这些乌烟瘴气的风气。许七安想了想，觉得有理。你在官场，规矩束缚，不得不和光同尘，否则只会闯一次又一次的祸，或者被磨光了棱角，失了武夫的张狂气焰，怎么看都是不划算的。但入了江湖，你便没有顾虑。魏渊语重心长地说，凡惹你的，挡你的，碍你眼的，只管用刀去斩，平心而行，不必顾虑规矩与律法。所谓以力犯禁，便是此理。不少武者在过程中迷失了本心，成为了冷血无情的刽子手，这是你需要注意的。许七安憋了半天，卑职还不想去江湖，我想尽自己的努力去试试。他不是留恋权势，而是留恋家人，留恋叔叔婶婶、二郎和妹子。这就好比上辈子当社畜时，老板说，我要派你到外省去扩展市场，长期驻外。你说，我不想去。老板说，不，你想。好在魏渊不是那种扒皮老板，他没强求，不在乎的笑了笑，说道，没事你就退下吧。不，我有事。许七安抱拳，沉声道，请魏公平退左右，卑职有要事禀告。又要禀退我们？南宫倩柔和杨艳面无表情地看了眼许七安。魏渊挥了挥手，
让两位义子退出好气楼。一回怒两回熟，南宫倩柔懒得抱怨嘲讽，一声不吭地走人。杨艳站在楼底，等待义父与许七安交谈结束。茶室里只剩下两人，魏青衣把一只倒扣的茶杯反转过去，给许七安倒了杯茶。天地会的事，卑职确实在天地会收到一个消息，来自南疆古族的。许七安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茶，喝了一口，入口微苦，回味方甘。天地会内部的5号是古族的人，有些地位。昨日通过地书传信，说是极渊里的古神出现了复苏征兆。魏渊表情顿了顿，道：甲子当妖前，古神有古族和万妖国压制着，倒也无事。眼下万妖国灭亡，故土变地佛寺，顶级高手也不多，古神真要复苏，单凭古族恐怕抵抗不了。说到这里，他眼中闪过愁色，地宗到手入魔，古神出现复苏征兆，云麓书院清气冲霄，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各方动荡，往往也意味着大乱之年。这些年，佛门扩张的野心越来越盛。魏渊叹息道。许七安心里一动，佛门当年灭妖国是为了传教扩张。魏渊沈笑，难不成是为了天下苍生？顿了顿，问道：有何事要禀报给我？许七安正了正神色，道：卑职已经查清桑帛底下的封印物了，此事涉及到500年前的一桩密事，恐会酿成大祸，卑职实力低微，不敢隐瞒。听到这里，魏渊眼中异色闪烁，但他很好地藏住了震惊，试探道：封印物是监正，初代监正。许七安一副分享大秘密，小心翼翼防止泄露的姿态，压低声音。桑帛底下封印着初代监正，当年武宗篡靠品德的皇位，初代监正并不支持武宗，武宗登基后，史书上便再没有初代监正的相关记载。魏渊不动声色地听完，微微点头，分析得很有道理。许七安趁热打铁，元景帝至今都没有公布情况，所有人被瞒在鼓里，可是初代监正若是与现任监正起了冲突，京城……他没有说下去，相信以魏渊的智慧能懂他的意思。魏渊捏着茶杯，盯着上面的青花，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最近有感觉丹田胀痛吗？许七安一愣，心说魏渊怎么知道他这段时间练气吐纳，总感觉丹田胀得难受，肚子像是有一股火在烧，想排泄出一些东西，但又感觉排不出来，都想着改日找福香姑娘帮忙了，可身上任务重，也抽不出时间去叫方思。不错，魏渊点点头，这代表着你已经在练气境登堂入室，往后这股胀痛会涌到中丹田，然后是上丹田，那时你就可以踏入炼神境。我读书还可以，练武就不行了，不过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指导1、2。等你胀痛转移至中丹田，我会让人送一部观想法给你，这样能提升踏入炼神境的速度。到了炼神境，你得重新打熬体魄，争取对自己的身体了如指掌，这些都是以后的事了。魏渊虽然聪明绝顶，但练武没什么天赋。嘿嘿，心里平衡了，许七安感动的表情。多谢魏公栽培，卑职肝脑涂地，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魏渊吃的笑了一声，你也不是愣头青，可有些时候比愣头青更愣。这不是愣，这是原则，是信仰。马列主义了解一下。许七安心里吐槽，同时有些悲哀的想，这也是我与这个时代的隔阂。还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了解一下。陛下今日下旨，解除成禁。魏渊看着许七安，脸上的笑容很古怪，似调侃，似打趣，似揶揄。许七安脸色僵硬，这不合理，这不可能。元景帝的态度有问题，初代监正脱困，首当其冲的就是当代监正和皇室。这样的处境之下，正常的操作不应该是关门打狗，永绝后患吗？开城门是几个意思？向初代监正示好，大家和平共处。不可能，元景帝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皇帝，但不是蠢货。而且当代监正也不会同意元景帝背叛革命。对，监正那个糟老头子的态度也很古怪，老师都接官而起了，你难道不应该带着手底下的术士们一脚踏在棺材盖上，吆喝一声，小的们帮为施压，稳这老东西的棺材板？结果是装病。这其中会不会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比如初代监正被封印500年，不复巅峰，正藏在某处养伤，故意开城门是为了引蛇出洞，正好趁机将战场转移出京城。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离开好气楼的许七安苦笑一声，是的。许七安召集人手，下达3条指令。第1条指令是司天监的楚采薇负责打探遮掩气息的法器下落。第2条指令，闵山和杨峰2位银罗继续负责何时公布的火药生产使用记录。第3条指令，前往府衙审问太康县令。前2条倒是没什么，第3条指令众人不太懂。许七安解释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妖族是怎么知道大黄山有消石矿的？闻言众人一愣，对吧？莫非妖族潜伏在灰户里挖矿？许七安冷笑一声，
当然是有人与妖族合谋。大黄山在太康县地界，县令绝对有问题。3位银罗，10几位铜锣肃然起敬。许铜锣心思缜密，经验丰富，金牌不是无缘无故赐予的。三方在衙门口分道扬镳，各自完成任务。许七安望着楚采薇在马背上颠簸的背影，忽然觉得有朝一日在下面也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头儿，你说为什么陛下不招来4天剑的术士，挨个的质问朝堂诸公？你刚还让采薇姑娘去查屏蔽旺气术的法器。李玉春看了眼缘，本是自己下属，现在自己成了他下属的下属。顿了顿，含蓄补充：术士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被收买，普通小案子无所谓，涉及到滚滚诸公，肯定不能光靠术士一张嘴。元景帝既多疑又有旺盛的权欲，许七安微微颔首。旁边的宋廷锋找到了插嘴的机会，道：宁烨，你和4天间的采薇姑娘很熟对吧？许七安点头。宋廷锋措辞道：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身子有些虚，我想帮他求一些补肾壮阳的药。无中生有，许七安也不戳破，含笑道：告诉你朋友，俄罗斯转盘少玩点。李玉春皱眉，满脸不解。什么盘？许七安、朱广孝、宋廷锋相视一笑。云麓书院院长赵守结束了长达2个多小时的课堂，告诫众学子发奋刻苦之后，轻轻一挥袖：从来出来，回来出去。身形突兀消失。众学子早已司空见惯，不稀奇了，讨论起京城最近发生的大事。桑博怎么被炸了？我大奉开国皇帝的正道之地，竟被宵小之徒毁坏。果然都是一群废物。若是我云麓书院坐镇京城，根本不会发生这种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学子们义愤填膺，习惯性的对天对地，藐视一切非读书人。许新年收拾好书本打算离开，身后一位学子喊道：辞旧，回头踏青游山去。寒冬腊月的踏青，喝西北风吗？许新年摇摇头，回头告诫道：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说罢正要离开，就听身后一位阴阳怪气的说道：许辞旧儿今世修身境，早就与我们不同了，恐怕是不屑与我等为伍了。许新年回头看去，说话的是朱退之。当日宋子阳居士去青州时，本该是此人得到子阳大儒的玉佩，奈何被自己横插一杠。另外此人与自己关系不佳，前些年互相口吐芬芳。许二郎冷笑道：青天白日，莫要冤枉人，我何时与你为伍过？朱退之勃然大怒：许新年，别以为成了八品就可以目中无人，你不过提前了一步而已。对于许新年提升众人踏入修身境，书院学子既然羡慕又嫉妒。许二郎淡淡道：我不费吹灰之力踏入修身境，我骄傲了吗？我前些日子拜访了长公主，给她赏识，我骄傲了吗？我待会儿要去请教老师，巩固修为，聆听7品境的神医，我骄傲了吗？他审视着朱退之的脸，忽然嗤笑一声：你笑什么？朱退之怒目相视。许慈就轻蔑道：有些人的脸丑的就像一桩冤案。其他学子感觉被冒犯了，朱退之当场炸锅，扑过来要和许新年决斗，但被同窗死死拦住。退之，何必与他争论？许慈就一张嘴：敌五夫一把刀，咱们不跟他吵。别冲动，你不是他对手，不管是嘴皮子还是手脚功夫。许新年骄傲地离开。这些人一阵子不搭理他们，就觉得可以上蹿下跳。论吵架，许慈就一生不弱于人。京兆府管理京城周边15个县，太康县令就被关押在府衙的地牢里。许七安带人进入府衙，直奔少尹堂。少尹不在，堂内留守的主事皱眉问道：诸位大人有何事？宋廷锋道：提审犯官，太康县赵县令。主事又问：可由府尹大人手书？宋廷锋摇头。主事顿时就不客气了：请回吧。没有手书就想提取人犯，打更人是不是太嚣张了？在外头是要让着你们3分，这里好歹是府衙，说提审就提审的吗？混账东西！刚好返回的少尹听到对话，脸色微变，疾步走来，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然后命人带许七安等人去地牢。少尹大人，主事有些委屈，这不合规矩。屁话，命都没了，还管这些？大人何意？那人叫许七安，刑部门口当街杀人的许七安，就是个疯子，你想给他陪葬？谢大人救命之恩。府衙的地牢许七安是住过的，跟这里的杰瑞还有小强略有几分交情，在狱卒的带领下来到关押赵县令的地牢。起来，有大人要问话。狱卒用棍子敲打栅栏。穿着囚服的赵县令侧躺在破草席上，背对着众人，一动不动，似乎没有听到。狱卒又吼了几声，赵县令依旧纹丝不动。许七安心里一沉，道：开门。狱卒掏出钥匙开门，怒气冲冲地伸手拉着赵县令。耳朵聋了。赵县令的身体软绵绵地翻转过来。这时候狱卒也意识到不对劲了，探了探鼻息，脸色大变。
死了，来迟一步了。许七安心里叹息。太康县令是昨晚连夜捉拿下狱，他今早收到消息，立刻就过来，但还是迟了一步。凶手要么是府衙内部的人，要么一直监视着赵县令的动向，不然无法及时杀人灭口。许七安翻开赵县令的眼皮，撬开嘴唇看了看舌苔，然后扒掉了赵县令的囚服，检查尸体，没有中毒迹象，死前没有挣扎的痕迹，尸斑刚形成没多久，死亡时间不超过5个小时，死因暂时未明。许七安心里做出判断，道：留2人看着尸体，其他人随我去见府尹。人犯死在府衙，陈汉光这个府尹得背锅了。许七安寻到内堂，得知陈府尹还在睡觉，衙役通传后，他便等在外面半炷香时间，见到了穿戴整齐的陈汉光。陈府尹脸色如常，完全不见刚睡醒的模样，微笑道：许大人找本官何事？早朝时间是卯时出，通常来说，文武百官们寅时就要在午门等着了，也就是凌晨4、5点，所以早朝结束回衙门补觉是大奉官场的常规操作。我来提审太康县赵县令，结果发现他今早死在狱中。许七安开门见山。什么？陈府尹大惊失色，被许七安带过来的狱卒战战兢兢地说道：禀大人，属实。陈府尹皱了皱眉，也没觉得多大的事，毕竟赵县令本身便是死刑犯，来年秋后处决。怎么死的？陈府尹端起茶杯，被灭口的。许七安道。陈府尹手颤抖一下，滚烫的茶水洒出来，他浑然不在意，瞪大眼睛。灭口？很明显，老陈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许七安解释道：大人觉得妖族是怎么发现消石矿的？大黄山一个平平无奇的地方，连附近的灰户都不知道有消石矿的存在，怎么妖族就能发现？陈府尹惊得站起身。你的意思是？许七安点点头。我怀疑与太康县令有关，今日过来提审，没想到慢了一步，他已经被灭口了。此案线索又断了。唉，陛下命我半月内查出真相，我实在太难了。对了，司天监今日来了个小宦官，要求我准时汇报案情进展。陈府尹脸色变幻多次，作揖道：许大人，府衙愿意协助大人，府衙的3房6部都可以由大人调遣。许七安笑道：陈大人慷慨，赵县令无故死在大牢，是意外，没人关注一个死刑犯的死活，可如果这个死刑犯与桑博案有关呢？尤其经查在即，这么大一个把柄，如果公布出去，陈府尹恐怕要降职了。而对许七安来说，人已经死了，追究陈府尹意义不大，也就说和不说的区别。于是刚刚晋升为总捕头的吕钦被喊了进来。陈府尹严肃道：至今日起，你便跟着许大人听候差遣。跟着许大人听候差遣，府尹大人前些日子还说这是一次机会，若是能破案，他便能进内阁了，是想让我潜伏在许七安身边当一位碟子。吕钦诧异地想：不要胡思乱想，安心辅佐许大人。陈府尹沉声道：竟是真的？他居然能让府尹大人服软？吕钦盯着许七安看了几眼，道：卑职遵命。很快，赵县令的验尸报告出来了，自然死亡。越是没有破绽，越说明有鬼。首先可以排除武者灭口了。许七安皱眉沉思，武者的本质可以用4个字形容：抢银盗瓮。暴力是武者的代名词，捏死赵县令像捏蚂蚁一样简单，可绝对做不到无声无息，不留任何破绽。许七安率先想到的是道门阴神，因为在古时代，道门的阴神又被称为勾魂使者，能在睡梦中取人狗命。首先排除金莲道长那个老银币，他如桑博案没有任何牵连，那就只有仁宗了。许七安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感觉自己发际线在悄悄往后移。怎么还把仁宗牵扯进来了呢？仁宗是我能调查的吗？且不说仁宗到手是国师的身份，地宗到手是2品，仁宗到手也不会差多少吧？2腿一夹就把我夹死了。也不一定是道门，其他体系我了解的不多，现在不能够早下定论。趁着金牌在身，我抽空多看点各大体系的机密内幕。许七安发现吕钦在悄悄打量自己，女子捕头俊俏的脸蛋隐约可见疲惫。吕捕头，近来没有好好休息吧？吕钦笑了笑，公务繁忙。他已经知道陈府尹妥协的原因，虽说许七安是捡漏，但这个漏可不是好捡的。如果不是他及时意识到太康县令有问题，这件事没准就被府尹大人压下来了。吕捕头巾帼不让须眉。许七安恭维道：他年纪大概在25、30之间，年纪轻轻就当上首都公安厅刑侦队大队长，前途无量，而且还未婚。许七安上辈子身边就没这样有前途的女性朋友，有的只有烦恼男朋友，时常漏电的大龄剩女。许七安离开府衙时，身边多了6个府衙的快手，供他差遣，修为都不差，2位练气，4位练精。他骑乘在马背上，思考着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半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破案要顺藤摸瓜，急不来。反而是魏渊的态度让他困惑不解，是不是太冷淡了？
魏渊肯定知道点什么。袁景帝的态度暧昧不清，监正装死，不合理啊！不算大人物之间有什么博弈，初代监正脱困是不争的事实，我不能因为他们的淡定而放心，因为身居高位的人未必在意普通人的死活。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初代监正的事。魏渊似乎不想我插手其中，担心我被牵连，我可以曲线救国啊！我将此事隐秘透露给长公主，不是透露，是提示，不动声色的提示，让她自己去联想，去发现。想到这里，许七安不再犹豫，道：“你们先去衙门等我，我进宫一趟。”众人疑惑看来，许七安解释道：“我要去见长公主。”他竟能见长公主。许宁燕不但与司天监的术士关系好，竟然还与长公主有交情。吕钦心里砰的一跳，其他人各有疑惑和震惊。李玉春最镇定，他是知道的，许七安能进打更人衙门，全赖长公主推荐。告别众人，许七安策马赶向皇城。长公主早已成年，在皇城有自己的府邸。许七安赶到怀庆府，一问守卫，才知道长公主平素里都住在宫城，等闲不回来住。于是他又赶到皇城，皇城等于缩小版内城，城中设有宗庙、官衙、内廷服务机构、仓库和城防建筑，以及园林院囿。外城住的是平民百姓，内城住的是达官显贵，而皇城住在这里的是王公大臣。没有金牌的话，许七安都进不来。至于宫城，又称为皇宫，是皇帝的家，住的是妃子和皇子皇女。当然，成年的皇子皇女必须要搬出宫城，住到皇城。只不过元景帝这些年潜心修道，对妃子们不甚在意，这方面的规矩变得松懈了。现如今，许多成年的皇子皇女依旧住在宫城。宫城的话，许七安是进不去的。即使有元景帝御赐的金牌，正想托守卫传话，忽然听见车轮铃铃，探头往内看去，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正驶出来。皇室专用的金丝楠木、黄绸华盖，镶嵌金片和玉石，奢华大气。清一色的顶级跑车，许七安心说，收了他3钱银子的守卫见状笑了起来。第二辆马车是长公主的，你看车身黄绸上绣的那个庆字，看来不用通传了。守卫把碎银还给许七安，客气了，客气了。许七安推回去，往后还有麻烦老哥的时候。他打算搭上长公主这条线，抱住这根大粗腿，将来说不定会时不时的跑来联络感情，提前与守卫打好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俗话说，烟能撬开男人的嘴，钱能勾到男人的心，一起吃海鲜则能让你和他成为同道中人。社交3要素。守卫很欣赏许七安，提点道：第一辆马车是太子殿下，第3辆是二皇子，第4辆是二公主，估摸着是要去哪里开宴席，你若是能参加，记得要好好表现，平步青云不在话下。长公主卑职许七安有事求见。许七安高声道。侍卫们扭头看了过来，目光锐利，然后继续前行。那架绣着一个庆字的马车，车窗打开，一只白皙玉手掀开帘子，许七安看见了长公主尖翘雪白的下颌，红润的小嘴动了动。跟上。他心里一喜，刚要拍马靠过去，眼角余光瞥见第4辆马车的车窗推开，探出一张圆润美丽、妩媚多情的俏脸。他盯着许七安，双方目光接触，他嘴角一挑，继而关上窗门。那个是二公主。皇帝的女儿就是漂亮啊。许七安收回目光，默默在心里比较起2位公主。对于不同类型的美女，你可以硬是睡不着，但硬要比个高低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取决于你的爱好。尽管很多男人说喜欢黑丝御姐萝莉制服，爱好广泛，博爱无疆，但其实就算是这种色胚，他们也是有审美偏好的。许七安不评价长公主和二公主孰美，仅从2位公主给人的观感来说，长公主偏清冷型，恰如雪山上的一朵莲花。明知道她高贵优雅，清丽脱俗，你偏偏忍不住想亵玩她，然后看她露出窘迫羞涩的姿态。二公主的话，许七安接触不多，但就刚才那一眼，许七安已经给她脑补上了小热裤包裹浑圆挺翘的臀儿，白色小背心束缚亭亭玉立的胸脯，雪白长腿蹬着一双白色球鞋，在舞池里尽情摇摆，波浪卷的头发飞扬。搁在她那个时代，妥妥的夜店女王。上文说过，爱逛夜店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但二公主毕竟是古代人，这一点许七安不敢肯定。皇子皇女们今天要外出聚餐活动，地点选在皇城一处景色不错的小湖边，湖畔种植着4季常青的雪松、龙柏，以及一片片目前凋零的花田，想必到了来年春天，景色会更加美丽。今日阳光融融，无风，是个晒太阳的好日子。湖畔有一座4方的平台，当差们搬来桌案，点上檀香，从食盒里取出一叠叠精致的佳肴。许七安把马拴在树上，默不作声地跟在长公主身后，2位丫鬟替她提裙摆。长公主的发髻梳得很简约清爽，插着一枚价值连城的金步摇，金线流苏末端缀着圆润的珍珠，行走时流苏摇摇荡荡，确实好看。2人没有语言沟通，但自然而然的，许七安跟在她身后充当侍卫的角色。
其他皇子皇女也从豪华马车中下来。许七安扫了一眼，外貌都不差。太子穿着白色蟒衣，金冠束发，俊朗非凡。其实皇子们的外表都不值得在意，包括太子，反正再帅也没有许慈就那个小老弟俊美。4个公主里，长公主和二公主容貌绝佳，是拔尖的大美人。入席时，二公主不知有意无意，把本该是长公主的席位给抢了。没人呵斥，皇子皇女们似乎习惯了，视而不见。长公主则没去坐二公主的位置，与她隔了一桌。长公主和二公主关系不睦，许七安记下了这个细节。太子环顾诸位兄弟姐妹，道：“咱们也有一阵子没出来游玩了。”皇子们附和，皇女们则含蓄浅笑。许七安的目光落在湖里，他看小湖里有一道道黑影掠过，不知道养着什么东西。太子在宴席上起到了席纠的作用，负责带话题，主持宴会。宴会上的酒令总共就那么几种，高雅的就更少了。在座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划拳掷骰子这种肯定不能往，得往雅令。雅令有很多种，抛开现场作诗这种高端局，飞花令是雅令中难度较大的。太子开了个头，以水为题，首字是水。二皇子的诗里，第2个字就要是水字，以此类推。在场皇子多，皇女少，第1轮结束，7皇子绞尽脑汁也没想起那首诗的末尾是水字，被罚了一杯。8皇子早些年就夭折了。9皇子负责把这个飞花令延续下去，与太子一样，首字为水。到了二公主这里，她明媚的桃花眸睁得大大的，黑亮的眼珠子转啊转，她小手一拍，脆生生道：“有啦，疏影横斜水清浅。”明媚的阳光洒在她身上，穿着红艳艳的宫装，带着华丽繁杂的首饰，等闲女子驾驭不住如此奢侈甚至庸俗的打扮，但到她这里却成了加分项。长公主的贵气是在骨子里的，二公主更像是一只美艳华贵的金丝雀，再怎么奢侈的装扮都只会增添她的美。但若是素衣打扮，二公主恐怕要逊色长公主许多。太子笑道：“这首诗我听过，教坊司流传出来的，似乎是长乐县某个学子所作，被士林誉为咏梅绝唱，古今第一，气质儒雅宛如读书人的3皇子评价道：可惜啊，这等精彩绝艳之作，竟是赠给一个妓子，暴殄天物。才子与名妓的爱情故事，坊间流传甚广，极受欢迎，但确实上不得台面，尤其在皇族眼里。3皇子是个读书人，为此痛心疾首。哪里暴殄天物了？福香花魁得了此诗，身价暴涨，一跃成为大凤王朝顶级明星，而我顺势与他达成友好的管鲍之交，分明是双赢。许七安心里不服气，行酒令继续，到了长公主这里，面临着与7皇子同样难题。末尾有是水的诗词，凤毛麟角。长公主虽博学多才，但对诗词涉猎不多，精致的眉梢微微蹙起，沉吟不语。一见这情况，二公主就笑嘻嘻起来。怀庆是咱们京城第1才女，小小诗词总不会对不上吧？二公主确实有点表，以后就叫你表表吧。许七安心说，其实对许多男人而言，适当的表反而更吸引人。当然，许七安绝不是这样的男人。众皇子皇女含笑看着长公主，才华出众，力压兄弟姐妹，即使是个女子也招人嫉妒。能在她最擅长的领域打压一下，大家乐见其成。长公主无视皇兄皇妹戏谑的眼神，微微侧头，轻描淡写了看了眼身侧的许七安。你瞅啥？许七安心里叹口气，长公主可以的，知道我见她有事，事先便薅一把羊毛，预收报酬。怀庆看她做什么？二公主一直在关注长公主，只等她摇头认输，然后自己跳出来指着她说：哈，你终于承认自己是个银枪蜡样头了吧？谁知道怀庆一点不慌，还和那个小铜锣眉来眼去。其他皇子皇女多少注意到了这点，只是内心戏没有二公主那么丰富。最后不知天在水，许七安沉吟片刻，细若蚊蝇地说了一句诗。他迅速开动脑筋，末尾含水的诗，他只想到这一句。长公主微微颔首，扬声道：最后不知天在水。二公主一愣，继而涌起失望，怀庆这个臭姐姐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其余皇子皱眉沉思，接着看向3皇子。3皇子摇头。怀庆，三哥怎么没听过这首诗？长公主浅笑道：这是新作的诗。二公主顿时来劲了，娇声道：哦，你耍赖，下边一句糊弄我们呢，罚酒3杯。即兴作诗也是可以的。太子殿下笑了起来。不过怀庆你得做一首完整诗才算。3皇子点头。大哥此言甚是。长公主又扭头看了眼许七安，仿佛在说：交给你了。许七安硬着头皮从长公主身侧跨步而出，抱拳道：是卑职新作。一下子所有人都盯了过来，二公主乌溜溜的眸子审视着许七安。太子皱了皱眉。3皇子不悦道：你一个铜锣做什么诗？他说的还算委婉，意思是说你一个武夫懂什么是诗？
赌赌，长公主青葱玉指，敲击着桌案，引来众皇子注意。她语气平静道：“他叫许七安，堂弟是云麓书院的学子。”这能代表什么？一时间没人能懂长公主的意思，而她本身似乎很喜欢看到兄弟姐妹满脑子问号，但故作淡然的模样。清冷的脸蛋挂上一抹笑容。宋子阳居士便是他所作，林安先前念的那首诗亦是许七安的作品。在座的皇子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豁然转移目光，死死盯着许七安。那首名噪一时的《绵阳亭宋子阳居士之轻舟》的原作者竟然就在眼前。是，据说那首诗是云麓书院某个学子的堂兄所作。刚才怀庆说这位铜锣的堂弟是云麓书院的学子，三皇子对这些传闻最清楚，立刻反应过来，知道怀庆说的不会假了。这个仰慕怀庆的忠狗便是写出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人。二公主睁眼妩媚的桃花眸子一瞬不瞬地望着许七安，他对这个铜锣有了些许改观。许七安先是大吃一惊，下意识地认为自己说服香花魁的行为被长公主严密监控着，但很快便想通了，当初打更人跟踪自己正是这位怀庆公主授意，那么有关她的情报长公主自然知晓。太子殿下质疑道：“可我听说教坊司那位姓杨名灵是长乐县学子。”长公主没有回答，许七安只好自己解释：“是卑职化名。”太子不说话了。三皇子追问道：“刚才那句诗我听着不错，最后不知天在水，颇有意境，让人忍不住想知道后续。”出身皇家的龙子龙孙接受过最优等的教育，即使是二公主这样只喜欢打扮不喜欢念书的，小时候也被逼着读了好几年的圣贤书，文化底蕴扎实，鉴赏水平不差。被三皇子一打岔，注意力便回归到诗，因为知道了许七安的身份，反而愈发期待起来。许七安缓缓道：“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二公主低声念了几遍，觉得这两句诗勾勒出了美好的只存在于童谣里的场景。静谧的夜晚，她穿着漂亮的裙子躺在小舟的船头，头顶是璀璨无垠的星空，水面倒映着星河，小舟在湖上飘荡，荡起涟漪，她安详地睡着。林安公主芳心砰砰狂跳了两下，长公主眼波微闪，下意识地动了动脖颈，似乎想侧头看许七安，但忍住了，保持着清冷的白莲花姿态。四周诡异的寂静了，众皇子细细咀嚼，品味着这两句诗。与二公主不同，皇子们体会到的是一种远离尘世、怡然自得的飘渺之气，氛围是轻松的，贴近天下自然的，无忧无虑的，摆脱了暗毒之劳、丝竹之闹，摆脱了勾心斗角。同时梦醒时分，心里会有一丝丝的怅然。好诗，好诗啊！三皇子拍案，情绪亢奋，感觉自己见证了一首名作的诞生，这是任何读书人都无法抗拒的荣耀。这是七绝还是七律？年纪与许七安差不多的七皇子问道。没了，只有这两句。众皇子们一愣，脸色复杂且古怪地盯着他。莫要开玩笑！三皇子怒道，有些急切，有些烦躁。后面呢？后面呢？他那样子像极了被断章折磨疯了的读者，终于有机会见到作者本人，压抑着随时爆炸的情绪说：“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去码字。”即兴作诗真没了。许七安有些惭愧，这首诗并不是9年义务教育课本里的。当然，他作为一个文化人，不可能只学过课本里的诗词，平时自己也会网罗一些优秀的诗词作品，但都记不全，只能记住最精华的几句。眼下这首就是如此。你，三皇子指着许七安，愤怒地说不出话来。其他皇子冷眼旁观，暗中支持三皇子对付断章狗。长公主适时起身解围，道：“许宁燕，陪本宫去散散步。”岂有此理！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三皇子余怒未消地拍着桌子：“可惜了。”太子摇摇头：“哎呀，我想起来了。”二公主忽然叫了一声，道：“我还没问他桑博暗查的怎么样了呢。”是他。太子殿下眯了眯眼，难怪觉得许七安这个名字耳熟，经二公主提醒，记起了这号小人物。长公主平退侍卫和宫女，与许七安并肩行在湖畔。许七安直觉得落后半个身位：“你找本宫何事？”长公主凝视着平静的湖面，声音透着冰块撞击的质感以及女性声线的魅力。卑职查案遇到了点麻烦，目前所有线索都断了。许七安看了眼长公主，见她不甚在意的模样，语气不由得诚恳了几分，将萧实况、小旗官灭口案告知长公主。这些本宫都已经知道了。长公主清丽的容颜没有表情，欣赏着湖面的风景。她已经知道了。以长公主的能耐，知道我查出来的这些情报并不困难。许七安咬了咬牙，打算透露一点更内幕的东西。妖族为什么要诈用镇山河庙？这是一个疑点，也是本案的突破口。先验证是不是初代监正，如果是初代监正，那么和妖族勾结的对象就可以锁定一个大致的范围。长公主收回目光，美眸望向了许七安，
以一种平静的语气：“永镇山河庙之下确实封印着一个可怕的强者或者物品，而这个秘密只有父皇才知道。”许七安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长公主连这都知道了，她已经意识到永镇山河庙底下有封印物。是的，看了我的调查卷宗，以长公主的聪慧才智，能推测出这一点不奇怪。只是许七安没想到，长公主竟坦然地与她说起此事。要知道，永镇山河庙里的秘密可是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愿为本宫效力？长公主见许七安微微动容，知道他心里震撼，轻笑一声，抛出了橄榄枝。这正是许七安想要的，心所愿未敢言。既然长公主这么会来事，许七安当即道：“卑职定为公主肝脑涂地。”这一套许七安很熟，上辈子在警局工作也是这么向领导投诚的。当然，只是工作上的盟友，互利互惠，而不是给皇权当狗。他心里补充了一句：“相信以长公主的情商和智商，要维持相对体面的关系，应该不难。”长公主明媚一笑，湖光都暗淡了几分。说吧，查出什么来了？莲花公主的语气、态度有了极大转变，那份隐隐约约的隔阂消失了。许七安考虑了一下，打算如实相告，理由是刚与长公主结成盟友关系，他需要展现自身的价值，让长公主觉得这个小老弟很强，很不错。另外，他想搞清楚桑博的封印物，缺不了长公主的帮助。况且是长公主先打开这个话题的，还坦然地告诉他这个秘密只有元景帝才知道。根据卑职调查，周赤雄背后还有黑手在操纵这一切，也是那位勾结的妖族。许七安道。长公主眼中异色一闪：“何以见得？”许七安道：“太康县赵县令今晨死于府衙地牢，我怀疑他是被人灭口。”长公主低垂着目光，边思考边颔首。许七安继续道：“卑职一直在疑惑，妖族为什么要炸毁桑坡，幕后黑手又为何要勾结妖族？我派人查了一切关于桑博的案牍，发现一件非常诡异的事，锁定一时间点：500年前。”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留给长公主震惊的时间。但他失望了，长公主仅是皱了皱眉，便消化了这条信息。辞旧说的没错，这个女人胸有沟壑，且深不可测啊。500年前，当时的太子不慎落水，后得了癔症，不久便溺死在桑博。许七安道。长公主露出恍然的神色：“本宫记得有这段往事。”许七安点点头，接着说：“而500年前，武帝重振朝纲，肃清宵小，有一个人是他避不开的障碍，初代监正。”听到这里，长公主真正花容变色。许七安凝视着长公主无瑕的美丽面孔，一连串的发问：“监正为何装病？陛下为何对桑博封印物秘而不宣？底下的东西为何镇压500年还不死？司天监术士为何对初代监正的过往一无所知？这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许七安补充道：“当然，这只是卑职的猜测，只是如果非要在500年前找一个符合条件的强者，非初代监正莫属。”长公主似乎被震惊到了，很久没有开口。一阵风吹来，吹得湖泊泛起褶皱，她叹了口气：“所以，你找本宫是？卑职想查一查外面找不到的卷宗。”许七安道：“卑职在桑坡里发现了封印阵法，而阵法石柱上刻有佛文。”佛文。长公主拢在袖子里的手无意识地伸缩了一下，盯着许七安看了几秒，移开目光，语气平静：“好，待宴席结束，本宫带你去文渊阁。”许七安松了口气，答谢完，忽听身后传来银铃般的笑声以及水花翻涌的响动。扭头看去，红裙似火的二公主站在一头怪物的背脊上，双手握住怪物头顶的犄角，摇摇晃晃地稳着身形，背影曼妙婀娜。那怪物通体雪白，长着细密的鳞片，脊背有一块平坦的甲胄，正好可以站人。体长3米，腹生利爪，看着像龙。长公主回过身，解释道：“此兽唤作灵龙，乃中州独有的灵兽，性格温顺，相传是古时候人皇的水中坐骑，喜食人间紫气，故而被历朝历代的皇室养在宫中，寓意紫气东来，人族正统。”长公主又补充道：“此兽自带旺气数。”原来湖里看到的就是它。许七安嗯了一声，紫气是王公贵族独有的气运，这种怪物需要紫气温养，说明是重瑞兽。瑞兽时而昂起脑袋，时而贴水而行，水花一圈圈的荡漾。二公主笑靥如花，小母鸡似的咯咯咯笑个不停，玩得非常开心。皇子们含笑看着，另外2位皇女则跑到岸边，喊着让林安上岸，大家轮流玩。玲珑虽性情温顺，但同样骄傲得很，会攻击接近她的普通人。林安是皇女，才能与她玩在一处。长公主说着，嘴角撇了撇，做了一个许七安意想不到的事情。她食指扣在嘴边，用力吹了个口哨。玲珑听到口哨声，像蛇一样高高昂起的头侧转过来。所有人都看到玲珑僵硬了一下，她忽然躁动起来，
喉中发出一声清越嘹亮的鸣叫，摇头晃脑的要把二公主甩下去，似乎被二公主其实一件很耻辱的事。呀！扑通！二公主惊叫着砸入湖中，玲珑发狂着扭动身子游向长公主，一边破水而来，一边鸣叫不断，分不清是亢奋还是暴躁。哗！临近岸边时，她冲天而去，又重重砸落，脑袋砸在岸边，溅起汹涌的泥浆。长公主素白的衣裙上溅了几滴泥印子。长公主有些诧异，灵兽今日似乎与她特别亲近。她吹口哨的原因不是召唤灵兽，而是吸引她的注意，做出扭头的动作，借此让下盘不稳的灵安坠水。谁想玲珑反应这么大，直接一晃脑袋把灵安甩飞了。长公主的风格怎么有点像云露书院的读书人，腹黑得很啊！我家小老弟也是这么阴险歹毒的。哦，长公主在云露书院求学过，许大郎对许二郎的警告有了更深的领悟。果然只有腹黑的人才最懂腹黑之人。水面上的动静惊到了众皇子，太子当先赶到岸边呼唤侍卫救人。玲珑果然更喜欢怀庆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怀庆的子气比灵安更强？似乎也不太对，玲珑对我们都不太热情。你看他卑躬屈膝的模样，我只在小时候看过一次，当时他面对的是父皇怀庆过去了。长公主提着裙摆，面带浅笑地走向玲珑，打算启程。这边包括太子在内，众皇子皇女也在注视着这一幕。除了腹黑之外，长公主的好胜心其实很强。许七安根据行动心理学分析，推测出长公主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咦，我怎么感觉她是在看我？玲珑的眼睛不是凶狠的树瞳，而是黑珍珠般的瞳孔，就像上辈子见过的宠物狗，眼睛像是一双明亮的黑纽扣，因此她看起来很温顺。这些不是重点，许七安有种莫名的感觉，玲珑是在等他。果然，当长公主接近玲珑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她忽然又展现出了暴躁、攻击性极强的一面，朝着长公主发出嘶哑的低吼，威胁她不准靠近。长公主蹙眉，后退了几步。灵兽便不叫了，脑袋趴在岸边，依旧是那副快来骑我的姿态。咦，玲珑不让怀庆上去，怎么回事？玲珑今天心情不好？不对，她那个姿态就是在等人骑乘。众皇子开始议论起来。许七安听不到皇子们的议论声，但他知道不能僵持了。试想，一头喜食紫气的灵兽不买皇女的账，结果却叉开双腿等你骑，这绝对不是好事。许七安估摸着是自己身上奇怪的运气造成，可他情愿自己慢慢摸索，哪怕徒劳无功，也不希望秘密曝光。以这个世界的生存规则，并不会因为你不知情而免除罪过。长公主，这怪物危险得很，我们快离开吧。趁着长公主没有联想到他身上，许七安迅速挡在他面前，这样既重叠了玲珑的注视，又能让长公主意识到玲珑情绪出问题了。长公主蹙眉，盯着玲珑看了片刻，无奈点头。走吧。许七安假装断后，让长公主先走，然后自己跟上，走出数十米。他听见身后玲珑传来了委屈的哀鸣。许七安和怀庆返回四方台，二公主灵安已经被捞上来，浑身湿漉漉的，披着厚厚的大氅，双手抱胸，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青紫。他指着怀庆哭道：我要告诉父皇，怀庆，本宫和你没完。长公主淡淡道：与本宫何干？分明是玲珑今日情绪暴躁失控导致。临安屡战屡败，屡战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皇子皇女们习以为常了，纷纷讨论起玲珑的异常。玲珑确实不对劲，刚才发狂有些奇怪，他怎么还在岸边？他盯着这边呢，叫得还很委屈似的。身为嫡亲哥哥的太子心疼了胞妹2秒，然后愉快地加入了讨论。许是心情不佳吧，玲珑不是普通兽类，自然也有脾气的。不过兽类终归是兽类，他们的思维无法揣摩。殿下们讨论了片刻，便不再关注了。二公主落水，怕感染风寒，宴席就提前散了。高贵的殿下们乘坐马车返回，留下当差的收拾残局长公主带着许七安转道去了东华门，抵达文渊阁外。文渊阁是皇家藏书之地，有7座阁楼，里面藏书浩渺如烟海。许七安和长公主埋首古卷，查了1个多时辰，找到了许多初代监正的相关资料。此人自创术士体系，却来历神秘，辅佐初代皇帝开创了千秋伟业，本该是配享太庙的从龙之臣，但关于他的记载在500年前戛然而止。很明显，这是被人从历史中抹去了。抹去他的人，毫无疑问是武宗皇帝。文渊阁第3座藏书楼，2楼窗户边，长公主半身沐浴阳光，白皙的脸蛋仿佛透着光，脸上细微的绒毛都能看见。他说，如果当年武宗皇帝抹去了初代监正的记载，那么我们是不可能在文渊阁找到任何相关资料的。见许七安流露出失望的神色，长公主提点道：你不是说石柱里发现了佛文？我们可以尝试从这里寻找突破口。经过了1个多时辰的阅览，她神态有些疲惫，
不自觉地贴近书桌，这样的动作让他沉甸甸的胸脯搁在了桌面上。此女胸有沟壑，许七安余光瞄了一下，便不再关注。毕竟你凝视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可能在凝视你。而这个深渊，许七安现在还不敢招惹，除非将来他能让深渊羞涩地挪开目光。转换思路之后，果然有收获。我翻阅了《大凤地理志》，发现大凤立国之初，京城并没有佛寺，也没有佛门中人传教。但在500年前，突然有一座佛寺出现，叫做宝塔寺。长公主不愧是学霸，查资料这方面比没什么文化的许七安强多了。她长长的睫毛颤啊颤，眼里有着疲惫，却也融化了清冷寒潭似的眸光。这时候的她仿佛遇人活了过来。长公主为这个发现而欣喜。宝塔寺最兴盛之时，每日香客如云，达官显贵出入不断，一座寺庙竟买下了近100顷良田。但随之而来的是朝廷的灭佛行动，宝塔寺渐渐凋敝。现在京城里的几大佛寺与宝塔寺都没什么关系了。有一脉保留了下来，更名为青龙寺，地址在西郊的白凤山。喂，你有在听吗？别吵，打断我思路。许七安皱了皱眉。长公主扬了扬眉，忍住了，没说话。许七安在脑海里归类所有的线索。如果魏渊让我把目标锁定在幕后黑手，初代监正的事不必我插手，但这些事是绕不开的，只有弄清楚案件的核心关键，我才能继续追查下去。以目前来看，桑博的脉络是这样的：武宗皇帝当年篡位成功，将初代监正封印在了桑坡，用镇压气运的神剑辅以法阵封印。这个秘密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北方妖族联手朝廷内部25载，炸毁了桑坡封印，放出初代监正，试图让大凤京城乱起来。他们好在北方趁机作乱。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我的调查对象有2类：一，试图光复前皇室的人；二，试图篡位的人。皇室宗亲，前皇室已经是500年前的历史了。第一种可能性不大，那就是有人想篡位。这个假设比较合理，但缺乏证据。能与北方妖族秘密结盟，又是皇室宗亲，镇北王。许七安猛地瞪大眼睛，露出了惊愕之色。有什么发现？长公主当即问道。我怀疑你叔叔想当你爹，但我没证据。许七安摇摇头，没有回答长公主，继续自己的推理。这些话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是不能说出口的。污蔑亲王，死罪。推理就像做数学题，任何线索都要衔接起来，拼凑起来。但凡有一个疑点得不到证实，答案可能就会偏移10万8千里。所以现在我要做2件事：一，确认桑博底下封印的是监正，这是我所有推测的核心。而要确认这件事，我就必须弄清楚佛门在这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二，我要确认沙兆县令灭口的是不是道门人宗，如果是，道门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与镇北王勾结，那我就得找到证明他们勾结的证据。这道题的解法必须在1个星期之内完成，如此即使做错了，我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若是10天之内案情进度仍旧不大，那我只好抱着魏爸爸的大腿哭着说，这耗个废了，重建一个吧。许七安一边思考，一边敲定了明天的任务：查一查各大修行体系的资料，确认赵县令死亡真相，拜访青龙寺，了解当年的秘辛，拜访镇北王府，见一见那位被誉为京城第一美人的王妃。打定主意后，许七安道：卑职有了些眉目，只是结果尚未出来之前，不敢与公主胡言乱语。长公主很聪明，没有追问，颔首道：本宫罚了。金丝楠木马车驶离文渊阁，与许七安分道扬镳。许大郎加了加马腹，马蹄哒哒哒地赶到东华门，被一列侍卫拦了下来。临安公主要见你。侍卫长说：临安公主，他与长公主不睦，我身上又贴着长公主的标签，恐怕没什么好事，不见。许七安一口拒绝：我有皇命在身，负责查案，你回禀临安公主，改日。说着他掏出金牌，岂料侍卫长压根不触，笑呵呵道：临安公主是陛下最宠爱的公主，你这金牌啊，在这里不管用。根据宴席上的观察，夜店女王临安公主刁蛮任性，虽不像林月妹子那样打一拳会嘤很久，但落了水还是会委屈的哭唧唧的，不是心机深沉之辈，可能会被刁难，谈不上什么鸿门宴，小心些就是了。底气这么足的吗？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带路吧。二公主住在韶阴宫，一座宽阔而雅致的别院。侍卫长带着许七安跨过高高的门槛，绕过隐蔽，眼前是一个充满少女童真色彩的大院，葡萄藤架上悬着秋千，墙角堆积着破烂的泥偶，东面凉亭里隐约可见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堆积。西面花圃边缘，二公主临安带着几名丫鬟在踢绣球，女子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中，时而夹杂临安公主银铃般的笑声。殿下，许七安带到。侍卫长隔着老远抱拳，高声说道。二公主踩着绣球回身看了过来，她盯着许七安几秒，
嘴角微挑，用力一脚踢飞了绣球。砰！绣球飞射，临安公主的裙摆骤然炸开成圆形，像一朵绽放的花。见面就吃了一个下马威的许七安心里一凛，刚要躲避，忽然又忍住了。那只绣球射偏，砰砰砰地弹向远处。饶你一次。二公主强行挽尊，抬步走向前厅，道：许七安，你随本宫进来，其他人在外边候着。奢华大气的前厅，二公主端坐在大椅上，许七安站在厅中，两人无声地审视着对方。二公主试图通过皇女身份的加持，以眼神的注视来逼迫许七安服软。她知道怀庆年少时有段时间曾经熬过鹰，鹰眼最是锐利，宛如刀子，普通人无法与她长久对视，因此在熬鹰过程中必须用更锐利冷静的目光压制她。一旦熬鹰者挪开了目光，就失去了成为鹰主人的资格。怀庆熬鹰的目的是锻炼锐利的眼神，二公主至今还不敢与怀庆长久对视。可惜她这双水汪汪的桃花眸实在没什么杀伤力，直勾勾盯着人的时候，反而有种欲说还休的多情。许七安打量二公主，她脸蛋圆润，与楚采薇的脸型有些相似，但后者甜美暗藏，二次元般的大眼睛。二公主则是小御姐型的美人，桃花眸子看谁都是含情脉脉的。许七安，听说你是怀庆的忠犬。二公主见自己凶神恶煞的注视无法设服许七安，便嗤笑一声，转用言语打击。是的，我叫八公。许七安诚恳道。八公是什么？是忠犬。你在戏耍本宫？临安公主挑眉。不敢。许七安不卑不亢地说。临安公主娇哼一声道：本宫给你个机会，现在立刻投靠我，摆脱怀庆那个女人，否则……投靠你？我现在已经抱住了长公主的玉腿，魏渊的大腿，再投靠你的话，我岂不是成了三家性奴？许七安摇头，抱歉，卑职已经发誓要为长公主做牛做马，肝脑涂地。二公主当即道：那我也要你给我做牛做马。那你给我草吗？许七安弄懂情况了。二公主见他受长公主赏识，是长公主身边的马仔，长得帅，会写诗，说话又好听，便生起嫉妒之心，想把他从长公主身边抢走。二公主莫要强人所难了。许七安严厉的拒绝，人要有契约精神，既然答应给长公主打工，就不能再投靠其他人了。你若不愿意，二公主睁大眸子冷笑一下，威胁到我现在就大喊非礼，告诉侍卫你试图调戏本宫，在下愿为二公主肝脑涂地，做牛做马。许七安诚恳道。二公主一下高兴起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是个人才。以后每日午时过后，你就来这里见本宫，供本宫差遣。殿下，卑职有差事在身，要查桑伯案呢。许七安叹口气，也是哦。临安公主想了想，那明日就算了，等本宫想使唤你了，你再来。许七安看明白了，这女人就是瞎胡闹，不是真的要他办事，纯粹是为找茬长公主。刚才的威胁也没什么杀伤力，堂堂公主的名声换他一个小铜锣的狗命，血亏。他正是因为看明白了，才改变态度，答应二公主就当是陪小朋友玩了，随便应付一下。你退下吧。二公主心情大好，因为事情进展的顺利。是。等等。二公主喊住他，摘下腰上玉佩，道：这是本宫信物，可凭此进宫，侍卫不会拦的，但只能到本宫这里，其他地方你去不了。这么大方，你怕是个锤子吧？许七安眼睛一亮，接过玉佩收入怀里。今后卑职一定尽心尽力效忠殿下。三家信奴许七安在黄昏前离开了皇城，策马返回打更人衙门。衙门已经散职，只剩下值守的打更人和吏员，比白日清冷安静了许多。许七安刚进入衙门，迎面走来一位高鼻阔额的金罗，朱成柱的父亲朱阳。仇人见面没有眼红，只是阴恻恻的相互审视了一番。朱金罗，令公子伤势如何呀？许七安边笑着边把腰牌掏出来，底气十足地系在腰上。朱阳目光扫了一眼金牌，不动声色，淡淡道：命大，死不了，恐怕得许大人先行一步。许七安摆摆手，笑容和善：我会在路上等等他的，相识一场吗？朱阳盯了他几秒，颔首：好好查案。走好啊。朱金罗进入春风堂偏厅，隶属于李玉春的铜锣以及府衙的几位捕快都还在。李玉春听到脚步声，从春风堂出来，道：赵县令的死有些眉目了，未必是道门所为。许七安点点头，没有进偏厅，随着李玉春进了春风堂。今天下午，陈福引请了司天监的白衣，审问了夜晚当值的狱卒和胥吏，确认了他们没有问题，进一步确认赵县令的确是在凌晨时分无声无息地死在监牢里。李玉春给既是下属又是上级的许七安倒了杯茶，接着说：道门阴神可以做到这一点，也能无声无息地绕过守卫和狱卒，但今天查过资料之后，发现还有一个体系能做到这一点。许七安喝了口茶，
耐心听着。巫师。李玉春道。巫师，你听说过巫神教吗？巫神我听头儿你说过，品级之外的仙神级人物。巫神教是巫神创立的教派。李玉春嗯了一声。巫神是东北诸国共同信仰的神奇，巫神教在东北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西域的佛门至于诸国大奉是皇权至上，北方部落同样如此。但西域和东北是神权至上，教派才是真正的主宰者。巫师在元神领域能与道门比肩。许七安虚心求教。不，元神领域没有任何体系能与道门相比。李玉春摇摇头说道。但巫师四品又叫梦巫，可以编织梦境，在梦境中杀人。70年前，北方妖族和巫神教因为领地发生过战争。根据打更人的碟子传回来的情报，有一支数量2000的妖族士兵在军营里无声无息的死亡，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伤口，所有人都枕戈而息，进入睡眠，但再也没能醒来。四品巫师怎么又把巫师给牵扯进来了？这案子太难了。仁宗现在是大奉的国教，到手是国师，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殊荣。他们帮镇北王谋朝篡位的好处是什么？已经不可能再往上升了，满级了呀。所以巫神教参与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杀死赵县令的是孟巫，那么桑伯案背后的势力，幕后黑手镇北王、北方妖族、东北巫神教。许七安喝了口茶，难掩眼神中的疲惫，倒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现在能初步排除仁宗，案情有了些许进展。许七安说：头儿，把这事禀告给魏公吧。李玉春点点头，也是愁容满面。我总感觉庚子年尾是大乱的开端，咱们只管破案，别吃着地沟油的命，操国家社稷的心。许七安拍了拍他肩膀，离开了衙门。回家天已经完全黑了，饿了一天，饥肠辘辘。他吃完厨娘热好的饭菜，喝了林月妹子奉上来的牛奶，回到小院倒头就睡。第3天，许七安在天光微亮时骑马赶到衙门，正好看见街对面穿黄裙的楚采薇也骑着马哒哒哒的赶来。他一手握着马缰，一手抱着怀里的油纸袋，半个白花花的包子露出来，随着马匹的颠簸，努力的想要跳出来。你吃吗？楚采薇大方的递来一只包子，补充道。肉的。许七安心里的感动，不至于听到许灵英因为担忧自己只喝了一碗粥。这吃货把我当自己人了。许七安接过包子叼在嘴上，顺手把马缰丢给门口的丽媛，边吃边往里走，问道：有什么线索？楚采薇说：我问过了，宋清师兄说排除宫中的部分法器以及司天剑的法器，京城地界能凭臂望气数的法器大概只有佛门有。不是那些凡人的佛寺，是青龙寺。青龙寺，那个宝塔寺遗留下来的传承。许七安既惊讶又不惊讶，果然佛门与这次的桑伯案脱不开干系。司天剑、皇室、巫神教、北方妖族、镇北王、佛门，小小一起桑伯案竟牵扯出那么多的大势力。啃完包子，许七安让朱广孝和宋霆锋去通知团队的其他人，在前院集结。许七安目前的团队：金玉堂、镇协堂、春风堂、司天监、楚采薇、府衙6名捕快，共计24人。闵山和杨峰2位银罗负责核实公布的火药生产、使用记录，这是一项既繁琐又费时的工作。许七安心里认定火药不是出自公布，只是出于谨慎，依旧没有停止对公布的调查。今日要离京，在知道桑伯案中牵扯这么多势力的情况下，许七安遵从心的意愿，尽量带多一些人手。他先去了一趟皇城，其他人被拦在皇城外，能与他携手一起走的只有吃货楚采薇。这姑娘是皇城常客，想来来，想走走，地位很不一般。长公主是不是赐了你一块玉佩？许七安问道。楚采薇点点头。我也有。许七安掏出临安公主赐的妖玉，得意洋洋的炫耀，有点眼熟。临安公主的。楚采薇娇呼一声。我现在是临安公主的人，她可赏识我了。见长公主不赐玉佩给我，她连忙给一个，表示自己比长公主更重视我，更值得投靠。许七安把昨天的事讲给大眼睛姑娘听，她可真傻。楚采薇咯咯地笑起来，嘲笑临安。大哥莫笑二哥，你哪来的底气嘲笑表表？许七安附和道。是啊，不是每个女子都有采薇姑娘这般冰雪聪明。楚采薇的鹅脸蛋笑容愈发甜美。不多时，终于来到怀亲王府。镇北王的封号是怀王，又是元景帝的亲弟弟，因此府邸名字叫怀亲王府。门前2尊汉白玉狮，中门2丈高，金色门钉排列有序，焦涂门环都比一般王公贵族的府邸要大。除了高端大气上档次，许七安再想不出其他形容词。门口站着一列驰锐甲士，神色肃穆。本官许七安，乃陛下钦点的桑伯案主办官，有事要拜见王妃，速去通传。许七安亮出金牌。一位甲士瞥了许七安一眼，沉声道：王妃不见任何人，请回。许七安眉梢一挑，
正要责难，又听贾氏冷笑着补充：“这同样是陛下的命令，即便是长公主想见王妃，也得看我们王妃的心情。速速滚蛋，少拿鸡毛当令箭。”许七安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笑道：“原来陛下亲赐的金牌是鸡毛，此人亵渎陛下，犯了大不敬之罪。”他单手按住腰后的刀柄，狞笑起来：“本官现在要缉拿人犯，谁敢阻扰，格杀勿论！”枪！黑金长刀出鞘半寸，气机波动传出。讥讽许七安的侍卫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脸色微微发白。侍卫头子瞪了眼口无遮拦的下属，朝着许七安走来，行走间甲片哗哗作响。“这位大人，王妃不在府中，去了何处？”许七安坐在马背，睥睨着他。卑职只是守门的，哪里知道王妃的行踪？不过她确实不在府中，今早刚出城，与你们也就相隔半个时辰。侍卫头子好言好语地说道。许七安微微颔首，态度强硬道：“本官现在要缉拿人犯，尔等若是不想被判包庇同僚，就助我拿下此人。”他指着出口讥笑的贾氏。“大人！”侍卫头子急了，心里气个要死，但不敢发怒，诚恳道：“王妃确实不在府中，堂堂亲王府的侍卫，等闲王公贵族来了，都可以不给脸面。可对方手里握着金牌，又逮住了下属的把柄，侍卫头子只能以和为贵。”许七安这才相信，调转马头，带着楚采薇离开。“咱们这王妃有点意思啊，长公主都见不得。”许七安笑着试探道。楚采薇不负众望，完全没有察觉到许七安的试探，老实回答：“王妃身份很特殊的。”“怎么特殊？”“这是秘密。”楚采薇露齿一笑：“这些事儿你少打听，对你没有好处。”说完，他板着脸警告道：“不准用吃的贿赂我。”“为什么？”“因为我怕忍不住。”他委屈地说。“今天的任务有3个，关于赵县令死亡的侦查已经在昨晚有了相对准确的结果，剩下2个任务中见王妃没有达成。”出师不利的许七安觉得很干，他是一个对待工作严谨认真的人，心情不好绝对不是因为馋王妃的美色，想一睹芳容。王妃有特殊，这个特殊肯定不是颜值，而是指其他。既然她这么特殊，元景帝当年为什么要把大美人送给镇北王？还是说正是因为这个特殊，才让元景帝转赠了美人？许七安分神想了片刻，便把王妃抛到脑后。案子已经这么难办了，不能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浪费脑细胞。大凤西郊有一座白凤山，从西城门出发，半个多时辰就能到。白凤山的名字来源于山中栖息着一种白色的野鸟，尾羽很长，宛如凤凰，故而得名。不过现在山上白凤几乎绝迹了，说起来还是司天监的锅。某年某月，司天监的一位医者跑白凤山采药，顺手捕了几只白凤，带回家研究后，发现白凤的肉能壮阳。来到白凤山的山脚下，见多识广的吕钦笑着说起这件事。宋霆锋心里一动，犹豫着开口了：“头儿，我有个朋友身子不好，我想给他打几只白凤。”闵山闵银罗瞪眼道：“什么时候了，还想着打野味？正事要紧，若是耽误了案情，谁负责？”李玉春皱眉不答。许七安就笑道：“这次来白凤山，主要是了解一桩陈年往事，倒也不是很紧急。霆锋，你记得速去速回。”闵山一听，捻着脸说道：“许大人，不如就让我陪送铜锣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打个鸟也要相互照应。”许七安看他一眼：“你也有个朋友？”闵山感觉所有男人都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盯着自己。闵银罗有些急，半天憋出一句：“壮不壮阳的无所谓，主要是想尝尝快绝种的鸟是什么滋味。”众人哄笑起来。许七安笑完，板着脸说：“我刚才开个玩笑，桑博案的背景非常复杂，在京城你们去哪我不管，出了京城不要离队。”曲折的山街一直贯穿到林深之处，山脚有一座巨大的牌坊，挂着青龙寺的匾额。青龙寺不说香客如云，但也不算萧条，沿途偶尔能看见结伴上山烧香的附近百姓。牌坊边停靠着一辆豪华马车，10几名戎装甲士护卫。这辆车许七安很眼熟，金丝楠木制造，车身细节处包裹着玉片和金箔，正是他当初去教坊司时遇到过的那辆马车。马车的主人还曾拜托许七安投壶，用黄金400两换了菩提手串。对了，金莲道长说过，马车里的女子会与我有一段渊源，会是谁呢？金丝楠木是皇室专用，长公主和2公主的马车不是这样的，宗室里的某个郡主，或者皇帝的妃子。不，肯定不是妃子，不要自己吓自己。就算是妃子，也得是婶婶那个级别的美妇才行。他在心里补充了一句，把马拴在牌坊边的木桩上，留下1名府衙的快手，1名铜锣看马。许七安带着打更人登山，没走几步，许七安脚下一软，踩到了一只香囊。今天不捡银子，改捡香囊了。他自然地弯腰捡起，握在掌中端详。香囊绣着繁复的云纹，做工精细，用料昂贵，绝非一般的富家千金用得起。香囊一面绣着金色的南字，
另一面绣着之字，金色的穗子打着好看的千千结。许七安嗅到了一股好闻的气味，像香水，像檀香，又像女子独有的体香。前面的人，你们等等！众人身后传来清脆的嗓音。一个穿着浅蓝色褂子的少女追上来，见打更人的差服也不怕，指着许七安手里的香囊，松了口气，道：“这是我们家娘娘掉的。”她梳着丫鬟发髻，身上穿的料子却比一般的富家千金还要好。许七安下意识地望向山脚的豪华马车：“你们家娘娘？别多问，快把香囊还回来。”少女语气很冲：“什么香囊？”许七安把香囊收到怀里。你，少女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给我等着！”提着后裙摆，沿着石阶噔噔噔地往下跑。许七安没走，停留在原地，看着他靠近马车，在车窗边说着什么。宁燕，别惹事，那是皇室专用的马车。李玉春皱眉道。许七安只是奉旨查案，在春哥心里，他依旧是自己的下属。春哥不希望许七安查案期间惹出太多事端，这样即使将来戴罪立功，可得罪了不应该得罪的人，现在的努力就白费了。你不懂，那女子与我有缘。许七安摇摇头，没有解释，依旧关注马车那边的动静。结局让许七安失望，他隐晦地看见车窗打开了一条缝隙，里面的人似乎在审视他。隔着太远，他却不见光线昏暗的车厢内部。车窗很快关上，严丝合缝。几秒后，马车缓缓驶动，渐行渐远。看来缘分未到，许七安吐出一口气。走吧，去见见青龙寺主持。一群穿着差服的打更人涌进寺里，立刻引来了一位执事接待。这位执事是个脸庞圆润的胖和尚，慈眉善目，40出头的年纪，双手合十。贫僧是青龙寺的监院，法号恒清，几位大人里边请。他引着许七安等人入寺，热情地介绍青龙寺的历史，自称是西方正统传承，寺中修大乘佛法，供奉的是佛陀。许七安目光扫过一座座恢宏的殿宇，摆摆手：“喊你们方丈出来，本官有事要问。”青龙寺是大凤京城地界唯一一座修佛道的寺庙，正如这位执事所说，传承自西方的大乘佛法。许七安来之前做过功课，青龙寺的方丈是五品律者，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能打。但许七安丝毫不怂，因为佛门体系的前期不擅长战斗，除了8品武僧，佛门9品叫沙弥。这个境界很有意思，核心秘诀是守戒，3年内不破戒便能晋升。乍一看很简单，其实不然。佛门戒律森严繁杂，也许在无意之中就会犯戒。8品是武僧，与武者没太大差别，很能打。后边的7品法师、6品禅师都不怎么能打，到了5品律者才算有了质变。值得一提，许七安在衙门案牍库里查阅资料时，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9品沙弥的下一品级是法师，直接跳过了8品武僧。资料上没有写为什么，时间紧迫，许七安也懒得花时间研究佛门体系，只猜测佛门体系中可能存在2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方丈在打坐，不便打扰，几位大人有什么可以与我说？恒清领着众人进了茶室，命令沙弥奉上茶水。寺内可有屏蔽司天监望气术的法器？许七安盘坐在蒲团上，直截了当的发问：“大人这话是何意？”恒清双手合十，摇摇头：“寺里没有这样的法器。大师，出家人不打诳语。”许七安目光锐利。恒清低头，不与许七安对视，道：“贫僧所言句句属实，是不是度过了9品沙弥境，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谎了？”许七安皮笑肉不笑。恒清垂手不搭理，对于周遭打更人冷冰冰的目光毫不在意，不加理会。非暴力不合作。许七安有些生气，唉，看来这注定是一场没有收获的行程。许七安终于喝下了进寺以来第一口茶，叹息道：“大师，你可知最近在京城传的沸沸扬扬的桑博案？”恒清大师不说话。许七安用眼神示意同僚们稍安勿躁，继续说：“我这件案子的主办官是陛下钦点的，这不是因为我简在地心，受陛下赏识。”许七安长叹一声，欲说还休。恒清大师忍不住看了他一眼：“正好，这件事也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既然到了寺里，就与大师好好说说。”许七安措辞片刻，道：“前些日子，我奉命去抄一名犯官的家，陛下仁慈，没有连坐府中家眷。可是抄家时，几位同僚见府中女眷漂亮，便起了歹意，欲强行凌辱。其中一位女孩只有12、13岁。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事，当即阻止了他们，与上级发生了冲突，并险些斩杀了上级，我因此被判腰斩。故而陛下将桑博案交由我处理，让我戴罪立功。我的好友说是我太冲动，正确的做法是先行忍下，待事后再向衙门举报。可那样一来，女孩已经遭了毒手。”许七安神色痛苦纠结：“都说佛法无边，普度众生，请问大师，我到底做的是对是错？”吕钦大吃一惊，露出诧异神色，没想到许七安被判死刑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桩事。他和其他男人果然不一样，
女子捕头眸子里流露着温柔的光。恒清大师微微动容，没想到这个朝廷鹰犬还是个热血心肠之辈，念了声佛号，道：“施主只需问心无愧，便可不沾因果。大师也觉得我做错了。”许七安暗淡道。恒清犹豫了一下，道：“施主心善，慈悲救人，何错之有？”许七安追问：“可为何朝廷要判我死罪？”恒清大师安抚道：“人世间如苦海，身在其中便意味着身不由己，很多时候善心未必能有善果。然他虽会迟到，却不会缺席。桑伯案乃冥冥中自有的天数，也是施主的转机。大师，我悟了。”许七安恍然大悟，扭头对众人说：“大家都听到了，恒清大师说大凤是苦海，桑伯案是皇室的报应。愣着做什么？抓人啊！”锵锵锵，众人立刻起身，拔刀声响彻净室。禅室，青龙寺方丈盘树大师62高龄，光头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锃亮，白须也长到了胸口。作为五品律者，他卡在这个境界20多年。佛门体系讲究一个悟字，有些高僧参禅数十年，直到圆寂也无法更进一步，而有些僧人忽如一夜春风来，刹那顿悟万法同，直接省略了数十年的苦修。盘树大师既可能是前者，也可能是后者，没有顿悟之前，谁都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顿悟，这就叫做薛定谔的顿悟，量子佛法。方丈，方丈！一位执事来到院外，隔着院子焦急地喊道：“寺里来了一群打更人，把恒清监院给绑了，说他诋毁朝廷，蔑视皇室，要下大狱。”盘树方丈睁开了眼，声音温和：“知道了。”进室的门自动敞开，盘树方丈消失在室内。打更人押着恒清监院往寺外走，沿途的僧人越聚越多，目光敌视，隐隐形成围合之势，只要有人出头，就会立刻将这群朝廷鹰犬围住。但打更人的淫威太重，围了这群小的，说不准明日就会来一群大的，将青龙寺夷为平地。因此没有人轻举妄动。大师不要怕，去了打更人衙门，只要乖乖配合，很快就会放你回来。许七安宽慰道。此时许七安的笑容在恒清大师眼里就像是恶魔的微笑，完全起不到安慰的作用。阿弥陀佛！一声宏伟仁厚的声音传来，无形中抚平了众僧的敌意和怒意。许七安看见一个披着红黄袈裟的老和尚凭空出现在前方3丈处，挡住了打更人们的路。贫僧盘树，盘树方丈。许七安肃然，双手合十，回了一个礼，道：“本官有事要询问方丈，随贫僧来吧。”盘树方丈叹口气，重新来到净室。这一次除许七安之外，包括3位银罗在内，其他打更人都被屏蔽在外。对于一位五品高手，许七安的态度郑重了许多。五品的律者对应五夫体系的五品化境界，这是超越了铜皮铁骨境的高手。方丈大师，本官凤凰命调查桑伯案，偶尔间发现金吾卫一位百户可以瞒过司天监的术士，多方询问后知道青龙寺有类似的法器。许七安提醒道：“此案事关重大，为了青龙寺的周全，方丈大师一定要如实相告。本官并不是在威胁大师，希望能明白，本寺确实有一件法器，能遮蔽气息，瞒过任何窥探之法。”盘树方丈语气温和：“此物还在寺中？”“不在。”方丈摇头。许七安没有说话，静等解释。盘树方丈停顿了几秒，叹息道：“恒清之所以欺瞒大人，盖因此事涉及到本寺的一桩丑闻，传扬出去，亦可能对本寺招来大祸。贫僧有一位弟子，法号恒慧，天资聪颖，贫僧原本对他寄予厚望，奈何他6根未尽，与上山的女香客有了私情，盗走了那件法器，携手私奔，逃离了京城。”许七安眯着眼审视着方丈，随口问道：“那女香客的身份？”盘树方丈双手合十，低声念诵佛号，无奈回答：“平阳郡主。”许七安脑海里仿佛一道雷劈下来。在大凤王朝，郡主称谓的女子总共有以下几类：皇帝庶女、皇太子女、亲王女、王女。严格来说，除了皇后所生的长公主，其他3位公主都是庶出。但元景帝这辈子就4个女儿，物以稀为贵，每位公主都有封号，所以称呼他们时前头没有郡字。当今太子虽有女儿，但年纪尚幼，不可能与私奔这种事有牵扯。因此许七安推断，这位平阳郡主是宗室王女。这案子越查越复杂了，与郡主私奔的和尚在这件案子里又扮演着什么角色？许七安问道。什么时候的事？1年多前。盘树方丈回答。多谢大师解惑，本官还有一件事要问。施主请说。青龙寺是当初那座西域和尚建立的宝塔寺的传承，对否？盘树方丈不语，默认了。永镇山河庙炸毁后，本官曾在湖底发现一座大阵，阵上刻着佛文。那座大阵是500年前布置的，而宝塔寺也是500年前出现的。更有意思的是，
武宗皇帝也是500年前。许七安凝视着方丈，当初那件事，西域佛门可有相关记载？说完，许七安看见盘树僧人脸色无比难看，失去了得道高僧的淡然。大人，贫僧只问一件事。盘树方丈目光灼灼地盯着他，想说又不敢说，酝酿了许久。桑钵底下的东西真的逃离了千真万确。许七安给予肯定的答复。盘树方丈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中的恐惧难以平复，他双手微微颤抖，何时念诵佛号来掩饰情绪的失控。这反应，许七安有些意外，老和尚的反应有些过激了。他开门见山地问道：桑钵底下封印的是不是初代监正？老和尚浑然不觉，只顾低头念诵佛号，白眉颤抖。过了很久很久，盘树方丈的情绪才缓缓平定，沉声道：贫僧不知桑钵底下封印着何物，但有一句话自宝塔寺时便流传下来：桑坡魔物出，天下大乱。当年的宝塔寺便是为了镇守桑坡封印而建，后来朝廷害怕佛门昌盛，施行灭佛，佛门的高僧纷纷退回西域，只留下青龙寺这一脉。离开前，高僧们千叮万嘱，让我们这一脉密切关注桑钵动静，一旦有异常，立刻汇报。这听起来怎么感觉佛门比大凤皇室更在意桑钵封印？初代监正是一品，天下大乱什么的，倒也不算夸大。毕竟一品是世间巅峰。贫僧只知道这些，大人还有什么要问的？没了。盘树方丈点点头，身体突兀消失，像是被硬生生剪辑掉了。许七安瞪大眼睛，羡慕地想，这一招闪现有点秀。结束谈话，日头高照，快中午了。许七安等人留在青龙寺享用斋饭。青龙寺的斋饭真好吃。楚采薇一口气吃了2碗，捧着第3碗，心满意足地夸赞起来。青龙寺的斋饭掺杂了黑米、小米、玉米，蒸之前淋了芝麻油，米粒饱满，晶莹剔透，香气扑鼻。素菜也做得很用心，色香味俱全。许七安坐在他身边，看着他吃得这么开心，也很高兴，笑道：女施主，别光顾着自己吃，小僧化缘来了。楚采薇护住碗，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与我吃的不一样吗？许七安摇头：小僧不化斋。那化什么？小僧光天化日。大家对青龙寺的斋菜颇为满意，唯一遗憾就是没有白凤肉补身子。身为监院的恒清大师将众人送到寺庙门口，城市人套路太深，恒清监院生气了，一路上都没有说话。许七安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大师，你可认识一位叫做恒远的和尚？恒清监院脸色一变。恒清监院支支吾吾道：大人怎么知道？恒远这个法号是许二郎告诉他的，当日让许二郎去养生堂寻6号，但6号早已离开。许二郎转告许七安时说，丽媛告诉我恒远大师离开了，据说有了师弟的线索。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现在是我问你话。许七安表情严肃，对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尚不给好脸色。尽管单打独斗的话，这位青龙寺监院或许能把他按在地上摩擦，但许七安是有兄弟的，背后还有朝廷。恒清监院略作犹豫道：恒远是寺里的武僧，性格冲动，脾气暴躁，时常因出手误伤同门而被方丈惩罚。去年被逐出青龙寺6号，果然是青龙寺的和尚武僧，难怪身形魁梧的像个鲁智深。6号说过他的师弟被人贩子拐卖，6号找寻的师弟会不会是恒慧？可恒慧是跟平阳郡主私奔的呀，但是恒慧偷走了青龙寺的法器，那件法器却出现在金无畏百户周赤雄身上，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位恒慧和尚已经遭遇了意外，或者他也参与了桑钵案？如果是后者，他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平阳郡主人又去了哪里？这趟青龙寺之行比他预料中的收获更多，尽管很刻意的在赶时间，一路快马加鞭返回打更人衙门已经是1个多时辰后。许七安让团队人员稍作休整，自己关起门开做案件梳理总结，然后取出地书碎片输入信息。6号还没有消息吗？没有人搭理他。过了许久，金莲道长跳出来挽尊。9尚无消息。许七安敏锐地意识到6号也许发现了什么，或者身处极其危险的境地，不然不可能这么久了还不回信。金莲道长，你还没有定位到地书碎片。9想必是被什么秘法给屏蔽了。2大光头怎么老是遇到麻烦？2号跳出来插嘴。9他一直在调查师弟失踪的案子，也许是遭遇了平远博背后势力的报复，不，他是发现了师弟的线索，但结果是一样的。不管怎样，6号都遇到大麻烦了。4如果的书碎片落入外人之手，那我们只能像当初那样，不再进行任何传输。2如果辗转到地宗手里，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面临危险。说到这里，天地会众人都感受到了焦虑以及心理压力。
不仅仅是担忧6号的安危，不再进行递书传信，天地会好不容易营造的消息交换模式将名存实亡。最坏的情况，一旦落入地宗之手，寻常地宗道人众成员不怕，可万一地宗道手要亲自回收的书呢？1号和3号还好，躲在京城，地宗道手有所顾虑，其他人就危险了。2，对了，请3号帮忙吧。4，如果3号能动用云路书院的关系，暗中协助金莲道长，那么寻找6号的难度会大大降低。不知不觉间，天地会成员对3号的依赖已经超过了总爱窥屏的1号。但凡大奉京城地界的事，脑海里下意识就浮现3号。我怎么感觉自己成了工具人？6号的身份以及现状是我刚得到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传出去的话，身份暴露的风险很大，我得打一个时间差。除非天地会成员们都知道6号的跟脚。3，你们知道6号的身份吗？我指的是佛门弟子这个信息之外。2，不知道。6号自称是云游的佛门弟子，打算在京城常住一段时间。6号在冒充外地人啊。这和尚的脑子比鲁智深要强一些。许七安心里有数了，输入信息。这件事你们不用管，我会与金莲道长接洽。关于6号的情况，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道长，你今晚能否来一趟我的住处？我有事与你相商。看到3号的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天地会众人心里同时凛然，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3号竟然摸清了6号的跟脚，听话中之意，似乎对他的近况也有一定的掌握。他们明明只有过短暂的交汇，果然云路书院的读书人能力都很强。2号忌惮地想，3号有点意思啊，他入会最晚，但展现出来的手腕、能力以及敏锐，让人啧舌。期待将来回京城时与他见面，到时候好好领教一番。4号由衷的欣赏。5，哇，那你千万别查我的身份呀，不然我会生气的。5号直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3号，关于桑博案，你手里是否有更准确的消息？3，这几天没有关注桑博案。1号见状，潜水去了。与金莲道长约定好见面时间，许七安离开偏厅，径直去了好气楼求见魏渊。通透敞亮的茶室里，魏渊独自一人坐在案前下棋，左手对右手，像是在演一幕寂寞的独角戏。魏渊头也没抬，笑着说道：下了半辈子的棋，最开始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到后来渐入佳境，打败一位位国手，不知不觉已经找不到敌人了。你上次跟监正下棋，不就打了个平手？许七安心里吐槽，但棋盘外的敌人却多得让人头疼。魏渊放下棋子，捏了捏眉心，道：何事？卑职要向魏公汇报案件的进展。顿了顿，许七安说道：昨日凌晨，太康县的赵县令在下狱当晚遭了灭口，此事府衙暂时秘而不宣。赵县令死状甚是古怪，没有中毒，没有伤口，死得自然而然。魏渊表情倏地顿住，几秒后目光闪烁了一下。你有什么看法？卑职查阅资料，发现能做到这件事的，除了道门阴神，再就是东北的巫神教。许七安深吸一口气，桑博案涉及到了妖族、东北巫神教，卑职绞尽脑汁，左思右想，朝中除了那位，还有谁能同时勾结这2大势力？砰！魏渊手掌按在棋盘上，满盘棋子震战，他目光锐利地盯着许七安。出了这里，这些话不得与任何人说。许七安连忙低头解释道：可卑职难以再查下去，退下去。魏渊冷冷道：是。许七安退出茶室，听着脚步声在渐渐远去，魏渊有条不紊地收拢棋子，清洗茶盘，换了一身青衣，走到楼梯口，吩咐当值的吏员准备马车，本座要进宫。许七安只恨手头没有烟，思考的时候只能干巴巴地坐着。他听着吕钦和3位银罗交流着案情，自己魂飞天外镇北，王远在边塞，我不可能跑边塞去查，再说也不敢查，除非陛下亲自一道圣旨，否则单凭一块金牌查不动那尊大神。身在边塞，倒是给自己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但世上是没有完美犯罪的，只要做了就会留下线索，关键在于我能不能抓住这些线索。镇北王不在京城，但是他需要一个代言人，那位代言人必定是朝中的某一位。镇北王这条线索暂时查不了，因为魏渊不肯帮他，如果魏渊能请到圣旨，那一切都没有问题。好在狡猾的兔子不止一个窝，聪明人也不会只有一条道。今日的青龙寺之行没有白费，青龙寺的恒慧和尚是一个突破口，而想顺着这个突破口往下查，就得想办法找到6号。这就是许七安为什么要约金莲道长夜会的原因。嘟嘟，敲门声打断了吕钦和3位银罗的讨论，让他们不由皱紧了眉头，看向门外。沉默寡言的朱广孝站在门边道：宁燕，长公主有请。吕钦等人扭头看向许七安：怀庆找我做什么？想我了？哎呀，昨天不才见过面吗？看来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许七安脑海里浮现容貌绝美的清冷公主，以及她可以放在桌案的伟岸胸怀。明明外表清冷如仙子，身材却像极了勾人的魔女。御花园，凉亭四角垂下遮挡寒风的帷幔，炭火炙烤中带来暖人的热气。一身道袍的袁景帝和一袭青衣的魏渊在下棋，他们一个是皇帝，却先少穿龙袍；一个是监察百官的权臣，却总是一袭青衣。相比两个特立独行的老家伙，青年的太子殿下就穿着一丝不苟，恭恭敬敬地站在袁景帝身边。昨日国师炼了一炉金丹，朕回头派人送你一颗。袁景帝捻着棋子看了半天，耍赖似的捡走3粒黑子，笑道：一枚金丹换3枚棋子，不过分吧？魏渊颔首，不过分。又走了几步棋，魏渊笑着捡走袁景帝的6枚白子，笑道：陛下阵营有点乱，臣替你清理一番。袁景帝面无表情，淡淡道：这些年来，朕最倚重的还是你魏渊。常常会想，如果你当年没有进宫，而是走科举正途，帝国就多了一位缝补匠，朕也不必为这些鸡零狗碎的事伤神。魏渊表情倏地顿住，又在瞬间恢复如常，笑着说：臣现在不一样，在给陛下做事吗？太子殿下眉头紧皱，盯着棋盘沉吟不语。并不是父皇与魏公的棋盘拼杀有多精彩激烈，而是在咀嚼两人之间的对话，有一种雾里看花，似懂非懂的感觉。坐在亭子里的这两人，一个潜心修道20年，依旧能牢牢掌控朝局，帝王心术炉火纯情；一个以宦官之身执掌打更人衙门，文韬武略，让无数读书人汗颜。他们之间的对话一定要品，细品太子浮想联翩之际，又听袁景帝道：桑博案查得怎么样？府衙和刑部递交的卷宗一塌糊涂。朕记得打更人衙门的主办官是那个罪犯铜锣，姓许对吧？许七安。魏渊咬字清晰，端正了神色。袁景帝显然不关注一个小铜锣叫什么名字，他看了眼魏渊，有些意外，这位大宦官如此郑重的语气说一个铜锣的名字。是个可造之才，小奇官和周赤雄的案子就是他给查出来的，火药出处也是他点名的。袁景帝喝了口茶，低头看着棋盘，边落子边说道：这么多天过去，他那边有什么进展？听刘公公说，那小子早出晚归，记录的宦官寻都寻不到他。还真有些发现。魏渊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太康县的赵县令昨日凌晨死于府衙地牢。袁景帝点点头，陈福营已经禀明此事。魏渊继续道：死因自然，没有外伤，也无中毒，更非窒息等其他外在手段，要么是道门阴神，要么是东北的巫师所为。砰！袁景帝指尖的白子摔在棋盘上，乌发浓密，仅是眼角有鱼尾纹的皇帝无声地静默了数秒，笑着拾起那枚坠落的棋子，丢入棋盒，说道：下了这么多年，没一次能赢的，无趣。魏渊起身作揖，袁景帝这才扭头看向太子，问道：听说前日玲珑忽然发狂，将林安掀入湖中。太子低头回答道：当时林安骑乘玲珑在水面嬉戏，是怀庆吹了声口哨，惊扰了玲珑，这才将林安掀入水中。太子和林安公主是一母同胞，怀庆公主使坏欺负林安，他身为嫡兄，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实事求是，但在内心稍稍偏向林安，在父皇眼里，这是一种简单。接着，太子补充道：但有一点臣始终在意，却没有想通。袁景帝颔首道：玲珑反应过于激烈，除了身为天子的自己，玲珑对皇子皇女差不多是一视同仁，包括太子。太子也好，皇子也罢，只要没登上95之尊的宝座，本质上是一样的。父皇，不止如此。太子说道：玲珑不但甩开了林安，他颇为兴奋地游向了怀庆，甚至以头撞岸，趴伏在岸边等待怀庆启程。袁景帝的瞳孔里骤然迸射出犀利的光芒，死死盯着太子。怀庆启程了。太子摇头。奇怪的是，当怀庆打算启程时，玲珑却异常抗拒地逼退了怀庆。听到这样的解释，袁景帝皱了皱眉，思考片刻，道：摆驾，朕要去看一看玲珑。袁景帝坐着龙辇走了。太子和魏渊跟了上去。进轿之前，魏渊随口问道：殿下，当时除了怀庆公主，身旁还有谁？身边的宦官掀开轿帘，太子没有立刻钻进去，回头应答：巧了，魏公手底下的那位铜锣也在。许七安。魏渊愣在了原地。于太子而言，一个小小的铜锣没什么值得在意，会记得他纯粹是因为那半首诗实在令人惊艳。不然怀庆的心腹那么多，太子可懒得记一些无关紧要的喽啰。想到这里，太子掀开帘子，发现魏渊依旧站在原地。魏公不去吗？魏渊这才反应过来似的，也跟着进了轿子。太子没有放下帘子，笑着说：不过那铜锣着实有趣，本宫怎么也没想到，区区一个铜锣竟有如此诗才。当日
我们在湖边摆宴，他为了替林安解围，竟现场作诗。太子这是在告诉我，我手底下的这个铜锣已经是怀庆公主的人。魏渊不甚在意的笑了笑，反而是最后那句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也掀起帘子道：他又写了什么诗？不管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还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在饱读诗书的魏渊看来，都是当拂衣大白的佳作。这200年来，每一位大凤读书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太子朗声道：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好诗！魏渊眼睛一亮，深深地被这2句诗惊艳到了。太子默默等了片刻，果然听见对面轿子里传来魏渊的追问：前半首呢？太子嘴角一挑：没有了，没有了。魏渊陷入了沉默。见对面久久无声，太子心情顿时愉悦起来。许七安进入宫城，在长公主的雅院中见到了乳亮下座的皇长女，她穿着白色为底，点缀朵朵红梅的漂亮宫装，梳着时下最流行的发髻，插着华美首饰，衬着那张清丽绝美的容颜。怀庆公主让宫女看茶后，微笑道：案子有何进展？她问的应该是青龙寺的调查结果。许七安说道：确实有些眉目。昨天他们才在文渊阁共同努力之下，查出宝塔寺的兴衰和如今的传承。长公主问的肯定是青龙寺相关信息。闻言，怀庆公主眸子一亮，期待地望着许七安。至今为止，这个小铜锣还没有让她失望过，办事能力一流，嗅觉敏锐。当初向打更人衙门推荐她，长公主便有过收为己用的想法，不过在她的预想中，流程是观察、暗示、施恩、拉拢。岂料许七安这个人出乎意料的灵活识趣，把最后一步提前完成。小奇观案发生时，卑职曾经施展望气术观察周赤雄，当时他并没有异常，如今才知道是用特殊法器屏蔽了望气术。臣排除了司天剑和宫内的几件法器，多方调查，发现青龙寺便有一件可以掩盖气息的法器。当然，现在无法肯定周赤雄身上的法器一定便是青龙寺的。长公主追问道：青龙寺那件法器如今可还在？许七安摇头：早已丢了。卑职正要向公主禀报此事，大概在1年前，青龙寺一名叫恒慧的和尚动了凡心，与女香客私奔，逃离了京城，还顺势盗走了那件法器。长公主立刻说：私奔便私奔，为何要盗走法器？这女人果然聪明，一语点出问题的关键。许七安道：此事有待查证，这件事还得长公主帮忙我。金智眉梢挑了挑，她有些意外。殿下知道平阳郡主吗？许七安一句话像是惊雷炸在长公主脑海，清冷如玉雕的容颜首次露出了剧烈的情绪波动。此事当真？她声音略带颤抖，眼睛死死盯着许七安。这是青龙寺的盘术方丈透露给卑职的，是真是假，得查了才知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证据之前，他不会一口咬定。怀庆公主半天没有说话，大厅陷入了沉默。一片寂静中，她轻轻叹了口气。平阳是誉王的嫡女，也是本宫的堂妹。你见过我三哥吧？他向来以读书人自居，与其他皇兄皇妹不同。三哥的启蒙恩师是誉王叔。王叔是位博学多才的读书人，曾在张慎大儒座下求学，精通兵法，曾官至兵部尚书，甚至传言他将入内阁，角逐首辅。这不可能，许七安不信，内阁不是只有读书人才能进吗？再说首辅权力比魏渊还要大，元景帝放心让一个亲王担任首辅。不过许七安知道自己历史不行，对朝堂局势一知半解，没有当场反驳。誉王叔背后有勋贵集团，以勋贵之身执掌内阁，在以前是有过这样例子的，且不是个例。怀庆公主耐心解释，大凤国祚连续至今，勋贵渐渐被挤到朝堂边缘，早已没有能力角逐首辅位置，所以誉王是勋贵集团推出来的扛旗人，背后涉及到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的斗争。许七安心里念头闪烁。怀庆公主继续道，誉王妃是位颇有才情的才女，可惜红颜薄命，只给誉王叔留下一个女儿。王叔是个长情之人，至今都没有另立王妃，对这个王妻留下的孩子视若珍宝。但在1年多前，平阳突然失踪了，当时父皇出动了禁军满城搜寻，司天监的术士出动了大半，但都没有找到平阳。这件事对誉王的打击很大，没过多久就卧床不起，积郁成疾，司天监的术士也束手无策，因为心病难医。许七安一边吃瓜，一边消化着今天的消息。禁军满城搜寻，司天监术士配合，仍旧没有找出平阳郡主的下落，所以需要那件法器来遮掩气息，不然很难带着平阳郡主离开京城地界。难怪恒慧要偷法器，原来如此啊！两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各自思考着。许久后，怀庆公主叹息一声：你继续查，若是遇到麻烦和无法绕过的阻碍，尽管找我。许七安点头。对了，听说昨日林安找过你。
许七安发现公主殿下的瞳孔一下子幽暗了许多，这话听起来就像昨天前女友来找你了。许七安无奈道：是的，林安公主非要我投靠她，给她做牛做马，还赏赐了一块妖玉给我。公主殿下面无表情，为什么不拒绝她？许七安苦笑道：林安公主说如果我不答应，她便大喊非礼，这个理由总够了吧？你们皇家姐妹撕逼，我只是个小虾米，我有什么办法？许七安认为长公主是善解人意、宽容体贴的成熟女子，不会因为这点小事与自己喋喋不休。结果长公主毫不留情地揭穿，以你的聪明，应该能看出这种虚张声势的威胁。这女人的性格，外表看冷若冰霜，内在其实很霸道啊。许七安诧异地看了眼长公主，迅速低头。卑职明白，卑职这就把妖玉还给林安公主，与她断绝来往，从今以后只效忠殿下。我发誓，从今以后与表表恩断义绝，只给你做牛做马。长公主满意的点点头。这时喧闹声从外头传来：二公主，你不能进去，滚！尖叫声和拉扯声里，一道红裙明媚的身影闯入大厅。鹅蛋脸桃花眸的林安公主扫了一眼厅内，果然看见了自己的忠犬，又死性不改的去舔前任主人，顿时勃然大怒，小眉头倒竖，眼睛睁大，怒道：狗奴才，你敢背叛本宫，你忘记自己是谁的人了？许七安心里哀叹一声，下意识地看向长公主，希望她出来替自己摆平。谁知道长公主剖开来是个黑的，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神仿佛在说：选一个吧。许七安感觉很干，昨天收了二公主的玉佩时，想过有朝一日或许会面临这种情况，只是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上辈子，顶多就是一句话：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撑死换来2巴掌，搁在这个古代，说不定换来碗口大的疤。卑职是过来是向长公主请教问题，有关桑博案的。许七安转身朝着表表抱拳，暗示自己是有公事，但他高估了二公主的智商，或者低估了她的任性和刁蛮。他叉着腰冷哼道：你不会来请教我吗？怀庆公主一听，当场就是一个冷笑。林安最大的优点就是自信，傻子都能听出来的反讽。长公主替我接过火力了。许七安松了口气，你们吵吧，把我当个小透明就好。二公主和姐姐是有矛盾的，小时候的打架到现在的明争暗斗，各种不对付。怀庆，许七安是我的人，他收了我的妖玉，已经答应为我效力。二公主掐着腰说到这里，冷冷的笑一声：良禽择木而栖，谁让有些的人小气巴拉呢？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我就大方多了。见长公主不说话，她走到许七安身边，美眸先狠狠剐一眼许七安，接着宣布主权：你想要用我的人，可以，得先我答应。今天本宫心情不好，不想让你使唤我的人。怀庆公主喝了口茶，笑盈盈的不说话，底气很足的样子。二公主最讨厌她这副姿态，黑白分明的眸子瞪了她一眼，然后对许七安说：还不跟本宫走？许七安没动，不看二公主，也不看长公主。两位殿下，卑职是打更人，效忠的是陛下。闭嘴！两位公主同时出声。许七安看懂了，两位皇女矛盾这么大，不是单方面的。表表的二公主喜欢挑事，强势霸道的长公主欢迎一切挑战。她只是一个夹在中间卑微的小舔狗。这就好比两个千金小姐抢玩具，然后让玩具自己选择跟谁。迎着两位公主的目光，许七安吐出一口气，看向林安二公主见谅，卑职还有公事要与长公主相商。话说得很委婉，但其实已经给出态度，他选择长公主。二公主忽然咬住了唇瓣，桃花眸里水光闪动，深深看了眼许七安，扭头就走。他又输了，又一次在怀庆面前丢尽颜面，对方趾高气昂地坐着，让一个小铜锣来削他的脸。心高气傲的林安公主从没这么委屈过，也没这么挫败过。她一声不吭地走了。许七安对二公主的离开视而不见，语气平静地与长公主交流了几句，忽然摸了摸胸口，像是想起了什么，无奈笑道：哎呀，玉佩还没还给二公主，那卑职先行告退。长公主心情不错地嗯了一声，嗓音悦耳。许七安慢条斯理地离开雅苑，带着门口的侍卫说：二公主去哪了？侍卫给他指了一个方向。许七安像脱缰的野狗，快步追了上去。几分钟后，他看见了二公主火红的身影，领着2名宫女，疾步地走着，相间隐约颤抖。二公主请留步。许七安追了上去，大喊一声。林安公主听到了，没有理睬，反而走得更快，小腰扭啊扭，裙摆飞扬。许七安快步追上，拦在林安公主面前，还没开口，先了一愣：殿下哭了，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吧？林安公主立刻别过头去，给他一个美艳的侧脸，冷冰冰道：狗奴才，你跟着本宫做什么？想图谋不轨吗？他的眼圈红肿，雪白的脸颊还残留些许泪痕，
刚才明明委屈的哭过，不过反而趁着那双桃花眸子愈发的迷人。许七安见临安公主没有走，也没喊人，顿时一喜，觉得还可以抢救，郑重其事道：“卑职对殿下忠心耿耿，绝无二心。”临安公主猛地扭过头来，冷笑道：“许七安，你当本宫是好戏耍的？这个怀庆的忠犬，两面三刀，竟然还想脚踏两只船，简直可恶！要不是他诗写得好，又得怀庆看中，自己才懒得搭理这种臭男人。”临安公主对许七安的观感降到了谷底，或许在二公主眼里，卑职是个左右逢源的无耻之徒。许七安叹息道：“卑职无法反驳，这块玉佩请公主收回去，这么好的玉佩，莫要跟着我陪葬了。”二公主已经讨厌许七安了，正要收回玉佩，听到最后一句，愣了愣：“你说什么？”许七安不答，低头摩挲着玉佩，道：“二公主是大方的，从没有哪位大人物愿意把贴身的妖玉赐予我，卑职万分感动。二公主待人以诚，卑职又岂是不知好歹之人？”她怅然地叹了口气，重新把玉佩递过去：“可能我与二公主没有缘分吧，请收回。”二公主微微动容，但并没有原谅她，毕竟作为元景帝最宠爱的公主，阿谀奉承的话她听得多。只是这个男人眼神颇为真诚，语气也很诚恳。二公主愿意再听听他的解释，道：“你刚才说的陪葬是什么意思？”许七安苦笑道：“我原以为二公主应该是查过我的，这个还真没有。”临安公主心虚了一下，旋即想起了什么，诧异道：“腰斩罪。当日怀庆举荐他时，临安也是在场的。听怀庆说，他是因为刀斩上级，被判了腰斩之刑。”临安公主抿了抿红唇，趁机擦掉眼角的泪痕，语气稍稍转柔和，但小脾气还在，哼道：“这和怀庆有什么关系？”长公主对桑博案很是好奇，希望掌握最新案情。她说：“只要我定时汇报，便答应案情结束后，不管我能不能戴罪立功，她都可以替我向陛下求情。”许七安真诚地凝视着二公主，卑职就想着，二公主待我真诚，可我是个罪人啊，无法报答二公主的赏识之恩，于是就想答应长公主，待我脱罪之后，再为殿下效犬马之劳。如果真诚可以量化的话，许七安眼里的真诚就像海潮，让二公主的心软化了不少。她生气地说：“你为何不与我说？父皇最宠我，我替你求情，岂不比怀庆更稳妥？”说完，她看见许七安脸上出现了剧烈的情绪波动，似感动又似震惊。接着听见这个小铜锣颤抖的声音：“殿下竟然愿意为我一个刚刚相识的铜锣向陛下求情。”原来他是觉得自己不会帮忙，所以把怀庆当作救命稻草。临安公主又好气又好笑，其实刚才只是一句气话，但话感化得到这份上，她有点骑虎难下，颔首道：“自然，本宫从不亏待自己人。”许七安凝视他许久，抱拳一字一句沉声道：“殿下，卑职现在只想买一块地。”临安没听懂，愕然道：“买地？”许七安郑重道：“他的名字叫死心塌地。”临安公主愣住了，稍稍有点感动，这是她没听过的。一下子对许七安的厌憎感消散一空。如果之前是想着和怀庆争玩具，现在则是真心觉得有个这样的下属也不错。但想起这个小铜锣刚才气哭了自己，他哼了一声，软绵绵的语气骂一声：“狗奴才！”搞定。许七安如释重负的在心里松口气。遇到这种二选一的情况，永远不要想着解决问题，而是要思考怎么解决制造问题的人。核心要素，分化他们，逐个击破。长公主是个性格强势霸道的女人，而且聪明，所以在较为公开的场合要偏向她，给她面子。二公主娇蛮人性，既是受气包，又是个表表，喜欢挑衅惹事的妖艳贱货。但她城府浅，是个被宠坏的公主，小性子很多，却容易哄。只要你巧舌如簧，就能让她转嗔为喜，是个需要甜言蜜语的女人。基于两位公主的不同性格，身在修罗场的许七安迅速思忖出堪称完美的应对之策，不但化险为夷，还让二公主答应了替他求情，为将来买了一份商业险，还不花一分钱。许七安当着二公主的面，小心翼翼地把玉佩收回怀里，仿佛那不是玉佩，而是珍宝。二公主眼神立刻柔和了许多呢，卑职先行告退。许七安打算溜了。急什么？临安公主嗔了他一眼：“你是本宫的下属，本宫还要差遣你呢。”他撬了怀庆的墙角，当然得让其他兄弟姐妹都看到，这样才有面子，才能让怀庆没面子。殿下请吩咐。许七安无奈道。无忧无虑的二公主发现自己没什么要他办的，歪了歪头道：“今天天气不错，又没了怀庆那个讨厌鬼，本宫要去找玲珑玩。你跟着本宫，本宫就不失位了。”元景帝站在高台边，审视着趴在岸边的玲珑，与那双黑纽扣般灵动的眼睛对视。你怎么回事？临安从小陪着你玩，前日为何无缘无故掀他下水？元景帝训斥玲珑。
玲珑这种上古异兽，食子气而生，与妖族不在同列。若是非要找一个同类，那就是同为上古异兽的古神。玲珑数量极少，寿命悠长，历来作为皇室的半生神兽而存在。不管是大凤还是前朝，宫里都养着这种异兽。玲珑懒洋洋打了个响鼻，无精打采地趴在岸边，对袁景帝的呵斥爱答不理。黑纽扣般的眼睛看了下袁景帝，你到底骑不骑？旁边的太子观察着玲珑，他记得当时玲珑也是这般趴伏在岸边，但似乎比现在更加恭敬，更加战战兢兢。当时隔得比较远，无法看清玲珑的表情与神态，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因此太子也不敢肯定。玲珑是历代皇帝的水中坐骑，相传远古时代，妖族与人族的领域不像现在这般泾渭分明，是一种相对混居的状态，因此时常会有人族被妖族吞吃，或者妖族遭遇人族狩猎。人类不善水性，对河中妖孽无可奈何，唯独人皇能轻而易举地入水搏杀妖族，依仗便是玲珑这种水陆两栖的异兽。时至今日，大凤的皇帝当然不需要入水搏杀妖族，水中坐骑就成了观赏性的生物。自从修道之后，袁景帝许多年没有看望玲珑，不由想起了当初自己登基时骑乘玲珑在泾河巡游的风光。这多年没有亲近你了，想来你也很寂寞吧？袁景帝感慨了一声，轻盈地跃上玲珑背脊的甲胄，双手握住了犄角。玲珑欢快地长啸一声，四肢滑动，身躯轻盈扭动，带着袁景帝在湖中游曳。真羡慕啊！太子望着这一幕，想象着自己将来有朝一日骑乘玲珑，他的皇子皇女们站在岸边殷切地旁观。就在这时，湖中欢快游曳的玲珑忽然咆哮一声，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他高高昂起脑袋，一边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一边抖动颈部，将袁景帝甩了出去。玲珑抖落袁景帝的瞬间，湖畔的几位高品强者便做出了反应，利剑般的窜出，脚底在水面踩踏出一团团爆炸的水涡。袁景帝在半空稳住身形，脚尖与水面轻点，红毛般的飘向岸边。他虽然因为皇室原因早早的生育了子嗣，断绝了武道，但这些年随着国师修道，在道门体系中颇为建树，否则也不会华发转乌发。袁景帝既愤怒又诧异，没想到玲珑竟会这般对待自己。吼！抖落袁景帝后，玲珑愤怒不减，一头撞飞了迎面而来的一位高频武者，契机在半空炸开，让整座湖的水都晃荡起来。侍卫们纷纷出手降服无故发狂的玲珑。别伤了他！袁景帝喝道。轰轰轰！水面冲起10余道水柱，准确地命中御空或踏湖的侍卫们。早已踏入铜皮铁骨境的他们免疫了伤害，只是被水柱冲得身形狼狈，无法对玲珑造成何为之事。玲珑擅长遇水，在湖中凶狂得很，只是谁都没有料到，这条灵兽高高昂起头颅，咆哮一声，竟然离开了湖面，朝岸边冲去。怎么回事？玲珑似乎受到了某种刺激，袁景帝意识到不对劲，沉声道：拦住他！咔嚓咔嚓，玲珑庞大的身躯冲上岸，撞断了一根根雪松龙柏，他发狂般的横冲直撞，锋利的爪子轻易地抓碎铺地的青砖。他要去哪儿？父皇，陛下！太子和魏渊飞奔过来。袁景帝摆摆手，示意自己无碍。父皇，玲珑这是怎么了？太子有些惊慌，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玲珑这般失控。他本该性格温顺的，对待自己几个皇室兄弟姐妹都非常和善，从不展现暴力。他在逃跑。袁景帝沉着脸，用笃定的语气回答：玲珑在逃跑。为何父皇用逃跑2个字形容？他在害怕什么？恐惧着什么吗？可是什么地方比皇城更安全？太子殿下对此困惑不解，袁景帝不给他询问的机会，吩咐侍卫备好马匹，向玲珑逃窜的方向追去。玲珑作为皇室正统的象征，一头吞吐紫气修行的灵兽是绝对不容有失的。袁景帝沿着爪印追索，侍卫们唯恐他有所闪失，紧跟在两侧。不多时，袁景帝在一座箭塔上看到了玲珑，他锋利坚硬的爪攀附在塔身，深深嵌入石块里。他脖颈的肌肉膨胀，震荡出凄厉的咆哮，试图喝退阻碍自己的宫廷高手，一边抽打尾巴攻击。双方陷入了僵局，玲珑鳞甲坚硬，刀剑难伤，发起狂来，实力不容小觑。侍卫们又担心伤到他，赤手空拳难以制服，只能一边缠斗，一边等待同僚取来能够束缚玲珑的法器。砰砰砰，箭塔在龙尾的抽打中不断开裂，终于坍塌。10几名侍卫一拥而上。见到这一幕的袁景帝刚松了口气，打算出声提醒，莫要伤了皇室灵兽。未等他开口，只见玲珑奋起反抗，掀翻了身上的侍卫，目标明确地朝着某个方向冲去。顺着那个方向看去，袁景帝瞳孔剧烈收缩，他看到了一袭红衣，看到了明媚可爱的女儿，他最宠爱的临安公主。而此刻的临安身边只有2名宫女，一名穿打跟人差服的铜锣，保护临安。袁景帝大喊：这尼玛算什么性格温顺？
许七安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他和二公主边走边说，凭借上辈子积累的谈话技巧和八面玲珑，许七安以幽默有趣的语言风格逗乐了二公主，增进了彼此间的情谊。想着把她送到玲珑所在的小湖，陪她玩一阵子，自己就重新回去办案。结果就撞上这事儿。许七安刚想说公主此地危险，卑职护送你回去，玲珑就默契的一头撞过来了。这只灵兽很强大，实力绝对不低于6品5夫。许七安下意识的想逃跑，扭头看了眼二公主，发现这丫头吓傻了，圆润妩媚的鹅蛋脸毫无血色，眼神凝固，吓得失去了思考能力。许七安余光扫了一圈，看见飞扑过来的重宫廷高手，看见策马狂奔而来的远景帝，看见玲珑黑纽扣般的眼神里焕发出了刺目的异彩，那感觉就像害怕的孩子见到了家长，欣喜若狂地扑到爸爸怀里。这货不是感应到我来了，特意冲出来找我的吧？这一瞬间，许七安读懂了玲珑的眼神，他是拥有智慧的灵兽。除非了欣喜之外，玲珑的眼里还残留着恐惧，时间不允许他多想。地面微微震颤，玲珑转眼就要扑到，许七安当即有了判断，他毫不犹豫地跨前一步，挡在了临安公主面前，给了她一个挺拔的背影。许七安单手按住刀柄，双膝微屈，沉淀了所有情绪，短暂蓄力后，拇指轻轻一弹，枪清脆的出鞘声中，一抹暗金色的细线闪过，于身前1丈处展出一条长3丈、宽2指的深深刀痕。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狂性大发的玲珑猛地收住了身形，四爪弯曲，指甲在地面离出一道道沟壑，竟然真的在刀痕前停了下来，竟然不敢逾越雷池一步。这一幕深深烙印在临安公主的心里，也落入了远景帝和魏渊以及太子的眼里。啊！玲珑趴在地上，略有些焦虑地叫了一声。许七安轻易地读懂了他的情绪，玲珑让他逃跑，准确地说是一起逃跑。他很焦躁，很害怕，似乎受到了什么威胁，但在我面前，他冷静安定了许多，但恐惧仍没有减弱。他想让我带着他一起跑，或者他带着我一起跑。许七安心里逐渐有了猜测。别怕，有我在。许七安道。二公主以为许七安这句话是对他说的，心里一下子收获了满满的安全感。听到许七安的话，果然玲珑不再焦虑了，她无精打采地叫了一声。这时，一批侍卫终于赶到，合力拖着一张暗金色的大网。唰！大网甩开，将体长3米的异兽罩住。哒哒哒！远景帝骑马过来，仔细端详着临安公主，见二公主确实无碍，松了口气。父皇，临安公主小嘴一瘪，小跑着到马边，牵住远景帝的袖子。远景帝最吃这套，温和地安慰了他几句。接着，年过5旬，头发乌黑的皇帝上下审视着许七安，卑职见过陛下。许七安躬身抱拳。大凤朝有个好处，除了一些特殊场合，平时见了皇帝只需行礼，无需跪拜。远景帝微微颔首，做得很好。你叫什么名字？回陛下，卑职许七安。远景帝愣了一下，再次审视，有些意外。你就是许七安？是。许七安说完，迎着远景帝疑惑的表情解释道，卑职查案时遇到了一些难题，特意进城请教长公主殿下。远景帝没有追问，只是点点头，目光落在许七安手里的刀，把刀给朕看看。许七安双手奉上黑金长刀，侍卫上前接过，交给远景帝，后者仔细端详，赞叹道：好刀。魏渊走过来，笑着接话：监正送的。监正。远景帝眉梢挑了挑，大概是不明白监正竟会送一口宝刀给一个小铜锣。陛下，许七安精通炼金术，与司天监的术士交情不错，微臣有次还见他在给炼金术师讲课。魏渊语气随意地说道。许七安看见远景帝眼底闪过惊讶之色，但很快收敛。老皇帝笑道：朕想起来了，睡银案中你展现过炼金术技艺。远景帝把刀交给侍卫，由他还给许七安。魏渊这是在帮我塑造能臣的形象，增加我本人的重量。什么魏渊？是魏爸爸。许七安心里微微感动。临安公主摇了摇皇帝衣袖，娇声道：父皇，许七安救了我，你要赏他。是该赏赐。远景帝颔首，凝视着许七安，朗声道：打更人许七安救临安公主有功，赏黄金1000两，绫罗绸缎500匹。父皇。临安公主不愿意，指着许七安说：他刚才救了儿臣的命，儿臣要还他一命，儿臣请你免了他的死罪。远景帝顿时目光锐利地看向许七安，见他低眉顺眼的温顺模样，远景帝收敛了几分眼中的锋芒，摇头道：朕已经准他戴罪立功，破了桑博案，自然会免他死罪，金口玉言，岂能半途更改？临安不服气，嚷嚷道：那他要是没破案，还不是死路一条？你赏他黄金1000两有何用？远景帝无奈道：到时候朕自会酌情处理。他本不想在许七安面前说这些话，省得他有恃无恐，耽误了查案，于是补充道：期限仍旧是半个月，你若能破案，
朕自然免你死罪。若不成，即使有临安求情，朕不杀你，也要将你流放边陲。听明白了吗？谢陛下。许七安大声道。他看见临安公主朝自己俏皮地眨了眨眼，笑靥如花。这笔投资赚大发了，即使最后没能查出桑博案的幕后主使，我也不用死，顶多是被流放。嘿，流放这种小事，有魏渊，有临安，有怀庆，作为3家姓奴的我，完全不愁啊。袁景的看了眼安分守己、有恃无恐的玲珑，气不打一处来，怒道：把这畜生给我拖回湖里。玲珑看了眼袁景帝，爪子撑起身体，朝着袁景帝狠狠打了个响鼻。行，你自己滚回去。袁景帝骂道。侍卫们撤了大网，玲珑果然自己悠哉哉地回去了。袁景帝安抚了二公主后，一家马妇跟在玲珑身后。许七安沉默地望着袁景帝的背影。刚才临安公主为我求情时，她目光凌厉地看了我一样，这是认为我在蛊惑诱导临安。传闻没错，袁景帝确实是个掌控欲很强的人，也是渴望长生的皇帝，对权力都有着强烈的渴望。真累啊，在这种权术高手面前，我完全不敢做太多的小动作，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变化，就让人家猜出内心的想法。我的演技还是可以的，诚惶诚恐的表情办得不错。湖畔高台，袁景帝站在岸边，低声说着话。玲珑从水面探出一颗脑袋，枕在高台边缘。一人一兽交流了许久，袁景帝气愤的拂袖离开。魏渊迎上袁景帝，见他脸色阴沉，宽慰道：陛下何必与一头禽兽置气？哼，这狗东西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袁景帝余怒未消，朕与他说话，爱答不理，自然也就没问出玲珑突然发狂的原因。玲珑不会无缘无故发狂。魏渊传朕旨意，加强皇城守备力量，宵禁后不得任何人出入皇城。魏渊点头领命。袁景帝沉默地走了许久，忽然道：那畜生刚才怎么突然歇火了？魏渊摇头，可能是性子发完了。他心里隐约有一个猜测，只是过于荒诞。许七安，如果说上次玲珑毫无征兆的发情绪，怀庆身边有许七安，那么这一次许七安可不在附近。玲珑发狂另有原因，不过那么多的侍卫都治不住他，偏偏到了许七安面前就变乖巧。这个疑惑在魏渊脑海里闪过，很快就被甩开。许七安的背景他查过，履历清白，平平无奇，非要将他和玲珑牵扯在一起，倒是有些牵强了。玲珑的突然安分可以用发泄完情绪或者不愿伤害临安公主来解释，恐怕陛下也是这么想的。依君一臣缓步往宫城方向走，没有成教。袁景帝忽然说道：镇北王有些年没有回京城了吧？魏渊目光一闪，笑道：是有些年头了。袁景帝点点头，明年春后就召他回来吧，朕也想他了。许七安驾车行驶在内城宽敞街道，马车前后各有2列披甲士卒，车厢里坐着魏渊。魏公，那玲珑是怎么回事？这么危险的凶兽养在皇城中，不怕伤人吗？许七安试探道。魏渊温和的声音从车厢里传来：玲珑素来温顺，非皇室之人，只要不触碰它，就不会被攻击。没有例外吗？许七安随口问道，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镇定。过了片刻，魏渊悠悠道：没有例外。许七安沉默了，半晌无话之后，许七安又道：魏公，我查出一些事情，这让案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卑职有些拿捏不准。说。卑职今日去了趟青龙寺，得知了一桩秘闻。青龙寺有个和尚，法号恒慧，1年多前与常来寺中的女香客互生爱慕，于是偷盗走青龙寺中一件可以屏蔽气息的法器，携手私奔。许七安道：那位女香客便是失踪许久的平阳郡主。车厢里传出魏渊低沉的嗓音：为何先前禀报时没有说？因为想着先去长公主那里装逼，不，刷好感度了。许七安有些汗颜，搪塞道：在没有明确线索有用前，不敢误导魏公。见了长公主才知道，平阳郡主的私奔可能涉及到勋贵和文官之间的斗争。卑职目前还不敢肯定平阳郡主、恒慧和尚与桑博案有关。虽然金吾卫百户周赤雄身上携带了屏蔽气息的法器，但此人已经逃离京城，是不是青龙寺那一件法器，谁又知道呢？对此，魏渊没有回复。马车驶入打更人衙门，许七安取下小木梯迎魏渊下来。魏渊双手拢在袖中，没什么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说道：随我来好气楼。这是要挨训了。许七安无奈地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好气楼。魏渊吩咐许七安煮茶，自己则站在瞭望厅看风景。时间1分1秒过去，直到许七安喊一声说茶煮好了，其实就是烧开水泡茶叶，流程很简单。魏渊走到桌边瞅了一眼，摇头道：第一杯要先倒掉，不能直接喝，太苦，掩盖了茶的甘甜。你在叫我做事？卑职是粗人，没有经验。许七安脑海里想着达叔嚣张的表情，脸上则露出周星星卑贱的笑。
啪嗒，魏渊从袖中摸出锦盒，笑着说：“打开看看。”许七安一眼打开锦盒，里面是一枚龙眼大小、橙黄剔透的丹丸，一股浓郁的药香扑入鼻腔。这是陛下赐的金丹，它能强健体魄，增长气机。国师练了几个月，也就练出一炉，千金难买。魏渊盖上锦盒，屈指敲了敲盒面：“它是你的了。”许七安难以置信：“这东西对我没用，对高频武者作用不大。思来想去，目前最需要提升修为的人是你。”魏渊笑道：“本座既然说过要培养你，自然不会无的放矢。谢魏公。”许七安脸上的喜悦和感激发自肺腑，他油然而生一种感慨，闪过一句至理名言：“舔到最后，应有尽有。你消化金丹后，气机应该能充盈中丹田，到时候就得提前学着观想，提升元神。如此一来，你的修行进度会比同境界武者快至少1/3。”魏渊道：“这就是背靠大组织抱大腿的好处啊！我要是散修，恐怕得跟二叔一样，死死卡在练气境。”许七安庆幸自己当日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在发现9号和6号玩狼人杀时，没有冒险尝试，闷头去找魏渊坦诚不公。若没有这一遭，他不可能这么快得到魏渊的赏识和信任。得不到魏渊的信任，仅仅是赏识的话，他恐怕得苦逼的积攒功勋，而不是现在这般金丹说送就送魏公，炼神境下一品级是铜皮铁骨，这个该如何修行？许七安悉心请教：“等你到了炼神境巅峰，气血与元神会达成交融，此时体魄会迎来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转变期间，以棍棒敲打身体每一处，如铁匠锻铁，去除杂质，凝练钢铁。敲打身体每一处。”许七安满脑子疑惑和顾虑，在魏渊面前，那是古法。魏渊笑呵呵的补充：“时代变了，现在武者炼体用的是药语。”许七安松了口气，继续请教。卑职查阅资料时，发现五品画境的相关描述大概是：赋予身体每一个部位生命，使其如臂驱使，又超然独立。这个描述很扯淡，身体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有生命，何来的赋予每一个部位生命这种说法？许七安既觉得荒诞，又觉得好笑。魏渊打量着他，察觉到他细微的表情变化，摇摇头道：“具体修行方法，等你境界到了再说。现在知道的越多，越容易多想，平添忧虑。好了，你在这里服用丹药，我看看这枚金丹能不能助你充盈中丹田。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等功效，我是根据你的资质判断，但成不成，得看了才知道。”魏渊抱着些许的期待。许七安嗯了一声，打开锦盒，服用金丹。他用力嚼碎丹丸，吞入腹中，几秒后，胃部开始发烫，像是烧起一团火，火焰炙烤着胃部，隐隐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不敢怠慢，许七安盘吸吐纳，运转周天，引导着热力在体内循环。呼呼，宽敞的茶室内响起抗涨有力的呼吸，仿佛巨兽的吐息。魏渊眯着眼，静静地观察着许七安。1个小时后，许七安感觉胃部的热力消退，气机充盈全身，状态前所未有的好。现在的我，即使对方有铜锣法器护体，也能一刀斩杀炼神境的银罗。许七安欣喜自身的变化。不错，你果然是难得一见的武道天才。魏渊赞许道。他起身，从书柜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本薄册子，一幅画卷，递交给许七安。册子里记录着观想时的法门，你照着上面学。这幅画卷就是你要观想的东西。许七安展开画卷，上面绘画着一个头顶天、脚踏地的巨人，他的神态，他的肌肉纹理纤毫毕现。但最让人震撼的是那种上击9天、脚踩9幽的桀骜气势，仿佛世上没有什么能让他畏惧。观想的法相会影响武者的心境，这种精神是绘画者烙印在画中的。我挑了许久，觉得这幅法相最适合你。魏渊不忘给他灌输知识。许七安如获至宝，收好册子和画卷，试探道：“魏公，我可以与别人一起观想吗？”“他是我二叔。”他觉得在魏渊面前坦诚就行了，不能耍小心眼，因为注定瞒不过大智金妖的宦官。你只需要3个月后归还画卷便成，期间你用来做什么，送给什么人，我不在乎。魏渊说完，提醒道：“任何一部法相图都是价值连城的，如果损坏了，你下半辈子的俸禄就没了。”顿时，许七安觉得这画卷格外烫手。噔噔噔，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南宫倩柔阴沉着脸进来，目光在许七安手上的观想图顿了顿，他俯身到魏渊耳边，低声说了什么。知道了。魏渊吐出一口气，面无表情。下棋时，他就暗示我了，咱们这个皇帝可以容忍贪官污吏，但容忍不了别人对他权威的一点点挑战。他安插在皇宫里的碟子被拔了3个。许七安低眉顺眼，当作没有听见。魏渊笑道：“再等等，陛下赏赐你的黄金、绸缎，很快就到了。”黄昏时，宫里的当差送来了元景帝赏赐的黄金和绸缎，1000两黄金，差不多60斤，装在一只大箱子里。
500匹绸缎，1匹4丈，堆了整整2马车。这会儿临近散值，衙门里的打更人还没走，诧异的看着宫中的当差们拉着马车进衙门。收到禀报的许七安喜滋滋的出来迎接，交接后，宫中当差拉着空马车离开。许七安呼唤宋霆锋等人帮忙装货，把黄金和绸缎搬上衙门借用的马车。宁燕，你这是发达了呀！宋霆锋欣喜又眼馋，用力拍打许七安的肩膀。我不管，下个月的教坊司费用都得你请。许七安看了眼吕钦，怒道：胡说八道，我连勾栏都不去的。说完，他打开箱子，取出4锭黄金，分别给了李玉春、闵珊和杨峰，道：你们拿去给兄弟们分一分。接着又抛给吕钦1锭，笑道：吕捕头，别推辞。吕钦点点头，习武之人就是爽快。许七安笑了，多谢许大人。12名铜锣，6名府衙快手，欣喜若狂的高呼。远处围观的打更人一阵艳羡，恨不得也加入许七安的团队。1锭黄金看着有5两，兑换成白银就是40两，挥手打赏出160两，哪个上级有这般阔绰？这些赏银是？李玉春问道。在皇城时救了临安公主，陛下赏赐的。事情不方便讲。许七安回答。不是因为桑博案的进展赏赐的。众人一愣，忽然觉得银子有些烫手，受之有愧。他们原以为是陛下欣喜桑博案的进度打赏的许七安。许七安摆摆手，这几天辛苦各位了，本官从不会亏待同僚。吕钦笑了笑，扫了眼身后府衙的捕手以及众铜锣，发现他们表情有了细微的变化，他开心地笑了一下。许七安左顾右盼，道：采薇姑娘呢？许是回4天见了。不，他一定又在哪个酒楼风流快活。许七安心说。散之后，铜锣们护送赏赐之物前往徐府。许七安骑在马背上，想着有了这些黄金，将来就算自己离开京城，家里也有足够充裕的银子，彻底弥补了税银案的损失。婶婶又可以喜滋滋的买首饰，穿新衣服。林英可以经常去桂月楼吃饭。林月的嫁妆，林月还小，不急着嫁人，2郎将来进了官场，也不至于没有银子打点关系。二叔个穷逼也可以不用把所有钱补贴家用，能多去几次教坊司。婶婶大概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绸缎，手有点痒了。回家后是用绸缎打他脸，还是用黄金打他脸呢？许七安心情大好。锦绣宫，临安公主的精美绣鞋踩着柔软的地衣，挽着太子哥哥的手臂进入锦绣宫。室内温暖如春，地暖驱散了12月的寒冷。衣着华贵的贵妃坐在桌边，已经摆好了丰盛的佳肴，面带微笑地等待一双儿女。陈贵妃40出头的年纪，早已过了女子风华正茂的年岁，处在女人最饱满丰腴的阶段。她的肌肤依旧紧致，眼儿仍然荡漾着水灵的光，保养得宜的身材没有走样，岁月在她身上沉淀出女子成熟的韵味。撇开那位倾国倾城的皇后，后宫众多佳丽里就属陈贵妃的最能打。于是4位皇女中，也只有临安能与长公主一较长短，不，一较高下。太热了，让外头的奴才降一降炭火。活力四射的临安公主皱了皱眉，她平时只要烧着炭火就够，地暖时再太热，给人的感觉就像在蒸笼里。笑容温婉的陈贵妃当即吩咐道：听临安公主，降降炭火。临安开心地投入母亲怀抱，小女孩似的笑着。母妃，孩儿夜里宿在这里，陪您睡好不好？陈贵妃笑容温婉地点头。虽然这并不合规矩，毕竟妃子们晚上可能是要伺候皇帝的，但到了元景帝这一招，因为皇帝常年修道，早已进了女色，后宫里很多规矩都已经形同摆设。皇帝在乎女人，规矩才会森严，可皇帝都不在乎自己后宫的佳丽了，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前提下，爱咋样咋样。所谓原则性的错误，嘿嘿嘿。不过像元景帝这样的状态，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后宫非常和谐，妃子们想掐架都掐不起来。太子陪着母妃拉家常，临安公主也叽叽喳喳的在边上插嘴。今日玲珑突发狂性，差点伤了临安，父皇和侍卫们救援不及。太子提起了下午发生的事，佛系的贵妃大惊失色，急忙牵住临安公主的手，惶恐的端详，是不是哪里受伤了？给母妃看看。二公主是个爱撒娇的表表，顺势就作为委屈可怜的表情。孩子差点就见不到母妃了。贵妃一阵后怕，怒道：这群奴才怎么回事？一头畜生都收服不了，险些伤了我。她发完脾气，握住临安公主的柔仪。后来呢，是太子救了你。太子的地位与其他皇子截然不同，除了皇后，后宫其余妃子都要称太子，不能称我儿或者皇儿。临安朝太子皱了皱鼻子，抱怨道：太子哥哥哪有这本事？每次怀庆欺负我，他都只动嘴皮子，不帮我打怀庆。太子苦笑摇头。贵妃愈发好奇，看了眼太子，握住女儿的手，跟娘说说。临安妩媚的桃花眸里一下子绽放神采。我今天收了个小铜锣，是前天，今儿带在身边打算差遣，正巧就遇到这事儿，
便是他救了我。铜锣，陈贵妃皱了皱眉，是打更人。呐。林安说，知道母妃不喜欢打更人，因为那些都是魏渊的人，但他是我的人。陈贵妃笑着颔首，陛下有赏赐吗？自是有的。太子接话，本宫这里也得赏赐。陈贵妃郑重道，回头我派人到库房取一些首饰送过去。贵妃赏赐对象当然不能是臣子，应该是臣子家的女眷。太子听到这里忽然皱眉，那许七安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临安公主顿时扬起雪白的下巴，骄傲地说，我从怀庆那里抢过来的。怀庆知道吗？知道呀。那他没有教训你？他敢教训我，我回头带着许七安去见他，既有了保护，又能气他。说到这里，临安公主为自己的机智而高兴。12月的季节，天说黑就黑。从衙门出发时，太阳还挂在西边天空，倔强地把云彩染成自己的形状和颜色。等到了徐府，天色完全清明，一盏盏灯笼亮起，映着晚归的行人和一座座阁楼瓦屋。清明的天空，烛灭灯笼，古香古色的建筑。许七安每次看到这一幕，就恨自己当初没有学画画。这个点儿，徐府已经关门，门房老张知道大郎从来不走门的，所以当许七安敲开大门时，老张满脸意外之色。韩府里的过来搬东西。许七安吩咐道，搬东西。老张目光掠过许大郎的肩膀，看向身后的3辆马车以及同行的打更人。前厅一家4口正在吃饭，许灵月今天依旧没有等到大哥一起吃饭，怪想他的，垂着头问道，大哥好多天没准时回家吃饭了。烛火摇晃，他长长的睫毛牵住了光，尖翘的瓜子脸闪烁着暖玉般的光泽。白皙美丽的瓜子脸，清纯柔弱的姿态，如果套上水手服的话，就是符合大众审美的校花。还是混血的校花。许灵月的五官比寻常女子要深刻，更有立体感。我会剩点菜给大哥吃的。许灵英和姐姐完全是2个极端，大哥不在，就没人和他抢菜吃了。粗短的小手捏着筷子，下筷如飞，天赋惊人。过几天是不是该发月俸了？婶婶看了二叔一眼。许二叔低头吃饭，了一声。他其实已经把这个月的月俸透支了，临近年关，同僚之间应酬送礼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反正宁燕也没娶媳妇，先借他的俸禄应付一下。许二叔心想，年底还得给灵月、灵英、大郎、二郎做衣服，银子又不够了。婶婶唉声叹气，上个月去云路书院之前，家里还有几10两银子的积蓄，结果一回来空了。婶婶当场就要手撕二叔，说他是不是出去鬼混。是许大郎和许二郎以人格担保，银子都用来跑关系办正事了，绝不是鬼混掉的。婶婶就相信了。虽然许大郎是个讨人嫌的，但性格倔强，从不说谎。许二郎是读书人，从小到大一板一眼，是个懂事的孩子，也就几两银子的事。许二叔满不在乎。婶婶看他一眼，我想买一匹云锦。许二叔诧异地抬起头，他并不认为家里现在的经济状况能用得起1尺1两的云锦。婶婶就给他算，说二郎春闱之后，若是能中，身份就不同了，不能老穿以前那件袍子，再珍贵一件也撑不起场子。灵月到嫁人的年纪了，厨子里的衣裙该翻新了。许二叔心不在焉地听着，啊呀的随口敷衍。啪！婶婶把筷子拍在桌上，大家一起看了过来。婶婶又面无表情地拾起筷子吃饭。许二叔无奈道，顺阴案的时候咱们都掏空家底了，最初1个月的米面还是我问同僚借的，等明年吧，明年一定买。婶婶低头不给他看自己微红的眼眶，小心点，小心点，别碰到墙，弄脏了看老夫不削你们。门房老张的呵斥声传来。许二叔心情不好，皱着眉头看去，府里下人们捧着一匹匹的绸缎，在门房老张的指挥下小心翼翼地进来。婶婶睁大了卡姿兰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一匹匹光鲜亮丽的缎子搬进来。好漂亮！许灵月惊呼道。绿娥也瞪大了眼睛，垂涎欲滴。只有许灵英忠贞不渝地热爱着食物，小脸埋在碗里，腮帮一鼓一鼓。妈，哪来的这些？许二叔茫然问道。门房老张唰地展开一块粗布铺在地上，边指挥下人放下绸缎，边回答道，大郎带回来的，说是陛下赐给他的。陛下赐的。许二叔第一反应是桑伯案破了。身为御刀卫百户，平日值守外城，内城的事他都不清楚，桑伯案在内城闹得满城风雨，但身份不够的人接触不到相关信息。想到自己卡在炼气境近20年，二叔心里暗淡。但很快这股怅然就被喜悦冲散。宁燕人呢？在门外，陛下总共赏赐了500匹绸缎。门房老张喜悦地说。啪嗒，婶婶手里的筷子摔在桌上。500匹，婶婶一颗芳心砰砰狂跳。这些丝织品种类丰富，有绫罗、绢锦、缎纱等，织工精细，纹路精美。婶婶没少逛绸缎铺子，眼光毒辣，这里任何一匹丝织品
都比那些铺子里卖的昂贵绸缎好不知多少。而这样昂贵精美的料子竟然有500匹，婶婶感觉自己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砸晕了。许灵月不比母亲强到哪里去，从古至今，女人都依附这种东西，总是情有独钟的。趁着爹娘和姐姐不注意，赶紧吃独食的许灵英不在此列，她还是个孩子。我去帮忙。许二叔坐不住了，疼得起身，大步朝外奔去。许七安站在马车边，正与宋霆锋商量解决桑伯案后，便去教坊司玩。说起来，教坊司24名花魁，我只睡过福乡，改日要逐一拜访。许七安用期待的语气说道。你，宋霆锋眼神古怪地盯着他。你与福乡不是相好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给他赎身。你，许七安也眼神古怪地盯着他，想不通为什么古人总喜欢公车私用。妾的地位只比奴婢高一些，可能在他们看来，给青楼姑娘赎身，相当于后来的男人买了一个不会说话也不会吃饭吃空气存活的女朋友。而且花魁还不会漏气，妻与妾是不同的概念，无法相比。但在我看来，给青楼姑娘赎身和相亲时遇到一个打扮艳丽家底丰厚说自己是在外面卖衣服的对象是一样的，还是三观和思想有分歧啊？许七安摇摇头，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二叔，你别搬这些。许七安见许二叔出来搭把手，赶紧喊了一声。等二叔看过来，许七安单手拖着60斤的小箱子丢了过去。你搬这个？许二叔探手接过，感觉还挺重的，打开一看，是什么闪瞎了我的狗眼。婶婶在前厅对着漂亮的绫罗绸缎发花痴，东摸摸西摸摸，美艳的脸庞控制不住的溢出笑容。许灵月小手按在一匹绸缎上，感受着丝薄润滑的触感，少女心砰砰直跳。啪！当妈的婶婶一巴掌拍开，不悦道：别碰脏了。许灵月悠悠道：娘是在开心什么？这些东西是陛下赐给大哥的，又不是你的东西。致命一击。婶婶渐渐失去了笑容，过了片刻，她那张端庄与美艳并存的脸蛋扯起一个僵硬的笑。那个，我对大郎还是挺好的，是吧？这话说的她自己都没底气。许灵月点点头，挺好的，大哥是你的养的赔钱货。死丫头！婶婶一指头戳得许灵月一个踉跄。这时母女俩看见许二叔失魂落魄的捧着一只箱子进来，婶婶提着裙摆迎上去，老爷手里的是什么？啪啪！许二叔打开箱子，又盖上，然后看着发妻说：瞎了没？瞎了。婶婶从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到如今育有3个孩子，36年的人生里没见过这么多银子，不，黄金。二叔则是从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的黄金。喉咙好干，累了一天都没喝一口好茶。宁夜你做，婶婶给你泡。想吃蒸蛋，婶婶这就让厨房给你做。牛奶没有吗？有，婶婶这就给你热牛奶去。餐桌上，许七安大马金刀的坐着，平素里傲娇的婶婶在边上殷勤的照顾。许七安想吃蒸蛋，婶婶就让人给他做；许七安想喝茶，婶婶就给他泡；许七安想喝奶，婶婶就给他喝，努力的弥补婶侄之间千疮百孔的感情。婶婶这就没诚意了，我想吃婶婶亲手做的蛋。许七安哼哼道。婶婶咬了咬唇瓣，强颜欢笑。婶婶给你去做。蒸蛋上来了，许七安边吃边说：哎，隔壁院子里丢了好些脏衣服，我这种没爹没妈的倒霉蛋只能自己洗了。婶婶银牙一咬，宁燕这话说的生分了，婶婶是你如己出的，婶婶来洗。扬眉吐气。许七安感觉念头通达，积压在心里的执念终于散去。二叔，不然我们就把这宅子卖了，到内城买一座大宅子。许七安提议。丰腴美艳的婶婶眸子一亮，容光焕发。卖宅子？许二叔扫了眼厅内的摆设，忽然有些唏嘘。这是祖宅，说卖就卖的。我和你父亲就是在这个宅子里长大的，不卖就不卖，8000两银子足够内城买一套更宽敞的宅子。许七安举杯喝酒，搁下酒杯，突然说道：二叔，我是不是你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私生的？噗！许二叔连忙扭头往下，一口酒全喷在许灵英的脸上。他本意是朝地面喷，奈何幼女太小个，正好喷他脑瓜和脸上。小豆丁都懵了，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坚强的没有哭，舌头舔了舔脸上的酒水，感觉不好喝，这才哇一下哭起来。许二叔瞪一眼说话不过脑袋侄儿，你胡说八道什么？二叔表情没有心虚和震惊，婶婶脸色也没有猜疑和惊愕，精通表情心理学的许七安做出判断，人在最没有防备的时候，下意识做出的举动是最符合内心的。许七安率先排除了自己是二叔私生子的选项，他会这么想不是没有道理的。年幼时二叔的同僚来家里拜访做客，会指着许七安说：这是你儿子，或者指着许二郎说：你家闺女真漂亮。代表什么？代表许七安和许二叔五官相似，从遗传学角度来说，这两是有血缘关系的。开个玩笑嘛，
我从没见过亲生父母又跟二叔长得这么相似。许七安耸耸肩，对了，婶婶见过我母亲吗？婶婶应道，自然见过的。你母亲怀着你的时候，我还在照顾过她一段时间。你母亲可温柔了，不像你。连忙顿住，差点习惯性的对侄儿。那你老哥呢？许七安低头吃蒸蛋，余光在观察二叔。许二叔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没好气道：那你是老子。他略作回忆道：你爷乃死得早，我们兄弟俩相依为命长大。你爸天赋比我好，可惜死在山海关战役中。许七安没有再问其他，快速解决温饱，把500匹绫罗绸缎留在主宅，自己捧着装满金锭的箱子回到小院。黄金放在家里不安全，下午打更人衙门里这么多同僚目睹，万一心生歹意，摸上门偷盗，反而会连累了婶婶和妹子。魏渊说过，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派打更人暗中保护监视徐府附近，防止地宗的道士寻仇，这同样能威慑住图谋不轨的打更人。许七安纵身翻过高墙，将箱子收入的书碎片。沐浴之后，香喷喷的婶婶坐在床边，歪着头用汗巾擦拭乌黑秀发。许二叔盘坐在不远处的小榻上吐纳练气，天天练啊练，也没见你练出花来。婶婶翻了个妩媚的白眼。呼，许二叔吐出悠长的气息，睁开眼，尽管吐纳后精神抖擞，可眼神深处却有着深深的黯然。他早就达到练气境巅峰，再怎么练，气机也不会增强。可通往练神境的大门牢牢紧闭。老爷，你说你要是突破下一个境界，是不是能升职？婶婶挺了挺饱满的胸脯，舒展腰肢。许平志嗯了一声，这是自然。婶婶擦完头发，脱掉绣鞋，侧着身坐在床上，两条长腿交叠，她把枕头抱在怀里，控诉道：许宁业那混小子可把他给得意坏了，老娘要不是为了绫罗绸缎和内城的宅子，才不忍他了，喷他狗血淋头。说着说着，她叹息一声，不知不觉就长出息了。想当初从丈夫手里接过她的时候，小奶猫一样大。咚咚咚，敲门声响起，门口传来许七安的声音：二叔，有件事忘了和你说。婶婶一惊，连忙放下床幔，缩进棉被里。许平志起身道：到书房。不用，二叔你出来，门口说几句就走了。许七安说。婶婶抱着被子躲在床幔后偷听，叔侄俩细细碎碎的说了几句，丈夫便回来了，啪的关上门。说什么呢？是不是他偷偷给你私房钱了？婶婶从床幔里探出脑瓜，瞪着许平志。忽然她愣住了，看见了丈夫微微发红的眼眶以及湿润的眼睛。老爷！婶婶手足无措，茫然地喊了一声。我终于等来希望了。许平志闭上眼睛，轻声道：练神境的希望。婶婶紧抿红唇，是宁燕吗？许七安返回小院，灵感似有触动，站在门口停顿了几秒，轻轻推开。他如常地走到桌边，点亮蜡烛，纤细的火苗绽放出昏黄的光晕，赶走了黑暗，给房间镀上一层橘色。床榻盘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道士，虽有道簪扎着，仍然垂下一缕缕凌乱的发丝。他五官深刻，眉目祥和。你来了。许七安微笑着打招呼。我来了。金莲道长颔首，回以微笑。你不该来。许七安沉声道。金莲道长诧异道：此话何解？我们不是约好今日密会吗？不，我只是玩个梗，古龙的小说了解一下。许七安耸耸肩，与道长开个玩笑。桑博案查得如何？金莲道长没在意，毕竟是个人就有些怪癖，天地会里的成员个性都很强烈。许七安沉吟了一下，道：这个案子非常复杂，牵扯了太多的势力，我查到现在线索多且凌乱。说实话，我当了那么多年警，捕快没遇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我们一般都靠监控。他心里补充，当下将搜集到的线索以及自身的推测全盘告诉金莲道长。加入天地会至今，他和金莲道长已经达成初步的信任，觉得对方是个当盟友的好人选。而且桑博案与金莲道长没有利益相关。如果他逃进京城避难只是表面原因，实际是为桑博案做铺垫，灭口赵县令的也是他，那可真是王炸。许七安苦中作乐地想着，现在看谁都是坏人，看谁都是老硬币。你怀疑镇北王是幕后操纵者，他与北方的妖族、东北的巫神教达成协议，试图篡位，于是炸毁桑博案，释放出初代监正。金莲道长皱眉道：道长觉得呢？许七安反问。这一切乍看起来合情合理，可是不管是初代监正亦或者镇北王，你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镇北王常年戍守边关，贫道对他了解不深，你也如此，贸然判定他图谋不轨，有些武断。再者，镇北王是3品武夫，将来未必不可能冲击2品，他愿不愿意当皇帝还是两说。哼，当然了，自古权力动人心，贫道若是说他不会谋反，亦是一种武断。金莲道长分析道：冲击2品和
和当皇帝并没有冲突吧？许七安有自己的看法，这本就是我的假设，还未求证。等我搜集了证据，镇北王是不是幕后黑手，便一目了然。只是道长啊，我有些查不下去了。许七安叹口气，元景帝虽然命令我负责此案，可镇北王是亲王，手握重兵的亲王，我不可能堂而皇之的查他的府邸。司天监的老监正装病，我同样不可能去观星楼质问他，难办得很。元景帝，金莲道长眯着眼，用一种莫名的意味审视着许七安。很多年没有听到朝廷因权感如此称呼他的了。道长眼神里透着惊奇，啧啧道：“我似乎忽略了些什么。”忽略了什么？许七安下意识地问。施主脑后生反骨。老道长评价：“我没有，你胡说，别他妈冤枉我。”许七安严肃脸色，认真的语气：“我对陛下忠心耿耿。”金莲道长也不拆穿，此案水深得很，道长有什么要教我的？许七安悉心请教。你在天地会里假装儒家弟子的时候，倒是机灵得很。金莲道长打趣道：“我就知道，你肯定一边看着我们在群里勾心斗角，一边露出姨母笑。”许大郎心里吐槽这个老淫婢。贫道为你分析分析，你刚才的描述中有几个不对劲的地方。道长请说。许七安眼睛顿时一亮，他选择和老道士坦诚不公的交流，就是看中了对方的智慧与丰富的经验。老淫婢固然令人不齿，但如果是当盟友的话，他们往往会给人一种安全感。金莲道长略作沉吟，说道：“第一个不对劲的地方是监正的袖手旁观，倘若镇压在桑博的是司天监的初代监正，最焦虑的应该是他才对，但他很安静。也有可能这个阴险狡诈的老东西早就不在观星楼了，暗中行动也未可知。”许七安无声颔首。初代监正和现任监正必定势如水火，理由很简单，师傅被镇压了，徒儿心安理得的当着监正，执掌司天监，很明显是塑料师图情破裂了。要不然以监正一品的实力，仁宗到手也拦不住。第二个不对劲的地方是元景帝，桑博案发生的第二天，他取消了成敬。呵呵，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哪有放虎归山的道理？许七安当即说道：“这两个问题我思考过，我当时的猜测是，或许就是打开城门，引蛇出洞。我无法接触，掌握到监正和元景帝的状态，层次太高了。是这个道理。”金莲道长说：“你找我谈话，不只是这些吧？6号与桑博案有关，准确的说，恒远和尚的师弟或许与此案有关。他无故失联后，我愈发肯定了这个猜测。你果然已经去过青龙寺，知晓了恒远的身份。”金莲道长并不意外，随后反问道：“师弟，青龙寺有一个和尚，法号恒慧，1年多前与玉亲王的嫡女平阳郡主私奔，玉亲王深受打击，卧床不起。这件事的背后牵扯到勋贵和文官两股势力的斗争。”许七安抓起茶壶，倒了杯水，润喉后继续说道：“恒慧和尚为了带平阳郡主躲避搜寻，盗走了青龙寺一件屏蔽气息的法器。我怀疑那件法器后来落入了金无畏百户周赤雄手中。”金莲道长耐心听着，时而皱眉，时而沉思，等许七安说完，他才开口：“所以你想通过恒远查一查恒慧的消息，以此来验证猜测？”这是我目前唯一的突破口。道长你还记得吗？恒远说师弟是被掳走的，而青龙寺的方丈说恒慧是私奔。恒远离开青龙寺调查的途中，可能得到了某些线索。你希望我能带你找到他？拜托了道长。月朗星稀，相隔数万里外的南方，相比起京城冬日的寒冷和干燥，古族居住的南方气候潮湿，即使在1年里最寒冷的季节，居住在这里的古族也穿着单薄的衣衫。丽娜踩着轻薄的小布靴，裙摆只到膝盖处，露出修长笔直的小腿。她五官精致，眉毛略浓，瞳孔是浅浅的蓝色，荡漾着灵动纯真的光芒。小麦色的肌肤让她看起来既健康又充满野性，像一头矫健的雌豹。一支上百人的大部队跋涉在荒野里，举着火把，沉默的前行。脚步轻快，蹦蹦跳跳的丽娜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这次是随着部族里的长辈出来历练的，目的地是古神沉睡的极渊。古族有7个部落，既是古神的受益者，也是镇守者。等我弄清楚了古神复苏的原因，就可以在天地会里公布情报，让所有成员都欠我一笔债。前提是这个原因不会对古族带来危险。想到这里，丽娜眉眼明媚地笑了起来。丽娜，严肃点。前方，哥哥莫桑回过头来，低声训斥妹妹。他浓眉大眼，外貌与丽娜有3分相似，只是左脸一道深深的疤痕破坏了他的英俊，凶厉的眼神也让他看起来桀骜不驯。丽娜一点都不怕哥哥，娇哼道：“其他哥哥都有嫂嫂可以骂，就你没婆娘，整天只知道骂我。”莫桑有些无奈，闷头就走。丽娜跟上哥哥，笑嘻嘻的勾肩搭背。听说大凤的女人水灵水灵的，脸比馒头还要白。莫桑，我帮你抢一个媳妇回来。莫桑冷哼一声：“婆娘漂亮有什么用？
我需要的是手撕豹子的女人。可是我听一个朋友说，大凤的镇北王妃很漂亮，长公主也很漂亮，还有人宗到手，个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莫桑顿时看过来，咽了咽口水。那你帮我问问你朋友，到底多漂亮？不对，你哪来的这种朋友？丽娜不搭理他，蹦蹦跳跳的跑前边去了。天谷的婆婆，你等等我。丽娜脱离自己的部族，凑到天谷部的首领一位佝偻老婆婆身边。天谷婆婆抬起沟壑纵横的脸，眼神清明，审视着丽娜。小娃子，找婆婆什么事？婆婆，我有个朋友，朋友的朋友，最近遇到了些奇怪的事。丽娜眼珠子转啊转，措辞道：她运气特别好，好的离谱。丽娜之所以问天谷族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相传古神沉睡之后，驼的精神化作了心骨，驼的气血化作了力骨，驼的毒液化作了毒骨，他的肝脏化作了药骨，驼的欲望化作了玉骨，驼的眼睛化作了天骨，驼的体液化作了尸骨。这就是古族7个部落的由来。古族里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古神复苏之日将收回驼的力量。古族没有人希望这位与神佛并列的上古异兽复苏。其中天骨代表着古神的眼睛，能观测天地万物自然规律，因此天骨部负责制定历法，古族根据天骨部的指示劳作耕种。此外，天骨部还精通占卜、看相等秘术。天骨婆婆说，那定是福星高照之人，是个行善积德的好人吧？3号算好人吗？大概吧，丽娜说。可是她的运气是捡银子，天天捡银子。可是金莲道长说她那情况不是功德。捡银子，这算哪门子的运气？小娃娃净瞎说。天骨部里一位中年汉子大笑道。四周传来哄笑声，冲散了队伍里凝重严肃的气氛。这个立骨部的小丫头真有趣。闭嘴！天骨婆婆忽然呵斥一声，只见她脸色严肃，一把握住了丽娜的手，力道强的让丽娜微微皱眉。小丫头，你那朋友在哪？快说，你快说啊！天骨婆婆急切追问。这天骨部的人面面相觑，想不明白一个小丫头的戏言，竟让天骨婆婆如此激动。阿爹，好像出什么事了。莫桑垫脚眺望，看见了前方的异常，看见了天骨婆婆抓住妹妹的手腕，大声喝问。立骨部的首领沉稳的点点头，声音中气十足。我去看看。天骨婆婆，怎么了？丽娜听见父亲的声音，扭头看见魁梧高大、肌肉坚硬如岩石、面部轮廓刚硬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的身高足有9尺，鹤立鸡群，比周围的古族人要高2个头，大臂比丽娜的腰肢要粗。良心作者注：自北魏始，1尺长度在296、31厘米之间，行走间英式狼顾，压迫感十足。身材佝偻的天骨婆婆与这位相比，就像是孩子。天骨婆婆抬起头，微微颔首，很快把视线回到丽娜身上，颤声道：丫头，你说啊，婆婆等着呢。婆婆有些急，她这是怎么了？也想和3号的朋友一样，天天捡银子吗？丽娜因为天骨婆婆的激烈反应，有些不适。天骨婆婆不肯走了，大部队随之停下来。天骨部的精英们将目光投向丽娜，其他部落的人则交头接耳，还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天骨婆婆扭头对身后一位本部的后生说道：去通知各部首领稍作休整。来，丫头，我们到那边说话。龙图，你不许跟过来。名字叫龙图的立骨部首领顿住脚步，漠然地看着闺女被天骨婆婆带到远处。另外5部的首领汇聚过来，走到龙图身边，与他并肩眺望离开的一老一少。龙图，怎么回事？立骨部首领摇头。或许你们该问天骨部的人。首领们准头看向身后，丽娜就是跟婆婆说了句戏言，谁知道婆婆这般激动。说了什么？丽娜有个朋友天天捡银子。天骨婆婆举着火把来到一棵树下，这里距离大部队已经很远了，只能看见后方微小的火光。弦月挂在天空，洒下洁白的辉芒，火光映照着天骨婆婆皱纹横生的苍老面孔。她此时已经没有了焦躁和激动，平静了下来。丫头，与婆婆好生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丽娜抿了抿嘴，说：我近来结识了一位朋友，他说他有一位朋友总是莫名其妙的捡钱，为此感到苦恼，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天骨婆婆眯着眼求证道：怎么捡银子？捡多少？除了捡银子还有什么特殊？事无巨细，你跟我说清楚。丽娜有些娇憨的挠了挠头，歉意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是朋友的朋友嘛。但听我那朋友说，好像只要捡银子就能过上温饱富足的生活。丽娜出于好奇心，想着天骨部能观测万物，知道很多很多事情，便随口问了一嘴。天天捡银子这种事，搁谁不好奇？那个人在哪里？3号在大凤京城，他的朋友应该也在那里。丽娜不太确定地说：好像在大凤京城。大凤京城。天骨婆婆猛吃了一惊，
连连摇头：“不可能，不应该的，在哪里都不可能在大凤京城，这没道理。”天谷婆婆白眉紧皱，时而恍然，时而惊疑，表情变化不定。婆婆，这都是怎么回事啊？丽娜觉得自己是个顶聪明的婆娘，已经察觉出情况有异。如果只是捡钱这种小事，天谷婆婆不会拉扯自己到僻静处说话，更不会表现得如此在意。但她觉得荒诞，大凤京城里发生的一件趣事，竟让天谷婆婆如此严肃，如此在意。好比她无意中认识了个不错的朋友，结果发现是天谷婆婆失散多年的孩子，你的那个朋友应该就是天天捡银子的人，而不是所谓的朋友的朋友。天谷婆婆看了眼单纯的傻姑娘，丽娜微微张开红润小嘴，浅蓝色的眸子凝滞。3号竟然骗她，没想到她是这种喜欢骗人的坏蛋，亏她还觉得3号是个侠肝义胆的读书人。部族里的老人不是说读书人都是铁骨铮铮、刚直不阿的吗？天谷婆婆轻叹一声，抬头看了看月轮，沉声道：“多年前，2个小偷出于某种目的，潜入大户人家，偷走了一件很重要的物品。那东西至今下落不明，偷东西的贼也再没有出现。大户人家里，有的人知道东西被偷了，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此事。”丽娜眨了眨眼睛，偷走了什么？天谷婆婆没有解释，重复着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很快，古族的100人精英团队来到了极渊，一个深不见底的大裂谷。裂谷中弥漫出毒瘴，催生出富含毒性的植被以及各种毒虫猛兽。这是一个天然的蛊虫养殖场，为古族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原材料。丽娜不止一次来过这里，但都在外围捕捉蛊虫，从没有深入过。队伍沉默着前行，身上撒的驱虫粉末和辟毒丹让他们免疫了毒瘴和毒虫的骚扰。毒蛊部的族人在这里如鱼得水，容光焕发。顺着前人踩踏出来的小道深入大裂谷，渐渐的景物开始出现变化。黑褐色的土地上长满畸形的奇形怪状的植物，茂密的枝叶和草丛间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生活在这里的毒虫被这群不速之客惊动了。啊！突然有人尖叫了起来，那是一名穿着布衣的汉子，他浑身皮肤发红。女人，我要女人！他大叫着扑倒身边的男同伴，死死抱住他。但因为隔着衣服，让他急得几乎失去理智。怪叫声四处响起，不停有人出现异状，有男人，也有女人。男人抱住了树，女人也抱住了树。丽娜知道，这些人是中了玉蛊的毒。蛊族的人丝毫不慌不乱，自觉退开，甚至笑着指指点点。玉蛊部的族人分散开来，救治中毒的各部族人。他们从布袋里取出黑色的宛如蚂蟥的软体虫子，撒在中毒者的胸口、脖颈以及裤裆里。蚂蟥吸附在皮肤表面，口气刺入血管，疯狂吞噬血液。不多时，这些蚂蟥一个个膨胀，心满意足地从皮肤表面脱落，中毒的族人症状立竿见影的好转。除了比较快的人会有身体被掏空的虚弱，持久的人几乎没受什么影响。越往裂谷深处走，遇到的蛊虫越多，且种类丰富，比如体状如牛的大虫子，浑身艳丽缤纷的蝴蝶，长着12只眼睛的蛇，行尸走肉的动物群，有着3个生殖器的雄性野狗等等。最后，队伍在一处平地里停了下来，这里没有任何植物，只有凹凸嶙峋的石头。毒雾弥漫中，丽娜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石像，隐约是个男子，穿着宽松的衣袍，戴着高高的冠子，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放于腹部，微微低头看着极渊的裂口。7位部族首领默契地上前走向了石像。莫桑，那人是谁啊？丽娜拉扯一下哥哥的袖子，左脸有刀疤，气质桀骜不驯的莫桑沉声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应该听过他的称号。”他顿了顿，语气带着敬重：“儒家圣人。”小院烛光一点如豆。我一直在搜寻恒远的下落，但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他还在城中，不知他在何处。金莲道长盘坐在床榻，摇着头说：“您无法通过地书定位。”许七安记得当初那位9号可是能通过地书锁定自己位置的，而且不需要太久。按理说6号失踪至今接近1旬，金莲道长本该已经找到他。我猜6号或者说的书被封印了。啊，被封印的话该怎么办？这是在为难我胖虎啊！许七安有些懵，除非我能近距离靠近。这1旬里，我徒步走遍了大半个外城，才用最愚蠢、最稳妥的方式搜寻。如果恒远的地书碎片距离我不到30丈，我就能立刻感应到它，即使被封印。金莲道长自信地笑道：“不用怀疑，这是天地之宝本就有的位格，是逼格。”许七安心说，同时也松口气。法子虽然蠢，但有效就好。最怕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有6号的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呵呵，你出面比我出面更好，我也需要打更人的力量。这里毕竟是京城，是打更人的地盘。说到这里，金莲道长似乎想起了什么。对了，魏渊对这个案子是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只是让我好好干活。
许七安摇头叹息。这时他发现金莲道长的表情很古怪，因为他的表情是这样的。许七安嘴角一抽，郁闷道：道长何故如此看我？金莲道长说道：魏渊恐怕想把你变成打更人的暗线吧，或者把你赶出京城。许七安吃惊地瞪大眼睛。金莲道长似乎非常满意许七安的反应，含笑解释：能把地书碎片交给你，说明他足够重视你，可是又不在案情上对你有任何指点，这证明他巴不得你触怒元景帝，让你在京城待不下去。许七安不服气，想为魏渊辩解，话到嘴边却吐不出来，因为魏渊很坦然，确实有透露过这方面的想法。不对，魏渊是有些袖手旁观，但顶多是放任自流，不关心也不插手，凭我自己本事去办。你太小看魏渊了，此人以宦官之身执掌大权，以宦官之身统领数十万大军打赢山海关战役，连镇北王都被他压了一头，能力、手腕、心机都是当世一流。我敢肯定，就桑博而言，他知道的肯定比你多。许七安呆坐着半天没说话，果然是塑料父子情吗？金莲道长审视着他，不过我想不通，魏渊为何逼着你离开京城？他并不缺阴找。屋子里沉默半晌，金莲道长插完刀想溜，还有什么事情吗？有。许七安不放过薅羊毛的机会。我想去平远伯府一趟，但那里守备森严，我有手段进去，却没有无声无息制服人的手段，想请道长帮忙。你想去找平远伯的嫡子？金莲道长懂了。恒远说过，师弟恒慧是被伢子拐走的，他不会无的放矢。既然现在找不到恒远，那就先尝试从平远伯这里寻找突破口。许七安说：可他已经死了，他还有嫡子，以你现在的身份，为什么不主动上门询问？金莲道长不解。平远伯毕竟是世袭勋贵，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无法采取暴力，而且正常调查容易束手束脚，想要得到答案，光明和黑暗的手段的相辅相成。许七安随口解释，道门在元神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让他乖乖配合，说出一切能说的信息，应该能做到吧？你倒是挺有经验的，这和你以前的人生阅历不匹配。金莲道长说着，轻轻颔首，给予肯定的答复。有些车看着很新，其实公里数高的吓人。许七安严肃道：此话何解？金莲道长皱眉：我的意思是，你只看到了我的表面，而一个人的人生永远比卷宗上的文字更加精彩纷呈。许七安耸耸肩：有道理。金莲道长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说道：你放开心神，我俯身到你尸骸里。您又是元神出窍？许七安戒备道：呵呵，我的身体受了伤，实力大打折扣，而我的阴神完好无损，这能更好的发挥我的实力。内城有宵禁，我无法堂而皇之跟你出去，普通铜锣我可以隐瞒，但若是被金锣看到，对你我都没好处。而且京城卧虎藏龙，威胁不一定只来自打更人。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你想把我的元神变成自己的形状，也太过分了吧？而且咱们也还没这么熟。许七安为难的皱眉，尽管对金莲道长还算信赖，但还没到任由对方元神侵入识海的程度。而且他不保证金莲道长会不会窥见自己一些秘密，比如前世的记忆，比如扶香花魁浑圆雪白的腿儿。金莲道长摇摇头，那如何是好？这时一声凄厉的猫叫声从屋脊传来，许七安顿时露出笑容，指了指头顶：委屈道长了。换上打更人的差服，许七安光明正大的离开小院，沿途遇到玉刀卫，看见他身上的差服，连询问懒得问，只是会奇怪这位打更人为何肩膀站着一只黑猫。唯独在遇到打更人同僚时，许七安会被拦下，但只要掏出金牌，说一声奉旨查案，便能解决一切问题。许七安没有刻意赶路，但以他如今的脚程，仅用了1个小时就来到平远伯府附近。四处张望，确定周遭无人，他寻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撕下魔法书中的一页，上面记录着一叶障目的手段痴。契机引燃纸张，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了许七安和黑猫。儒家的言出法随，黑猫橙黄色的瞳孔凝视着这一幕。金莲道长忽然想到了很多细节，难怪3号要把自己塑造成云麓书院的学子，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堂弟是书院学子，他本人似乎也和书院有莫大的关系，要不然怎么会拥有刻录法术的书籍？金莲道长直接排除了堂弟赠送这个选项。首先，普通的学子不可能得到大儒如此厚待，其次，对于学子来说，这种至宝怎么可能轻易赠人？恐怕连使用都不舍得。云麓书院的读书人向来看不起武夫，为何会赠送他这等宝物？金莲道长思考着这个问题的同时，看见许七安从地书碎片里拽出一件斗篷，罩住了自己。你为何如此熟练？黑猫摇了摇头，行动之前想起了2件琐事，想请教一下道长。脸庞笼罩在斗篷里的许七安忽然开口说。黑猫震荡空气，口吐人言：玲珑是否只亲近皇室成员？理论上是这样。理论。玲珑喜食紫气，
而不是喜欢皇室成员。黑猫解释道。许七安沉吟着点头。还有一事，今日我去皇城查案，听说玲珑莫名发狂，众侍卫合力都治不住他，险些伤了临安公主。黑猫许久没有说话。道长。黑猫警惕地四下张望，传出金莲道长凝重的声音。桑坡底下的封印物进城了。何以见得？玲珑天生掌握望气术，且非一般的炼气术能比拟，他能感应到一般人感应不到的东西。难怪除采薇的望气术看不到异常，他学艺不精啊。这就是玲珑为什么要跪舔我的原因。他能看到我身上古怪的运气，这么说监正也能看到。许七安为这个猜测而感到心惊。桑博的封印物进城了，玲珑感觉到了威胁，所以狂性大发，一心逃离皇城，明天想个办法把这件事透露给魏渊。结束掉谈话，许七安贴着一座座院墙，摸到了平远伯府的后院墙外，纵身翻越围墙。落地后谨慎的左顾右盼，确认刚才的衣袂破空声没有惊扰到府中的高手。平远伯府面积广阔，按照居住习惯，主人一般住在东边最大的院子里。许七安接着一叶障目的法术，躲过了几批巡守的府中侍卫，来到了东边最大的院子。刚踏入院子，耳廓一动，他听到了一声声高亢的不加掩饰的呻吟，以及男人沉重的喘息。来的可真不是时候。许七安嘴上骂着，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他摸到窗户底下，指头凝聚气机，捅破柔韧性很高的窗纸，透过小小的孔洞看进去。这个孔洞正好对着主卧，床上的两人运动直观地落入许七安眼里，但因为有薄薄的床幔遮挡，他只看到颈背起起伏伏扑。这时头顶传来轻微的响声，那是猫的利爪刺破窗纸的声音。许七安抬了抬头，看见黑猫后腿站在自己头顶，两只前爪抵在窗户，脸贴着孔洞，看得聚精会神。道长你也好这一口啊。许七安嘴角抽搐两下，他应该就是平远伯的嫡子，直接冲进去吧。许七安提议，等结束后我们再进去，那个时候是男人最松懈的时候。金莲道长否决了许七安的建议。不，道长，你会后悔的，你根本不知道武夫的可怕，毕竟我们是道瓮的强者。许七安心里吐槽。过了2炷香时间，金莲道长低头看了眼许七安。好吧，我承认你是对的。啧，也就这样。想当初我第一次睡福香，可是坚持到半夜的。许七安颇为愉快地想着，刚要绕到前门，潜入屋中，以雷霆手段制服对方。可就在这时，许七安忽然泛起毛骨悚然的感觉，鸡皮疙瘩突起，背后仿佛有血色荆棘刺穿他的血肉，莫名的恐惧充斥脑海。有什么东西来了？金莲道长的声音前所未有的沉重。他刚说完，许七安就听见远处传来护卫的喊声：什么人敢擅闯平远伯府啊！话说到一半变成了惨叫，紧接着气机爆炸的波动荡开，惨叫声此起彼伏，很快又陷入死寂。已经进入贤者时间的平远伯嫡子听到了动静，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迅速从床上跳起，摘下挂在墙上的剑，脸色难看地冲出了屋子。一道裹着黑袍的人出现在院子里，他的面目藏在兜帽里，他散发出的气息让许七安双腿打颤，只想逃跑。黑猫弓起背脊，浑身长毛炸开，竖立的瞳孔迅速收缩，他的异常也一定程度代表了金莲道长此刻的情绪。你是什么人？平远伯嫡子颤声开口，他的双腿，他的手臂，他的面部肌肉控制不住地颤抖着，痉挛着。讨债的。嘶哑的声音从兜帽里传出，黑袍人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的脸，五官颇为俊美。他有一双黝黑的眼睛，瞳孔仿佛占据了整个眼眶，没有眼白。许七安并不认识他，牢牢记住对方的模样，猜测对方的身份。是你，是你！平远伯嫡子尖叫起来，无比的恐惧。你已经死了，我亲眼看着你死的。我死了，但又从地狱里爬出来了。披黑袍的男子声音嘶哑，他抬起了右手，那双手仿佛来自魔鬼，通体血红，一根根青筋暴突。看到这双手的刹那，许七安心里的恐惧随之爆炸。呼，血红色的手掌鼓起一团气旋，将平远伯的嫡子吸入掌心。救命！来人，来人啊！平远伯嫡子双腿乱蹬，突然他血肉干瘪了下去，顷刻间化做了一团干尸。前一刻还活生生的人，下一刻便失去了性命干尸。许七安脑海里仿佛有闪电劈过。黑袍男子狞笑一声，泄愤似的运转气机，砰，干尸炸成齑粉。杀完人，黑袍男人扭头，阴冷的目光看向许七安藏身之处。他朝着窗户底下张开了掌心，呼，滚滚气旋再现。草！许七安双脚扎根在地，身子后仰，一点点的被靠近对方，靠近深渊般吞噬人命的掌心。许七安伸手进怀里，捏出楚彩薇赠的大力丸，用力捏碎瓷瓶，把所有药丸塞进嘴里。接着他按住了黑金长刀的刀柄，沉淀了所有情绪。枪！黑夜中暗金色的刀光一闪，叮，
鲜红的手臂溅起一串刺目的火星。许七安右手虎口崩裂，握刀的右臂肌肉痉挛。这是我一刀斩不断的敌人，而面对这样的敌人，秘籍给出的建议不是再斩一刀，是逃跑。跑！黑猫震荡空气，口吐人言，同时一跃而起，扑向了黑袍男子。气机震荡中，黑猫的身躯在半空中分崩离析，金莲道长元神凸显，撞向黑袍男人。道长，保重啊！许七安没有再看，趁机挣脱了气旋的拉扯，3两步跃上屋脊，翻墙逃离。一路狂奔，不敢回头，在屋脊上反复横跳。第一次直面高品强者的许七安，心中还萦绕着浓烈的恐惧。如果没有金莲道长射深救他，下一个回合他必死无疑，根本没时间施展魔法书中的法术。而就算有金莲道长相助，魔法书里的法术多半也无法与对方抗衡。那种锥心刺骨的恐惧是许七安从未感受过的。什么人？2名站在屋顶瞭望的打更人注意到了穿戴黑袍的许七安，一人抽出制式长刀，一人摘下了铜锣。是我。许七安摘下兜帽，掏出金牌。许大人。许七安如今是打更人衙门的风云人物，先是2位金罗为他争风吃醋，随后又闹出刀斩朱银罗的纠纷，衙门里没人不认识他。许七安收回金牌，剧烈咳嗽了几声，喉咙深处传来腥味，沉声道：平远伯府遇刺客袭击，本官奉旨查案，与刺客状个正着。刺客凶险，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赶紧示警。平远伯府又闹刺客了。2名铜锣相视一眼，旋即注意到许七安鲜血淋漓的虎口以及微微发抖的手臂。他们脸色严肃地从腰间皮囊里摸出一根婴儿小臂粗的铜管，手指在引信轻轻一捻，气机引燃。咻！一道暗红色火线间笑着升空，在高空炸开。见状，许七安如释重负。我先回去养伤，你们在此等待支援。若是遇到穿黑袍的人，不包括我，记得一定要躲避。是。这时，许七安看见远处的屋脊伫立着一只橘猫，幽深的瞳孔望着他。道长，你哪来的猫啊？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许七安再次吐出一口气，在屋脊上不停起跃，橘猫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道长，我刚才完全失去了战斗的念头，停在一处寂静的巷子里。许七安愧疚道。他相信以金莲道长的心机城府，如果没有把握，溜得肯定比他还快。橘猫口吐人言，语气透着疲惫。普通人见到大虫，逃跑是本能的反应，而你与他之间的差距，比猫和大虫的差距还要大。道长，你这么比喻真的好吗？许七安看了眼橘猫，没猜错的话，他就是被镇压在桑博的封印物。许七安边说着，边取出金疮药和纱布给自己包扎虎口。因为嗑了太多大力丸的缘故，缓解了天地一刀斩之后的虚弱，没有那种身体被掏空的强烈疲惫感。何以见得？金莲道长震惊道。当日永镇山河庙爆炸，巡视周边的300名禁军全部身亡，死状如出一辙，变成了干尸。许七安沉声道。金莲道长恍然，沉默片刻，道：那你猜错了，桑博底下封印着的不是初代监正。如果是初代监正，不会去杀一个小人物。平远伯嫡子死前极为惊恐，似乎认得黑袍男子，除非杀死禁军的是潜入桑坡炸毁永镇山河庙的人，但这个可能早已被否定，不可能有高手能潜入桑坡。许七安叹息道。我知道，并且我心里隐约有了猜测，只是还需要验证。橘猫微微颔首道：我阴神遭受重创，极大可能要跌尽了，我需要你帮贫道一个忙。道长请说。许七安正愁怎么回报救命之恩，替贫道找骆玉衡求一枚聚元丹。橘猫口吐人言。骆玉衡？许七安茫然反问。仁宗道手，勉强算是贫道的师妹。金莲道长说。道长你在地宗辈分还挺高啊，堂堂仁宗道手是你师妹，美淑女道姑。许七安有些为难。有什么信物吗？把地书给他看遍成。橘猫露出了人性化的苦笑。至于能不能取来，看他心情吧。看他心情。许七安一脸呆滞。仁宗与天宗势如水火，地宗与2宗的关系不算紧张，但也谈不上多好。橘猫解释道。你们道门也太干了，相爱相杀的一家人吗？许七安点点头。我明日便去试试。橘猫嗯了一声。我明日再来找你。江绿中脸色阴沉地蹲在院子，手中捏着一块细小的碎肉，肉质很干，就像风干的腊肉被磨成了粉。地上铺着一层浅浅的褐色的粉末。数十名铜锣把平远伯府团团围住，7、8位银罗协同调查。当他们赶来时，平远伯府被灭门了，平远伯的家眷包括府中下人无一生还，尸体死状一致，像是风干了多年的腊肉。江绿中心里1万头羊驼狂奔，平远伯被杀时也是他之手。江金罗，屋里还有一个生还者。一位银罗从屋里出来，高声道。江绿中沉着脸，迈过门槛，进了屋子，目光一扫，锁定抱着棉被露出雪白香肩神色惊恐的女人。她容貌美艳，但略显轻浮放荡，
正用恐惧的目光看着打更人们。你是谁？江律中沉声道。我是平远伯的妾室。女人颤声道。你有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江律中再问。女人早已从唤醒她的银罗口中得知了经过，这也是她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既为自身命运担忧，又因苟活而庆幸。女人摇了摇头，乖顺地说道：我当时正与大郎欢好，事后便沉沉睡去。江律中审视着她，子承父业的情况在妾室身上同样普遍，当朝达官显贵纳妾频繁，年岁相差极大，一旦父亲死去，这些妾室只有2个选择，要么和丫鬟一样干活，要么依附新的继承人。当然这种事摆在台面上肯定要斥责的，只是没人会去较真，不提倡也懒得计较。让他穿上衣服带回打更人衙门。江律中说完走出了屋子。江金罗没有找到平远伯嫡子的尸体，一位银罗匆匆禀告。江律中看了眼院子里褐色的粉末，目光深沉。不用找了，大人，外窗这里有情况。江律中闻声来到正对着卧房的窗户边，看见窗纸被捅破了2个孔洞，恰好能看到卧房的情况。他低头扫了一眼，看见地面离出2行浅浅的痕迹。除了凶手之外，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江律中沉吟许久，问道：是谁先发现平远伯府异常的？2位值守的铜锣。喊他们过来。很快2名铜锣被带了过来。江律中问道：你们发现状况时附近有什么可疑人物？2位铜锣对视一眼，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案子也不是我们发现的。江律中一愣，忙问：不是你们发现的，谁？是铜锣许七安。许七安。江律中眸子里神采一闪。回到小院的许七安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3个小时后自然醒转，盘膝打坐，吐纳练气。搬运2周天，他神采奕奕地睁开眼，除了脸色略有苍白，各方面状态都还不错。他离开小院，骑马直奔城门口。这个时候距离开城门还有半个时辰，外城不实行宵禁，城门禁止也很宽松。许七安凭着金牌命令守城的将士开门。1个时辰不到，他赶到了青龙寺，恰是和尚们起床做早课的时间，晨钟悠悠回荡在天地间。拴好马匹，顺着石阶来到青龙寺，许七安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盘树方丈去西域了。还是那个圆润的横青监院，面无表情道：施主那天离开后，方丈便走了，贫僧这回是真不知道原因。你对我有多大的心理阴影？许七安咧嘴笑了笑。盘树方丈说过，青龙寺的职责是盯着桑坡底下的封印物，那天他就表露过西行的打算。不知道老和尚会不会在途中顺手收一只猴子当徒弟，那一定很有意思，嘿嘿。本官要麻烦大师一件事。许七安语气亲和。横青监院警惕地盯着他。我要看横会的画像，如果寺中没有，请立刻寻人去画。许七安提出自己的要求。横青松了口气，说一声稍等片刻。一盏茶的功夫，他握着一幅画卷出来，递给许七安，后者接过，徐徐展开。画卷里是一个穿青色衲衣的和尚，五官俊秀，眉眼精神，是个皮相极好的男子。果然是他。许七安确认了昨夜那个黑袍男子就是横会和尚，尽管气质大变，但五官依稀还是原来的样子。青龙寺的横会和尚本身就可能涉及到桑博案，6号恒远又信誓旦旦地说师弟是被伢子拐走的。再根据昨夜平远伯嫡子与黑袍男子的对话，许七安心里顿时有了猜测，迫不及待想要验证。若非昨夜状态糟糕，急需休息，他当时就选择连夜出城。真的是横会，他妈真的是横会，怎么会是他呢？他和桑博底下的封印物有何干系？这样看来就不是初代监正了，难怪现任监正一点都不急，还装病。可是不是初代监正又会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封印物在横会身上。区区一个和尚不可能谋划这起惊天大案，他背后还有人。镇北王。许七安思虑深重地离开了青龙寺，回到京城，回到打更人衙门，他目标明确地直奔好奇楼，要把这个真相告诉魏渊。许灵英是个天赋异禀的孩子，今天早上脑子还在睡觉，身体自己起来摇醒了照顾他的丫鬟，然后闭着眼睛在丫鬟的服侍下穿衣、洗脸、刷牙，再然后被牵着去了前厅。闻到米粥和肉包的香味，许灵英一下子睁开眼，开心地发现自己睡着就睡到餐桌上了。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前厅只有许二叔坐在桌边吃早饭，婶婶和许灵月都遭遇了棉被的封印。大哥呢？许灵英左顾右盼，这个时候贪吃的大哥应该早就坐在桌边觊觎着他的肉包包。甭管他。许二叔说，大哥的肉包包归我了。许灵英的小脸绽放纯真的笑容。他刚说完，抽了抽鼻子，好香，香就快吃。许二叔催促，不是这里的香。许灵英仰着脸，认真地对父亲说。许二叔听不懂，不过很快他看见穿黄裙子的鹅蛋脸姑娘进来了，杏眼扫一遍厅内。许宁燕呢？
在睡觉吧。许二叔心说这姑娘怎么不请自来？不在。楚采薇摇摇头，我就是从她院子里过来的。说完，她看见胖乎乎的小丫头，深深的被自己怀里的枣食吸引了。楚采薇今天买了驴肉火烧、油炸鱼丸、水晶糕、酱猪蹄子，打包揣怀里，边吃边赶路。她找许七安有急事。你想吃吗？看着那双水汪汪的、充满纯真的眼睛，楚采薇又心软了。许灵英用力点头，那姐姐分你一点。楚采薇说。嗨嗨，许二叔瞪一眼贪吃的幼女，语重心长道：灵英，姐姐是客人，要等她吃完你再吃。好的，只要有吃的，许灵英非常好商量。真懂事。楚采薇摸了摸她的脑瓜，一边想着昨晚的事，一边解决温饱。几分钟后，她诧异地发现自己带来的足足有3-4斤的枣食，竟然都不见了。小丫头趁我不注意偷吃了。她狐疑地看向站在一旁，脑袋还没桌子高的许灵英。许灵英眼里含着一包泪，渲然欲泣。姐姐，你是消遣我吗？许二叔感觉自己看到了长大后的许灵英。好气楼，魏渊听完江律中的报告，点点头。知道了，让你抓捕的伢子组织可有进展？一直在暗中调查，没有惊动任何衙门和势力。平远伯死后，他们开始蛰伏，但因为没有受到打压，暂时还没都留在京城，随时可以收网。江律中道。这么看来，平远伯嫡子继承了伢子组织。魏渊轻笑一声，有着时施尽在掌握的淡然，吩咐道：趁着他们还不知道平远伯嫡子被杀，收网吧。江律中抱拳领命，欲言又止。有话便说。平远伯嫡子被杀时，许七安也在场。我虽不知道他为何潜入平远伯府，但他应该是见过凶手的。江律中把自己的推测说了出来。这时，楼梯口传来脚步声，一名黑衣吏员上来，与守在楼梯口的同僚语几句。守楼梯口的吏员当即进了茶室，躬身道：魏公，铜锣许七安求见。魏渊笑了一下，正好传他上来。吏员领命下楼，很快，一身打更人插服的许七安登上7楼，看了眼江律中，抱拳道：见过魏公。江金罗说：你昨晚去了平远伯府。魏渊面带微笑，声音温和，丝毫没有质问的口气。卑职是去查案的，桑博案。许七安坦然回答。江律中愣了愣，眉头紧皱，他怀疑许七安在说谎。平远伯早在桑博案之前就死了，除了一个伢子组织，根本没有线索证明平远伯和桑博案有牵扯。查到什么了？魏渊眯了眯眼。许七安没有回答，目光在江律中身上略有停顿。江金罗先下去吧。魏渊习惯了这个小铜锣瓶退左右的要求。江律中深深看一眼许七安，郁闷地离开。等脚步声彻底听不见，考虑到高平武夫的耳力，许七安又等了许久，这才说道：魏公，我确实见到了昨晚的袭击者，也确认了他的身份。魏渊举起茶杯喝了一口，不见情绪地问道：是什么人？青龙寺的恒慧和尚，也就是盗走青龙寺法器与平阳郡主私奔的那个和尚。许七安不做隐瞒，继续说道：我怀疑他身上有桑博的封印物。魏渊看他一眼：何以见得？许七安道：平远伯嫡子的死状与当日阵亡的禁军如出一辙。魏渊笑道：你做得很好，这是非常有用的线索。那卑职先行告退。知道魏爸爸一心想包养自己，许七安已经不强求他帮忙了。有些老板就是这样，瞅见公司里来了漂亮妹子，就想着暗中包养，让她以后别来上班。那种贴身的女秘书其实不安全，因为风言风语太多。对于这种行为，许七安是抗拒的。我只想在衙门安静的上班。下楼时，许七安看见一名吏员匆忙的狂奔上楼，出了好气楼。他看见守在楼下的江律中，老江迎上来，皱眉道：怎么回事？许七安心里一动，抱拳道：平远伯的案子是江金罗在办。江律中顿时有些郁闷，老子儿子都是本官处理。实不相瞒，平远伯与桑博案有牵扯。许七安当即把恒慧和尚的事情告知江律中，听得这位金罗双眼放光。江金罗，咱们应该携手处理此事，这样你非但破了平远伯的案子，同时还参与了桑博案。许七安一脸诚恳地说。而这件案子我已经查得差不多了，有功劳一起赚吗？江律中微微颔首，此言极是。许七安由衷地笑起来，一个高平武夫的大手忽悠到阵营了。魏渊不帮我，我自己找帮手。两人说着说着，看见一身青衣的魏渊走下楼，看到两人还处在门口，便道：律中，随我进宫一趟。是。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许七安摸了摸下巴，应该是平远伯嫡子被杀的事情让袁警队震怒了。许七安离开衙门，骑马往皇城方向行去，速度不快，因为他要抽空整理一下思路。也许我的假设是错误的，幕后主使根本不是镇北王。镇北王试图谋反，因此伙同北方妖族和东北巫神教炸毁了桑博封印，放出了初代监正，企图让京城大乱。但是现在
被封印的是不是初代监正，我已经产生动摇。另外，如果镇北王是幕后主使的话，恒惠和尚这条线就说不通了。恒惠和尚牵扯到的是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的利益纠纷，这个锅甩到镇北王头上似乎有些牵强。为今之计是找到恒惠，抓住他，一切谜题便能解开。而要抓住恒惠，找到6号是关键。6号是恒惠的师兄，后者应该不至于杀人灭口。皇城的轮廓出现在视线里，许七安耳廓一动，身后有人喊他名字，许宁燕。回头望去，是穿鹅黄色长裙的鹅蛋脸美人，眼睛特别大，明亮有神，给人活泼可爱的直观印象。我今早去徐府找你，你不在，刚去了打更人衙门，你还是不在。宋霆锋说，你可能去教坊司找福香鬼混了。楚采薇拍马追上，与他并肩，一叠声的抱怨，他这是在污蔑我的人品。许七安严肃道，教坊司那种地方我从来不去的。娜娜，你别用忘气数，虽然我是正人君子，但并不希望被人用忘气数盯着。楚采薇歪着头说道，他们说福香是你的相好。不是，真不是。福香是我刚交的朋友，并不是相好。许七安诚恳的回答，不做一丝一毫欺骗。楚采薇哦了一声，说回正题，司天监官测到魔气了，与桑博案被炸当天一模一样，我特意来通知你。此事我已知晓，险些是死在对方手里，其中涉及到金莲道长。许七安不愿多说，转移话题，你那个大力丸还有吗？改日吧，我没带在身上，我不要改日，我要今日。行吧，我黄昏前去你府上。楚采薇是来找长公主的，她虽然被安排了协助许七安破案的任务，但许七安不想用她。不是说楚采薇没有作用，而是恒惠和尚身上有屏蔽气息的法器，司天剑的旺气术被克制得死死的，索性就不绑在身边了，任由他去长公主府酒楼风流快活。两人在皇城门口分别，拥有金牌的许七安在皇城畅通无阻，很快就来到了传说中的灵宝观。这是一座非常气派的道观，红墙黑瓦，大门高阔，门口杵着2位小道童，审视着骑马靠过来的许七安。在下许七安，打更人衙门当差，奉陛下口谕彻查桑博案，想求建国师，望2位道爷通传。许七安主动开口，并亮出金牌。2位道童露出郑重之色，作揖道：大人稍等。左侧那位道童快步进了观里，许七安等了10几分钟，道童去而复返，摇头道：道手在练功，不见外人，大人请回吧。不见，看来皇帝的金牌确实不管用，只能暴露的书的存在了。许七安接着说道：2位道爷再帮我带句话。右侧的道童一丝不苟地打断：不见就是不见，你便是说破嘴皮子，到手也不会见你。许七安无声地吐出一口气，翻身下马，左顾右盼片刻，从怀里摸出2锭准备好的金子。此时无声胜有声，道童又进去了。哎，回来，话还没说呢。许七安把他喊回来，附耳说了一句。道童进去后10几分钟后便返回，面带热情笑容。大人，到手有请。许七安跟着道童穿过前殿，穿过广场，穿过一座座阁楼和花园，来到了灵宝观的最深处。这是一片幽静的小院，花草树木早已凋零，假山凉亭耸立，有一片碧波荡漾的池塘。一位容貌倾国倾城的道姑盘坐在池水之上，身穿太极袍，头戴莲花冠，眉心一点艳红朱砂，既清丽出尘，又妖艳魅惑。她脸蛋素白，宛如冰晶雕琢，不见瑕疵，鼻子线条又挺又美，唇瓣丰润，闭着眼睛时交错的睫毛浓密如刷。许七安进了院，就在盯着她看，一路走一路看，愣是看不出她的年纪，感觉像是刚刚30的轻熟女，又感觉是熟的滴出蜜汁的美妇人，或者你再仔细看，还能从她身上看到纯情妖冶杂糅在一起的魅力。我竟然会生出一种的想办法把这个女人娶回家的感觉，是我太久不近女色了，还是人总有特殊的修行法门？魅惑。许七安念头闪烁，表面不动声色。是金莲让你来找我的。骆玉衡睁开美眸，瞳孔与眼白的比例恰到好处，一双很灵秀的眼睛。正是，金莲道长因神受了重创，肉身也有伤，托我过来求一粒聚元丹。换成平时，许七安会说求2粒，然后自己拿回扣妹下1粒。但他不熟悉骆玉衡这位人宗道手，为报答金莲道长的救命之恩，规规矩矩的实话实说，就行在这种大佬面前，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凸显个性，那样只会翻车。你是天地会的成员，手持几号地书？骆玉衡的嗓音很好听，有质感，有磁性，让许七安想起了上辈子的声优。3号。许七安回答。骆玉衡点点头，美眸凝视，久久不语。突然他轻咦了一声，脸上闪过困惑之色。你的命数很奇怪，生辰八字告诉我。绝色道姑问。清风拂来，垂在水面的道袍下摆舞动，许七安这个角度能隐约看见丰盈的臀部曲线，他也能看穿我的异常。许七安当即报了生辰八字。骆玉衡的纤纤玉手伸出袖子，
晶莹的玉指掐动，算了片刻，柳眉紧蹙，似乎遇到了什么难以解释的问题。许七安有些紧张，有些期待地问道：“国师，如何？”申猴，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申猴？”呸呸呸，他说的是我生辰八字暗合的形象代表，就像前世的星座。许七安发现自己心里的邪念蠢蠢欲动。这个女人总是让我不自觉地想起三六弟的姐姐，妈妈的朋友，善良的小姨。这肯定不是我有问题，而是她污染了我的心灵，是人宗独有的特点。回头问问金莲道长。骆玉衡摇了摇头，质感十足的声音说道：“平平无奇。”他不愿再多说，从袖中拿出一枚瓷瓶，屈指轻弹，瓷瓶飘到许七安面前。“谢国师。”许七安接过瓷瓶，作揖道谢。他也看不穿我的具体情况，只是像金莲道长那样，隐隐约约能感受到而已。许七安不再留恋，告辞离开。马车驶入皇城，停在宫城口。驾车的江律中跳下马车，取出木梯，迎着魏渊下来。除了皇室成员，臣子不得在宫城里驾车骑马。魏渊带着江律中进了宫城，临近御书房时，迎面走来刘公公。“魏公，你可来了。”刘公公一叠声的抱怨：“陛下派我在此恭候您，赶紧去吧。陛下在御书房大发雷霆呢。”魏渊沉稳的点头，他仿佛天塌下来都波澜不惊的气场，并没有因为刘公公的话受到影响。“几个老东西刚才在陛下面前弹劾您，您自己看着办吧，总之小心为上。”刘公公和魏渊是一个阵营的，魏渊是整个宦官集团的精神领袖。任何朝廷大臣想在皇宫里安插眼线，千难万难，但魏渊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魏渊来到御书房门口，听见里头传来袁景帝破口大骂的声音：“废物，全是废物！桑伯案到现在还没破，你俩掌握的线索竟没一个小小铜锣多，朝廷养你们两人有何用？朕要你们何用？”御书房里，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以及府尹陈汉光三人并肩站在中间，低头聆听袁景帝的训斥。除三人外，当朝首辅、各部尚书、几名勋贵，眼观鼻关心的分列两侧。平远伯府的灭门案今日传遍朝野上下，王公贵族们陷入了莫名的惶恐中，一边上书弹劾魏渊严查凶手，一边暗中加强府中护卫力量。一时间人心惶惶，有人说是妖族强者入侵京城，肆意杀害朝廷重臣，祸乱朝纲；有人说是佛门在暗中捣乱，目的是传教中原，逼迫大奉王朝屈服。陛下，监正为何在此时生病？呵，生病，分明是袖手旁观。昨夜为何让凶徒逃脱，打更人渎职？陛下一定要严惩魏渊。几位大臣们纷纷谏言。魏渊在一片议论声里进入御书房。魏渊，袁景帝一见他进来，抓起一叠案牍就砸过来，纸页哗啦啦作响中，他怒喝道：“3天内你要是查不出凶手，朕就急了你的职。”魏渊轻巧地避开，慢条斯理地捡起散落一地的案牍文书，叹息道：“陛下何必动怒？修道乃修心，莫要乱了心境。”袁景帝冷哼一声。刑部尚书陈升道：“陛下，打更人接连2次放任凶手逃离，臣怀疑魏渊勾结外族，包藏祸心，请陛下严查。”袁景帝不答，望着低头不语的陈汉光：“陈府尹觉得呢？”府尹虽是4品，但管辖着京城周边24县，权力之大，不比这些6部尚书弱势。陈汉光是老油条，秉着两边都不得罪的理念，道：“桑伯案还没结束，现在又闹出平远伯府灭门案，陛下莫要动怒，虚心有静气。臣觉得应该听听魏公怎么说。”直接把皮球踢开了。袁景帝冷冷地看着魏渊：“陛下，平远伯案与桑伯案是同一个案件。”魏渊道。御书房内包括袁景帝在内，所有人脸色微微一变。魏渊不看众人脸色，垂头望着地面，朗声道：“微臣已经查出平远伯灭门案的凶手是谁了。”“是谁？”有人下意识的抢话：“是兵部尚书张凤。”魏渊扫了他一眼，不答，而是对袁景帝说：“请陛下平退左右。”说这句话的时候，魏渊没来由的想起了许七安。袁景帝深深看了眼魏渊，瞳光锐利的扫过众臣：“众卿且退下。”众人脸色古怪的作揖，退出了御书房。魏渊在书房待了半个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与袁景帝说了什么。魏公，魏公。在刘公公的陪同下，魏渊方甫踏出御书房，没走几步，听见有人喊他。侧头看去，穿绯红官袍、面容清瘦的兵部尚书张凤迎了上来，脸上堆着笑容：“魏公啊，不知道平远伯府灭门案的凶手是何方妖孽？”魏渊摇头：“张尚书，此案涉及桑伯，不便透露，等真相大白之后，尚书大人自然会知晓。”他拱手作揖，然后大步离开。张尚书碰了个软钉子，不见恼怒，笑容满面道：“魏公慢走啊。”魏渊走后，等候在御书房的大佬们缓步过来：“刘公公，魏渊与陛下说了些什么？”“各位大人别为难咱家了。”刘公公连连摆手：“
刘公公挑一些能说的说便是。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那是当朝首辅在说话。刘公公略作犹豫，点点头，环顾诸位大臣，小声道：“这案子啊，是打更人衙门的铜锣许七安在办，魏公里头说的话都是打他那儿来的。”许七安，众大臣面面相觑。离开灵宝关的许七安，脑海里时不时闪过国师的倾城容颜，心说修道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玉雕的美人似的，愣是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瑕疵，好歹冒几颗痘痘嘛。地宗到手是2品，人宗到手想必不会差吧？2品的话，说仙子也不为过了。胯下小母马哒哒哒的走着，路过一处器械库，许七安向守卫要到了玉清王府的位置。桑伯案的侦查思路要变一变，先不查镇北王了，我有预感，只要查清楚恒惠和平阳郡主的事，查出这对苦逼情侣和平远伯府之间的恩恩怨怨，桑伯案或许就能破了。不需要半个月，我感觉就这几天了，也许会更快。金莲道长晚上会来找我，我要记得向他问问人宗到手是什么情况。明明是个坤道，却有着魔性般的魅力。许七安加了加马腹，催促马儿赶紧跑起来。玉清王府，许七安勒住马缰，在守卫们戒备的目光中亮出金牌，表明身份。本官是陛下钦点的桑伯案主办官，有事求见玉王，劳烦替我通传。侍卫见到腰牌，收起了轻慢之心，匆匆进府。不多时，侍卫返回，朗声道：“这位大人随我来，我们家王爷要见你。”玉王府占地面积极广，从大门到前厅走了足足5分钟。许七安在前厅见到了元景帝的弟弟，当朝亲王。这是一位年岁不大却华发早生的男人，他脸色苍白，瞧起来病恹恹，眉心的竖纹深刻，明明40出头而已，看起来却比元景帝还要苍老。穿着紫色锦衣，五官相当不错。铜锣，玉王手里端着一杯茶，轻抿一口，声音有些中气不足。他放下茶杯，诧异道：“什么时候皇兄会特许一个铜锣当主办官？”下官许七安，玉王没听说过我。许七安想着，桑伯案作为如今京城热搜榜第1的头条新闻，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吏员小将都应该关注着的。而作为主办官之一的自己，小喽啰们不认识我，身为宗室一员的玉王竟也不认识我。玉王恍然的点点头，想起来了，是有听说过，不过本王不理朝政多时，一时间没能想起来。看来平阳郡主的失踪对他打击很大。许七安叹息一声：“你找本王有何事？”玉王招手，命令下人奉查。下官奉命调查桑伯案，查来查去，发现这件案子竟然与玉王有关。许七安感慨道。玉王看了他一眼，神色平静的摇摇头：“本王早就半隐退了，应该不是公结污蔑，说说怎么回事？”话虽这么说，他眼神里有着不以为然以及轻视，显然是不相信许七安说的话。1年多前，青龙寺有个叫恒惠的和尚与一位女香客有了私情，两人私定终身，带着青龙寺的一件法器能掩盖气息的法器逃走。因为那位女子的身份非同一般，若不携带掩盖气息的法器，根本逃不出京城地界。低头喝茶的玉王猛地抬起头来，盯着许七安，死死地盯着。许七安道：“那名僧人叫恒惠，玉王未必知道他的名字，但想来是识的女子的，她就是您的嫡女平阳郡主。”砰！玉王硬生生捏碎了青花茶杯，神色激动中夹杂着狰狞，怒道：“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平阳自幼知书达理，怎么可能会和野和尚私奔？来人，来人，把这贼人给我拖下去砍了！”厅外的侍卫一下子涌了进来，将许七安团团围住。他丝毫不慌，看着张牙舞爪老父亲，只是觉得有些感慨，这样的消息任哪个父亲听了都会心态崩溃，而对玉王来说，这只是开胃菜。侍卫涌进来后，前一刻还暴跳如雷的玉王忽然泄气了，摆摆手让侍卫退了出去。时我并不惊讶，平阳失踪前，我曾经给他安排一门婚事，但他竭力反对，还曾说自己有了喜欢的人。玉王苦笑一声，何其荒谬！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是他一个女子可以自己做主？他怎么知道别人不是在欺骗他，对他另有所图？虽然我不认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一套，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自由恋爱确实无比致命，毕竟没办法像我那个时代一样，分分合合成为一个理所应当的常识。许七安点点头，我听了这番话，勃然大怒，打了他一巴掌。没多久，他就失踪了，定是被那个野男人拐跑了，我是这么想的。最开始，我恨得咬牙切齿，恨他不知廉耻，恨他给宗室丢尽脸面。可时间过得越久，我越想他，我只想他回来，回到我的身边，叫我一声父王，其他的我统统不在乎了。也许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从那晚恒惠和平远伯嫡子的对话中，不难听说恒惠是死过一次的人，恒惠尚且如此，与他私奔的平阳郡主呢？那位女子面临的结局无非3种：一、死了；二、被人霸占；第3种是前2者的结合。我来这里并不是要揭玉王的伤疤，也不是为了告知你与平阳郡主私奔的男人是谁。
许七安道。誉王现时一愣，接着激动了起来，他3步并作2步扑到许七安面前，一手扣住他的手腕，一手拽住领口。你有他消息？他在哪？他在哪？许七安皱了皱眉。本王失态了。誉王松开双手，后退一步，他挺直腰杆，忽然躬身作揖，沉声道：许大人若是能帮本王找到他，本王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将来必定回报。我来此正是为了这件事。平远伯府灭门案，王爷听说了吗？还不曾。誉王有些惊讶。王爷与平远伯关系如何？许七安问道。他亦是勋贵中的一份子，以前倒是常有往来。不过平远伯野心勃勃，不甘心手中现有的权力，与文官眉来眼去，被其他勋贵所厌弃。誉王道。许七安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听说王爷差点进内阁。誉王沉默一下，道：陛下去年确实有这想法，内阁现在是王征文的天下，尽管有其他党派和魏渊制衡，但也只是堪堪保持平衡。我背后有勋贵，又是宗室，陛下想扶持我进内阁，搅一搅浑水。元景帝很厉害啊，虽然常年不理朝政，动不动就撒币败家，但代政10几年，仍旧保持着对朝局的高度掌控，这份权术堪称炉火纯青。许七安随口问道：王爷现在于府中静养，收益最大的是谁？首辅王征文以及兵部尚书张凤。那本来是我的位置。誉王无奈地笑了。说了这么多话，他难掩疲态。许七安也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信息，起身告辞。马蹄轻快，这匹年轻的小母马先是被二叔骑了几年，现在接着被侄儿骑。尽管上面的人不同了，但他丝毫没有悲春伤秋的情绪，依旧温顺快乐。许七安的心情就没那么轻快了。按照誉王的话推断，平阳郡主和恒惠私奔之事，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局。搞不定你，难道还搞不定你女儿？玩政治的人，什么手段做不出来？这个可能性极大。恒惠的复仇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会是谁呢？王首辅、张尚书，亦或是两者皆有？但这里有个问题，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的斗争与桑博案与妖族有何干系？除了元景帝外，还有谁知道桑博底下封印着东西？不好，恒惠下一个报复的目标不是首辅就是兵部尚书。许七安心里一沉，用力一加马腹，以最快速度策马赶向宫城，在宫城口被拦截下来。魏公可还在宫中？已经离开有半小时了。守城的羽林卫回答。许七安立刻调转马头，一路离开皇城，在内城宽敞的街道疾驰许久，终于看见了魏渊的马车。听到身后马蹄声飞快逼近，魏渊的护卫警惕地回头扫来，顺势握紧刀柄，但看见是许七安后，便又放松了警惕。魏公，魏公，卑职有事禀报。许七安大喊。江律中听见魏渊的声音从车厢里传出，停车。他当即勒住马缰，停了下来。许七安策马来到车窗边，低声道：魏公，卑职有急事禀报。车窗的帘子掀起，五官深刻，鬓角双白的老帅哥皱眉道：你这汇报断断续续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吐槽完许七安，他才问道：什么事？恒惠的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是兵部尚书或者王首辅，这两人若是出了意外，魏公你就麻烦了。许七安沉声道：张府。兵部尚书张凤坐马车返回府中，询问迎上来的管家：叶儿呢？管家回答：还没起来呢。兵部尚书脸色阴沉道：让他1刻钟内穿戴整齐，到书房见我。老管家小心翼翼看一眼张尚书的脸色，领命去了。张凤返回书房，脱下袍子交给随从，他坐在大椅上，身子往后一靠，闭目养神。1刻钟即将过去，张凤的嫡长子张毅掐着时间点进来：爹，喊我什么事？张毅脸色略显苍白，浮肿的眼袋和深深的黑眼圈暴露了他时间管理大师的身份。收拾细软，立刻离开京城。张尚书说出了反复斟酌过的话：啊，现在就去。张凤目光严厉：好，好。张毅向来怕父亲，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府里下人的帮助下，张毅打包好衣服、干粮、金银等便于携带的物品，带着10几名府里豢养的护从，向着外城赶去。谁知道马车到了内城城门口，守城门的士卒询问了身份后，将人给拦了下来。陛下有旨，6品以上的官员，包括家眷，不得离开京城。黄昏，在长公主府里风流快活了一天的楚采薇，骑马来到徐府，敲开了小院的门采薇。许七安此刻已经脱下差服，换了寻常的衣衫，林月妹妹一针一线给他缝的。妹妹手中线，哥哥身上衣。楚采薇从腰间的鹿皮小包里取出2枚瓷瓶，省着点吃，大力丸很贵的，1粒2两银子，1粒就是我半个月的俸禄啊。楚采薇其实是个隐形的富婆，年纪轻轻就有了飞机场，是不是监正的弟子无所谓，主要是想把她一手带大。许七安羡慕这种富二代，虽然他有黄金900多两，但这些钱是用来买宅子的。采薇姑娘，进来喝杯茶吧。
许七安脸上带着蛊惑的笑容。楚采薇红着脸呸一声，嗔道：太阳马上下山，你此时请我入院，居心何在？说完剐了他一眼，牵着马缰，扭着小屁股蛋走远了。哼，前不秃后不翘，小小对 A 可笑可笑。许七安也给他背影一个白眼，把院子关上。等桑博案结束，制作简陋版基金，犒劳一下这丫头。在主宅吃完晚饭，与清丽脱俗的妹子闲聊许久，许七安返回自己小院，于屋中吐纳了半个时辰。喵！突然他听见了清越的猫叫声，门没锁。许七安道。房门被推开，一只橘猫迈着优雅的步子走进来，尾巴高高竖起，黄澄澄的猫眼凝视着他，吐口人言。骆玉衡怎么说？金莲道长是不是开启了什么新世界的大门，或者特殊癖好？许七安审视着橘猫道：聚元丹已经拿到。闻言，橘猫的脸上出现了人性化的松口气的表情。有了聚元丹，不出多日，我的修为就能恢复。橘猫口吐人言，语气悠然。在京城这种地方，没有自保能力还是很危险的，指不定就被朝廷的鹰犬给发现，或者遇到了同样潜伏在京城黑吃黑的家伙。聚元丹功效这么好，太好了！道长要是恢复的话，地书聊天群就能私聊了。许七安惊喜起来，同时不解地问道：都是出自道门，为何道长还要向人宗求丹药？地宗不擅长炼丹。橘猫沉默了一下，没什么语气地回答：聚元丹的成本大概是100两黄金，而有些药材即使有银子也买不到。不是我地宗水平差，是他人宗好无人性，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许七安想笑又不好意思笑。今天有什么收获吗？橘猫跃上桌子，蹲坐在油灯旁，黄澄澄的猫眼在昏暗的室内显得诡谲可怕。许七安把誉王府得到的消息以及自身的推理说了出来。橘猫表情严肃地听完，下意识地抬起前爪，想要舔一舔，但又忍住了，不动声色地放下爪子，道：你的分析是正确的，恒惠和尚和平阳郡主的私奔涉及到朝堂党争，只是我不明白，恒惠既然还活着，为何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等到桑博案之后才出来？而且以他的实力和水准，还不够格参与桑博案。虽然是疑问句，但眼神中没有困惑。许七安心领神会的点点头，他背后还有势力。我原以为那个势力是镇北王，如果不是为了造反，那么释放出风印物的目的是什么呢？折腾了半天，结果只灭了一个平远伯。道长，你说会不会是誉王干的释放出风印物，杀光仇人？你的意思是平阳郡主已经死了，誉王为女复仇？这个可能性不大。誉王若是知道此事，以他亲王的身份，想报仇不需要做得这么极端。橘猫摇摇头，为什么你的思路永远停在宗室身上？许七安沮丧道：镇北王的嫌疑愈发的轻了，我这可真是小媳妇闹和离。哎，小媳妇闹和离？橘猫歪了歪头，前功尽弃。许七安回答。橘猫表情呆滞了一下，你说话还挺好听的。如果没有恒惠的出现，封印物一直潜伏，许七安会保留对镇北王的怀疑，认为对方是在憋大招。但恒惠和尚目前的所作所为，实在与封印物的逼格不相符。好歹去试着杀皇帝嘛。不过许七安也没有完全放弃怀疑，桑博案始终笼罩着迷雾，他勉强看清了一半。另外，任凭许七安如何睁大 24K 钛合金狗眼，就是看不透。橘猫尾巴轻轻扫动，提出看法。贫道觉得你或许进了误区。许七安皱了皱眉，道长此话怎讲？镇北王也好，誉王也好，都是宗室，你之所以会怀疑他们，可是因为桑博底下的封印物只有元景帝一人知晓。许七安点点头。橘猫继续说道：排除监正和元景帝，佛门也知道。许七安摇头，佛门是当年的主导者之一，桑博封印解除后，青龙寺的盘树方丈西行去了，可见对此的重视。橘猫说：妖族。简单2个字，忽然给了许七安醍醐灌顶般的冲击。我一直把幕后主使者锁定在皇室宗亲范围里，如果被封印的是初代监正，这个猜测合情合理。可是如果不是初代监正呢？那么知道桑博封印的就不只是元景帝、监正、佛门，还有一个势力被我忽略，那就是封印物本身所属的势力。封印500年依旧没有被磨灭，绝对是极其可怕的顶级强者。这样的人物不会是散修，会不会是妖族呢？这一点有待考证。许七安把取出瓷瓶放在橘猫身边，随口道：我今天见到国师了，和我想象中的有些不同。橘猫轻飘飘地斜了他一眼，非你以为的仙风道骨。许七安正要点头，便听橘猫补充道：可能还比较芳丝的女子更诱人，让你垂涎欲滴了吧？哪里，只是忍不住想授人以柄。许七安恍然道：他果然有问题。家里有婶婶这样的美妇人，林月这样的清丽少女，再还有活泼可爱型的楚采薇，以及妩媚多情的夜店小女王表表，清冷高傲的冰山女神怀庆公主。许七安见过的美人很多，但从未不受控制的心猿意马，
满脑子想着香蕉皮的颜色。这只能是国师本身问题。橘猫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你以为仁宗为什么叫仁宗？骆玉衡为什么要当国师？顿了顿，继续道：骆玉衡是前任仁宗到手的女儿。跟我说这个干嘛？你在暗示我那个女人其实是可怕的。许七安表面微笑。据我所知，道门三宗除了天宗绝情绝育，仁宗和地宗都是可以正常婚配的。道长有没有子嗣？橘猫晃了晃脑袋，年轻时倒也想过，随着年岁增长，感情便看淡了。至于男欢女爱之事，简直俗不可耐，真的是俗不可耐，而不是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抛枸杞。许七安喟叹道：道长已经脱离低级趣味了，令人钦佩。世上所有男人都跟您一样，我就开心了。他在心里如此补充。深夜，内城的街道空旷无人，寒风卷过树梢，发出凄厉的笑声。整齐划一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一列巡城守卫从街道尽头走来。昨夜发生平远博灭门案后，内城的守备力量一下子增强了数倍。一道黑影在内城中行走着，他穿街过巷，看似不去躲避巡守的打更人和守城的御刀卫、金吾卫，其实每当有目光投向这里，总会被某些障碍物挡住，有时是围墙，有时是屋檐。他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来到了兵部尚书府，抬头看了眼匾额，兜帽里露出下半张脸，紫色斜睨的嘴角泛起狰狞的笑容。什么人？守门的府卫这才注意到黑袍男人，大声呵斥的同时抽出了制式刀。黑袍男子抬起斗篷下的右臂，鲜红色的皮肤凸显一根根狰狞的青色血管，像是魔鬼的手臂。他将掌心对准府卫，对准大门，骤然一握，轰！大门化作齑粉，府卫化作齑粉，气机炸出涟漪般的冲击波，将围墙等周围一切事物化作齑粉。兵部尚书府一盏盏灯亮了起来，惊恐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府中的侍卫持刀奔向大门方向。黑袍男子眼前再无障碍，他大步迈进兵部尚书府，斗篷底下的幽深黑瞳冰冷邪异地注视着府中的灯火。突然，当他进入尚书府的瞬间，周遭景物忽然变化，黑袍男人斗篷下的脸微微转动，审视着周围的环境。他出现在一片荒凉的城区，破败的街道，周围枯黄的杂草，极远处隐约有简陋的屋子。这是一片连平民都懒得来的荒凉地区，京城类似的地方岂是不少，只不过大凤京城太大了，这种地方被朝廷选择性遗忘。我在兵部尚书府布置了传送阵法，有人淡淡说道。黑袍男人转过身，看见10几丈外站在一位白衣飘飘的身影，背对着他，双手负在身后，长发与白衣翻飞，气度斐然，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既视感。你是谁？黑袍男子嘶哑的声音问道。在京城，竟然有人不知道我是谁？男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白衣男子说道。黑袍男子冷哼一声，抬起右臂，朝着白衣男子轻轻一握。气机爆炸中，白衣男子的身影如水中倒影般消散。你以为我在那里，其实我在这里。白衣男人出现在另一个方向，依旧是背对着黑袍人。4品术士。黑袍男子低声道，旋即冷笑一声，区区4品也敢阻我？口气极其嚣张，不把高品强者放在眼里。区区4品也敢阻我？白衣男人低声念了几句，赞叹道，说得好，非常有气魄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停顿一下，笑着说，尔等区区4品武夫也配在我面前隔岸观火？黑袍男子愣了愣，不知他是何意，但很快他就知道了。东西南北4个地方各出现一位穿黑色叉服、披短披风、胸口绣金罗的打更人。东边的金罗脸色冷峻，面无表情；西边的金罗俊美如女子，嘴角噙着阴冷的笑；北边的金罗怀里抱着一把长剑，而非制式长刀；南边的金罗目光锐利如刀，眼角有着细密的鱼尾纹。咔咔咔，击阔声传来，白衣男子左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排排连发床弩，自动上弦；右边则是一架架小型火炮，嘣嘣嘣，轰轰轰，弩箭和炮弹同时发射，击火黑袍男子。火炮遭遇了透明的气墙，在半空爆炸，沿着气墙游走出绚丽的火浪。趁着火炮让气墙产生震荡，弩箭上雕刻的符咒亮起，轻而易举地穿透了气墙，射向黑袍男子。弩箭本身就属于一个小型阵法。黑袍男子不慌不忙，抬起了右臂，让弩箭在手臂上撞得寸寸断裂。斗篷化作碎片，露出黑袍男子的真身，一个俊美邪异的青年僧人。他的右臂比正常人粗壮一圈，丑陋且可怕。铜皮铁骨。始终以后背对人的白衣男子诧异地说道。这时4位金罗同时出手，凌厉的枪意和剑意爆发，最先攻击黑袍人。南宫倩柔和江绿中没有使用武器，选择贴身肉搏。佛说慈悲为怀。黑袍男子双手合十，念诵了一句佛号。凌厉的枪意和剑意出现了一丝犹豫，变得不再锋锐，但在瞬间后恢复如常。
黑袍男子趁着这千钧一发的空隙，连续拍打右臂，击溃了无法躲避、无法阻挡的枪意，以及穿透一切的剑意。之后，他扭腰反打，与江律中无匹的拳意碰撞。江律中闷哼一声，嘴角沁出鲜血，踉跄后退。黑袍男子则趁机回头，一拳对在南宫倩柔胸口，噗！后背的短披风炸裂成碎片。呼！恐怖的吸力中，南宫倩柔的脸色一点点苍白下去。南宫倩柔眼里涌现猩红的光，俊美的面孔一片狰狞，她喉咙里发出不似人声的咆哮，一个头锤砸在黑袍人面门，两人同时后退，又不甘服输地拼杀在一起。4名武夫，一名来历不明的怪物，在荒凉的城区厮杀，走到哪里，哪里就化作废墟。气机一团团炸开，掀起了席卷方圆数里的可怕飓风。白衣术士与他们保持一个不远不近的距体，在近身搏杀中，武夫是同境界当之无愧的无敌者，术士的战斗自然更加优雅且有风骨。白衣术士一脚踏地，朗声道：“地发杀机！”阵纹从他脚底扩散，将厮杀的武夫们包容进去。已经满目疮痍的地面忽然震动起来，凝成一股可怕的势。白衣术士再一踏地面，天发杀机！夜空中骤然间乌云滚滚，一道道电蛇吞吐，雷霆在凝聚。人发杀机！随着白衣术士这句话落下，天势、地势、人势凝成一股，朝着黑袍男子倾压而去，让他陷入举世皆敌的处境中。那条狰狞可怕的右臂似乎受到了刺激，主动复苏了，一股难以形容的可怕威压爆发，凸显的血管倏然亮起。俊朗邪异的僧人狞笑着握住了拳头。轰！气机爆炸声吞噬了一切，冲击波化作狂潮，以涟漪状扩散，掀起尘土和碎石，将遥远处的房屋冲垮，许多生命无声无息的湮灭。闷哼声中，4名金罗各自采取不同的防御手段，借力打力，飘荡向远处，不敢处在爆炸的中心。等一切风平浪静，早已失去了黑袍男子的身影。4位金罗心里松口气，又忍不住涌起怒火。这家伙是什么来头？我指的是那条手臂。白衣术士突兀的出现，背对着众人。手臂？用剑的金罗反问道。据我观察，那条手臂不是他的，魔气之可怕，我平生仅见。白衣术士说。江律中盯着白衣术士的背影。杨千唤，你眼睛长背上的。叫做杨千唤的白衣术士说。他走之前，我回头偷看了一眼。江律中无奈道：“能不能转过身好好说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容我拒绝。杨某人做事随心所欲，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他说完，解释道：“我仔细观察过监正老师和魏渊，你们没有发现吗？他们一个总喜欢站在瞭望厅，背对着你们；一个总喜欢坐在八卦台，背对着我们。而我们会觉得，魏渊和老师都非常有高人风范。”4位金罗感觉脑子有什么东西想吐，但吐不出来。江律中摇摇头，回归正题。这么看来，根据目前已有的情报，那只手就是桑博底下的封印物。桑坡底下的封印物，杨千唤皱了皱眉头。他前日刚回京，今天代表司天监过来帮忙围剿一位狂徒。倒也知道永镇山河庙前阵子被炸了，不过他没怎么关注。众所周知，术士只要有炼药房和炼金术实验房，准时送饭菜，就能10年不出门。那个和尚多半就是横会了。用剑的金罗说道。听着金罗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杨千唤一头问号，愈发好奇。如果能抓住他，就能知道平阳郡主的下落。江律中说。平阳郡主，1年多前失踪的那个平阳郡主。杨千唤记得这位郡主失踪时，司天监术士几乎倾巢出动，动静闹得很大。听到这里，他再也忍不住，背着身问道：“桑博案发生才几天，你们打更人竟然把案件查得这么清楚了？等等，我怎么没听司天监的师弟们说起？别告诉我，你们没请他们协助办案？你们打更人办案的本事可没这么强。”这位高品术士满脑子雾水。按理来说，桑博这样的大案，司天监的术士不可能不和他说，毕竟司天监常常协助朝廷办案，内部之间交流信息是常有的事。但杨千唤完全没听说过横会、平阳郡主等信息。杨艳罕见的开口道：“我们打更人甚至没出动金罗，办案的是明平平无奇的铜锣，这关你什么事？”你语气那么得意。杨千唤没有转身，心里腹诽，反问道：“铜锣，你们与我说说。这位铜锣你应该认识，因为他在司天监很有名。”江律中想起了关于许七安的传闻，知道他曾经在司天监给白衣术士讲课，他叫许七安。许七安，杨千唤的声音拔高了几分。许七安这个人他是知道的，刚回司天监就知道这号人了，竟然给师弟们讲课，实在太爱出风头了，是个劲敌。没想到桑博案也是他办的，看起来干得还不错，又大出风头，是个劲敌。那只手臂什么来历？南宫倩柔恨恨道：“不知道，但他的主人绝对是2品以上，我对武夫体系不太了解。当然，
也不屑了解。杨千嬅语气深沉，像个无敌且寂寞的剑客。这人离京数月，病情愈发严重了。金罗们心想，经过了昨日的劳累，身上带着轻伤的许七安睡过头了，起来10天已经亮，卯时肯定已经过去，反正迟到了，反而不着急，慢悠悠的穿衣洗漱，翻墙去主宅吃早饭。隔着老远就听见贪吃的小孩在嗷嗷大哭，哭声中气十足，宛如恶龙咆哮。进了前厅，二叔已经上班去，晚起的婶婶何林月在吃早时，许灵英双手摆在身后两侧，身子前倾，朝他娘发出音波攻击。脸蛋美艳但气质端庄的婶婶秀眉紧蹙，默不吭声地低头吃饭。绿娥在旁安慰小豆丁，这是怎么了？许七安笑着进来。许灵月眼睛一亮，转过头来雀跃道，大哥今日休沐。睡过头了。许七安惭愧道，大哥。许灵英迈着小短腿跑过来，一只小手抓住许七安的衣摆，另一只小手指着娘和姐姐，义愤填膺地说，他们抢我鸡腿，他们连小孩的鸡腿都抢，嗷嗷嗷，这么过分。许七安审视着婶婶和妹子，婶婶娇哼一声，懒得解释。许灵月无奈道，昨晚灵英吃剩了一只鸡腿，她没舍得吃，带回屋里了，今早起床发现鸡腿不见，她认为是我和娘偷了鸡腿，那应该是昨晚我走之后的事情，不然现在就是许灵英拽着他娘的衣袖，指责我偷他鸡腿吃。许七安摸了摸小豆丁的脑瓜，大哥最擅长破案，大哥替你做主。小豆丁一听就很开心，觉得大哥是最好的，除了喜欢抢他吃的，死死拉住大哥的衣摆，和他同仇敌忾的瞪着娘和姐姐。许灵月迎着大哥的眼神说道，我问过照顾他的丫鬟，丫鬟说灵英半夜起来吃掉了，但他根本不信。许七安低头问道，那你吃了吗？许灵英大声说，我没有。许灵月道，丫鬟说他是闭着眼睛吃的，我们在他床头找到了鸡腿骨头，啃得很干净，是他的吃法。大哥，一定姐姐吃的，姐姐骗人。许灵英无法接受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腿是自己吃掉的事实。大哥已经知道是谁吃的了。谁啊？你是嘴吃掉的，但你脑子不知道。许七安说，是鬼，死鬼啊。许灵英大吃一惊，吓得发音都不标准了。不要吓孩子。婶婶不高兴道，又对幼女说，鬼撒上盐巴，放油里炸一炸，比鸡腿还好吃。许灵英一听，又害怕又向往。吃完早餐，许七安骑马来到衙门，眯着眼的宋霆锋说道，宁燕，魏公刚派人来请，许你去好气楼。你没说我迟到吧？许七安道，我说你在茅房里窜稀。他眯着眼说。许七安点点头，转头去了好气楼。守卫通传后，他快步登楼，随后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茶室里除了魏渊，还有4位金罗，他们身上都带着伤，杨艳胳膊用纱布吊起来，像是臂骨骨折了。江律中额头包扎得严严实实，脚上只穿了一只靴子，另一只脚裹着厚厚的纱布。南宫倩柔外表看起来正常，但脸色苍白的宛如纸人。另外一位不认识的金罗，脑袋裹着厚厚的纱布，感觉是街头打架被人脑袋开瓢。这一幕既荒诞又滑稽，堂堂高平武夫像是一群打群架输了的流氓，有些垂头丧气。噗！许七安扭过头，没忍住笑了一下。你笑什么？4位金罗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我没笑。许七安不承认。魏渊招呼许七安过来，指着对面的位置让他坐下，说道，昨晚横会出现了，目标是兵部尚书府。许七安收起戏谑的表情，转为严肃。几位金罗？魏渊点点头。横会打伤的，昨晚衙门在兵部尚书府和首府府上设了局，4名金罗，再加上监正的3弟子杨千嬅，5名4品高手都没留下横会。对于这个结局，许七安既震惊又不震惊。5名4品高手齐上阵是他没想到的，不震惊则是觉得桑博底下的封印物就该是这样的位格。什么来路看清了吗？许七安问的是封印物本尊。一只断手。江律中回答。果然是那只古怪的手。许七安看向魏渊魏公，这是极品，一只手便有此等实力，主人该是什么境界？至少2品。魏渊道，至少2品，但大概率是1品吧，否则不可能是封印而不是灭杀。许七安猜测道。那封印物到底什么来头？是不是与妖族有关？此事涉及一桩极大的隐秘，具体情况我并不清楚。魏渊拒绝透露。一只断手，一个强者，牵扯了司天监、皇室和佛门，还牵扯到500年前的历史。许七安想着，扫一眼金罗们，试图从他们眼里看出点端倪。金罗们不理睬小铜锣的观察。横会身上有屏蔽气息的法器，目前能肯定的是他还没有出城。我今早已向陛下禀明情况。魏渊温和道，你继续查你的。许七安听懂了大宦官的暗示，兵部尚书人呢？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府中。魏渊喝了一口茶，卑职这就去调查。许七安心领神会。
魏渊提点道：“张尚书是2品大员，注意分寸。4品以上不使用忘气术，这是规矩，但你依旧可以带上术士。这是说，虽然术士的指控无法当作证据，但可以为我提供参考。”许七安抱拳。是。他看了眼满脸沮丧的金罗们，又扑了一声，赶在金罗们发怒前退出了茶室。这个混账小子越来越大胆了。江律中吐出一口浊气，愤懑地说道：“没这胆子，赶刀斩上级。”用剑的金罗笑道：“可惜便宜了杨艳，你是不知道，那小子的资质是……”魏渊看了眼江律中，打断道：“就你多嘴！”江律中当即闭嘴。用剑的金罗眉头一扬，追问道：“资质怎么样？什么评级？假？”江律中故意笑了笑，但不回答，一脸你太天真的表情，恶意钓鱼。不是假，难道是假上？用剑的金罗猛地扭头，直勾勾地盯着魏渊。魏公。魏渊喝茶不语，这般姿态让这位金罗愈发好奇，由此展开联想。甲级资质的话，不至于瞒着我，难道真的是假上？不可能，甲上的资质几十年都没有过了，但他们的态度不就正好验证了这一点吗？如果是这样，我没理由不争取铜锣许七安。看魏公的意思，隐瞒恐怕就是为了避免金罗之间因为抢人起纷争。我可以暗中谋划，把人争取过来。年轻人看中的不就是银子和女人吗？面瘫的杨艳主动说话，岔开话题：“义父，陛下那边什么态度？”魏渊揉了揉眉心，叹口气：“尽快找出横会的下落。经查期间，就算是我也招架不住海量的弹劾。”4位金罗露出了严肃的表情。魏公被逼的说这番话了，说明情况非常严峻，似乎也正常。先不说魏渊以宦官之身执掌打更人，与满朝文武关系不睦，单凭凶徒可以在内城横行杀人，从容而退，就足以引起百官的恐慌。我等一定竭尽全力。魏渊点点头。别光嘴上说，近来朝堂流言说衙门里金罗一个顶一个的不中用，查案办事全靠一个铜锣义父，对许七安愈发看重了。杨艳和南宫倩柔相视一眼，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心思。这件事一定要办好，早日揪出横会。好在这种差事，许七安是做不了的，倒也不担心小铜锣又蹦出来抢功。许七安带着桑博案团队抵达兵部尚书府，亮出金牌。下人通传后，他带着楚采薇、李玉春3位银罗以及6扇门总捕头吕钦进了尚书府。尚书府的大门周围的围墙全部被摧毁，像是在搞拆迁一样，触目惊心。尚书府真是气派啊！进了府，吕钦低声感慨：“这一套宅子怎么也得1万两白银吧？”李玉春猜测。领头的下人闻言嗤笑一声：“1万两白银？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1万两白银也想买我们尚书府？粗鄙的武夫！”许七安一脚踢在他屁股上，骂道：“好好带路，狗奴才！”下人低着头，匆匆加快脚步。说起狗奴才3个字，许七安便想起夜店小女王表表，不知道她今年有没有挑衅怀庆公主，然后被后者吊打。许七安在会客厅见到了兵部尚书张凤，一个沉稳严肃的男人，头发花白，蓄着山羊须，坐在那里沉默不语，透出久居高位的威严。见过尚书大人。许七安抱拳。张凤轻轻颔首。听宫里的公公说，许大人办案神速，能力过人，不但桑博案进展神速，还查出了平远博灭门案的真凶。尚书大人过誉了。许七安感觉对方话里有话。你是想问本官与那凶徒有何关联，竟被对方深夜寻仇上门？张尚书说。正是。许七安没想到对方如何配合。张尚书不带情绪地看了眼许七安，忽然疾言厉色，拍桌怒喝：“本官也想知道，本官更想知道平远博命案距今已有10日，为何打更人还没抓到行凶者？本官还想知道，为什么打更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任歹徒行凶？”一上来就给我下马威，许七安只好又抱拳说：“尚书大人息怒。”张尚书收敛表情，叹息道：“我今日虽没上朝，但也知道昨夜情况的后续。没想到5名高频武夫协力出手，仍旧没有拿下对方，反而是4位金罗受了伤。打更人对朝廷忠心耿耿，本官自然看在眼里，可惜监政病重，无法出手，害得我等担惊受怕，害得尔等疲于奔命。”他表情有着上位者的严肃，语气却颇为温和，体谅下属，没来由的让人产生好感。许七安竟对兵部尚书产生了些许好感，但很快他就回过味来，开口先给我下马威敲打一番，下一刻态度反转，博取同情心和共鸣，并让人不知不觉产生被认同般的感激。玩政治能玩到2品的人确实都不简单。许七安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试探道：“平远博灭门案的真凶与昨晚袭击尚书府的歹徒是同一人，他是青龙寺的和尚，法号恒慧。”恒慧兵部尚书皱了皱眉：“本官不识得此人，为何要夜袭本官府邸？
既是青龙寺的僧人，许大人为何不去找青龙寺的人，而来本官府中？横会区区一个和尚，自然不值得尚书大人认识。不过1年多前，他与女香客私奔，从此杳无音讯。那位女香客是平阳郡主。平阳郡主？张凤面露震惊之色，似乎不敢相信平阳郡主竟是与人私奔的。许七安一直观察着他，想通过微表情来解析对方的真实想法，但失败了，完全没有破绽。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许七安打算转移目标，张毅张公子可在？张凤派下人去请，不多时，顶着黑眼圈气色极差的张毅来到接待厅。你这黑眼圈和宋清能一较高下？许七安问道。张公子，你可认识一个叫恒慧的和尚？不认识。张毅摇头。那你可认识恒清？不认识。你可认识恒远？不认识。你可认识平阳？不认识。张毅说完，忽然反应过来，平阳郡主吗？自然是认识的。完全是在敷衍。许七安颔首微笑，我问完了，多谢张尚书和张公子配合。离开尚书府，许七安扭头道，刚才的问话过程中，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鹅蛋脸的楚采薇翻了个白眼，没一句真话。许七安一愣，你说的谁？楚采薇撇撇嘴，父子俩都是。哦，最后一句话是真的。那个肾亏的家伙说认识平阳郡主那句。张凤睁眼说瞎话，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张毅也在说谎？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张毅参与了恒慧和平阳郡主的私奔。试想，如果张毅是不知情者，那么张凤没理由把这种机密事透露给儿子，有些时候不知情才是最好的保护。而且以张毅时间管理大师的形象，明显不怎么靠谱。我要是张尚书，绝对不会和不靠谱的人提及可能灭门的案子，即使他是我儿子。有意思的是，当晚恒慧杀死平远掰嫡子时，说的是我来复仇。这案子越来越扑朔迷离，也越来越有意思了。我感觉已经快逼近真相。恒慧和平阳郡主私奔案的真相，弄清楚了他俩的事，桑博案才能继续查下去。许七安一下子振奋起来。忙碌了一天，散职时，许七安告别了楚采薇和吕清。等两人走后，宋霆锋和朱广孝默契的从偏厅走出来，三人默契的上马，默契的进了教坊司。多日来高强度的查案奔波，许七安觉得需要放松放松，缓解一下精神压力。反正都是睡觉，睡家里和睡福香床上区别不大。另外，福香多次派人传信，说很想念他，想请他去引梅小阁喝茶。既然这样，许七安想着，那就约一下吧。这时候天还没黑，衙门正是散职的高峰期，教坊司客人反而不多，胡同里没几个人影。我打算去睡清官人。宋霆锋说，睡清官人不划算，哄抬的有些高。许七安诚恳的建议。大凤的清官人并不是真的卖艺不卖身，清官人更像是一种炒作。教坊司里不只有成年女性，还有很多女童。这些女童会被传授歌舞技艺以及服侍男人的技术，慢慢培养长大，姿色和技艺一般的充当低级的舞姬歌姬，姿色好技术好的就是清官人。等清官人名气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有了振奋男人心的海鲜拍卖会。这并不划算。许七安劝说，我都说了，我这种男人不适合娶妻生子，银子存着也没什么意义。宋霆锋很坦然。许七安怀疑这会有恐婚症。我是要娶媳妇的。朱广孝言简意赅地说。不过福香院子里的打茶围价格过高，而花魁是许七安的相好，他留在梅影小阁只能睡侍女。广孝同学现在是有钱人了，想睡更漂亮的女子。三人分道扬镳，许七安进了影梅小阁。这位可是许公子。许七安听见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卧槽，逛青楼被熟人认出来了。他一边心里暗骂，一边回过身，然后松一口气。身后是个模样清秀的少年，穿着青色的小衣，与影梅小阁门口伫立的少年打扮一致。许公子，我家明艳姑娘想请公子喝茶。清秀少年弓着身，笑容谄媚。明艳，许七安在脑海里搜索片刻，知道这位明艳姑娘是谁了，也是位花魁，以武扬名的大花魁，与之前的福香是同等级的。当然，福香现在一波成功的炒作，早已今非昔比，力压教坊司众花魁。学武的呀，众所周知，舞蹈和瑜伽的功效是一样的。许七安眼睛微亮，笑着说，带路。清秀少年脸上笑容一下子绽放，不停地鞠躬。许公子跟我来，这边请，这边请。能把许七安请过去，明艳娘子肯定会欣喜若狂，到时候赏银绝不吝啬。而如果空手而归，少不得一顿呵斥。影梅小阁门口，正要出来迎接许七安的小门房看到这一幕，脸色微变，张了张嘴，本想挽回许公子呵斥挖墙脚的同僚，转念一想，自己的身份地位不足以插手此事，说不得还会惹许公子厌弃。他咬了咬牙，关上门，火急火燎地跑进了院子。几位姐姐，大事不好。他进了酒屋，站在门口位置，朝着里面擦拭桌案摆放冷菜的丫鬟大声示警。一位个子高挑的清秀侍女
蹙眉看过来，嗓音软如，慌慌张张的，出了什么事？小门房满脸着急，不忿道：许公子让人抢走了，就在院门外给明艳院子里的小厮给半途抢过去了。什么？这小骚蹄子敢抢我们家娘子的男人？众丫鬟大惊，个子高挑的侍女猛地甩掉湿布，提着裙摆，像是禀报军情似的冲向了主卧。主卧穿着梅花长裙的福香，姿态慵懒地坐在榻上，手里捧着一卷书，一边品尝紫葡萄，一边专心读着才子佳人的烂俗话本。果盘里都是时令水果，葡萄、甘蔗、香蕉、冬枣等。服侍他的丫鬟蹲坐在床榻边，手里捧着福香白嫩玲珑的小脚丫，按捏脚底穴位。娘子最近精神恍惚的，也不太高兴，是在想许公子吗？一个臭男人，我想他干嘛？福香摇摇头，那你为何每晚打茶围，总让我去外头问？许公子来了没？丫鬟窃笑道。福香皱了皱眉，指着果盘说，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就像甘蔗。甘蔗最开始是甜的，甜的叫人心肝都化了，吃着吃着会发现最后是一口的渣。福香撇嘴，脱下了端庄温婉的架子，她的眉眼神态更加鲜活，更加生动。丫鬟笑了笑，心说即使是渣，甜的时候也是真的甜。您每晚陪她的时候，叫声那是一个酣畅淋漓。福香本来好好的，被丫鬟打开了话匣子，心里难以平静下来，抿了抿唇。你觉得许郎怎么样？丫鬟嘿嘿笑道，特别厉害，每晚都把娘子折腾得浑身疲惫，走路都打颤。福香脸蛋一红，轻轻踢了丫鬟一脚，风情无限的娇嗔瞪眼道，你不觉得他和其他男人不同吗？丫鬟做回一状，赞同道，是比其他男人要温和，没有看不起咱们的那种倨傲态度，不过盯着娘子胸脯看的时候，却也不比外面那些男人干净到哪儿。男人都好色吗？福香倒不在意这些，捏了颗葡萄塞进小嘴。最近教坊司流传半首七言，惊艳程度不差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据说是宫里传出来的。丫鬟点点头，我听来打茶围的客人说，是皇子公主们行酒令时所作，就是不知道是哪位皇子竟有如此诗才。这时身段高挑的侍女跑了进来，略有些娇喘，眼神有些急，说道，娘子，许公子刚才来了教坊司。说到这里，他停顿几秒，平复气息。福香嗯了一声，不甚在意，酒菜招待，让他在外头等着吧。这男人快1旬没见到了，花前月下时就喊他小甜甜，兴致过了便将他冷落，所幸就一个男人而已，犯不着为他牵肠挂肚。侍女连连摇头，许公子被明艳娘子的人给半途抢走了，现在已经去了人家的院子。什么？福香噌地站起来，他柳眉倒竖，咬牙切齿道，更衣去清池院。布置雅致的景厅，许七安面带微笑地欣赏着五花魁的姿容。她穿着鹅黄色的纱裙，打扮既不算保守，也不艳丽俗气，有着清亮的眸子，尖尖的下颌，常年练武的缘故，让她有着一股与教坊司其他女子没有的抖擞精神。此外，她的身段不算火辣，但比例极好，想来微微鼓起的胸脯虽然分量不大，但绝对亭亭玉立。奴家注意许公子有段时间了，可惜许公子逢着来教坊司，便直奔影梅小阁。明艳声音温柔，似幽怨似玩笑，嘴角含笑，今儿个可算让我逮住机会了。许七安笑着说，害怕唐突佳人吗？心里则在计算，这位花魁与福香是一个级别，当初的福香身价是30两银子一夜春宵，这位应该也差不多，还没算打茶围的银子，我今儿个没带那么多银子，黄金倒是不少，只是他无法当作流通货币。两人聊了几句，一名侍女急匆匆地跑进来，低着头，娘子，福香来了，我们拦不住。明艳眉梢一挑，笑盈盈道，看来福香对公子情深意重，视为痉挛了。许七安同样挑眉，这句话乍一看是在恭维，细品的话其实在挑拨离间。被一个风尘女子视为痉挛，在这个时代的男人眼里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哼，表里表气。许七安喝了口酒，没觉得不开心或者厌烦，不同人群不同态度，教坊司的女子表里表气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没几把刷子怎么在这种地方生存？要说表气最重的地方，皇帝的后宫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头者。正想着，福香已经带丫鬟进来了，花魁娘子沉着脸，妙目闪烁凌厉的光芒，进屋的瞬间，眉眼毫无征兆变得温婉，可怜巴巴地说道，听说许郎来了教坊司，奴家也想来凑个热闹，和明艳姑娘一起伺候。这说话水平厉害了，来清池院不是兴师问罪的撕逼，而是一起来伺候。既宣布了主权，敲打了明艳花魁，又能讨许七安欢心，试问哪个男人不想同时被两位花魁服侍？明艳扯起一个热情的微笑，怎么好麻烦姐姐特意过来，我和许公子说一些悄悄话，姐姐一来反倒不好意思说了。福香当作没听见，提着裙摆自然而然地坐在许七安身边，细心地给他斟酒夹菜，给他整理散乱的发丝。许郎最近忙于公务，
许七安见花魁依偎过来，顺势搂住小仙腰。那晚些时候倒影梅小阁，奴家为你揉揉肩，按一按穴位。福香柔声道。明艳银牙暗咬，恨不得拿扫帚把这个臭女人赶出门去。她自己得了大便宜，成为艳名远播的名妓，也该知足了。没道理把男人死死拴在身边，不给教坊司里的姐妹分一杯羹。脚步声又匆匆传来，还是先前那个侍女。她脸色古怪，看了眼许七安，低声道：娘子，几位花魁都来了。什么？明艳和福香失声惊呼。许七安耳廓一动，听见了莺莺燕燕的笑谈声。再过一阵，一群打扮花枝招展但不显妖艳的高质量美人鱼贯而入。她们有的妩媚多情，有的妖冶热情，有的含蓄如大家闺秀，有的柔弱似黛玉妹妹，风格各种各样，总共7人。但不管身段还是容貌，都称得上是拔尖的美人。许公子好！花魁们站成一排，欠了欠身，嗓音悦耳动听。许七安脑海里就只剩4个字：会所嫩模。福香和明艳心里气得要死，还得虚情假意的热情招待几位花魁。景厅里容不下这么多人，明艳花魁便请众人到外头的大厅去，安排侍女端上美酒佳肴，9位花魁们轻松自若的谈笑，好像真是好姐妹似的，但时不时投向许七安的目光暴露了他们在暗中较劲的事实。都是人精，缠许七安的身子，但又不表露出来，保持着花魁的身份和气度。不过许七安嗅到了那股似有似无的火药味，尤其是福香，眉眼顾盼间总会流露出些许浮躁。怎么的，你们想来一场9阴真经吗？可惜没有手机，不然可以发朋友圈炫耀。许七安一边与花魁们眉来眼去，一边心里吐槽。一位颇有才女气质的花魁提议完行酒令。酒过3巡，许七安表现得平平无奇，没有脍炙人口的诗词问世，这让因他而来的几位花魁颇为失望。那位提议完行酒令的才女花魁浅笑道：你们可知道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这半句七言？花魁们一下子活跃起来，莺莺燕燕地说：自是知道，多美的句子。福香笑着开口：据说是皇宫里流传出来的。才女花魁微微颔首：那你可知是谁所作？花魁们眼睛一亮，齐刷刷看向他。阿雅知道。许七安低头喝酒。才女花魁摇摇头：不知，但我知道一些别的事儿，教坊司里没有的。他故意停顿，慢条斯理地饮酒。快说快说！众花魁焦急催促。福香注意力也被吸引过去，眼睛亮晶晶的，嘴角不自觉勾起微笑。许七安见过这种表情，上辈子女朋友和闺蜜聊起奢侈品包包时，差不多也是这副姿态。阿雅很满意众女态度，笑道：这首诗也是在行酒令中诞生的，当时参与的酒席的都是皇女公主们。是长公主？花魁们猜测道。如果说皇子皇女们谁能写出这等绝品七言，那必定是素有才名的长公主怀庆，这个便不晓得了。阿雅摇摇头，表里表气地看一眼许七安，笑道：虽然只有半首，但水平不输许公子的咏梅，但奴家觉得许公子的诗才独一无二，那半首诗想来是灵光乍现，不比许公子这般才华横溢。是呀是呀，许公子近日可有佳作？奴家对公子仰慕已久。另一位妖冶多情的花魁抛来媚眼，其他花魁没有说话，但笑盈盈的，深情款款地看着他。他们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企图联手从许七安这里榨取些宝贵的东西。许七安喝着酒，轻笑一声：近来才思枯竭，没有新作，毕竟本官也无法时隔3、4天就做一首诗。听他这么说，众女先是失望，露出黯然，随后又察觉到这话不对劲。时隔3、4天，许公子最新作不是那首赠福香的咏梅吗？再往前是赠子阳居士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劝学诗他们是不知道的，2首诗都有些时日了，传唱甚广，但热度慢慢降下来。时隔3、4天是何解？这是说他3、4天前又有新作。阿雅想起了从宫中传出来的半首七言，是前日宫中的诗词传入教坊司，自然是要点时间的。这么一算，时间差不多吻合。他睁大了美眸，纤细的手指拽紧了锦帕，此时此刻竟激动的娇躯轻轻颤抖，直勾勾地望着许七安，声音有些发颤：许公子，公子的新作是？福香反应最快，忽然间扭过头来，水汪汪的眸子里倒映着许七安的模样，那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激动和紧张，就像突然发现欣喜钟爱之物竟然就在身边的喜悦期待。谈笑声倏地顿住，厅内安静了下来。聪慧伶俐的花魁们意识到了些什么，纷纷扭头，投来复杂莫名的目光，或期待，或者诧异，或茫然。许七安喝了口酒，放下酒杯，环顾众美人，用一种洒脱随意的语气说道：当日陪着怀庆公主参加酒宴，有感而发，便做了这半首七言。他语气轻松率意，似乎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几位花魁却听得怦然心动。是他猜测得到证实的阿雅，
此时此刻竟有种水到渠成的感觉，似乎就该如此。大凤无诗才已久，怀庆公主以前没有佳作流传，忽然多一首佳作，本来就反常。只是听到消息时，实在无法与许七安联系在一起。等听到他刚才的话，想到他打更人的身份以及他超凡脱俗的诗才，大胆试探一下，没想到真的猜中了。现在这首诗出自何人，教坊司这边还不知道，外头好奇者无数。单是这个消息便是个噱头十足的谈资。许郎、福香深情款款的凝视，眼神妩媚，对于爱好诗词的他来说，这可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要吸引。其他花魁除了惊叹惊讶许七安的诗才，还有一点让他们怦然心动，隐隐超越诗词本身。他竟然能进皇城，能参加皇子公主们的酒宴，这代表着许七安是某位皇子皇女的心腹，不然不会被带去酒宴。如此一来，他的价值就不仅仅是诗词而已了。容貌还算俊朗，又是打更人，手握权势。当然花魁们见惯了达官显贵，打更人这点权势不算什么，但如果这个打更人有着睥睨士林的才华呢？如果这个打更人备受某位皇子皇女的重视，这些光环加起来就比给那些年纪一大把的老头做妾吸引人多了。不能便宜了福香，得把他抢过来。现在福香已经是教坊司头号花魁，如果再让他得了一首诗，姐妹们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想到这里，花魁们的笑容愈发的真诚，一个个都有欲说还休，深情款款的眼神勾搭许七安。接待厅的气氛瞬间火热起来。行酒令结束后，在酒意的熏陶下，花魁们豪放的划拳，一个个挽着袖子，露出银白纤细的小臂，秀气的拳头。主要是许七安不介意，给了他们胆气。天渐渐黑了，教坊司的客人多了起来，然后察觉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今日许多花魁都闭门谢客，不打茶围了。有人不忿地去找老鸨，老鸨心说这群姑奶奶要造反吗？不开张怎么挣银子？便喊人去打听，一问才知道，那些谢客的花魁都去了清池院，总共有8人，也就是说清池院里有足足9位花魁。这是怎么回事？听声音他们好像很开心，这是在招待哪大人物？怎么可能？经查期间哪位大人物敢这么玩？谁会蠢到亲手将把柄送给敌人？或许只是他们凑在一起玩闹，瞎猜什么？过去问一问就是了。有客人敲开了清池院的院门，守门的小青衣打开院门，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清池院门口围着10几名客人，里头娘子们在做什么？一位衣着华贵的年轻人目光眺望院内，沉声问道：在招待客人。小青衣说。院门口一下子寂静，过了几秒，有人脸色古怪道：啊，哪位大人在里面？若是不方便透露就算了。小青衣想了想，院里做客的是许公子，并不是客人们以为的大人物，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瞒，便坦然道：倒不是几位爷们想的那样，里头做客的是许公子。许公子。众人面面相觑，各自在脑海里搜索一阵，没有寻到能对号入座的人物。本朝有姓许的勋贵或者高官。敲门的那位年轻人皱眉道：那位许公子。许七安，写赠福香的那位许七安许公子。青衣小厮说道，他被打赏了3钱银子，心情很好，这都是拜许公子所赐，乐得为他扬名。是他。在场就有几个读书人眼睛绽放光明。我们在这里等等，没准能等到一首传世诗问世。这话一出，原本愤怒嫉妒的人也压下了情绪。在场都是有身份的人，即使是商贾也有一颗附庸风雅的心。9位花魁伺候，何等的风采啊！历届状元郎都没这种待遇吧？状元郎反而不敢如此奢靡浮夸。叮叮叮，清脆的声音里，几只没有箭头的箭矢准确无误地落入3丈外的湖中。蒙着眼睛背过身的许七安摘下布条，哈哈大笑着搂过小雅和明艳2位花魁，在他们脸上一阵狂啃。啃完之后，许七安拍着他们的屁股蛋：愿赌服输，喝酒喝酒。2位花魁扭着腰肢，一边娇嗔着喊讨厌，一边乖巧地举杯饮酒。不玩了不玩了，无敌太寂寞。许七安推开2位花魁：娘子们在这里等着，我出去一趟，再回来和你们大战300回合。他摸了摸肚子，表示自己要去厕所。一众花魁在后边喊：官人快去快回啊！出了屋子，门关上，冷冽的寒风扑面而来。许七安收敛了浮夸的表情，轻轻吐出一口浊气，四下张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他轻飘飘地跃上围墙，撕下一页望气数，以气机引燃。唰！他仰头望天，眼中2道青光划破夜空，继而内敛。青光孕于瞳孔。许七安来教坊司还有一个目的，便是近距离观测这里的气数，搜捕妖气。恒慧已经现身2次，在内城大开杀戒。要说城里没有妖族潜伏，他是不信的。恒慧明显是妖族的刀子，在利用他达成某种目的。妖族煞费苦心释放出风印物，绝对不会任由恒慧胡来。换成是我会一定会盯着恒慧。上次我在教坊司观测到妖气，如果那时偶尔便罢了，若不是，
那么教坊司极有可能是妖族潜伏的据点之一。许七安眼里清气流转，徐徐扫过教坊司每一处角落，看到各色各样的气数，没有发现异常。最后他把目光投向了近在眼前的清池院，投向花魁们所在的酒屋。一缕碧绿色的妖气袅袅挪挪，宛如青烟。操！许七安差点没忍住爆粗口，心里突然一凉，背后沁出了冷汗。妖族就在屋子里，刚刚还陪我喝酒。他有种恐怖故事里主人公在山野里借宿，遭到热情款待，第二天醒来却发现身处荒山墓园的惊悚感。妖族是哪个？花魁中的某人，还是丫鬟？反正不可能是福香吧，我睡了他那么多次，他不可能是妖族的。而且那天我观测妖气时已经看过他了。许七安无声无息地跃下墙头，蹑手蹑脚靠近酒屋。酒屋的门没有关严实，他透过门缝朝里看去，他看见了溢散出碧绿妖气的女人，不是花魁中的某一个，而是明艳花魁的贴身婢女。是他。许七安瞬间展开联想，为什么上次领着宋霆锋等人，他观测妖气时没有发现？当时是用什么办法屏蔽了妖气吗？他潜伏在明艳身边有什么目的？明艳未必是清白的，说不定是妖族的同党。这么想来，我一进教坊司，他便派人邀请我，不只是想巴结我这么简单。许七安当即做出决定，他再次翻墙离开清池院，直奔宋霆锋所在的小院。刚才施展望气数观测时，他记下了宋霆锋和朱广孝的位置。跃上围墙，他不理会侍女们惊讶的质问，一路闯进去，在主卧门口听见了老宋穿到兽液发出的响动。屋里头的声音忽然停止，继而是宋霆锋警惕的声音：“谁？”“是我。”许七安拍了拍门：“出来，有急事。”宋霆锋骂了声脏，接着是窸窸窣窣的穿衣声：“额请衣冠不整的开门出来。”“老宋，现在立刻回衙门通知值守的金罗，让他亲自来一趟教坊司，告诉他清池院有妖族。”许七安长话短说：“记住，你一定要让金罗过来，我不太懂望气术，摸不准对方的实力。清池院里有9位花魁，他们全员绵阳，没有自保能力。对了，如果值守的是姓朱的，你就改道去司天监找宋清。”多余的话没有说，他相信只要宋霆锋如实交代情况，以金罗的丰富经验，知道该怎么做。宋霆锋脸色越来越凝重，刚才的不满和恼火烟消云散，回屋子取了佩刀、铜锣，一边绑法器，一边冲出院子。许七安快速返回清池院，嘴角勾起轻佻的笑容，一副玩嗨了的表情，推开门笑道：“美人们，我回来了。”他只是用余光瞥了眼低眉顺眼给自家娘子倒酒的女妖，便立刻挪开目光。摸不准对方的实力，许七安不敢擅自出手，让对方跑了还是其次，伤了无辜的花魁是他不愿看到的。接下来该吃吃，该喝喝，该摸的也要摸。许七安和花魁们划酒拳，行酒令，掷骰子，玩得不亦乐乎。谁屁股蛋更圆润，谁腰肢最纤细，谁是水做的，一清二楚。但许七安并不高兴，反而有些焦急，左等右等，1个小时过去了，宋霆锋还没有返回。这时那女妖抬头看了许七安一眼，柔声道：“夜深了，诸位娘子早些回去吧。许公子今夜是否歇在我家娘子这里？”良好的气氛瞬间被破坏，花魁们一个个收敛了笑容，前一刻还是你好我好的姐妹，下一刻仿佛是要上战场的女子军，尽管她们俏脸酡红，妩媚多姿。“几位姐姐，许郎今日既然来了我清池院，我便厚颜留他歇下了，望姐姐们行得方便。”花魁们会行方便吗？当然不会。教坊司里哪有姐妹情，有也是塑料的。能从普通女子晋升为花魁，她们暗中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以及处事的圆滑智慧，敢抢敢争的态度，都不会让她们轻易服输。对许七安而言，这是一个机会，支开花魁们的机会。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太危险，只要动起手，气机震荡之下，所有人都得死。而武夫偏偏就是直来直往的暴力狂，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法术。说实话，我还挺享受这种九阴真经的快感，想来前世的女神们养备胎也是这般感受。许七安咳嗽一声，环顾众女，明艳姑娘盛情难却，我今夜便歇在这里了，几位娘子先回去吧，改日本官逐一拜访，说到做到。男人酒桌上的话就和床上的话一样，都是不能信的。可是正主都发话了，他们还能怎么办？这种是强求不来的。唯独福香一脸凄楚地望着许七安，渲然欲泣。许郎。许七安虽然头硬，但心是软的，本想低头喝酒不予理睬，但见他委屈的模样，没好气道：“你先回去，明日我再来找你。”福香深深看他一眼，嘤嘤嘤的掩面而泣，跑了出去。众花魁纷纷告退。明艳花魁一脸雀跃，盈盈起身，含羞道：“天色不早了，许公子随奴家来。”进入明艳姑娘的闺房，房间里烧着无烟的受精炭，檀香袅袅，相比起福香房间的雅致，这里更加富丽堂皇。那女妖朝着许七安施礼，乖顺道：“奴婢服侍公子沐浴，您歇着吧，我可不敢让你服侍我。”许七安摇摇头，
看了眼明艳花魁。在隐梅小阁时，都是福香伺候我的一起沐浴。明艳作为花魁，没有过这种体验，一时间既羞涩又尴尬。银牙一咬，轻声道：“和儿，我来服侍许公子。”香艳的鸳鸯浴结束，许七安披上袍子，穿上白色绸裤，心里想骂娘：狗日的宋霆锋到现在还没来。许公子，你在等什么？明艳缩在被窝里，有些小小的不高兴。她可是女子，有些话不好说出口，否则会显得她是欲求不满的玉女。但也是没办法，真没见过哪个男人进她房间，擦刀擦一刻钟，喝茶喝一刻钟。被窝都给她暖好了，再不来自己就睡过去了。长夜漫漫，不急于一时，本官在想一些事情。许七安故作高深地说着没营养的话。余光瞥了眼妖女，敌不动我不动，敌敢动我就给他一刀子。正这么想着，许七安忽然感觉一阵晕眩，精神疲惫的仿佛3天没睡觉，眼皮重如千斤。中毒了，他心里一凛，猛地看向明艳花魁，发现他已沉沉睡去，没有了动静。许公子在等什么？轻笑声传来，先前还低眉顺眼的侍女仿佛变了个人，目光妖也放荡，直勾勾地盯着他，颇有侵略性。你是谁？为什么下毒？本官与你无仇无怨，毒害打更人是抄家的大罪。许七安假装惊慌，出声试探：当然是在等许大人。侍女咯咯娇笑起来，只能算清秀的脸庞平添了几分妖冶。许七安疑惑道。他暗暗调息，但丹田内的气机浓稠的仿佛蜂蜜，无法调动，四肢软绵绵的无力。该死，宋霆锋那小子害我！基于对打更人衙门的信任，他选择留了下来，不放过这个抓捕妖女的机会。而现在看来，宋霆锋肯定遇到了什么麻烦，不然这么久了，教坊司和衙门可以往返好几趟，没道理拖到现在。长夜漫漫，娘子已经睡了，就让奴婢代替她照顾许公子吧。侍女缓步走来，每走一步便脱一件衣服。许七安心里一惊，这可不是香艳的好事。加入打更人这么久，他的经验见识飞快积累，知道很多女妖都擅长采捕，把男人采捕成药渣子。药渣子的下场通常是死于非命。他在什么地方下的毒？檀香、酒？我对毒不太了解，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关键是，他早就布置好了对付我的手段。我今日来教坊司，纯粹是一时兴起。他没道理知道。许七安不理解。当妖女靠近许七安3尺时，他眼里忽然迸射出锐利的光芒，沉淀了所有情绪。枪！黑金长刀出鞘，室内一道细线般的刀光亮起，继而熄灭。许七安不去看结果，爆发仅存的力量，狂奔起来，一头撞向窗户。他要闹出动静，以便外人察觉，让妖女投鼠忌器。扑通！许七安重重摔在地上，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那是一条粗长的灰色尾巴，毛茸茸的，像是狐狸尾。许七安回头看去，侍女身影已经消失，原地是一个斩成2截的纸人羞，湿漉漉的舌头舔在脸上。许七安一寸寸的回过头，看见侍女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她的瞳孔变成琥珀色，打量猎物般的看着他，舌头灵巧的舔着他的脸。真是旺盛的气血，闻着你的味道，我就已经情不自禁了。他说的是真话，因为许七安看见他的出现生理反应。我第一次对女人产生了厌恶。许七安浑身僵硬，危机感让他陷入极大的焦虑中。刚才爆发出的力量，一半是潜力激发，一半是嚼了藏在舌头底下的大力丸。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想给妖女来一刀，但许七安低估了对方的实力。现在该怎么办？大喊大叫的话，肯定会被第一时间杀死。用力翻滚，毕竟神仙那日翻滚，或者拉一坨香喷喷的金克拉，恶心他。妖女笑盈盈的伸出指头，划破许七安的绸裤。就在这时，她表情忽然一变，看向了一侧，喝道：谁？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因为知道本尊名字的人都已经死了。一道黑影不知何时出现在屋子里，背对着2人，白衣胜雪。妖女嘴里发出低沉的吼声，朝着白衣人龇牙咧嘴。她果断地扑向窗户，打算逃离。砰！她撞在无形的气墙，给弹了回来。何其可悲！白衣男人摇了摇头，叹息一声，怜悯地说道。随后他打了个响指，脚底阵纹扩散，将妖女笼罩。阵纹内伸展出不够真实的虚幻锁链，缠住妖女的手腕脚腕，将她束缚在原地，任凭如何挣扎也无法挣脱。留活口！许七安生怕这位逼格满满的高人出手灭杀妖女。白衣高手负手而立，道：你便是许七安，在下正是。许七安说：前辈是司天监杨千唤，你应该听说过我。白衣男子淡淡道：抱歉，还真没听说过。许七安恍然道：原来你杨前辈久仰大名。哦。白衣男子语气颇为高兴。是采薇师妹告诉你的吧？还是宋清那个偏执狂？都有。许七安猜测对方是监正的某位弟子。
可是我的同僚通知的前辈。那个小铜锣。白衣男子点点头。正是，他2炷香前就通知了司天监，说这里有妖族，我方才一直在院子外。啊，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许七安张了张嘴，茫然不解，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白衣男子呵了一声，道：真正的英雄总是在最后时才出场，你觉得呢？我觉得你他妈是个神经病。许七安强颜欢笑的点点头。杨千焕也满意的点点头，沉声道：你想问什么就问。许七安吐出一口气，颤巍巍的坐起身，盯着阵法中的妖女。你是万妖国的余孽，还是北方的妖族？妖女冷笑着不说话。虚幻的锁链骤然锁紧，一道道气机电弧顺着妖女身躯游走，她痛苦的尖叫起来，娇躯痉挛。嘿，我自创的拷问阵法，它能绞伤肉身和元神，很少有人或妖可以承受这样的痛苦。白衣男子负手而立，淡淡道。妖女琥珀色的瞳孔里流露出极端的恐惧。万妖国，我是万妖国的狐女。他说，桑博案是你们干的？是。恒慧也是你们的人？是。你们的目的是什么？炸毁桑坡，释放出里面的东西。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许七安看了眼白衣男子，见他没有说话，便相信了妖女，继续问道：我还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释放出了封印物，为什么还要指使恒慧作乱，杀害平远伯，夜袭兵部尚书府？第二个问题，与你们合作的人是谁？第3个问题，为什么要针对我？妖女犹豫了一下，低声道：前2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潜伏在京城，听命行事，其他的事我一概不知。至于对付你，我不久前收到指令，只要铜锣许七安进教方司，就想办法取他性命。白衣男子没有说话，许七安皱了皱眉头。这么说来，隐藏在教方司的妖族就是这个妖女，收到的指令是杀我灭口，因为我无限接近案情真相，所以打算从根源抹除威胁，铲除我，至少也不是没有收获。恒慧果然是这起案件的突破口。最后一个问题，明艳姑娘是不是同谋？妖女冷笑道：我倒是想说是契机电弧噼啪炸开。她脸色大变，摇头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前辈，我问完了。许七安说道：这个女妖能不能留给我当功勋？他心里这么想着，就听白衣男子道：好，这妖女是我的功勋，我便带走了。啊，不是，您不是高人吗？这个回答和我想的不一样。许七安略有些呆滞的回复：好。另外，此地是否还有妖族潜藏？本尊到了，刀山火海也会变成乐土。杨千焕语气倨傲的说完，道：教方司很安全。虽然觉得这家伙脑子有些毛病，但实力不打折扣。许七安放心的点点头。你低头2息。杨千焕忽然说。许七安茫然照做。2息后，他抬起头，发现没有了白衣男子的身影。检查过明艳花魁呼吸心跳都正常后，许七安离开清池院，脑子里回荡着一个疑问：为什么要我低头2息？许七安拖着疲惫的身子进了影梅小阁，被引着进了主卧，看见眼睛哭成桃子的福香。花魁娘子坐在床边，侧了侧身，别过头去。许七安瞅了他一眼，懒得解释，掀起棉被睡觉。他不想再留宿清池院，大半夜的也回不去，只能在影梅小阁休息。第二天早上，许七安精神抖擞的起床，枕边人已经不在，锦被里残留着女子幽香。他有些四肢发软的支撑起身子，就像刚结束1000米跑步考试，次日早上肌肉酸疼的状态。又睡过头了，不过我是情有可原的迟到，我是来教方司查案的。许七安盘坐吐纳，缓解细胞的疲惫，让身体以最快速度恢复巅峰。仅搬运了2个周天，酸胀的肌肉便恢复活力。闺房的门推开，拖曳着裙摆的福香领着贴身丫鬟进来。她乌黑的秀发高挽，点缀着昂贵的首饰，素白美丽的脸蛋略有些憔悴，眼睛还是有些红肿，都哭出卧蚕来了。许公子醒了。他浅浅微笑，带着疏离和公式化的微笑。我让厨房给你熬了鸭肉粥，放那里吧。许七安从丫鬟手里接过洗漱用品，快速洗脸刷牙结束，返回岸边，端着碗边吃边思考。昨夜的妖女是万妖国余孽，就是说这件事与北方妖族无关，镇北王的嫌疑几乎很轻很轻。万妖国余孽的目标是封印物还是其他？许七安会这么想，是因为如果目标是封印物，妖族国余孽现在应该卷款私逃，而不是继续留在城中兴风作浪。还有一个可能，妖族的目标不仅仅是封印物，而是有更大的图谋。封印物只是用来完成目标的手段。桑博案的脉络差不多理清了，幕后主导势力：1. 朝廷25载；2. 万妖国余孽。目标未明，封印物未知强者的断手，牵扯在其中的因素、人物、势力。万妖国平远伯、兵部尚书、司天监、皇室、平阳郡主、恒慧和尚、金吾卫百户周赤雄。突破口：断手强者恒慧和尚，
平阳郡主。弄清楚断手强者的身份，可以反推出万妖国余孽的真正目的，然后抓住恒惠和平阳郡主中的任何一位，也能反推案件的内幕。许七安吃完粥，满足的叹息一声。他这时候才有空调侃福香。生气了。福香笑容温婉。许公子莫要取笑奴家，奴家只是一个风尘女子，哪来的资格跟公子置气？好吧，许郎变成许公子了。许七安点点头，不甚在意的伸展懒腰。准备热水，我要沐浴。福香笑着点点头，安排一名丫鬟伺候他沐浴，自己带着贴身丫鬟出去散心。许七安舒服的泡了个热水澡，穿戴整齐，绑好铜锣，挂好佩刀，想了想，问道：替我准备笔墨。小丫鬟柔柔的应了一声：是娘子。您对许公子是不是太冷淡了？走在教坊司的胡同里，丫鬟轻声道。福香目视前方，微微摇头，声音有些凄楚：你不懂，我曾经求过他，能否替我赎身，他拒绝了。丫鬟沉默了一下，替许七安解释：许是没银子吧？娘子的卖身契，少说的3、4千两银子，现在恐怕得翻倍。福香收回目光，望着地面：这些年我也存了不少银子，其实可以的。他苦笑一声，表情哀婉：我在他心里其实和你们没有区别。之前我不愿相信，自欺欺人，可昨晚的事儿让我看清了自己，不过是一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痴心妄想。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清池院外，一阵嘈杂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2名穿着打更人差服的铜锣锁着明艳娘子往外走，老鸨亦步亦趋的跟在后边，表情惶恐，一个劲儿的解释：几位差爷，这一定是误会，一定是误会啊！明艳花魁一脸惶恐：妈妈，我冤枉，我冤枉啊！这2个铜锣他认识，正是时常陪着许公子来引梅小阁打茶围的那2位，似乎一个姓宋，一个姓，那位过于沉默寡言，他不记得了。发生了什么？明艳昨晚还好好的。对了，许公子昨夜为何突然返回他的影梅小阁？难道是明艳昨晚得罪了许公子，今日便被办了？他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尽管对这个男人心灰意冷，但他相信许七安不是这种人。福香皱着眉头迎上了打更人，盈盈施礼：几位大人，明艳娘子她犯了何罪？宋霆锋停下脚步，笑眯眯道：明艳娘子暗中与妖族勾结，提供庇护容纳之所。昨夜许大人暗中调查，揪出了伪装成他贴身丫鬟的妖女已经伏法，现在要带他前去问话。老鸨捶胸顿足：你这是冤枉！明艳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勾结妖族？你们知道我培养她花费了多少心血和银子吗？我要去礼部告状，我要去请礼部的大人们做主。朱广孝沉声道：我现在怀疑你也是妖族同党。老鸨突然失声，求生欲很强的后退了几步。宋霆锋眯着眼，朝福香点了点头，带人离开。福香愣愣地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由此展开联想：明艳勾结妖族，许公子昨日暗中调查。他昨夜选择留宿清池院，并不是喜新厌旧，而是有公务在身，但我却胡搅蛮缠的闹脾气。他昨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我是看到的。我当时以为他是与明艳，我错怪他了，今早还给他摆脸色，宣泄心里的怨气。可他为什么不解释？是他不能解释，因为这是衙门的公务，案情需要保密。而就算这样，明知道被误会冤枉，他有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厌烦，默默承受？福香突然提起裙子，飞奔着往影梅小阁跑。娘子，你去哪儿？你慢点！丫鬟吃了一惊，一路飞奔回影梅小阁，推门进了卧室。福香喊道：许郎！房间里空荡荡的，已经走了。这一刹那，他忽然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心里空了一块。娘子，娘子！丫鬟追了上来，看见自家娘子失魂落魄的背靠着门。我有些累了，扶我一下。福香轻声说。丫鬟把她扶到床上，看了他一眼，心里叹息一声，不敢打扰，转头收拾屋子。他看到屏风边的桌案上摆着笔墨纸砚，轻咦了一声，走到岸边道：娘子，这里有首诗，可能是许公子留下的。福香一下子活了过来，赤着脚飞奔到岸边，像是抢宝贝似的从丫鬟手里抢过来，定睛一看，美人卷珠帘，身作平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许郎，许郎！他先是笑，笑着笑着，泪珠啪嗒啪嗒掉落，尾顿在地上，把纸捧在心口，一边哭一边笑，梨花带雨。我要去找他。福香擦着眼泪，起身小跑着奔向门口。丫鬟大惊失色，抱住娘子的柔软腰肢。别，您是花魁，是教坊司最有牌面的花魁，这事儿传出去，娘子怎么做人？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名声就没了，也没听哪个花魁跟您这样没范儿的。福香大怒，放开我！不放！许七安在街边买了6只大肉包，坐在马背上啃着，悠哉哉地向衙门行去。教坊司的花魁长得都不错呢，
各有千秋，美不胜收。等桑博案结束，挨个跟他们交流感情，将来出一本《大凤花魁娘评鉴指南》。唯一的问题就是缺钱，我每天只捡3000银子，而花魁的身价，睡一晚最少30两。感谢9年义务教育，诗词没有白读。我真是穿越者之耻，人家当文超公都是为了混仕途，我是为了白嫖。说起来，我也马上20岁了，还好婶婶不是我娘，不会督促我的婚事，我可以自己做主采魏氏监正的弟子，后台太硬，娶她就像娶半个公主，不好随便出去鬼混了。不急着成亲，再浪几年，教坊司有24位花魁呢。哈哈，我在想屁吃，监正的弟子未必看得上我。许白嫖在心里自嘲着，思绪飞扬，又转到案子上。明艳是他授意在宋廷锋抓的，尽管昨晚确认他是无辜者，但仍旧有事情要询问，比如那个侍女是何时进入教坊司的，平日里与什么人来往密切等等。一座僻静的小院里，柳树垂下一根根枝条，光秃秃的略显凄凉。屋子里传来乒乒乓乓的响动，以及男人痛苦的低吼声。额请一切动静消失。吱，房门打开，穿着黑袍的恒慧沉默地走了出来，径直来到院子里的井边。他凝视着幽深井口几秒，挥了挥手，井口亮起淡淡的金色万字，继而破碎。解除封印后，恒慧跳了进去。昏暗的井底，淤泥散发着淡淡的水腥味。中年和尚背靠着井壁，盘膝打坐。他神色颓废，嘴唇干裂，似乎受过重伤。中年和尚身躯高达魁梧，有着淡青色的下颌，面色苦大仇深。许七安在这里的话，便能认出这个魁梧的和尚是他牵肠挂肚、苦苦追寻的恒远。师兄，恒慧嘶哑的声音。恒远没有搭理他，既然盘坐，我受了重伤，断手反噬。恒慧说。恒远睁开了眼睛，关切道：恒慧，回头是岸。恒慧摇摇头：师兄，我6岁进青龙寺便跟在你身边，你教我打坐，教我念经，照顾我的衣食起居，待我如兄如父，现在师弟想求你一件事。恒远叹息一声，点点头。恒慧抬起头，斗篷下一双没有眼白的黝黑眸子，他狰狞地笑着：我要吃了师兄。黑袍之下，那双手自发地伸出，掌心鼓舞气旋。呼，恒远和尚不受控制地飞起，投向死亡气旋。他痛苦地睁大眼睛，皮肤迅速干枯，气血流逝，脸色肉眼可见的衰败。这张熟悉的脸在眼中一点点的颓败，走向死亡。看着这一幕的恒慧，残酷的脸庞产生了些许动容，他黝黑的眸子不再冷酷坚硬。砰！恒远被甩了出去，重重砸在井壁。恒慧的左手死死地按住右臂，咬牙切齿道：不准杀他，不准杀我师兄。他脸庞倏地变得冷酷，蛊惑道：恒远是武僧，气血旺盛，正好弥补伤势。难道你不想报仇吗？你不想报仇了吗？接着冷酷的表情消失，取而代之是痛苦挣扎。不行，不能杀他，他是我师兄。世上谁都可以杀，为什么不能杀他？世上谁都可以杀，唯独他不行。他是我师兄，是我最敬重的人。那平阳呢？平阳，他表情一下冷酷，一下痛苦，宛如2个不同的人格在身体里争执。随着僵持，粗壮的右臂血管亮起红光，不停涨落，仿佛呼吸恒慧的主体人格似是被压制了，冷酷渐渐占据上风。恒慧，恒远声音疲惫，记得师兄当年教你的第一个口诀吗？静心咒。恒慧对抗着失控的右手，背靠着井壁，缓缓坐下，双手合十，低声念诵。过了许久，他逐渐平息的力气，右臂不再躁动。恒慧睁开眼，依旧是没有眼白的黑瞳。他在昏暗的井底凝视着恒远，声音嘶哑：师兄，你不是想知道1年前我遭遇了什么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侍女叫什么名字？审问室里，许七安喝了口茶，看着对面坐立不安的花魁。和儿，明艳乖顺的回答。他不停地偷看许七安，同时瞟向紧闭的房门。身为教坊司花魁，接触过不少达官显贵，知道打更人衙门是什么地方。但凡被关进来的官员，不死也要脱层皮。而像她这样的弱女子，恐怕面对的是比死还可怕的事。她什么时候跟在你身边的？许七安脸色严肃。有3、4年了。他害怕地看了眼许七安。3年半左右，具体时间奴家记不清了。这个男人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自带一股巍然凝重之意，让他大气都不敢喘，心里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人的转变怎么就那么大呢？昨晚还是一副纨绔子弟的作风，3年半，回头让人查一查，这段时间里还有哪些女子进了教坊司。许七安点点头，他平日里与谁往来密切？明艳思考许久，一边回忆，一边说出一连串的名字，又问了几句。许七安看向负责做笔录的丽媛，后者点点头。多谢明艳姑娘配合，你可以走了。啊，幸福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他一时之间有些不敢相信。我送你回教坊司吧。
许七安起身做了个请的手势。明艳花魁忐忑地跟着他出门，一直走到衙门口，看见停在外头的马车，他才如释重负，相信自己真的会被送回教坊司，而不是在衙门里被。他顿时恢复了往日的气度，盈盈施礼：“谢谢许大人。”许七安伸手在丰盈饱满的臀翘掐了一把：“大恩不言谢，应该用实际行动表示。”这人翻脸比女人还快。明艳花魁有些害羞，有些害怕，瞄了眼马车。许七安眉梢一挑，看着马车陷入沉思。马车停在教坊司胡同外，花魁娘子下了马车，柔声道：“许大人有空来清池院喝茶。”丢下一句客套话，他立刻就转身离开，步子迈得很快，裙摆翻飞。他有些害怕许七安，当然不是因为他24K 纯金般的硬度，马车上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对这种喜怒无常的人向来比较发怵。许七安乘坐马车返回衙门，召集团队的核心成员开会。很快，3位银罗、吕钦以及宋霆锋和朱广孝共6人被许七安召来偏听，昨晚教坊司的情况都已经知道了吧？许七安道。李玉春等人点头，已经听宋霆锋说过了，也知道最后是司天监的人出手解决了危机。至于为什么宋霆锋不向衙门禀告，他们默契的没追问，因为昨夜很不凑巧，值守的人是朱金罗。吕钦盯着许七安看了许久，看得他发毛，皱眉道：“吕捕头，有什么事？”吕钦抿了抿红艳艳的小嘴：“大人怎么知道教坊司藏着妖族？”男人们露出了心领神会的笑容，唯独李玉春板着脸，因为不够好色而跟他们格格不入。许七安一本正经地说道：“某次夜巡时，我用望气术观测过教坊司，发现那里有妖气。我怎么没听你汇报过此事？”李玉春一愣，当时我并不知道绿光代表着什么，事后又因为砍了姓朱的杂碎一刀被判入狱。再然后，许七安耸耸肩，再然后你就成我下属了。虽然咱们各论各的，但我也不用向你汇报了。好了，有事交代你们去做。许七安把怀里的名单拍在桌上：“头儿，你带人去查名单上的人，他们与妖女交往比较密切。另外，查一下4年前加入教坊司或者名声鹊起的女子。吕捕头，你带人挨家挨户的搜捕横会，记得千万小心。”交代完了，许七安坐下喝了杯水，打算向魏渊炳告教坊司发生的事。心悸的感觉传来，他当即出了偏厅，进入茅厕，顺手取出了地书碎片。许久没有动静的地书聊天群，终于有人上线水群了。我是来还3号债的。我们探索完极渊了，我发现一件天大的秘密。对方特意提到了自己，许七安不能沉默，回复道：“什么秘密？”你们呢？你们决定好欠我一个报酬了吗？2，且说来听听。4，呵，没问题。1号不在吗？1，可以。所有人都表态后，5号传书说道：“古族7部的族人齐心协力，经历了重重困难，险死还生的探索后，终于抵达极渊。2，废话不要多，直接点题。5，我们在极渊里发现了儒家圣人的雕像，他在凝视着深渊。儒家圣人。”天地会成员先是惊讶，随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3号。身为云麓书院的杰出学子，他或许会知道些什么，但大概不会告诉他们。而且欠他的债还没还，莫名其妙就负债累累了。3号，你是云麓书院的学子，你知道些什么的，对吧？天地会的成员们都很开心。5号问得好，我怎么知道？我也很惊讶。许七安没有正面回答，输入信息：极渊里除了圣人雕塑，还有什么？另外，你详细描述一下圣人雕塑的模样。这都是没什么营养的废话，纯粹在套取更多信息。5极渊里除了古神和各种蛊虫，只有圣人雕塑啊！我想起来，圣人雕塑的眉心裂开了，族里的长辈似乎很忧心。圣人雕塑的眉心裂开，古族的长辈很忧心。2号心里一动，你们说圣人雕塑会不会是在镇压古神？否则，好端端的极渊里为什么会出现圣人雕塑？4，不排除这个可能。以雕像、铜塑、铜器等媒介作为封印阵法是极为常见的。远古时代，人皇筑九鼎，镇压9州山河，凝练人族气运，就是最好的例子。那圣人雕塑的眉心开裂，是不是意味着封印不稳？所以古神初步复苏？4，有这个可能。这个话题很快过去，毕竟古神的段位以及南疆都距离大家太过遥远。许七安输入信息：1号，你最近都没问我桑博案的情况，你查阅古籍有什么线索吗？1，没有线索。说完，1号默默潜水去了。1号的情况有些反常啊，之前明明很关注桑博案，可这么多天过去，他都没问我案情的进展。许七安输入信息：2号，周赤雄的行踪有线索了吗？2，没有，我会替你留意的。人海茫茫，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的。许七安既失望又觉得理所应当。又讨论了片刻，
4号等人表达了对6号下落的关切，呼唤9号金莲道长，但道长没有回应。今天阳光这么好，金莲道长怕不是在屋顶懒洋洋的晒着太阳吧？许七安心里腹诽，忽然看见金莲道长冒泡了。3号，出来见我。许七安愣了一下，继而领会，收好玉石小镜，离开茅厕，快步走向衙门门口。他在门口一阵张望，看见对街站着一只橘猫，尾巴高高竖起，安静地望着打更人衙门的门口。许七安自然而然地走过去，走到橘猫身边，但没有看他，而是眺望四处。橘猫沉声道：“我找到6号了。”找到了。许七安脱口而出，再也忍不住，兴奋地扭头盯着橘猫。橘猫警惕地盯着打更人衙门，说道：“就在不久前，我感应到了6号的地书碎片，但在我赶过来找你的途中，地书碎片之间的联系断开了。那6号？”许七安脸色微变。橘猫摇了摇头，不知道具体情况，之前的猜测是对的，他的确被封印了，刚才应该是某些原因封印解开了。说到这里，橘猫顿了顿，没有继续往下讲。为什么突然被解除封印？不外乎2种可能：一，6号被转移了；二，6号没了。快去通知魏渊。橘猫催促道。猫的面无表情很难窥探，但许七安从语气里听出了道长暗藏的焦虑。道长虽然是个老银币，但对天地会内部成员还是很上心的。对我来说，这是好事，将来遇到麻烦可以向他求助。许七安点头道：“我马上就去。”他撒腿跑进衙门，等他背影消失不见，橘猫轻轻打了个响鼻，心里思索着，骆玉衡到底在想什么，从头到尾都没有出手。以他的修为和年纪，结束应该还没来，没道理不出手。既要当国师，又不愿意和皇帝双修，不知道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先救6号，如果他还没死的话。正想着，金莲道长听见了猫叫声，歪头看去，一只大灰猫走了过来，围着他转圈，不停地嗅来嗅去。金莲道长不理他，继续想着心事。突然，大灰猫绕到了他的身后，然后趴了上去。金莲道长先是一愣，立刻反应过来，勃然大怒，回头给了大灰猫一套王八拳。许七安是用跑的，狂奔着冲入浩气楼，没有浪费时间等待通传，奔跑中掏出金牌，呵斥侍卫：“10万火急，滚开！”来到7楼，看见魏渊副手站在瞭望厅，主动开口：“什么事？”魏公可能有横会的消息。许七安开门见山，没有多余的废话：“你怎么找到的？”魏渊转过身来，天地会的金莲道长通过地书碎片之间的感应，终于在不久前锁定了6号的方位。许七安道：“天地会6号是横会的师兄，青龙寺的和尚，法号恒远。他在调查师弟恒会的行踪时无故消失，我怀疑他是被恒会或者妖族封印起来了。也就是说，6号所在的地方，要么有妖族，要么有恒会。不管是哪一种，都值得重视。”魏渊颔首，返回茶室，在案上提笔疾书，盖上玉石印章。你拿着我的令书去找杨业，让他调集所有金罗，1刻钟内在衙门前院集结，其他的你不用管。金莲道长就在衙门外，需要他领路。许七安低声道：“我知道。”魏渊颔首。还有一个问题，许七安犹豫一下，恒会在内城，若是发生战斗，普通百姓难免出现死伤，大面积的驱散周围的百姓，肯定会被对方察觉。司天剑的阵法虽然玄奥，但无法提前布置，等于没用，这是不可避免的。魏渊凝视着他，提点道：“这也是我一直想跟你说的，我同样憎恶蔑视人命的存在，但有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取舍。恒会关乎着桑博案，关乎着封印物，关乎着妖族的阴谋，只要有机会，就不惜代价的抓捕或击杀，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道德观念取小舍大，那样只会酿成更严重的后果。我阅读过平远博灭门案的卷宗，封印物喜好吞噬血气来壮大自身，恒会现在没有造成杀孽，但不能保证他会一直安静蛰伏。以封印物的强大，一旦肆无忌惮地吞噬普通人的气血，那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魏渊是在告诫我不要犯上一回的错误。刀斩朱茵罗的事情，他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并不认同我的做法。他是个谋者，而我是个警察。尽管我热衷于安抚教坊司的大姐姐们，这不是渣，是想给他们一个家。念头闪烁间，他抱拳道是。许七安领着令书退去，他即刻去找了杨业，在神枪堂里见到了这位面瘫的金罗，迎着对方质询的目光，将魏渊的手书递交上去。杨业看完，雕刻般僵硬的脸露出了些许凝重。发生了什么事？义父为何召集所有金罗？发现疑似恒会和尚的藏身点了。许七安道。杨业目光顿时锐利起来，他起身伸出手，摆在木架上的银色长枪咻的飞入手中。杨金罗，许七安喊了一声，好奇问道：“没有金罗坐镇衙门，魏公的安全会不会受到威胁？”不知道。杨业摇头，不知道。
许七安茫然地看着他，听他解释道：“没有人知道义父身边的保卫力量有多少，有多强大。安保力量保密，虚虚实实，让人捉摸不透。魏渊真是个玩心机的老阴谋家啊！”很快，坐堂的金罗被召集起来，于衙门前院会合。同时被召集的还有30名银罗，没有铜罗。一旦发生冲突，铜罗去多少都是送菜。许七安跑出打更人衙门口，左顾右盼，在不远处卖馄饨的摊位边看见了橘猫。金莲道长，过来，过来！许七安招手，橘猫丝毫不搭理他，眼巴巴地看着大锅，嗅着里面飘荡出的香味。道长怎么回事？饿了？许七安茫然中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我在这里。”回头看去，一只大灰猫站在身后，静静地看着他。“你怎么换了只猫？”许七安诧异道。“那是只母猫。”大灰猫解释了一句，似乎不愿再说，岔开话题：“我与你们一起，魏渊那里是什么态度？”“魏公愿意与你合作。”许七安道。大灰猫点点头，轻盈地跳到许七安肩膀，在他耳边轻笑道：“魏公，你对魏青衣的敬重远比远景帝要深刻。就目前来说，我没看到他身上令人厌弃的缺陷和品格。”许七安边走边低声说：“6号暂居外城城东的养生堂，那里破烂不堪，朝廷拖欠银子，院里的老人和孩子快揭不开锅了。我把6号的信息透露给魏公，他没动6号，而是补交了善款。但养生堂不是打更人管辖的领域。”“哼，你果然有在向他泄露天地会内部消息。”金莲道长似笑非笑的语气。这许七安表情一滞，有种当25载被老大当场抓住的羞愧，但他很快恢复，耸耸肩：“我取信魏公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丰富我们天地会的情报系统。出发点是好的，道长怎么不说话？过于无耻，不想说话。”大灰猫嗤笑道：“你挺适合走仕途，可是魏渊说我混不了官场，虽然无耻，但底线还在，容易吃亏。”金莲道长点评。突然想起一事，国师见我时也察觉到了我的特殊，问了我生辰八字，但没有算出来。许七安无奈道。橘猫斟酌片刻，问道：“你自己觉得呢？”许七安斟酌片刻：“我的特殊，看右边。”橘猫。许七安骑上小母马，哒哒哒地走在前头，身后跟着一群金罗、银罗大灰猫蹲在他肩膀，指引方向。走了2炷香时间，他忽然说道：“停下来，面前就是那座小院了吗？地书碎片的气息就在那里。”许七安勒住马缰，身后的金罗、银罗同步做出勒马缰的动作，大部队停了下来。他朝着身后打了个手势，指了指前方的小院。10位金罗无声地相视一眼，默契地消失在马背上，身影各自出现在小院的不同方位，堵死可能逃离的方向。银罗们则包围在更外圈。许七安静等了片刻，发现金罗们没有动手，反而皱眉望着院子。怎么回事？逃走了？他跳上隔壁一栋房子的屋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小院内的景象。一座不大的院子，种着2棵柳树，院子里盘坐着2个和尚，一人双手合十，低声念诵；一人身披黑袍，低垂着头，无声无息。正是恒慧和恒远师兄弟。发生了什么？许七安看了眼肩膀上的大灰猫，发现他眼里也有同样的疑惑。过去看看。大灰猫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出声催促许七安。这时他看见杨艳提着枪靠了过去。你们来晚了一步，他已经去了极乐。恒远的声音空洞，无喜无悲，却又大悲大痛。死了。这个结果让许七安措手不及，下意识地觉得是阴谋，是假象，是在拖延时间。杨艳用枪尖挑开了恒慧的兜帽，那是一张灰败的脸，闭着眼睛，没有了声息。杨艳朝着众金罗微微点头，确认恒慧已经死亡。在我和死亡之间，他选择了后者，被魔手攫取了生机。恒远低声念诵了一句法号。杨艳看一看他的右臂。江律中沉声道。杨艳抖了抖枪尖，气机搅碎黑袍，恒慧的右臂空空荡荡，那魔手不知所踪。没了。许七安瞳孔一缩，警惕的环顾，感觉周围不再安全，蕴藏着重重危机。目睹这一幕的银罗同样如此，瞬间抽出刀，警惕着周围的行人。他已经走了。恒远和尚沉声道：“我留在这里等待诸位。6号很笃定我们会来。”对，金莲道长能感应到地书碎片，所以他在等。许七安恍然。和尚，你想说什么？南宫倩柔单手按刀，依旧没有放松警惕。他并没有放弃复仇，只是把担子交给了我。恒远低声说：“我想给诸位讲一个故事，发生在1年前的故事。”1年前的故事。许七安的情绪从失落转为振奋。毫无疑问，恒远所谓的故事多半是恒慧与平阳郡主的故事。2人身上发生的事是解开桑博案的关键。至今为止，妖族没有现身，只有一个恒慧凭借封印物兴风作浪，这不得不让人沉思，
万妖国余孽到底想做什么？搞破坏。目前为止，只有一桩平远伯府灭门案，影响很大，但实质性的伤害却不大。而恒慧完全可以做到不顾一切的大杀四方，给京城带来重大伤亡，可他没有这么做。封印物，如果目标只是封印物，那恒慧早就该离开京城了。恒慧和尚与平阳郡主的案子，到此刻已经喧宾夺主，压过了桑博案，总感觉背后的人在故意让恒慧暴露在阳光下。杨艳枪尖轻点，气机绞碎恒远和尚的袖管，一双肌肉虬结的手臂蕴含着强大的力量，但绝非妖物。这一下就排除断手在他身上的可能性。恒慧确实已经死了，1年前就已经死了，活下来的只是行尸走肉，他已经解脱。这并非是什么阴谋。恒远看着近在咫尺的尸地，他的眼中仿佛有乌云凝聚。额顷，恒远眼中的云团坍塌了，往事如暴雨倾注而下。恒慧6岁被父母送进青龙寺，他是个眼睛里透着灵气的孩子，一眼便被方丈盘树僧人相中，收为徒弟。恒慧的启蒙是在师兄恒远座下完成的，这个魁梧的外表苦大仇深的师兄教他读书识字，教导打坐念经，同时也教他做人的道理。他对这个师兄有着如父亲般的敬爱。转眼多年过去，聪慧的小和尚长成了眉清目秀的俊和尚。他原以为自己将和师父师兄一样古佛青灯度流年，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姑娘。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他在溪水里洗衣，看见一块手帕沿着溪水而下，他下意识地捞起，于是耳边传来清脆如黄鹂的声音：大师，那是我的手帕，能还给我吗？恒慧抬高视线，看见上游的青石边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子，她穿着褐色的长裙，梳着未出阁少女的长发，素面朝天，阳光下脸庞俏丽，有一双爱笑的眼睛。女施主，是寺里的香客。怎么，我说不是香客，你就不打算还我手帕吗？他掐着腰，故作娇嗔。不是，小僧只是觉得女施主面生。他一边解释，一边双手奉上手帕。哼，你每天只知道低头做事诵经，眼里哪有香客？女施主怎么知道？因为我关注你很久了。春光明媚的午后，潺潺溪水流淌，是他们第一次初遇。两人的相识相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恒慧打坐时，少女陪在身边，看着他私藏的闺中禁书打发时间，或者轻轻扑扇着扇子，托着腮看着恒慧专注的脸发呆。偶尔会用狗尾巴草逗他，让他不能专心打坐，这让俊和尚很烦恼，生气地说：你再这样，小僧就闭关了。他总是吐着舌尖，没什么诚意的道歉。有时候也会一起去游山，白凤山景色秀美，春天来时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他在丛中微笑，分不清是花美还是人更美。渐渐的，关于两人的传言在青龙寺的僧人之间流传，说他6根未净，破了色戒，是个淫僧。师父盘树在佛陀雕塑前问了他3个问题：是否还对佛虔诚？是否对那女子有意？是否想还俗？他坚定地说自己对佛依旧虔诚，对女子无意，愿常伴佛陀，不还俗。对此，方丈只有一个要求，不再与他说话。至于为什么是不再见他，不让他进寺，恒慧后来才知道，方丈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她是平阳郡主誉王的嫡女。自那日起，恒慧果然不再理他，逢着他来便闭眼打坐，对他的逗弄、恶作剧无动于衷。他每天满怀期待的来，失望孤单的离开。和尚，这朵花好看吗？它跟我很配哦。和尚，我抚琴给你听可好？特意从家里带来的。和尚，我头晕，身子不舒服，你不关心我吗？和尚，你非要把自己塞进孤独里吗？他终于不来了，连续1个月没有再踏足青龙寺，彻底从他的生活中退出，仿佛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我可以继续陪伴佛陀，再没有人打扰。他松了口气，觉得是自己的诚心感动了佛陀。有一天，他又来了，失魂落魄的模样，脸蛋瘦削了一圈，神容憔悴。和尚，我要嫁人了。不知为何，佛珠散了一地。当时的誉王正处在关键时刻，任职兵部尚书，在勋贵们的支持下，有望进入内阁。勋贵、宗室任职首辅的例子，在本朝不算罕见。纵观600年历史，以勋贵之身担任首辅的足有5位。对于日渐衰弱的勋贵集团而言，誉王的崛起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裹挟着他不断前进。身处风口浪尖的誉王为平阳郡主定了一门亲事，既是为女儿找一个好归宿，也试图通过联姻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尚，你可愿与我私奔？好。恒慧答应了，他终于看清楚了自己的内心，选择面对真实的自己。他们开始为私奔谋划，平阳郡主出入都有护卫陪同，他失踪超过半个时辰，侍卫就会搜山，再过不久，消息就会传回玉亲王府。所以想成功私奔，他们需要一件可以屏蔽气息的法器，来瞒过司天监术士的搜捕。最后
还需要一个能为他们准备新的户籍，以及帮助他们离开京城地界的渠道。为此，平阳郡主找了值得信任的朋友，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是平远伯嫡子，那个朋友是平远白嫡子。许七安沉声道，打断了恒远的故事。这一切豁然开朗。平远伯手底下掌握着一个睚眦组织，最擅长身份造假、偷渡。平阳郡主即便不知道睚眦组织的存在，但两家作为来往还算密切的世交，知道一些平远伯府的手段也是合情合理的。誉王曾经说过，平远伯与文臣眉来眼去，与勋贵集团渐行渐远。平远伯绝对有暗害平阳的动机，这也就有了后来的平远伯府灭门案。只是不知道兵部尚书府在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许七安看着6号恒远，心说：你就是因为知道他们曾与睚眦组织接触过，才认定他们是被拐骗的吗？众目睽睽之下，他没敢问出口。几位金罗听了许七安的话，用质询的目光看向恒远。是的，恒远轻轻点头。心思单纯的平阳郡主根本不知朝堂局势的复杂，更不懂人心之歹毒。一个涉世未深的姑娘，一个诵经念佛的和尚，在他们决定私奔的那一刻起，悲剧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彼时的平远伯与勋贵集团早已貌合神离，他通过儿子得知这件事后，当即与彼时的兵部侍郎张凤、户部都给侍中孙明忠商议，制定出将平阳郡主送出京城，从而打击誉王的计策。平阳郡主如今身在何处？江律中沉声道。恒远似乎没有听到，继续说着：人心如蛇蝎，将人送出京城后，平远伯的那位嫡子伙同都给侍中孙明忠和兵部侍郎张凤两人的公子，欲在途中对平阳郡主施暴。两人拼死抵抗，最后一人被杀，一人吞差自尽。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将恒惠和平阳郡主的尸体葬在荒山里，连同那件屏蔽气息的法器一起埋葬。外界只知道平阳郡主无故失踪，即使查到青龙寺，也只会认为两人私奔了。谁能想到他们早在1年前便死了？平阳郡主死了，金罗们无声对视，脸色严肃的可怕。平阳郡主是誉王的嫡女，元景帝的亲侄女，杀害郡主是灭三族的大罪。南宫倩柔握住刀柄，眯着眼。既然恒惠已经死了，为何1年后会出现在此？这也是众人心中的疑惑。人死如灯灭，是不可能复生的。他已经死了。恒远说了句众人听不懂的话。他1年前就死了，被人用秘法将元神封在肉身中，成了没有知觉的行尸走肉。这1年里支撑着他的是复仇，是平阳郡主的血海深仇。你们若不信，带回衙门让仵作检验便知。谁救了他？一位金罗质问道。恒远摇摇头。那位金罗与杨艳等人相视一眼，又道：平阳郡主的尸体在哪里？带我们去。顿了顿，他吩咐周围的银罗将恒惠的尸体送回衙门。几位金罗押着恒远离开小院，给了他一匹马，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出城。许七安骑在马背上，心情有些沉重。他半晌无言，许久后低声道：那是恒远，有没有可能被夺舍或者被控制？趴在他肩膀的灰猫懒洋洋道：是恒远没错，我虽然不能忘记，但也有自己的手段分辨真假。恒惠真的死了吗？许七安不太相信。他的死活不是案情的关键。灰猫低声说：他本身就是傀儡，魔手不见了，对于幕后的人来说，他的死活便不再重要。你应该感到高兴，案子破得比你想象的要轻松。实在无法高兴起来，恒惠和平阳郡主都是可怜人。许七安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没有笑意的笑容。他叹息着转移话题。恒惠的案子有问题，就像是幕后之人故意推到台前的。太康县和长乐县交界处某处荒山，恒远一边跋涉一边顾盼，像是在寻找什么过程低效而缓慢。他告诉金罗们，恒惠只告诉他大致的方位，告诉他平阳郡主被埋在一棵3人合抱的老槐树根部。金罗银罗们以恒远为中心散开，将他拱卫在中央，防止他逃走。半个时辰后，他们找到了那棵老槐树。3名银罗砍去槐树下的灌木和杂草，用佩刀充当铁锹，刨了片刻，黑色的泥土隐约露出了白骨。大人，找到了！银罗振奋地回头喊了一声：挖出来！南宫倩柔沉声道。平阳郡主的尸骨一点点地暴露在众人眼中。时隔1年多，他终于重现天日，血肉已经腐朽，只剩一具白骨，粘连着破烂的布条，应该是死前所穿的衣物。此外，尸骨的喉道和胸腹之间发现一枚色泽暗淡的金钗，正如恒远所说，他是吞钗自尽的。阿弥陀佛！恒远不忍再看，闭上眼睛，沉痛地念诵佛号。没有其他东西，无法证明这具尸骨一定是平阳郡主的。江律中皱眉，这很正常。在金罗们的沉吟中，许七安走到槐树下，道：平阳郡主和情郎私奔，肯定需要乔装，身上不会带贵重的物品，招惹旁人注意。先把尸骨炼了吧，带回衙门，然后派人通知玉清王府，誉王或许会认得这枚金钗。
练好尸骨，众人朝着山外走路。江律中拍了拍许七安的肩膀，做得不错。不爱说话的杨艳微微颔首，破天荒地说道：“此案你是首功，即使桑伯案最后没有查出究竟，陛下多半也会免你的罪。”许七安正要说话，感觉后背像是被刀子划过，他不用回头也知道，那道锐利的视线来自朱金罗。死者横会，死因利刃刺穿心脏，陈年旧伤。验尸结果，血肉，脏腑呈黑紫色，有尸骨形于血肉之间，保其肉身不腐。行尸也，死亡时间超过1载。死者无名尸骸，身高5尺4寸，女性，骨骼匀称，无骨折，无中毒迹象，指骨匀称，不善劳作。衙门内，许七安看完验尸报告，把他们交换给仵作，转身进了验尸房隔壁的前厅。10位金罗齐聚一堂，魏渊坐在上首位置，表情沉凝的饮茶。许七安沉默地走到魏渊身后，听着金罗们争论女尸真身、平阳郡主与桑伯案的联系。平阳郡主案就目前来说算是初步完结，后续的调查估计我是插不上手，这涉及到一位郡主的命案，不是我这种同罗能参与的。但桑伯案仍旧没有解决，不知道我在平阳郡主案里立下的功劳能不能抵消我的腰斩罪，如果不行，老子就草原景帝的大爷。正心里腹诽着，一名吏员站在门口道：“魏公，诸位大人，誉王来了。”誉王来了，金罗们彼此交换眼神，又齐齐看向魏渊。两鬓斑白的青衣宦官喝完最后一口茶，看向吏员，温和道：“请誉王去验尸房。”说完，他放下杯子，叹了口气，先一步去了验尸房，偏厅内众人跟上。到了验尸房外，金罗们没有进去，而是分列在门口两侧，只魏渊一人进入。誉王来了，这个病恹恹的男人面无表情地走来，他的脸上明明没有表情，却仿佛汇聚了所有的表情。他的脚步不疾不徐，却仿佛背后有恶鬼追赶。走到验尸房门外时，他停顿了几秒，才抬腿迈过门槛。验尸房采光极好，明媚的阳光透过格子窗，在地面留下均匀的光斑。誉王一眼就看到了摆放在木板床上的尸骨，这一刻他竟有种逃离此地的冲动，但作为父亲的执念让他慢慢地走了过去。验尸房里只有魏渊一个人，他从袖子里取出金钗，轻声道：“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也是他用来自尽的，看看是不是认识。”誉王的目光凝固了，他的表情也凝固了，宛如一尊渐渐风化的雕塑。是他的。誉王色声道。空旷的房间里陷入了死寂，两个中年男人没有再开口。过了很久很久，低头看着金钗的誉王声音嘶哑地问：“谁做的？”只查到3个人，平远伯、兵部尚书张凤、户部都给示忠。魏渊凝视着他，深邃的眼睛里蕴藏着岁月洗涤出的沧桑。3人最初的打算应该是把他骗出京城，只是他们的公子见色起意，根本没想过要让脱离誉王府视野的郡主再活着回去。他被侮辱了。誉王的声音平静的可怕。他吞钗自尽了。魏渊摇摇头，说罢深深看了眼誉王。但我们仍旧不能确定他是郡主，一支金钗代表不了什么。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誉王离开了，除了踏入验尸房时的那一眼，他再没有看过尸骨，一次都没有。似乎那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许七安感觉誉王一瞬间苍老了许多，背影竟有种垂暮之年的凄凉。这天，誉王手捧血书进宫。誉王走后，原本准备默默等待平阳郡主案结束，以此收获有关桑伯案重大线索的许七安，收到了长公主怀庆的邀请。传话的是位眉清目秀的当差，也就是小宦官。长公主找我何事？许七安问道。不知道。小宦官沉默寡言，精通宫中求生之道，嘴闭得比菊花还紧，8成是为了平阳郡主的事。许七安有了猜测，一路快马加鞭地赶到皇城，进了宫，被小宦官领着直奔怀庆公主雅苑。花园内的凉亭里，许七安见到了怀庆公主以及2公主表表、太子殿下、怀庆公主的胞兄4皇子。卑职见过几位殿下。许七安站在凉亭外抱拳道。临安公主招了招手，喜滋滋地喊了一声：“狗奴才，进来坐。”什么时候狗奴才成了我的爱称？许七安有些茫然，看了眼太子和怀庆公主，后者声音清冷：“不必见外，给许大人赐座。”宫女搬来一把椅子，设在几位殿下的对面。长公主怀庆看着他说道：“今日誉王捧着血书入宫，父皇召见之后一直没有出来。本宫记得你在查平阳郡主的案子，是不是有了进展？”太子殿下、4皇子、临安公主都在盯着他看，等待着他的回答。平阳郡主是他们的堂姐堂妹，自幼一起长大，感情甚笃。平阳郡主，许七安深吸一口气，开始娓娓道来。这是一个简单且朴素的爱情故事，但它注定不会平凡，因为故事中的女主角是位身份高贵的郡主，她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爱上一个和尚。可爱情的滋味是那么的美妙，让他甘愿抛弃一切，抛弃荣华富贵，抛弃宗室的身份，与他离开京城，携手余生。可是，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结局的。画本里的才子佳人总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那是画本。现实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变化，他们最后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许在厄运来临前，这对小情人还在畅想双宿双栖的未来。许七安平静地说着故事，想起了很多年前听过的一首歌：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紧相随。他没见过平阳郡主，眼前却仿佛看到了一个明媚的姑娘，有一双爱笑的眼睛，俏生生地站在郡和尚身边，把一朵野花插在鬓发间，问他：花好看还是我好看？许七安吐出一口浊气，起身抱拳。事情经过便是如此，卑职还有要事，先行告退。怀庆公主无声颔首。许七安快步离开，隐约间听见身后传来临安公主的哭声，一直到出了皇城，他才从那股低迷的情绪中挣脱。一辆马车疾驰而来，在观星楼底停下来，面白无须，但已经有些许鱼尾纹的刘公公没等侍从取来小梯，急惶惶地跃下马车。刘公公冲入观星楼，高举手中圣旨：陛下有旨，传监正即刻入宫。他一连高喊了3遍。本朝为防止司天监术士与官员勾结，命令规定，望气数对4品及以上官员不作效，但有1人例外，监正。莫要嚷嚷了，老师已经去皇宫了。身侧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刘公公猛地扭头，看见穿着白衣的杨千唤负手而立，背对着他。杨千唤，你何时回京的？刘公公吓了一跳。京城需要我时，我便回来了。杨千唤沉稳的语气，一天到晚神神叨叨，不会好生说话。刘公公不悦地喷了他一句，转头就走。杨千唤，打更人衙门。竟是盘坐观想的许七安忽然觉得心悸，像极了熬夜通宵后听见 QQ 滴滴响起的那种心悸。这是地书碎片特有的消息提示，他中断了观想，掏出玉石小镜。9号6号已经找到，目前人在打更人衙门，诸位可以安心了。看到这里，许七安眉头一皱，心说道长，你这话不是赤裸裸的说，打更人衙门里有天地会的2五仔吗？5，找到6号了。可是6号在打更人衙门才更危险吧？我听说大凤的打更人全员恶人，冷酷无情。1号，传言不可尽信，道长，是你找到6号的。9号，不出所料，6号的确是被封印了，封印他的人是一位披黑袍的强者，他浑身透露出危险的气息，让贫道不敢轻举妄动，便将此事透露给了打更人衙门。道长这说辞可以啊，这样我的消息来源就可以解释了。如果1号在朝廷里身居高位，他肯定已经知道平阳郡主的案子了。逆向推理，我这个发现横汇踪迹的铜锣就会变得很可疑。而道长这番话相当于给我打了补丁，若有人问起，我就可以说是热心的朝阳群众举报，从而撇清我与3号的关系。1号，我得到一个消息，桑博案牵扯出了1年前平阳郡主失踪的案件，很快京城会迎来一场大风暴。4，什么情况？4号跳出来吃瓜。1号把平阳郡主案简单的告诉了天地会成员，寥寥几句便在众人心里勾勒出一场不见刀光血影的党争，给了众人充足的联想空间。5，这你们大凤人心是黑的吗？竟如此卑鄙阴险。4，这案子谁查出来的？看到这个问题，许七安眉梢一挑，输入信息，我听说是打更人衙门的一位铜锣，叫许七安。4，许七安，为何有些耳熟？3， 1号调查云麓书院亲戚冲销时曾经提及过此人，我亦有注意他，观察他，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可怕结论，几个天地会成员先后发表类似的反问。3，此子聪明绝顶，天资无双，绝非池中之物。能得到3号如此夸赞，这个叫做许七安的铜锣是个极为厉害的角色，众人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金莲道长有些尴尬，没有说话。这时2号冒泡发言：3号，我发现周赤雄的踪迹了。许七安自卖自夸时没有响应的1号，此时立刻跳出来：他在何处？2，我手底下的一位兄弟在某个山寨里看见过他，那个山寨正好是我近期要缴的债子，你且等着，待我拔出债子，便将人给你送回京城。2号真的找到周赤雄了。云州那么大，匪患成灾，即使他在云州颇有能量，也没这么快找到周赤雄吧？要么是巧合，要么是我低估了2号的能耐。许七安振奋的击掌，带住周赤雄，就能知道与妖族勾结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了。3，多谢。2，小事，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愿意卖我个面子，找人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你这面子可不一般啊！众人心想结束天地会内部交流，许七安心里踏实了许多。周赤雄是他另一重保险，抓住此人，即使平阳郡主案无法让他免罪，他依旧不慌。现在就等着案子出结果了。黄昏时，许七安等到了从宫中回来的魏渊，宽敞奢华的马车驶入衙门，魏渊踏着小梯从马车下来，许七安就巴巴地凑上去，低声道：“魏公。”两鬓斑白的魏渊看了他一眼，边走边说：“誉王写了封血书，状告平远播、户部都给侍中、兵部尚书3人谋害皇室宗亲。誉王的操作，许七安已经从怀庆公主那里得知，点了点头。陛下交由3司会审了。”“不。”魏渊摇头，“陛下的怒火不比誉王小，他等不了那么久，当即写了一道圣旨，请监正入宫，与那3位当面对质。当时在场的还有朝堂的滚滚诸公。结果呢？”许七安已经知道结果了，但他还是要问。魏渊叹息一声：“谋害皇室宗亲，夷3族，告书最迟明早便会下来。2党完了。夷3族。”许七安微微动容。所谓夷3族，便是父3族、母3族、妻3族，可以归类到极刑之列，仅次于谋逆的夷9族。唉，明日怕是要杀得人头滚滚了。许七安也跟着叹息一声，不知道该拍手称快，还是为那些无辜受牵连的人惋惜。平远伯虽然被灭门了，但相比起夷3族，少说还得再死几十上百人。那些与平远伯3族之内的亲戚，一个都逃不掉。其他2人亦然。2党？许七安疑惑道。魏渊点点头。2党是誉王退出权力舞台的斗争中最大的受益者，以兵部尚书张凤、户部都给侍中孙明忠为首。平远伯是去年加入2党的。魏公，那我的事。许七安低声道。朝堂党派距离他太过遥远，许七安不甘心，他只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小命。不急，陛下正在气头上，这时候提及此事反而不妙。魏渊摇头。是这个道理。许七安点了点头，告别魏渊，在黄昏的余晖中朝家的方向行去。黄昏，某个房间里，一只白皙的手握着笔，在信纸上书写：“尊敬的主人，桑博案已经告一段落，礼部尚书曾说与我们合作是与虎谋皮。嘿，他看得还真准。1年前，我无意中目睹了平阳郡主和恒惠和尚的遭遇，恒惠死而不僵，元神凝结怨气，我将他炼成傀儡，养在身边，并将此事告知于您。您说机会已至，经察之年，便是咱们图谋500年伟业的开端，请恕我大不敬之罪。我本并不乐观。司天监的监正、仁宗的到手都是世间屈指可数的强者，可在这起事件中，2人出于某种默契，选择了袖手旁观。再次赞美您，主人的才智天下无双。元景帝对此案的态度并不积极，否则也不会任命一位铜锣担任主办官，这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不过那位铜锣极其厉害，嗅觉敏锐，在查案的过程中，您的将领被他发现了，他几次3番来教坊司窥探妖气，冒昧问一下，您是故意的吗？此外，其他打更人暗中亦有探查，不得已之下，我只好将灰机推出去挡祸。我知道他是您的族人，请恕我擅作主张。放心，东西已经交给了该得到他的人。非常抱歉，顺银案的所有线索都断了。我多次接触周丽，他确实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纨绔子弟，并不清楚他父亲周侍郎所谋划的一切。在此，我要向主人禀明4件事：一、顺银押送途中，周侍郎有许多次出手的机会，那样更加安全，可他选择了在京城侵吞15万税银，这一点实在让人费解。周侍郎是聪明人，却走了一步糊涂棋，我觉得其中必有原因。奈何周侍郎在流放途中意外身亡，再也没人能给我答案。2、根据可靠消息，周侍郎这20年来吞没的银两超过100万之数，可州府被抄家时，朝廷只搜刮出数千两白银，这些银子又去了哪呢？3、通过对司天监的暗中调查，发现监正最小的弟子叫楚采薇，是个很漂亮很有意思的小姑娘，当然她远远无法与高贵美丽的主人相比。我要说的是，司天监的术士喊她小师妹或者六师姐，而监正的亲传弟子只有5人。4、巫神教的人杀死了太康县的赵县令，便是发现消石矿的那位官员。是的，巫神教的巫师插手了这件事，并且他们本可以用更巧妙、更隐蔽的方式灭口，却选择了梦境中杀人。不难推断，他们试图误导朝廷，给镇北王泼脏水，离间元景帝与镇北王之间的关系。最后有件小事难以启齿，我爱上了一个男人，一个不该爱的男人。我想请主人垂怜，替我重塑肉身，永远为您效忠的仆人。另一间密室内，披着斗篷的男人提笔书写：尊敬的大人，顺银案的谋划失败，我要负主要责任。周侍郎的死则纯粹是他的愚蠢，他那自作聪明的儿子导致了一系列谋划的失败。
正如您所料，万妖国的谋划成功了，他们释放出了桑坡底下的封印物。我会在信中详细描述近1年来收获的情报。大概1年前，勋贵与文官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誉王代表整个勋贵势力，在元景帝默许的态度中担任兵部尚书，只差一步便能进入内阁。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嫡女平阳郡主爱上了青龙寺的一个和尚，两人决定私奔，并向世交平远伯嫡子求助。因为觊觎平阳郡主的美色，3位纨绔子弟打算凌辱她，再将他们杀人灭口，但遭遇了对方的激烈抵抗，平阳郡主吞差自尽。万妖国安插在大凤京城的碟子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幕，他利用尸骨把恒慧炼成了行尸傀儡，掌握着这个秘密，蛰伏起来。大凤展开了新一轮的京察，党派之间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不得不说，元景帝是个可怕的皇帝，他的帝王心术炉火纯青，但他并不是个好皇帝，在他眼里只有权力和长生。万妖国的碟子手握着这个秘密，悄然在京中寻找着合作对象。最后，他将目标选定了礼部尚书以及他背后的势力，因为恰好在那段时期，太康县的大黄山发现了硝石矿，这正是万妖国余孽需要的。这世上没有人能无声无息地在监正和仁宗到手的眼皮子底下潜入桑坡，毁坏永镇山河庙，但火药能帮他们完成这个任务。而礼部尚书背后的势力一直渴求着独掌朝纲，力压众党派。作为拦路石之一的两党，当然也在他们的清理名单中。双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礼部尚书帮助万妖国余孽炸毁永镇山河庙，释放庙底的封印物。万妖国余孽将恒慧推上台前，引导着打更人去查平阳郡主失踪案。为了摆脱自身嫌疑，礼部尚书动用了暗子金吾卫百户周赤雄，通过他将火药送入皇城，埋在永镇山河庙之下，并杀害大理寺、礼部、宫中当差共9名，以混淆视听，误导3个衙门的主办官。他们甚至还想通过火药栽赃其党的工部尚书，可惜小觑了铜锣许契安。我暗杀了赵县令，尝试误导他，让他去查镇北王，可惜他并没有上当。此子机敏过人，金吾卫百户周赤雄故意杀害小旗官刘汉，引起打更人和府衙的注意，并在对方的质询中使用法器屏蔽妄气术，引导着打更人将目光转向青龙寺，去发现恒慧和尚私奔案，顺藤摸瓜地探索1年前的党派之争。这一步棋走得极妙，卑职觉得非区区一个百户能做。毫无疑问，是那位妖皇之女在亲自落子。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卑职仍有2点尚未查清。一，卑职呕心沥血，仍未查明桑帛底下的封印物究竟是何方神圣，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与佛门有莫大干系。万妖国余孽释放他的目的也未查明。二，监正的态度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如果说元景帝开放成禁的目的，卑职还能猜测1、2，监正的心思则非卑职能揣度。明明他什么都没做，卑职却总感觉一切尽在他的预料之中，掌控之中。完毕，许七安回到家里，吃过晚饭，给二叔讲了桑帛案的进展以及平阳郡主案的真相。许二叔听得一愣一愣，半天没吃一口饭，喃喃道：这些读书人真是一个比一个坏，老子当年虽然砍了不少人，但和他们比起来简直是光明磊落的很。宁烨啊，你记得以后莫要跟读书人动嘴皮子，能动刀子咱就别犹豫，不然连自己什么时候栽的都不知道。许七安的点头，心说你怕不是忘记自己有一个读书人的儿子了。吃完饭，逗了逗许灵英，与林月妹子说了些话，许七安正打算回到自己的小院嗨嗨，深深虚伪的咳嗽一声，眼睛看向一边，说道：我让人给你做了件衣服，回头林月会给你送去，合不合身我也懒得管，反正你爱穿不穿。哟，今天的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的？许七安惊讶地朝外张望，婶婶咬牙切齿，红润小嘴里蹦出一个字：滚。许七安当即滚回自己的小院。推开屋门的一瞬间，他忽然心悸了一下，并不是地书碎片传信的那种心悸，而是汗毛一根根竖立，鸡皮疙瘩一颗颗凸起的心悸。许七安僵硬地扭过头，看向床铺，看见一只通红的断手静静躺在床上，他瞬间头皮发麻，肾上腺素飙升，冷汗一颗颗滚落。